灵白重生，回到神器世界降临之前，开局主动获取天赋昊天神锤。昊天神锤第一阶段锻造武器将获得5倍增幅，第二阶段解锁10倍增幅，锻造装备随机特技，第三阶段解锁100倍增幅，昊天神锤实体化，武器装备幻化，第四阶段解锁1000倍增幅。游戏后期诸天万界神灵齐聚，争夺至高神藏。灵白手握昊天神锤，身穿10000倍增幅装备出现，诸天神灵尽皆胆寒，该死，我诸神合力之下竟然无法破防。第一章重生，神器世界降临。青鸟市某独身公寓内，在座的各位大帅比，你们好啊！今天是2087年12月31日。据联邦某知名科学家说，今夜将出现1000年难得一见的超级月亮，记得带着别人的老婆一起，好好欣赏哦。公寓内电视机音量很大，一名俊逸少年猛然惊醒，在警惕地观察四周后，他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这是我的公寓？我不是在诸神之战陨落了吗？灵白试着调动体内魔力，发现自己满身澎湃的神力早已消失无踪。重生了！在确定重生事实后，灵白目光中闪过一丝追忆。公元2088年1月1日午夜，超级月亮出现，无数神秘卡片从天空降临，人们只要触摸卡片便能进入一个名为神器之地的游戏世界，世界为之哗然。公元2088年4月1日，游戏运行第3个月，有玩家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在现实世界召唤出神器之地中的物品，消息传出，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超凡时代来临。公元2088年12月31日，游戏运行1年，蓝星与神器世界融合，异界文明大举入侵，人类奋勇抵抗，在失去无数生命后，终于击退异界文明，换来短暂的休养生息。公元2089年12月31日，神器世界永恒神藏现世。据传，永恒神藏内藏有大秘密，谁能将其掌握，谁便能超脱一切，成为诸天之主。消息一出，诸天万界至尊神灵齐聚，神战爆发。呼！没想到神灵与至尊之间力量相差如此悬殊。灵白眼中闪过一抹悸动，那些至尊神灵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至尊法则一出，一切化为虚无，即便自己是神灵之躯，都没能幸免于难。如此也好，上一世游戏距现实我才加入游戏，错过了发育的重要时期不说，得到的本源天赋也较为低下。这一世我带着记忆重生，定要抢占一切有利先机，助自己成就至尊之位。灵白低声呢喃着，眼神逐渐锐利，宛如火焰跳动。此时夜幕已渐渐降临，一轮明月正在缓缓升起。灵白望向窗外，身体有些轻微颤抖，他知道那是肾上腺素在快速飙升。我的大刀有些迫不及待了。午夜时分，明月高悬，灵白来到公寓天台。此时这里有不少欣赏月色的年轻人。你好坏，不要嘛，这里这么多人呢，我就蹭一下就一下。就在这时，漫天的金色卡片从天空中坠落。这一刻，无数人抬头望向天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卧槽，这是怎么回事？外星人入侵吗？专家诚不欺我，真是千年一遇啊！快拍视频，绝对能火爆全世界。奇观现世，所有人都沸腾了。怎么回事？我的身体有反应了。有接触到卡片的人失声叫喊着。下一刻，黄光闪烁，最先触摸到卡片的人消失在原地，引得人群一阵惊愕。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卡片的秘密。啊，妈妈，今天我就要远航，再见，这个买不起房的世界。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疯子。灵白笑了笑，随手接住一张飘落的金色卡片，触碰的瞬间，卡片消失在他掌心中。紧接着，熟络的提示音响起：目标神器世界，是否即刻开始传送？是。灵白点头同意。四周环境瞬息万变，下一刻，灵白已经置身于无垠虚空，脚底踏着金色神光。与此同时，所有进入神器世界的玩家眼前浮现出一道透明模板。欢迎来到神器世界，以下是温馨提示，请仔细查看。1. 神器世界被诸神所遗弃，在这里你将不会受到神灵庇佑，每日仅可免费复活一次，多次死亡将扣除4维属性，当属性跌至0时，每死亡一次将扣除1年本体寿命。2. 神器世界势力错综复杂，彼此各自为战，你可以选择加入任何阵营，亦可以创建自己的势力。3. 进入游戏后，你可以自行呼出系统面板，查看个人信息及功能面板。4. 努力变强，你会遇见来自诸天万界各族。5. 不要相信任何人，
以上，请牢记。伟大的冒险即将开始，是否召唤祭坛获取本源天赋？倒计时90秒。是。林白直接同意。下一刻，一座印刻着无数玄奥符文的黑暗祭坛突然出现，祭坛上方一个深邃神秘的漩涡缓缓升起，提示音再度响起。检测到远古通行令，献祭自身1滴血液即可受到远古神灵祝福，您的幸运值将永久增加10点，幸运值将会提升您的掉宝率、强化率以及触发特殊事件的几率。是否献祭？否。看到提示，林白目光一凝，心中冷笑不已。第一道诱惑来了。幸运值确实是收益很大的一项属性，它对玩家有着诸多好处。不过林白却知道，这是远古神灵布下的陷阱，一旦主动献祭鲜血，在抽取天赋的时候将无法抽到传说级以上的天赋，同时也意味着永远无法逃离远古神灵的掌控。拒绝献祭，是否即刻抽取天赋？否。林白再度拒绝。林白转过头，将目光投向前方的黑暗祭坛。我更喜欢自己选择天赋。喃喃自语过后，林白径直朝着黑暗祭坛走去，目标正是祭坛上方的漩涡。就让我试试前世的那则秘文到底是不是真的。林白在漩涡前方站定，猛地将右手伸入漩涡。随着右手深入，一道道惊人的润滑感从指尖传出，宛如游鱼。传说竟然是真的！林白眼中露出惊喜，他不再犹豫，右手猛地一抓。下一刻，提示音接连不断的响起。叮！恭喜你发现神级天赋10倍幸运，是否选择？恭喜你发现神级天赋10倍掉率，是否选择？恭喜你发现神级天赋10倍攻速，是否选择？恭喜你发现神级天赋10倍暴击，是否选择？虚幻的面板上通篇满是神级天赋，令人眼馋不已。不过这些天赋都不是林白想要的，他的目标是至尊级。林白松开手掌，继续在漩涡内不停探索着。良久之后，林白忽然感觉到指尖触碰到一个坚硬的物品，很奇怪，和那些神级天赋的触感不同。难道是至尊级的天赋？林白心头一喜，直接一把抓住。叮！恭喜你发现永恒不灭级天赋昊天神锤，是否选择？永恒不灭级。林白一时间有些失神。在他的记忆中，神器世界里公认的天赋分别为白板、粗糙、青铜、黑铁、白银、黄金、钻石、史诗、传说、神灵、至尊等11个级别。永恒不灭，当真是闻所未闻。既然有幸遇见，就你了。林白直接点头同意。叮！恭喜你获得永恒不灭级天赋昊天神锤。第2章可进阶天赋昊天神锤。打开天赋信息，虚幻面板弹出，林白将目光投了过去。此时，一道通体乌黑、泛着特殊光芒的锤形技能静静地放置在天赋栏中。昊天神锤封印状态，级别永恒不灭。效果1： 5倍增幅。效果2：锻造武器将100%成功。效果3：不消耗普通材料，稀有材料消耗负50%。下一阶段10倍增幅。解锁锻造装备，随机特技。晋升条件：使用昊天神锤锻造不同武器5次，品阶不限。05死，这么强！林白倒吸了一口冷气。即便连重生这种离谱的事都遇见了，可昊天神锤的天赋效果还是让他觉得震撼。打造武器5倍增幅，并100%成功。最关键的是，还不消耗基础材料。5倍增幅啊！哪怕自己锻造一根木棍，在受到5倍增幅后，那都是木棍中的王者。更何况，下一阶段还是10倍增幅。芜湖，这不起飞了吗？此时，林白脸上满是笑意。天赋选定，是否开始选择初始职业？是。随着林白点头同意。下一刻，场景转换，黑暗祭坛消失不见，5尊巨大的石质雕刻出现在林白眼前，分别对应神器世界5大基础职业：战士、法师、牧师、刺客、游侠。对于职业选择，林白心中早有规划。上一世，自己就是一名法师，对这个职业了如指掌。更何况，他还知晓一个跟法师有关、十分强大的隐藏职业。林白径直来到法师雕塑面前，将其点亮。选择法师职业成功，请为您的角色命名。神器起名很烦，林白索性使用常用的 ID。命名成功，是否即刻开始游戏？是。林白点头确认。下一刻，林白眼前一黑，消失在原地。欢迎来到桑中镇。桑中镇位于神器大陆北部，是人类玩家重要的出生地之一。玩家神器，祝您好运。
系统提示音消散。林白出现在一座残破的小镇中，这里到处都透露着死亡的气息，凄凉优雅的歌声不断从四周响起，给人一种非常不祥的感觉。林白静静地站立在原地，神情自若，没有丝毫着急。小镇目前有着结界的存在，此时谁也没有办法离开。就在这时，无数的蓝白光芒闪烁，数不清的人类玩家降临了。刺激！这就是网络小说中的异界吗？卧槽，这 TM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正在月下和表妹深入浅出的交流呢。深入浅出？有视频吗，兄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怎么个深法。55555怎么退出游戏啊？我明明在看月月，在老老实实的吃桃桃。大部分玩家都表现得很兴奋，只有一部分玩家显得有些焦虑。谁让眼前的一切超乎了想象？原本好好的看月亮，突然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未知世界，一些人根本接受不了。忽然，恐怖的威压自空中落下，黑色魔能疯狂涌动，一道浑身包裹在黑色长袍里的身影突然从半空出现，一下便吸引了玩家们的注意。异界来的幸运儿们，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被神灵遗弃的世界，希望你们能尽快成长，帮助吾等一起打破神器世界的枷锁。最后，祝你们在这个混乱世界狩猎愉快。封魔结界开。话音落下，黑袍人随之消失，小镇的封锁被彻底打开，结界消散，阴冷无比的空气瞬间席卷整个小镇，玩家们顿时骚动起来。帮助你等打破枷锁？难道说我 TM 是工具人？走走走，狩猎去了！有没有兄弟跟我一起冲？来来来，阻我！我是黑铁天赋，带我一个！我射得贼快！哈哈，我找到退出游戏的选项了。再见，你们这帮 SB！ 随着小镇结界被打开，玩家的各项功能开始出现，不愿意留在这个世界的玩家纷纷退出，当然，更多的人则愿意留下探索。小说没看过吗？这可是穿越异界，如此刺激的事，哪能说走就走？没准自己就是下一个叶天地。林白站在一旁摇头笑了笑，随手打开了信息面板。ID 神器，等级 LV1 0500，职业法师，生命值130，基础100，法力值150，基础100，物理攻击7，魔法攻击5，物理防御5，魔法防御0，力量2，智力5，体质3，敏捷2。点击查看属性加成。幸运值0，暴击率0%。天赋昊天神锤。职业技能火球术，向目标发射一枚火球，对其造成5+魔法攻击的火焰伤害。CD 2秒，消耗10点法力值。简单至极的人类面板，每个玩家都一样。林白看向背包，里面有一把+5攻击的木棍，一件防御为5的布甲，以及10枚铜币。关闭背包，林白扫了一眼四周。此时，不少玩家开始向外走去，开始探索这个未知世界。打造武器装备需要学习图纸以及一定数量的材料。自己有着昊天神锤，基础材料免了，但还需要图纸才行。看来得先去学专业技能了。林白思索着，他知道哪里可以获得图纸，在铁匠林纳斯处学习锻造专业，便能获得一份免费的武器图纸，用于练手。去找铁匠林纳斯。林白打定主意，径直朝着铁匠铺位置走去。很快，林白来到了一处不停冒着黑烟的屋子外。此时，几名玩家正在铁匠铺里，一脸愁容地抡着锤子。一名身材黝黑、体型壮硕的铁匠正靠在躺椅上喝着酒。你好，林纳斯，我想学习锻造专业。林白直接开口说道。神器世界副职业很多，诸如锻造、附魔、炼金、采集等等，每个专业都有着自己的优势，玩家可以根据自身所需选择对应专业。不过想用设计图打造东西，锻造专业是必须学的。林纳斯醉醺醺地抬起头，含糊不清地说道，打铁很枯燥，希望你不会半途而废。下一刻，提示音传来，是否学习专业技能锻造？是。叮，恭喜你习得锻造技能。提示消失。林纳斯晃晃悠悠走上前来，将一份图纸和材料递给林白。叮，你获得了铁剑、白板、设计图。你获得了炉岩炭石，那边有打铁砧和大锤，失败了也不要气馁。林纳斯随手指向一旁，便不再理会林白。叮，恭喜你学会锻造铁剑。林白两手一拍，将设计图学习。铁剑设计图，攻击+5，所需打铁砧、炉岩炭2。让我看看永恒不灭级天赋到底有多么强大。林白来到铁砧前，直接发动天赋技能。
天赋发动，昊天神锤。下一刻，一柄通体乌黑色泽、泛着特殊光芒的锤形虚影突然冲天起，轰轰！昊天神锤猛烈地敲击着，每次撞击都让人震耳欲聋。一道道金色光芒宛如游蛇般在昏暗的天空中游走。刹那间，一把铁剑虚影逐渐在天空中成型。此刻，天空中的奇异景象使得所有丧钟镇玩家都震撼地望向天空。可最为激动的是林纳斯，此时他哪里还有一丝醉意，两眼瞪得滚圆，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那柄只存在于恒古传说中的锤子现世了。第3章，热情的林纳斯寒霜法杖设计图。叮！铁剑锻造成功，恭喜你获得铁剑1。提示音传来，天空中的2道虚影消散，一切归于平静。林白目光中带着一丝期待，看向背包。铁剑白板，类型长剑，等级 LV1，物理攻击力加25，打造者神器，描述新手玩家的最爱，没什么价值。舒服。林白脸上满是笑意。原本加5攻击力的铁剑，在昊天神锤的增幅下，攻击力暴涨至25，完全可以媲美一般的青铜级武器了。永恒不灭级，真是强的可怕。这把铁剑要是现在出售的话，恐怕会被人抢破头吧。林白笑了笑，转身就要离开。见证了昊天神锤的强大，接下来的目标很明确，获取武器图纸，尽快让昊天神锤解锁下一阶效果，10倍增幅，随机特效，想想就让人兴奋。请等一下，铁匠林纳斯喊住了林白。有事吗？林白疑惑道。神器世界中 NPC 也是一个阵营，没有好感度支撑的话， NPC 们对玩家都不太友好。如果他们主动找你，那定是有事所求。林纳斯搓了搓手，略带讨好的说道，能不能把你刚才打造的武器给我看看，就知道你会忍不住。林白心中暗道，刚才在打造武器的时候闹出的动静很大，想不引起别人注意都难。自己这把铁剑攻击力超出常规铁剑太多，擅自给 NPC 查看，保不准会出什么岔子。做人还是得低调点。抱歉，这把武器。林白刚要拒绝，林纳斯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猛地低下头，满是歉意的说道，抱歉抱歉，是我唐突了才对。为表歉意，这几件东西请您务必收下。话音刚落，林纳斯一股脑的塞过来数件物品。叮！恭喜你获得寒霜法杖设计图青铜，恭喜你获得丧钟镇令牌1，恭喜你获得随身铁砧1。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林白心中满是疑惑。青铜图纸、丧钟镇令牌，这可都是游戏初期比较稀罕的东西，就这么白送了？这可是你主动给的，进了我的包就没有还回去的道理。林白在心里嘀咕道。这3件物品应该都是您所需要的。林纳斯和善的笑道。谢谢。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林白受不了林纳斯炽热的眼神，只好指了指村长方向。好的，您慢走，有事没事的，欢迎你常来玩。林纳斯脸上满是殷勤。林白恶寒，转身就走，直到背影消失不见，林纳斯才收回目光。眼前的一幕被几名打铁玩家看在眼里，不由得靠上前来，将林纳斯团团围住。林纳斯，人家也想要青铜设计图，能给人家一个吗？林纳斯满是殷勤的神情骤然一变，冷冷的说道，我送你个孩子，你要不？没什么事就滚去打铁，别在这里发贱。路上，林白看着背包，嘴角扬起一抹笑意。寒霜法杖设计图青铜，类型法杖，等级 LV1，物理攻击加15，魔法攻击加20，效果法术暴击正 2%， 所需炉岩炭200，打铁砧。丧钟镇令牌，被动效果，所有 NPC 对你好感度加100，放在背包即可生效。青铜级图纸，好感度令牌。林白笑了笑，林纳斯算是下了血本了。在现在这个阶段，一把青铜级武器少说能值个几百铜币，就这么白送给自己，不知道他在背后会不会肉疼。林白双手一拍，将设计图学习。叮，恭喜你学会锻造寒霜法杖。下一刻，林白打开锻造栏，对准寒霜法杖发动了昊天神锤。有随身铁砧，他不需要去借助铁匠铺锻造。轰！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泛着乌黑光芒的锤形虚影再度降临。巨大的锤形虚影闪烁着特殊光芒，刹那间就吸引到所有玩家。好大啊！这才玩世多久啊？又来，烦死了！会不会以后每天都来2次啊？我现在就想知道这是谁的技能，也忒拉轰了。玩家们议论纷纷，不明所以。而铁匠铺的林纳斯
却激动到浑身颤抖。来了来了，出现了！天空中金色流光游走，在一次次剧烈的撞击声中，一根萦绕着淡淡白霜的魔杖在天空中缓缓成型。轰！随着最后一次猛烈撞击，林白收到了系统提示：叮，寒霜法杖锻造成功，恭喜你获得寒霜法杖1。林白嘴角微微上扬，目光投向背包。寒霜法杖，青铜，部位法杖，物理攻击加75%，魔法攻击加100%，效果法术暴击正10%，打造者神器，5倍提升真是刺激。林白赞叹道，随手换上新法杖，物理攻击8275，魔法攻击105，100，装备完毕。林白魔法攻击力直接破100，在这个人均攻击力不到5的时候，他的攻击力已将其他玩家狠狠甩下。再打造出来3把武器，昊天神锤便能解锁了。去接取任务，然后到野外去碰碰运气。林白想了想，迈步朝着村长走去。几分钟后，林白来到村长附近，此时正被玩家们团团围住，跟粽子没什么两样。哪个变态在我后面蹭蹭蹭的？信不信给你掰折？村长，我要任务，快给我！嚷嚷什么？给老子闭嘴！村长身边一片混乱，还有不怀好意的玩家在肆意揩油。算了，直接出村吧，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林白眉头微皱，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如直接出去杀怪碰机缘呢。更何况村长任务奖励也不高。林白刚要离开，忽然围在村长身边的人群猛地向四周倒下，一道黑影朝着林白扑来。林白躲闪不及，被一把抓住。他定睛一看，来者正是村长。在一众玩家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村长气喘吁吁地对林白说道：小伙子，我这里有一个隐藏任务，你要不要？林白先是错愕一下，随后笑着说道：当然。叮，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不祥惊变。第4章隐藏任务不祥惊变。隐藏任务。村长话音刚落，附近的玩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林白，眼睛里充斥着羡慕。靠，这也是个看脸的世界吗？对我等丑逼的恶意也太大了吧。兄弟，你丑归丑，别把我们带上。隐藏任务奖励应该很高吧？这小子运气真好。我是柠檬精，我承认我酸了。周围玩家羡慕地看着林白，感叹着他的好运。林白笑了笑，没理会周围玩家，而是直接打开了任务栏。任务不祥惊变，类型青铜级隐藏任务，等级1。描述：有哨兵发回消息说，距离桑中镇不远处的乱葬岗似乎发生了某些不祥，大量野坟出现盗洞，坟内尸体离奇失踪，现场处只发现少许红色毛发。任务目标：前往乱葬岗找出异变原因。任务成功奖励：1. 铜币加50， 2. 经验值加5000， 3. 丧钟镇 NPC 好感度加100， 4. 自选技能箱加1青铜， 5. 解锁下一阶段任务。还是个连环任务。林白目光闪烁，心中有些意外。这个任务奖励很高，青铜级技能书外加丧钟镇 NPC 好感度，都是在游戏初期比较难得的东西。不过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下一阶段任务。一阶段奖励质量都这么高了，2阶段奖励那不得起飞了。印象中似乎并没有听说过这个任务，可能与自己晚进游戏3个月有关吧。不过想想也是，谁获得隐藏任务会满世界的大肆宣扬，那得有多蠢。林白嘴角微微扬起，很快便释然了。就在这时，一个标准的开荒4人小队走上前来，一个战士，一个牧师，2个游侠。兄弟，隐藏任务的水很深，你把握不住的，不如我们一起做吧。为首战士笑呵呵说道。我习惯一个人。林白直接拒绝，转身便走。这支4人小队看着配置齐全，但全是1级小号。乱葬岗那可是5级怪物区，这4位恐怕连破防都做不到。把他们组上分自己经验和战利品，当活菩萨，他可没那个兴趣。林白渐行渐远，较冷刃的战士脸色很难看。一个脆皮法师也想逞强，当 TM 自己是主角呢？嗨，他恐怕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可怕，没准刚出城就被僵尸啃了。牧师站在一旁摇了摇头，要不我们出城把他干掉？谁让他不阻我们了？走，跟过去看看。不知死活。察觉到有人跟踪自己，林白目光闪过一道冷光。神器世界杀人夺宝稀松平常，这种事他在上一世见过不知道多少次。这几个家伙要是不知进退，他不介意送他们一程。很快，林白来到桑中镇大门口，红褐色的土地上
到处都是玩家。玩家们在小镇外四处扫荡着，宛如蝗虫过境。往往一只僵尸刚刚出现，便瞬间被无数火球箭矢所淹没。第4天灾，名不虚传。这届玩家比上届强太多了，就是内卷有点严重。林白目光中有着一抹笑意。就在这时，咔咔咔，林白脚下的地面发出一阵咔咔的怪响，似乎有什么东西正要破土而出。林白目光扫向地面，突然，一只满是腐烂碎肉的爪子猛地从地面伸了出来。啊！伴随着一声低吼，一只浑身挂着腐烂碎肉的僵尸钻出地面。僵尸等级 LV1， 生命值50，攻击力10，防御5，被动技能溃烂普通攻击，附带20点毒属性伤害。一级僵尸面板属性不高，唯独被动技能让人难受，对近战职业不太友好。哎，这不是逼我出手吗？林白有些无奈地抽出寒霜法杖。这些僵尸太弱，弱到自己都提不起兴趣。既然挡路了，那就杀了吧。就在这个时候，冷刃等人来到了林白身后不远处。在看到林白面前刷新出僵尸时，冷刃不由嘲讽道：“大佬，要不要帮帮你啊？”呵呵，帮我。林白轻笑一声，随手一挥，法杖狠狠地砸中僵尸头部。咔嚓，负77，颈椎断裂声传来，僵尸的头颅如同保龄球一般飞了出去，血条直接被清空。你击杀了僵尸，经验加10。这看着脚下的僵尸头，冷刃等人懵了，这是什么神仙伤害？要知道自己等人使用技能才能打出10几点伤害，眼前个这法师随手一普攻就打出77点伤害，就 TM 离谱。林白一击秒杀僵尸，看都未看冷刃等人，转身朝着北面走去。他可没心情在这里浪费时间，抓紧升级做任务，解锁昊天神锤才是正事。原来那把法杖的主人是他。冷刃呆立在原地，没敢继续跟着。他认出了林白的法杖。冷哥，这谁啊？攻击力也太高了吧。牧师吞咽着喉咙说道，他手里那根法杖你不认识吗？就是在10几分钟前天空中出现的那根。死？真的吗？他就是那个引起天空异象的人。就是他。这个叫神器的玩家刚来到这个世界就闹出不小动静，他的天赋技能恐怕极强，咱们惹不起。冷刃一脸笃定道，妈蛋的，好事都让他一人得了。要是那把法杖是我的多好，得值多少钱啊？你不是被富婆包养了吗？就 TM 就认识钱。林白一路向前，很快便来到一片茂密丛林。丛林外围有少量队伍在此练级。看到林白独自前来，目光中满是诧异。敢独自一人在未知世界中横冲直撞，要么是大佬，要么多多少少有点毛病。林白没理会周围诧异的目光，沿着小路走进丛林。他准备找个地方把等级提升一下。刚刚踏入丛林，这时一则提示突然传来。提示：您的等级较低，受到该区域怪物压制，该区域怪物对您的伤害额外挣 20%， 掉率挣 2%。神器世界等级压制十分严重，越级挑战的话，怪物的实力会增强许多，不过物品掉率也会有较小提升。可一旦怪物超出玩家10级以上，怪物面板的所有属性将会成倍暴增，普通小怪都会和 BOSS 一般强大。看到提示，林白没有在意，才 20% 的伤害加成而已，还能打死人不成？林白笑了笑，目光投向远方。就在这时，前方不远处，一个泛着淡淡青灰色光芒的物体吸引到林白。那是一枚隐匿在灌木丛中的宝箱，在这昏暗的环境中，不仔细观察还真不容易发现。青铜宝箱，我的运气真是不错。第5章青铜宝箱，龙骨荒野碎片。宝箱随机刷新在各个地图，里面能开出各类物品，是所有玩家的最爱。对应的品阶开出对应的物品，其中不乏武器、装备、设计图等稀有道具。像眼前这枚青铜宝箱，最次也能开出一件青铜级物品，遇到就是赚到。林白嘴角微微上扬，希望能开到一张设计图。仔细观察四周动静后，林白迈步走向宝箱。宝箱所在位置不偏不倚，刚好附近没有幽灵怪物。宝箱品质青铜级，掉落物装备 14%， 技能书 7%， 稀有道具 1%， 杂物 73%。 描述：随处可见的青铜宝箱可开出10级以下的物品。来到近前，林白将宝箱从灌木丛中拉出，直接打开。叮！你打开了青铜宝箱，淡蓝色光芒四射，宝箱大开，一件件物品浮现在林白眼前。叮！恭喜你获得锯齿利刃设计图青铜，恭喜你获得龙骨荒野碎片1，恭喜你获得解除异常状态药水青铜3，
恭喜你获得初级治疗药水2，铜币12枚。数道提示轮番弹出，一件件物品收入背包。这就是欧皇吧？看到武器设计图，林白脸上满是笑意，目光投向背包。锯齿利刃设计图，青铜，类型匕首，等级 LV1，物理攻击加20，魔法攻击加10，特技急速攻击时有1%几率触发急速效果，使你的攻击速度提升10%，持续10秒。特技无法获得增幅。所需炉岩炭200，打铁砧。再弄到2张设计图，昊天神锤就能解锁下一阶段了。林白嘴角微微上扬，现在开出任何武器装备都不如开设计图来的实在。或许我应该多弄几把铁剑去换设计图，等升到5级挂拍卖行试试。林白思索着，随后将目光投向背包中的一块地图碎片，龙骨荒野碎片，青铜级，类型秘境碎片，数量1，描述集齐4块龙骨荒野碎片，可进入龙族秘境副本龙族埋尸地，建议10级以上组队前往。林白两眼一亮，满是惊喜，竟然是这个东西。没记错的话，上一世通关龙族埋尸地的人，最终奖励是一本可进阶的禁咒魔法召唤古龙。林白目光闪烁不定，脑海中思绪流转，这奖励可太惊人了。上一世古龙横空出世，一度闹得满世界沸沸扬扬，无数人为之震撼。古龙啊，有哪个男人不喜欢？据说还有人录下了珍贵的龙阵视频，当然自己只是听说，可从未看过。看来解锁昊天神锤下一阶段刻不容缓了，先提升下等级，然后去做村长任务。林白喃喃低语过后，目光看向前方，在那里有着诸多怨魂怪物在四处飘荡。怨魂等级 LV3， 生命值150，魔力值300，攻击力36加6，防御15，技能幽魂弹对目标造成30加攻击力伤害，击中后使目标法力燃烧50点。怨魂等级超出林白2级，攻击力额外提升20%，变成36点，而且幽魂弹伤害略高。以林白目前的属性来说，挨上2-3发就可以免费回城了。当然林白自然无惧，就算在不躲避的情况下和怨魂对轰，怨魂也不是自己的对手，谁让自己攻击高呢？林白取出寒霜法杖，火焰元素快速凝聚，2秒后暴躁的火元素凝结成球，火球术。法杖一挥，炽热的火球拖着尾焰破空而去。砰！火球炸裂，精准命中怨魂。190，暴击，人品爆发，火球术触发暴击，一击便秒掉了怨魂。呜！怨魂发出一声哀嚎，躯体化成黑色结晶掉在地面。你击杀了怨魂，经验30加6，跨2级击杀，额外增加20%经验。林白的经验条变为46500，再杀11只就能升级了。继续，林白没有停手，火球术接二连三射出，有着寒霜法杖10%暴击加成，火球术的暴击几率还算可观，时不时的就有暴击出现。砰砰砰，火焰元素不断炸裂，一只只怨魂被击杀，林白的经验条快速增加。一连击杀9只怨魂后，林白将法杖拎在手中，朝着不远处的一只怨魂冲了过去。他打算和怨魂肉搏，顺便回来。火球术虽然只消耗10点法力值，但一直这么射呀射的，林白的小蓝条根本顶不住。简单来说，就是不持久，无法长时间战斗。砰砰砰，伴随着一声声脆响，法杖接连敲击在怨魂身上，一道道伤害数字飘起。-67，-67，-67。有着前世9经磨练的战斗经验，林白走位相当风骚，怨魂被他耍得团团转，3次普攻就能干掉一个怨魂。一连击杀3只怨魂后，一道金光猛然从林白体内喷射出来。恭喜你升到2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林白没有犹豫，直接将属性点全部分配给智力。魔法攻击1105，生命值230，100，法力值300， 150，经验值23-1000，面板属性略有提升。林白的战斗时间比之前持久了一些，这掉率真是够低的。林白无奈的摇摇头，击杀10几只怨魂就掉了4枚铜币，这掉率简直逆天。林白随手将4枚铜币拾起，蚊子再小也是肉。在游戏初期，4枚铜币的购买力还算不错，至少能买4瓶初级法力药水。林白环视四周，这里已经没有怨魂的身影，继续深入吧，说不定还能再遇见个宝箱什么的。
林白站起身，转身朝着暮色森林深处进发。10几分钟后，林白来到了暮色森林中心区域。由于一路上不停清扫怨魂，他的经验条提升到了 78%， 眼看就要升到3级了。继续！就在林白想要继续向前进发时，一道凄凉无比、充满哀怨的歌声从前方不远处传来。歌声由远及近，回荡在这片区域，这让本就黝黑昏暗的暮色森林平添一份诡异、阴冷。很快，一位梳着精致妆容、身穿白色婚纱的怪物从前方的小路上出现。女妖卡莎莉，青铜级。第6章，青铜级 BOSS 现身。女妖卡丽莎，女妖卡丽莎，青铜级，等级 LV5， 生命值950，魔力值2100，物理攻击力91、21，魔法攻击力130、30，防御30。技能哀怨光环，被动，每隔3秒主动释放一次，使5米范围内的目标被恐惧5秒。尖效，主动，发出音波攻击，对目标造成60加魔法攻击力伤害。撕裂，主动，普通攻击附带撕裂效果，造成0加物理攻击力伤害，并使目标护甲负5点，最高叠加5层。描述：生活在丧钟镇的人类女性，不知为何原因变成女妖。女妖属于法师类型的怪物，攻击较高，血量和防御力比较薄弱。相比那些血厚防高的怪物，法师怪更受玩家们的欢迎。没别的原因，比较好杀。林白快速计算着彼此之间的差距，火球术最大射程30米。女妖的移动速度虽然比我高一些，但也高的有限。我的火球术每发能对她造成85点伤害，12发火球术便能解决战斗。只要卡好女妖释放技能的空档，问题不大。这只女妖能干，林白决定拿下这个女妖。精英怪的掉落本就比普通怪要好上不少，更何况一只精英怪首次被玩家击杀的话，将会额外获得一个技能箱奖励。这里已经处于暮色森林的中心区域，玩家的影子基本见不到。世界公告更是未曾响起过，也就是说，这只女妖应该还没被人干过。女妖首杀是我的了。林白双目微凝，准备出手。他现在急需技能书，补足自己的短板。此时，女妖已经距离林白不远。林白死死盯着女妖，火焰元素快速凝结。几秒后，在林白的注视下，女妖踏进了火球术的攻击范围。火球术，林白法杖轻挥，一枚拳头大小的火球朝着女妖袭去。砰！火光四射，血红的伤害飘起。170，运气不错。林白嘴角微微上扬，没想到第一发火球就触发了暴击效果，这样能更加省力不少。林白手上动作没有停歇，第2枚火球快速凝聚。女妖受到攻击，朝着林白扑了过来。她凄厉的惨笑着，血泪顺着眼角滑落。原本姣好美丽的面孔，眨眼间变为了腐烂碎肉，看起来无比狰狞。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靠！莫名躺枪，林白心中有些不爽。此时，他的第2发火球术已准备就绪，根本没有废话，直接发射。砰！85，这一次火球没有触发暴击。林白神情自若，没有丝毫紧张。几率这东西向来都比较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又不是在玩拼嬉戏，100%都能抽中免单。林白站在原地，开始凝聚第3枚火球术。砰！85，火球命中，女妖再度损失一小块生命值。就在这时，女妖停下了前冲脚步，她猛地张开大嘴，仰天哀嚎起来。下一刻，尖锐刺耳、充斥着哀怨的哀嚎声，瞬间回荡在整片丛林。哀怨光环发动，一道道波纹般的暗紫色能量快速扩散，直接将女妖身边5米内的一切全部笼罩起来。火球术，林白没闲着，继续发动攻击。女妖的这个被动技能其实很强，对付没有位移技能的近战职业堪称无解。每3秒一次，持续5秒的恐惧哀嚎，完全就是近战噩梦。不过强归强，女妖每3秒停顿一次释放技能，那是纯纯的活靶子。远程职业拥有绝对的优势，只要不浪，很难翻车。3秒一过，女妖停止了哀嚎。与此同时，一枚火球术精准命中了女妖脸上。砰！85，受到火焰灼烧，女妖的脸更为狰狞。她恶狠狠地看着林白，似乎想要将其榨干。此时，女妖的生命值还剩下440点，和林白之间的距离仅剩不到15米。忽然，女妖的嘴一瞬间裂到耳根，2条挂着腐肉的手臂向后背去。
林白目光一闪，知道这是女妖要发动技能的征兆。下一刻，啊！刺耳的哀嚎声从女妖嘴里射出，一道道暗紫色能量光环朝着林白攻来。技能发动，尖啸！林白没有丝毫犹豫，猛地一个翻滚倒向一旁。技能太过匮乏了，使得林白不得不做如此躲避。下一秒，恐怖的暗紫色音波袭来，林白方才所站立的地方，身后树木尽数折断。火球术！林白的战斗意识超高，在倒地的瞬间便早早凝聚火球。刚刚起身，一枚火球术猛然射出，砰！170，暴击出现，女妖血量猛地下降一大截。此时，女妖血量仅剩270点，只要3发火球术就可以结束战斗。林白射出火球，未作停留，而是迈步朝着身后跑去，心中默念着3、2、1，默念结束。林白停下脚步，转身凝结火球。此刻，女妖正站立在原地，发动哀怨光环。啊！伴随着紫色能量波动，一枚火球术被林白射了进去。85，趁着女妖还在释放技能，林白继续施法。砰！85，一连2发火球，女妖血量降低至100点。终于要结束了。林白看向女妖，目光说不出的平静。要不是缺乏技能，杀一个女妖哪会如此费劲？此时，女妖距离自己足足有10米的距离，完全够自己射一发火球。到时女妖冲到近前，他只要补上1记普攻即可结束战斗。火球术！砰！85，火焰炸裂在女妖身上，女妖血量低至25点。与此同时，女妖也冲到了林白近前。林白没有客气，拿起法杖猛地对女妖一挥，砰！52，伤害数字飘起，女妖血条被彻底清空。哇！女妖发出一声哀嚎，化成一枚黑色晶体掉落在地上，亮晶晶的战利品散落一地。与此同时，系统提示不断响起：叮！你击杀了女妖卡莎莉，青铜，获得经验500加150，跨3级击杀，额外增加30%经验。恭喜你升到3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下一级所需经验4302千。还未等林白做出反应，下一刻，一道提示音响彻在所有玩家耳边：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神器获得青铜级怪物女妖卡丽莎首杀，获得奖励铜币20，经验1000点，获得首杀额外奖励随机技能箱青铜1。世界频道大喇叭1。世界公告第7章世界哗然，群体技能寒冰咆哮。世界公告一出，很快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个普遍等级不高，大多数玩家还处于探索世界的游戏初期，竟然有人击杀了青铜级 BOSS， 这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青铜级，这个神器有点猛啊，难道是某位大神或者职业选手？青铜级精英很强吗？垃圾 BOSS 不是有手就行？呵呵，粗糙怪都要比白板怪属性高出不少，青铜级 BOSS 还用说吗？果然哪里都少不了键盘侠。好想和这样的大佬一起组队，一起探讨生命起源。神器一定是我们大韩人，也只有我们大韩人才能如此神勇。此时，世界上一片哗然，不少人都对林白的身份有着一丝好奇，更有甚者直接打开搜索栏，想要添加林白好友。暮色森林外围，一支5人小队正在与2只怨魂作战。一番战斗后，终于将2只怨魂成功击杀。这个神器果然不一般，连青铜级 BOSS 都被他干掉了。还好我们没有头铁跟他硬杠。为首的战士言语中有着一丝庆幸。嗨，冷刃队长，不要把他想得那么强，没准我上我也行呢。再说了，个人再厉害有毛用？现在可是深夜，意外进入这个世界的人相对较少，一旦明天那些大势力、大公会也进入，那可就有意思了。队伍中的游侠撇了撇嘴，呵呵，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冷刃摇头笑了笑，懒得与之争辩。这个世界的怪物猛地一批，完全和其他游戏不同。以自己多年骨灰玩家的经验，在这里都有些吃不开，以往的游戏经验更是完全用不上，而人家神器却独自击杀了 BOSS， 恐怕神器不光天赋强大，意识和操作更是高到可怕。想到这里，冷刃愈发的庆幸起来。暮色森林中心，世界频道的喧嚣并没有引起林白太多注意，不就是世界公告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往后慢慢就习惯了。林白来到卡丽莎尸体处，开始拾取战利品。叮！恭喜你获得墨竹手镯1，青铜。恭喜你获得雷鸣战刃1，
青铜。恭喜你获得稀有任务物品卡丽莎的信物，青铜。恭喜你获得初级太阳水2，铜币23枚。看到第3个物品，林白有着一丝意外。任务物品。林白目光看向背包中，卡丽莎的信物。类型：任务物品。描述：将卡丽莎的信物交给乱葬岗哨所卫兵队长摩尔多。奖励：触发隐藏任务惊人事实，青铜级。又一个隐藏任务。林白眼前一亮。隐藏任务意味着什么？自不用多说。而且2个任务都在乱葬岗，省去了他许多麻烦。随后，林白看向刚刚得到的2件装备。墨竹手镯，青铜。类型：饰品。等级 LV5。魔法攻击加10。效果：施法速度负 5%， 法力恢复正 1%。手镯效果还不错，增加了施法速度和法力恢复，都是林白目前比较需要的。不过得等升到5级才能穿。雷鸣战刃，青铜。类型：常见。等级 LV5。物理攻击加40。效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时，有 1% 的几率进入奔雷效果，每次攻击将对目标额外造成20点雷属性伤害，持续10秒。所需职业：战士。攻击和属性都不错，在现在这个时期卖个好价钱很容易。等回到城镇，拿它去换武器设计图。打定主意后，林白目光投向背包中的技能箱子。技能箱，青铜。数量1，使用可随机获得本职业技能书1本，但愿能开出一本实用的。林白目光中有着一丝期待，他现在太缺技能了，一个火球术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下一刻，林白直接将技能箱打开。叮！恭喜你获得技能书寒冰咆哮，青铜。寒冰咆哮，青铜。类型：技能书。效果：对10米区域内的敌人造成50加魔法攻击力、冰属性伤害，并且降低目标 20% 移动速度，持续3秒。消耗50点 MP， 冷却5秒。哦，寒冰咆哮！林白心头一喜，感叹着自己的好运气。有了寒冰咆哮，自己的刷怪速率将会大幅度提升。叮！恭喜你学会技能寒冰咆哮。林白双手一拍，距离4级还差570点经验，先升到4级，然后直接去乱葬岗。林白一边思索着，一边将升级所获的5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智力上。魔法攻击115 5，法力值450 50， 115点魔攻，加上寒冰咆哮的基础伤害，刚好可以瞬杀怨魂。林白目光投向远方，前方的树林中还有着不少怨魂在游荡。开始群怪吧！说干就干，林白迈开步伐，直接朝着怨魂们跑去。很快，在林白有意的引诱之下，一只怨魂被吸引过来。在一连引诱30-40只怨魂后，林白停下了脚步。此时，视线内的所有怨魂都已经被吸引过来。怨魂们呼啸着涌向林白。差不多了，林白双目一闪，直接发动技能寒冰咆哮。林白法杖轻挥，一瞬间，冰霜元素迅速凝结，周边的温度似乎都下降了几分。下一刻，伴随着冷冽的寒风呼啸，夹杂着无数寒冰的小型风暴爆裂在怨魂群中。嗖嗖嗖，寒风呼啸，锋锐的寒冰扫向四周。150 150 150，成片成片的伤害数字飘起。仅仅一个瞬间，所有怨魂被寒冰风暴扫荡一空。你击杀了34只怨魂，获得经验1020点。恭喜你升到4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下一级所需经验4503千。金光闪烁，林白升到4级，随手将5点属性点全部加到智力上。魔法攻击120 5，法力值600 150。林白看向地面上的战利品，此时一张设计图纸正掉落在地面上，闪烁着微弱光芒。咦，设计图第8章喊话世界，兑换武器设计图。林白走上前去，将设计图拾起。这可真是意外之喜，他现在最缺的就是设计图纸。恭喜你获得凌风法袍粗糙级。凌风法袍粗糙级，部位护甲，等级 LV3， 防御加15，效果每秒恢复3点法力值。原来是装备图纸，林白稍稍有些遗憾，这要是武器图纸该多好，他只要再去弄一张武器设计图，昊天神锤就能解锁下一阶段了。不过林白转念一想，虽然是个粗糙级装备设计图，但总比没有强。谁设计图这种东西本身掉率就不太高，
人嘛，懂得知足才行。或许我应该在世界频道喊话一波。游戏开放到现在快5个小时了，一些幸运儿手里应该有些好东西了吧？林白眼眸深处闪过一抹金光。神器世界中机遇数不胜数，每名玩家都有着自己的机缘，好处自然不可能全被自己所获。自己和其他玩家相比，无非就是多了一些重要记忆以及战斗经验罢了。喊话试试，希望能带给我点惊喜。林白目光中闪过一丝期盼。打开世界频道，林白取出之前击杀 BOSS 获得的额外奖励大喇叭，数量1使用，你的消息将会加大加粗，闪烁七彩霞光，并被所有玩家注意。上一世最讨厌别人用这种东西，想不到这一世我要率先使用了。林白笑着摇摇头。大喇叭和某些游戏一样，算是装逼利器的一种，不过神器世界的大喇叭威力更强一些，不光会带上玩家的姓名，还能自动加粗加大，最重要的是还会闪耀着亮瞎眼的七彩霞光，那叫一个酷炫。林白笑了笑，他可不是为了装逼，而是为了尽快收到想要的东西。林白编辑好一段话，随手将铁剑以及雷鸣战刃的属性展示了上去。至于锯齿利刃和寒霜法杖，林白并没有打算出售的想法。这2把武器一旦获得5倍增幅，将会直追自己的攻击力，在没有一定的把握之前，他可不想做资敌的蠢事。编辑完毕，林白将消息发送了出去。下一刻，世界频道中，一道璀璨无比、闪烁着七彩霞光的超大字体骤然出现在所有玩家的视野中。世界频道，玩家神器发布了一条重要消息：25点攻击极品铁剑，5级青铜长剑雷鸣战刃，兑换一切品质武器及装备设计图。有意者私聊。消息一出，瞬间霸屏。原本消息不断的世界频道竟然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下一刻，世界频道沸腾了。卧槽啊！1级铁剑，25点攻击力，这也太极品了吧！丧钟镇也太可了吧！真后悔没选择丧钟镇当出生地。死！这竟然还是神器自己打造的，锻造专业这样牛逼的吗？我 TM 也要去学打铁。次六，好想要那把雷鸣战刃，剑身还闪烁着丝丝雷芒，真尼玛帅爆了！哇哦，神器大佬，你这2把武器怎么换啊？能不能说一下？2把极品武器瞬间引爆玩家们的热情，尤其是玩战士玩家最为亢奋，他们真的太缺一把高攻武器了。一时间，林白收到无数来自其他玩家的消息。丁，你有999加条未读消息。林白随意查看了几个消息。我出200块钱，你那把雷鸣战刃卖我吧，诚心买，先货后钱可以吗？特别喜欢那把雷鸣战刃，骗子死一户口本的。我是知名游戏主播毛人雨峰，你的武器我很中意，给我个面子。神器小哥哥，能送给我一把武器吗？求求了。消息乱七八糟的，说什么的都有，大多数都是想要线下现金购买，先货后钱的，骗到我头上来了。林白淡淡一笑，先货后钱，那可真是在想屁吃，进了人家包还能要到钱。至于说骗子死一户口本的，那更不能信，这种人恐怕蔡文姬的2技能扔下去就只能弹一下。林白随手一个过滤，将没有设计图几个字的消息全部滤掉后，消息瞬间剩下不到50个。就在这时，一则由 ID 花花是只喵发来的消息吸引到林白的注意。我这里有2个设计图，一个武器的，一个装备的，都是粗糙级，可不可以用这2个换你那把雷鸣战刃？反曲之弓，粗糙；治疗宝珠，粗糙。可以。林白直截了当的回复道。雷鸣战刃在别人眼里是极品武器，在自己这里扔背包中都嫌它占地方，用它兑换2张粗糙级图纸，看似很亏，实则很赚。那神器大神，我去哪里等你？花花是只喵有点激动。林白沉吟片刻，回复道：丧钟镇小镇大中下，等我。他现在太需要提升一波了。2个隐藏任务都指向乱葬岗，恐怕村长委托的任务并不简单。虽然自己操作意识都是顶尖，但是装备和技能却差了不止1点半点。为了稳妥起见，林白决定回城一趟，将昊天神锤解锁下一阶段后再去完成任务。大约半个小时，林白回到了丧钟镇。在接近大钟时，远远便看到一个扎着高马尾、手托厚重巨剑的妹子正在四处张望着。ID 花花是只喵，衣着打扮都很像花木兰，难不成是王者玩家？林白目光里闪烁着笑意，迈步走了过去。神器大神，你来啦！花花是只喵看到林白后有些兴奋，他真是没想到这位大神蛮好说话的，
2件粗糙换青铜，怎么看都是占了人家便宜。好了，交易吧。林白直接发出交易申请，虚幻面板弹出，林白将雷鸣战刃放了上去，正在交易中。确认后，你将获得凡躯之弓、治疗宝珠。失去雷鸣战刃，是否确认？确认。林白淡淡的说道。恭喜你获得凡躯之弓粗糙级，恭喜你获得治疗宝珠粗糙级。你失去了雷鸣战刃青铜级，以后有设计图纸可以直接联系我。交易完成，林白心情不错，再弄一张武器图纸，昊天神锤就能解锁了。林白刚要转身离开，这时一旁的花花是只喵忽然小声的说道：神器大神，我能用这个东西换你那把铁剑吗？什么东西？第9章不会太难为你吧？花花是只喵向你发起了交易，是否同意？同意。林白点头确认。交易面板刚刚弹出，花花是只喵直接将物品放了上来。龙骨荒野碎片青铜级。看到交易框上的物品，林白眼前一亮，这个妹子看来运气很不错嘛，竟然开到了秘境碎片。你确定要拿这个换铁剑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东西的价值远超铁剑。林白自诩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什么坏人，一些小便宜他不屑去赚。没关系的，神器大神，2件粗糙级换你一把青铜武器，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花花是只喵脸色红润，弯弯的眼睛中满是诚恳。那好吧，谢了。林白将铁剑放上去，按下了确认键。恭喜你获得龙骨荒野碎片1，你失去了铁剑1。交易完毕，两人都很满意。神器大神，那我就先走了，谢谢。花花只是喵向林白告别。好的，再见。林白看着花花是只喵的背影，微微沉吟。这个女孩似乎有些眼熟啊。想了想，林白轻声一笑，想那么多做什么？去交易区转转。交易区，玩家1级就可以进行摆摊操作，只要在交易区内选好位置就可以进行售卖。林白来到交易区，目光不断扫视着四周，他在重点查看以物易物的摊位。在转了10来分钟后，终于林白在一处摊位发现了自己中意的东西。摊主是一名战士，摊位上写着出一本法师稀有技能闪现青铜级，只换战士装备。怎么换？林白走上前来，战士见有人询问，懒洋洋的回道：换同级别武器或者装备，技能也行。卧槽，你是神器？在看到林白的 ID 后，战士眼睛猛地一亮。自从击杀 BOSS 以及酷炫的世界喊话后，谁不知道神器？这可是大客户。战士也没客气，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咱迷人不说暗话，你的雷鸣战刃我很喜欢。换不？雷鸣战刃我已经换出去了。林白淡淡的说道。同等级下，技能书的价值要高出武器装备。战士的要求并不黑。那你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别告诉我你想拿那把铁剑来换，我可不干哈。一听雷鸣战刃被换走，战士顿时没了兴致。青铜技能换铁剑，这种蠢事他可不会做。这样吧，我用10把弓25铁剑换这本技能书。林白目光淡然的说道。别说10把，你就……战士直接把后半句咽了回去，难以置信的说道：10把弓25铁剑？你认真的？战士猛在原地。在摆摊的时候，他可一直在注视着世界频道，不少战士在叫嚷着收25弓铁剑，甚至一度喊出500块一把的高价。500块钱啊！去会所找一个优质小姐姐，也就这个价位而已。10把铁剑那可是5000块，那岂不是说500一位的会所小姐姐，自己一次能找10个？想想就让人激动。我同意。战士急忙点头同意。刚刚世界频道有人喊800块钱出一本闪现术，他生怕林白看到后反悔。不会太为难你吧？林白笑着说道。自己打造铁剑完全不需要任何消耗，只要发动昊天神锤即可。10把也好，20把也好，他根本不在乎。战士摆了摆手，满脸义正言辞的说道：兄弟，你在说什么呢？不为难，一点都不为难。来，交易。好，恭喜你获得闪现术1，你失去了铁剑10。林白目光投向背包。闪现术，类型技能书，效果将施法者传送至30米内任意位置，冷却10秒，消耗100MP。闪现技能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许多游戏中都有着类似技能，用来追击、赶路、躲避技能攻击非常有效，是法师职业必不可少的优秀技能。林白两手一拍，直接学习。叮，恭喜你学会技能
闪现，还差一张武器设计图，但愿能在交易区里找到。林白目光闪烁着，心中有些期盼。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恭喜你获得虔诚魔杖粗糙级1，你失去了铁剑15，终于凑齐了。林白眼中闪烁着兴奋。昊天神锤下一阶段即将解锁。林白打开背包，直接将3份设计图全部学习。丁，恭喜你学会锻造锯齿利刃青铜级。丁，恭喜你学会锻造反曲之弓粗糙级。丁，恭喜你学会锻造虔诚魔杖粗糙级。学习完毕，林白径直走出桑中镇，来到了一个偏僻角落里。他真是不想太过引人注目。下一刻，林白打开锻造栏，对准锯齿利刃发动了昊天神锤。轰！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泛着乌黑光芒的锤形虚影再度降临。巨大的锤形虚影闪烁着特殊光芒，刹那间，丧钟镇所有玩家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天空中，金色光芒四下游走，伴随着猛烈的撞击声，一把锯齿刀刃略带弯钩形状的血色匕首在虚空中快速成型。还未等玩家们发出惊叹，下一刻，一根魔杖和一把长弓的巨大虚影骤然腾空而起。咕咚，第一次倒3个，身体吃得消吗？你们猜会不会是神器弄的？没错，就是神器弄出来的，我当时就在现场，我就是那把锤子。桑中镇中，无数玩家停下脚步，议论纷纷。此时，林白脸色却有些无奈。每次打造全新武器时，动静都会闹得很大，自己明明想低调行事的，唉，想做个低调的人，好难。林白无奈，只好站在原地，静静地望着天空。10几秒后，天空中的异象逐渐消散，一道道系统提示不断响起。恭喜你获得锯齿利刃青铜级1，恭喜你获得反曲之弓粗糙级1，恭喜你获得虔诚魔杖粗糙级1。3道提示音过后，在桑中镇区域内所有玩家及 NPC 注视下，一道照耀苍穹、璀璨无比的金色光柱骤然从苍穹之上下落。下一刻，昊天神锤宛如化为实体，飞向空中，迎向金色光柱。与此同时，一道恒古沧桑的声音从林白耳边响起：第一封印开，金光璀璨，映照诸天。在金色光芒不断的冲刷下，昊天神锤变得如纯金一般。叮！昊天神锤进阶成功，请自行查看解锁效果。第10章，昊天神锤进阶。做一个秒射的人。金光消散，天空又恢复成一如既往的黑暗。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投向昊天神锤。此时，昊天神锤的技能外观也发生了变化。原本乌黑如铁般的昊天神锤，多了一道闪耀金光的神秘符文。昊天神锤封印状态，级别永恒不灭。效果1，可自行选择增幅倍数，5倍或10倍。效果2，锻造武器装备将100%成功。效果3，不消耗普通材料，稀有材料消耗负50%。效果4，武器装备锻造成功后将额外获得一项特技效果。下一阶段100倍增幅。解锁昊天神锤实物化，武器装备幻化，武器装备更名。晋升条件：使用昊天神锤锻造白银级以上的武器装备5次。05。呼！林白嘴角微微上扬，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昊天神锤终于进阶了，10倍增幅。解锁锻造装备，装备随机附带特技，而且下一阶段的解锁内容也出现了。武器装备更名、幻化，这2项都很有意思，意味着自己可以幻化武器形态，更改武器名称。双之哀伤、火之高兴、魔剑阿波菲斯、无始终、荒塔，那些火出圈的武器一出现，不知道会不会引爆所有玩家的热情。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扬，心中思绪万千。不过真正让林白眼前一亮的却是最后一项，昊天神锤实物化。下一阶段，昊天神锤竟然会实质化，难道说它能像兵器一般用来战斗？林白眼眸深处闪过一抹金光，心中愈发的期待起来。昊天神锤给他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就是下一阶段的解锁条件让他有些难受。锻造5件白银级以上的装备解锁，较比之前难度提升了不少。林白目光闪烁不定，有了等阶限制，他想要像之前那般轻松解锁已然不太现实。白银级图纸获取途径有4种，分别是有击杀白银 BOSS、开启白银宝箱、秘境副本以及白银级隐藏任务。最为关键的是，白银级以上设计图都是一次性消耗物品，无法多次锻造。
目前游戏已经开启7小时，黑铁级 BOSS 的身影还未曾见到一个，白银级 BOSS 就更不用说了。至于说去野外开白银宝箱，这个就太看脸了，因为宝箱掉落的东西比较随机，并不是自己两手一拍喊啥来啥。而且他在野外转了那么久，也不过才开到一个青铜宝箱。看来目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秘境副本了。林白思索着，秘境副本出产的东西比较丰富，无论是技能书还是装备、设计图均有较高几率掉落，尤其是最后的翻牌奖励，只要运气好，甚至能开出超过副本等级1-3阶的好东西。龙骨荒野秘境是10级副本，而且还缺少2块碎片，倒也急不得。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把2个隐藏任务搞定，然后提升等级。林白打定主意后，转身朝着乱葬岗方向出发。暮色森林，林白将目光投向昊天神锤，试试新解锁的效果吧。打开锻造，林白对准凌风法袍粗糙级发动了天赋技能。嗡，伴随着一道嗡鸣声，洒落着金色流光的昊天神锤骤然出现。轰轰轰鸣的撞击声不断响起，一件白色长袍快速成型，白色长袍逐渐凝结成实体。就在这时，一道金芒突然从昊天神锤中迸发出来，将整个白色长袍笼罩。1秒后，金光消散。林白收到了系统提示音：叮，凌风法袍粗糙级锻造成功，恭喜你获得凌风法袍粗糙级1。你的凌风法袍粗糙级获得额外效果页岩粗糙级。林白打开背包，目光投向凌风法袍。凌风法袍粗糙级，部位护甲，等级 LV3， 防御力加150，效果每秒恢复30点法力值。特技页岩粗糙级，每秒对身边3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30点火焰伤害。所需职业全职业，打造者神器红莲斗篷。林白笑了笑，想起了某手游里的一件装备，这个特效并不适合自己，他又不是血牛战士，看起来特效等级受到装备等级的影响。不过既然特效效果是随机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林白嘴角微微上扬，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打造海量凌风法袍，选最好的特技装备穿，不然的话岂不是埋没了自己的昊天神锤？林白嘴角微微上扬，开始吧。恭喜你获得凌风法袍粗糙级1，获得额外效果强击光环粗糙级。恭喜你获得凌风法袍粗糙级1，获得额外效果生命之泉粗糙级。恭喜你获得。提示音疯狂响起，一件件凌风法袍出现在林白背包中。在打造到第47件的时候，林白收手了，目光落在一件凌风法袍上。急速释放粗糙级，效果冷却为5秒以下的技能获得瞬发效果。这个不错。林白满意的点点头，有了这个特效技能，自己的火球术和寒冰咆哮将不再需要吟唱施法，直接秒射。林白笑了笑，心情不错。下一刻，林白将目光投向治疗宝珠。治疗宝珠粗糙级，部位项链，等级 LV1， 效果每3秒恢复10点生命值。所需炉岩炭88，打铁砧。继续，恭喜你获得治疗宝珠粗糙级1，获得额外效果疾跑粗糙级。恭喜你获得凌风法袍粗糙级1，获得额外效果狂化粗糙级。恭喜你获得。一番操作过后，林白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特技抗魔粗糙级，魔法防御加50，你受到的法术伤害降低 10%。 自己目前魔法防御是短板，这个特效来的正是时候。锻造完毕，林白随手将2件装备穿好。物理防御145 150，魔法防御50 50，法力回复加30秒，生命回复加130秒。装备完毕，林白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寒霜法杖，是时候换一把新法杖了。第11章重伤特效抵达乱葬岗。叮，寒霜法杖青铜级锻造成功，恭喜你获得寒霜法杖青铜级1。你的寒霜法杖青铜级获得额外效果重伤青铜级。得亏有昊天神锤，要不然哪来的这么多材料供我挥霍？光是那海量炉岩炭恐怕就够我受的。林白不由感叹道，炉岩炭无论是打造武器装备都会大量使用，价格方面也很亲民，一块炉岩炭只要1枚铜币。不过即便如此，也不是自己能消耗得起的。
要知道，自己现在浑身上下也不过才40几枚铜币而已。锻造穷3代，功成毁一生，可不是说说而已。林白笑了笑，目光看向寒霜法杖。寒霜法杖，等级 LV1， 物理攻击加150，魔法攻击加200，效果法术暴击正 20%， 重伤青铜级，你的攻击将使得目标生命恢复效果降低负 50%， 所受治疗效果降低 50%， 持续2秒。梦魇，林白眼前一亮，决定将这把武器留下。重伤效果作用极大，玩客那些拥有高恢复天赋的 BOSS 和玩家。林白将寒霜法杖装备后，随手打开角色面板。ID 神器，等级 LV4， 下一级所需经验4503000，职业法师，生命值430，基础100，法力值600，基础100，物理攻击157，魔法攻击220，防御力145，魔法防御50，魔法暴击20%，略幸运值0，天赋昊天神锤，技能火球术，向目标发射一枚火球，对其造成5+魔法攻击的火焰伤害。CD 2秒，消耗10点法力值。技能闪现术，效果将施法者传送至30米内任意位置，冷却5秒，消耗100 MP。技能寒冰咆哮，对10米区域内的敌人造成50+魔法攻击力、冰属性伤害，并且降低目标 20% 移动速度，持续3秒，消耗50点 MP， 冷却5秒。还不错，林白对自己目前的属性还算满意，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想必足够去完成隐藏任务了。出发吧！林白选定方向，径直朝着乱葬岗走去。乱葬岗位于桑中镇最北端，毗邻浩瀚无际的无尽之海，这里到处都是荒废的旧坟与白骨，在血色月光的照耀下，满是残败墓碑的墓地，让人有一股骇人的冷意。此时，林白来到了乱葬岗旁边的一处哨所，不过眼前的情景却出乎他的意料。原本守备森严的哨所已被摧毁殆尽，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几具 NPC 卫兵尸体不规则的倒在那里，已经死得不能再死。怎么连 NPC 哨所都让人给端了？林白眉头微皱，没记错的话，乱葬岗哨所至少有一个中队的卫兵守护，那可是整整50名卫兵，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隐藏任务，果然不简单。林白露出感兴趣的神色。就在这时，被血红月色笼罩的墓地里，突然发出了一声声异响，这让本就死寂阴森的乱坟岗变得更加诡异起来。林白闻声转过头，咔咔咔，伴随着声声异响，一双又一双长满红毛的利爪从墓穴里伸了出来。啊啊！伴随着怪异的吼叫声，墓碑成片崩裂，大约30-40只红毛食尸鬼从墓穴中涌出，进入林白视线中。变异食尸鬼，粗糙级，等级 LV5， 生命值460，物理攻击力65，防御30，技能食尸啃食尸体，每秒恢复 5% 血量。死狙攻击目标，使目标受到感染，每次攻击降低2点防御值，10点生命值。撕裂对目标造成攻击力星号2伤害，并使其移动速度降低 70%。描述：协会的人形生物，以腐烂尸体为食。有意思，连最普通的食尸鬼都变成了粗糙级。林白眼眸深处闪过一抹金芒。变异后的食尸鬼不光4维属性获得了强化，还多了死狙和撕裂2个技能。撕裂降低移速，死狙降低防御和生命上限。以自己目前的面板，一旦被食尸鬼近身缠住，会相当难受。寒冰咆哮，林白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释放技能。作为远程职业，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下一刻，冰霜之力瞬间凝聚，一道由寒冰形成的小型漩涡出现林白手中。去吧！林白随手一挥，冰霜漩涡瞬间炸裂在食尸鬼群中。嗖嗖嗖，寒冰风暴肆虐，一道道伤害数字飘起。-240，-240，-240，呀呀！食尸鬼受到攻击，愤怒地朝着林白涌来。就在这时，第二道寒冰咆哮无缝衔接，骤然降临。受到急速释放的效果影响，5秒以下冷却的技能根本不需要吟唱施法，林白只要心念一动，技能便会瞬间发动，真做到了秒射。寒风呼啸，似乎要荡尽一切。仅仅几秒钟，林白便消灭了所有食尸鬼。你击杀了变异食尸鬼，获得经验55点。你击杀了变异食尸鬼，获得经验
55点，你击杀了。经验条瞬间暴涨，很快便冲破了临界点。恭喜你升到5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下一级所需经验484,000。林白把5点属性全部加到智力，随后又打开背包，将之前获得的墨竹手镯戴在手腕上。魔法攻击290 20，法力值750 50。整理完毕，林白环视四周，寻找着任务线索。此时，乱葬岗内一片死寂，除了满地的食尸鬼尸体，没有一只活物的影子。这样的话，任务根本没法完成。难道说有什么前置条件没被触发？林白思索着，目光不断搜寻着。就在这时，天空中的血月忽然被一片云层遮挡，一瞬间，整个乱葬岗陷入黑暗之中。不过借此机会，林白也发现了一处可疑的地方，那是一座相对完整的大墓碑。在漆黑的环境下，它竟然能自主发出淡淡的红色微光。那座墓下一定有什么东西。林白缓缓靠上前去，决定查看一下。越靠近，林白越发现这座墓碑的不凡，微弱的红芒不断闪烁，与天空中的血月遥相呼应。当林白走到墓碑前方时，系统提示忽然响起，提示你发现了某些异常。果然在这，林白嘴角微微上扬。下一刻，林白取出法杖，朝着墓碑探了过去。砰！法杖与墓碑接触的刹那，墓碑上突然迸发出一阵诡异红芒，红芒涌动，墓碑缓缓向后倒去。突然，一只长满红毛、粗壮无比的大爪子从墓穴中探了出来，红毛巨爪来势迅猛，让人措手不及。林白瞳孔突然收缩一下，瞬间发动技能躲避，闪现，唰！林白的身影出现在30米外，目光死死盯着红毛巨爪。刚刚可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自己反应及时，一定会被红毛爪子击中。很快，一只浑身长满血色红毛、看不清真容的怪物冲开墓穴，来到地面上。好，第12章 BOSS 出现，不祥之源加格斯。与此同时，悦耳的提示音响彻了整个世界。世界公告：玩家神器发现异变源头，黑铁级 BOSS 不祥之源加格斯降临在桑中镇乱葬岗，坐标69、96。世界公告，世界公告一连刷新3遍。一瞬间，神器和黑铁级 BOSS 双双成为焦点。又他妈是神器，老子来这个世界是来装逼的，不是来看别人给老子装逼。有没有组队去找 BOSS 的呀？神器一个人未必顶得住，我们去捡漏吧。谁能告诉我咋屏蔽世界公告？太他妈烦躁了。兄弟，你按下 Alt 加 S4试试，亲测好用。谢了。我誓言 BOSS 降临，有不少玩家生出了捡漏的想法。一时间，许多玩家朝着乱葬岗涌去。乱葬岗，好！红毛怪物仰天咆哮，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波猛然爆发，以它为圆心，方圆10米内的所有墓碑无不炸裂成齑粉。不祥之源加格斯，黑铁级，等级 LV10，生命值6000，物理攻击力450 150，魔法攻击力375 125，防御130，技能暴虐被动，生命值降低至10%时获得暴虐效果，攻击力提高100%，移动速度提高100%，受到伤害提高100%。吞噬主动吞噬尸体，每秒恢复10%最大生命值血量，持续5秒，冷却时间20秒。无畏冲锋主动向指定方向冲撞，冲撞期间无敌，冲撞时触碰到的所有敌人会被一起击退。冲撞结束后，朝目标发动一次致命攻击，80%几率秒杀目标。战争咆哮主动对动冲击波，横扫10米范围内的一切目标，造成100加魔法攻击力伤害，并使其被击退。描述被腐化的不明生物，由于林白才5级，受到了加格斯的等级压制，这使不祥之源加格斯的物理魔法攻击全部提升了50%。火球术，林白心念一动，一枚火球凝聚在掌心之中。他刚要出手，这时满身红毛的加格斯忽然对着林白低吼道：“我的同类，随我一起接受远古神灵的赠礼吧。”话音落下，林白竟然收到了一则血色提示，血红色的提示框上竟然有一颗紫色的眼球在不停转动，看起来十分诡异。不祥之源加格斯邀请你为远古之神效力，接受后你将加入远古之神阵营，是否同意？否！林白直接拒绝。远古之神可都是存活无数年的古老生物，真要是同意了，自己恐怕会变得跟加格斯一样，成为一只不人不鬼、
浑身长满红毛的不祥生物。这可不是他想要的。愚昧无知的蝼蚁，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死吧！无畏冲锋！加格斯刹那间释放技能，如同一辆红色卡车般直接撞向林白。闪现！林白发动闪现技能躲避。加格斯在发动冲撞技能时，本体会进入无敌状态，并有极高几率将目标秒杀。林白自然不会站在原地等死。轰轰轰！加格斯疾驰而过，宛如一辆失控的卡车，笔直地冲向远处。所过之处，土石飞溅，树木尽皆折断。片刻后，加格斯从一条巨大沟壑中走出，满是嘲弄地说道：“渺小的蝼蚁，只知道上蹿下跳。”火球术！林白懒得废话，心念一动，一连串火球从他手中射出。砰砰砰！100、100、200，暴击！100！一枚枚火球术急速射出，有着急速释放的效果加持。林白在这一刻仿佛化身为人形加特林。砰砰砰！火球不断爆裂在加格斯身上，他的血量疯狂下降。好，我看你能持久多久。吞噬！加格斯慌了，他急忙抓起一具死去已久的尸体，直接扔在口中。加300，加300，加300！绿字不断飘起，加格斯的血量快速恢复着。见此情景，林白根本不为所动。加格斯这种 BOSS 其实极难对付，只要有尸体在周围，基本很难将其击杀。不过自己的寒霜法杖刚好带有重伤效果，专克恢复血量的 BOSS。加格斯原本每秒600的恢复效果，被生生压制成300点。至于说持久问题，要知道一枚火球术才消耗5点法力值，自己每秒恢复30点法力值，怎么可能不持久？战斗至天亮都没问题。砰砰砰！100、100、200，暴击！火球疯狂砸向加格斯，期间更是暴击不断。好！一身飘逸的红毛被火球烧焦，加格斯暴怒无比，他挥动着红毛大爪，朝着林白奔袭而来。就在这时，林白忽然听到不远处的丛林中有杂乱的脚步声传来，有人来了，似乎人数还不少，得尽快解决战斗了。林白目光中满是平静，手上毫不停歇，他对着加格斯的躯体更加迅猛地输出起来。10几秒后，加格斯的血量被压制到 10%， 被动技能暴虐彻底被激发出来，血月照耀，一道道血色波纹从加格斯身体迸发出来，攻击移速全部提升了 100%。 凝望深渊吧！加格斯残忍地看向林白。呵呵，林白笑了笑，变身的加格斯确实很强，属性得到全面提升。不过这也宣告着他的死期到来，受到伤害提高 100%， 只会让林白杀起来更容易。闪现！林白目光一闪，直接闪现至加格斯身后。唰！加格斯猛然回头，不过映入眼帘的却是一连串火球。砰砰砰！一连3发火球术炸裂在加格斯身上。200、400、200！呀！加格斯的降低为1点，他仰头看向天空中的血月，愤怒地咆哮着：“我不甘心！伟大的远古之神，救救我！”加格斯倒地，愤怒地仰天咆哮着，似乎是听到了加格斯的呼唤。一道虚幻的红色能量从血月中降临，一些特殊怪物生命值降低为1点时，有极大的几率触发特殊事件，这个时候就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打断。就在这时，林白动了，他抡起法杖狠狠地砸了过去。27！我不甘心！加格斯无力地倒在地上，眼中的血芒渐渐消散。下一刻，悦耳的提示音接连不断响起。叮！你击杀了不祥之源加格斯，黑铁级，获得经验3000加1500，跨5级击杀，额外增加 50% 经验。恭喜你升到6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下一级所需经验5485千。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神器获得黑铁级怪物不祥之源加格斯首杀，获得奖励铜币50，经验2000点，获得首杀额外奖励随机技能箱黑铁1，世界频道大喇叭1，又能多开一本技能了。林白嘴角微微上扬，首杀奖励是真的丰厚。下一刻，林白将目光投向战利品，地面上一把锋锐的黑色匕首和一本泛着黑光的技能书吸引到林白的目光。2件黑铁级，林白不再犹豫，随手一招，直接将战利品全部收入囊中。叮！恭喜你获得技能书闪电护盾1，黑铁级。恭喜你获得武器不祥之刃1，
黑铁级。恭喜你获得稀有物品禁忌永生残叶1。恭喜你获得任务物品远古神灵之血1。恭喜你完成任务不祥惊变，请返回桑中镇交付任务。第13章闪电护盾。卫兵队长现身。闪电护盾。林白露出一丝喜色。闪电护盾作为少有的攻防一体技能，虽然阶位较低，但那也是不可多得的极品技能，可以说是深受法师们的喜爱。不光能为法师提供不错的护盾值，还能使自己受到攻击时自动进行反击。闪电护盾黑铁。类型技能书效1，召唤一道闪电护盾，为你抵挡100加50百分号魔法攻击力的所有伤害，持续30秒，冷却60秒。效果2，护盾持续期间，当你遭受近战攻击时，将自动对敌人造成30加20百分号魔法攻击力自然伤害。有了这个技能，近战职业想要对我出手，完全就是自讨苦吃。林白脸上满是笑意。20%的加成数值看似略低，不过随着自己的魔法攻击力提升，这个技能将会有质的变化。林白双手一拍，叮！恭喜你学会技能闪电护盾。技能学习完毕。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中的黑铁匕首。不祥之刃黑铁。等级 LV5， 物理攻击加75，魔法攻击加40，物理暴击正 5%。 效果，你的近战攻击有极高几率使你召唤远古之神的爪牙，拥有使用者 75% 的属性，为你作战，爪牙存在时间20秒。职业要求刺客。这把武器的特效有点强啊。林白目光闪烁不定，在他看来，这把匕首的特效甚至不亚于一些白银级武器。近战攻击极高几率召唤爪牙，不光附带的攻击力不低，还没有召唤上限，这就很恐怖。如果一名刺客带上这把匕首，再配合着攻速类天赋，那造成的伤害效果将会十分爆炸。这把不祥之刃用来兑换龙骨荒野碎片再合适不过了。林白嘴角微微上扬，他可一直惦记着龙骨荒野的奖励呢。召唤古龙作为可进阶的极品技能，一直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东西，即使是在游戏后期，作用依然强大。这个技能他势在必得，只要再收取到2枚龙骨荒野碎片，自己便可以开启秘境，进入龙族埋尸地。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一场血雨腥风恐怕也是在所难免。林白眼中闪过坚定的神色。秘境副本只能在城镇中开启，如果自己选择在桑中镇开启秘境，届时所有桑中镇玩家都可以通过秘境传送门进入龙骨荒野。到了那个时候，玩家组成的工会势力以及独狼大神都会涌入秘境，彼此之间想不发生冲突都难。想到这里，林白摇头笑了笑。在现阶段，自己的意识操作、武器装备都远超其他人。要说有人能在自己手里抢东西，他自己都不相信。不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天赋还是要提防些，毕竟自己还没有真正无敌。阴沟帆船的事他见得多了，他可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林白收回思绪，目光投向背包中的那件稀有物品。禁忌永生残叶。类型稀有。描述上面似乎记录了永生之秘，典狱长萨菲罗斯对这个东西极为感兴趣。一道道深紫色光芒游走，使得这枚残叶看起来很是不凡。不过真正让林白注意的却是典狱长萨菲罗斯这7个字。典狱长萨菲罗斯。林白眼神一凝，下一刻，一名满头银发、青蓝色双眼、身材婀娜，总是背负着修长太刀的绝美女子在林白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女人她太熟了，前世丧钟镇的覆灭就与她有关。萨菲罗斯，丧钟镇典狱长，长期镇守监狱内的邪恶之物。不过也正因如此，他的灵魂和躯体日渐受到腐化侵蚀。在腐化日益严重之时，光明教会主教来了。不过光明主教非但没出手救助，反而将萨菲罗斯定性为邪恶。最终萨菲罗斯彻底黑化，转身投向了远古之神阵营。再后来，丧钟镇被灭，萨菲罗斯彻底消失无踪，以光明名义行黑暗之事。谁能想到光明大主教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林白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屑。不过现在想这些为之过早，毕竟丧钟镇的核心区域还未解锁，封印也不过刚刚打开一道，还是抓紧时间提升实力，安心发育才对。下一步先将召唤古龙搞到手，然后去把隐藏职业搞定。林白打定了主意。就在这时，丛林里忽然传来了一道道脚步声，终于肯出来了。林白闻声望去，刚刚在战斗的时候，他便察觉到有人到来，不过后面却没发出一点声音，似乎只是在丛林中默默地观察着。很快，
在林白的注视下，大约10几名 NPC 卫兵从树林中走了出来，他们互相搀扶着，每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为首一人径直走向林白，正是卫兵队长摩尔多。卫兵队长摩尔多，等级 LV10，尊敬的法师阁下，你的英姿真让我等惊叹。请问是村长委托你来的吗？摩尔多眼中满是震撼，那头红毛生物太过可怕，自己等人根本没有办法对其造成伤害，还得是法师啊。他让我来调查一遍原因。林白淡淡的说道。法师阁下，乱葬岗发生了什么事情？您也看到了，烦劳您尽快回复村长，让他求助光明教会，将此地彻底净化。摩尔多一脸凝重的说道。我会的。林白点了点头，刚要转身离开，这时林白想起了背包中的任务物品卡丽莎的信物。林白取出卡丽莎的信物，开口问道：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吧？这是卡丽莎的贴身饰物。摩尔多两眼通红的冲过来，一把将卡丽莎信物紧紧地攥在手中。与此同时，林白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定，任务物品交付成功。下一刻，摩尔多猛地抬起头，他瞪着血红色的眼睛看向林白，低吼道：你想不想知道这一切的真相？第14章，伙计，你有回城券吗？定，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惊人事实，是否接受？是。林白没有犹豫，毕竟隐藏任务这种东西，谁会拒绝呢？你一直都这么勇吗？或许你更应该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摩尔多红色的瞳孔中闪过一丝赞赏。接下来我说的内容可能过于惊骇，希望你不要慌张。摩尔多深深吸了一口气，语气略带颤抖地说道：你听说过远古之神尤格萨？轰轰！还未等摩尔多说完，天空之中骤然响起数道惊雷，一道道血红色的闪电出现在空中，似乎摩尔多触犯了某种禁忌。摩尔多惨笑了一声，仰天怒吼道：我连说出你的名字都不配吗？轰轰！天空中阴云密布，一道道红色闪电在云层中交叉出现，似乎摩尔多只要敢再多开口一句，无尽的红色闪电就会倾泻而下。呼呼！摩尔多胸口剧烈的起伏着，他两眼通红，死死地盯着林白。受到规则限制，我没有办法与你诉说太多，不过既然卡丽莎都已经遭受厄难，我也没什么好在意的了。你一定要小心，丧钟镇下面封印着远古之神的大。轰！血色闪电勾动天地，恐怖无比，刹那间便击中摩尔多。啊！摩尔多遭受重创，鲜红色血液从他的躯体中急速喷溅蒸发，眼看就要不行了。去找林纳斯！摩尔多用尽了全身力气，在吼出这句话后，整个肉体直接炸裂开来。与此同时，提示音在林白耳边响起：叮！恭喜你获得任务，拜访林纳斯，是否接受？是。林白没有犹豫，直接接下。上来就献祭一名卫兵队长，这任务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而且村长任务已经完成，该回丧钟镇了。林白心中暗道，刚迈步想要朝着原路返回，就在这时，一大群丧钟镇玩家从树林中涌了出来，在看到满身红毛的尸体后，脸上纷纷露出怪异的神色。卧槽，满身红毛，叶天帝是你吗？叶天帝？什么叶天帝？这明明是臣。我觉得你说的对，叶天帝晚年不详，穿越到神器世界成为了小 boss。嗨嗨，兄弟，你们串台了吧？神器大佬有没有爆什么狠货？给兄弟们开开眼咋样？楼上是不是傻？才不外露，不知道吗？我看你八成是想抢。整个丧钟镇谁不知道神器大佬是我偶像？他诽谤我呀，他在诽谤我呀。此时乱葬岗一片乱哄哄，不过一些人即便心怀不轨，也没有轻举妄动，毕竟都2087年了，谁也不傻。在没有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谁会无故招惹愿意惹一名风头正盛的人？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林白笑了笑，自己出来的比较急，一时忘记带回城卷轴了，要不然也不会想着腿回去。想到这里，林白看向离自己不远的一名战士，开口问道：你有回城券吗？有。战士被问得一愣，不明所以。那就好。林白微微一笑，随后他直接发动昊天神锤，打造了一把弓25铁剑出来。给我一张回城券，我用这把剑作为交换。林白神色淡然地打开交易。啊！战士懵了，因为交易栏上赫然摆放着无数战士梦寐以求的弓25铁剑。要知道，在世界频道上，这把武器都炒到600软妹币一把了，一个回城卷才多少钱？才1铜币啊！神器大佬都不看世界频道的吗？
战士脸色潮红，心中怒吼道：“卧槽，小爷的机遇来了！”他身体猛地哆嗦一下，急忙取出一张卷轴递给林白：“谢谢。”林白笑了笑，直接在原地撕裂卷轴，蓝色光芒闪现，3秒后，林白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脸懵逼的玩家们。听到了吗？攻25铁剑换一张回城券。我听到了，也看到了。早知道我离神器大佬近一点好了。干！什么？神器大佬打造的铁剑？拿来吧你！咆哮之斧，干他！丧钟阵。林白从传送点走出后，径直来到村长家中。此时，村长附近依旧有着许多接任务的玩家。在看到林白的身影后，村长不由喜上眉梢，急忙将林白迎进家中。小伙子，你终于回来了，想必我委托你的事已经完成了吧？是的。林白点了点头，将任务物品远古神灵之血取出。那是一枚晶体般的东西，当中存有一粒紫黑色血滴。紫黑色血滴诡异无比，细看下似乎有一个漩涡在不停旋转着。不要拿过来！村长吓得连连后退。林白有些不明所以。良久后，村长带着后怕的表情说道：“你是想害死老夫啊？我一旦碰到这个东西，就会瞬间满身长红毛的。”深深看了血滴一眼，他满是凝重的说道：“小伙子，我想再拜托一件事，我希望你将这个东西交给光明教会，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将它处理掉。如果你同意，我会将之前的奖励提升至黑铁级。”话音落下，林白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叮，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护送远古神灵之血。”竟然变成了护送任务。林白目光中闪烁着异色。护送任务和某西游游戏中的押镖一样，玩家和怪物都可以出手抢夺，一旦物品丢失或者死亡，就意味着任务失败。不过神器世界中的护送任务可没那么简单，它会时不时的将玩家坐标暴露出去，吸引他人前来争夺。如果抢走任务物品的是玩家，那么该玩家将会把任务继承。林白深深的看了一眼村长，嘴角露出一丝玩味。这个任务对他来说不难，无论是怪物还是玩家来抢，自己都不会畏惧。唯独让他不满意的是，光明教会距离丧钟镇路途很遥远，如果仅仅是黑铁奖励，那还不如不去。想到这里，林白笑着看向村长，随后伸出2根手指，2指头之间一丝缝隙若有若无。村长，这点奖励我很难为你办事啊。第15章破碎圣杯设计图。村长直接愣住，他一下便明白过来，这小子是觉得奖励低了。想到这里，村长苦口婆心的开口说道：“小伙子，你路走窄了，我一个穷老头子手里哪有什么好东西啊？只要你将这滴鲜血交付给光明教会，他们一定会给予你许多奖励的。到时候别说黑铁了，恐怕白银、黄金物品都会任你挑选。”随后，村长两手一摊，表示自己很穷。这样啊？林白煞有其事的假装思考着，随后略带无奈的说道：“既然如此，那以后再说吧，反正这滴血液在我手里也不急于一时，等我想好了再来找你接任务吧。告辞。”林白直接转身迈出村长家，没有丝毫犹豫。村长这个老家伙，他手里最珍贵的东西应该是一柄黄金级权杖，不过那权杖是牧师武器，自己并没有什么兴趣。至于说村长手里的白银物件，那简直多如繁星，想靠哭穷打发自己，门都没有。哎，小伙子，你等等，有事好商量吗？村长急忙追出门外。白银级总藏了吧？我甚至可以提前将物品奖励给你。村长一把拉住林白，如此情景瞬间吸引了在村长家外等待接任务的玩家们。卧槽，村长当街抢人了，这不是神器大佬吗？都说他和村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果然是真的。一帮 ZZ 明显是村长缠神器的身子，想用白银级物品作为交换。白银级，村长选我，我气大活好，身体棒，保证让您老满意。都 TM 给我闭嘴，你们还想不想接新手任务了？村长脸色一黑，不过转头看向林白时，脸上瞬间笑容满面。小伙子，你就接了吧，想让我接也可以，把你的白银物品全拿出来，让我挑一挑总可以吧？林白嘴角露出一丝玩味。这村长脸上满是为难，一旦答应，自己可就露富了，到时候铁定得被这小子盯上。哎，我生平最不愿意强迫别人，不行就算了吧。林白叹了口气，然后自言自语的说道：“我这个人最粗心大意，没准什么时候就把神灵之血给弄丢了。”话落，林白作势欲走，村长直接急了：“我同意了。远古神灵血液关系重大，当中似乎隐藏了不小的秘密。光明教会曾多次传令，
一旦有远古神灵血液出现，必须第一时间交付给光明教会。胆敢私藏者，将视为异教徒。届时，整个桑中镇都会受到牵连。不就是挑一件白银级物品吗？让他挑。你随我进来吧。村长脸上满是肉痛。屋内，村长满脸肉痛的一挥手。下一刻，无数物品信息冲天起，浮现在林白面前。吸血之镰，白银级 LV5； 搏击拳套，白银级 LV5； 提神水晶，白银级 LV10； 咒术典籍，白银级 LV15。数百件白银物品闪烁着银色光芒，把屋子照得铮亮。林白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暗道：村长这个老东西还真是深藏不露。不过这些白银装备我没什么兴趣，主要还是设计图和技能书。自己有着昊天神锤，如果没选择图纸，而是选择这些现成的白银级装备，那才叫亏大了。林白目光从装备上掠过，径直扫向设计图纸。很快，他发现2张适合自己的白银图纸。破碎圣杯设计图，白银，部位饰品，等级 LV10， 魔法攻击加60，效果1，冷却恢复正 5%， 效果2，每秒回蓝加20。所需炉岩碳星号400，打铁毡。描述：一次性图纸，锻造后消失。光辉之剑设计图，白银，部位饰品，等级 LV10， 生命值加200，魔力值加200。特技强击，使用技能后5秒内的下一次普通攻击附加 50% 物理攻击正 30% 魔法攻击的法术伤害，冷却时间5秒。特技无法获得增幅。所需炉岩碳650，打铁毡。描述：一次性图纸，使用后消失。选哪个好呢？林白有点纠结。2张白银图纸效果都很强，如果能选择的话，他一定会全都要。破碎圣杯附加的魔法攻击很高，再经过昊天神锤强化的话，自己的魔法攻击将直接突破500大关。至于说光辉之剑也很不错，基础生命值和魔力值受到10倍强化后将暴涨至2000点。毕竟生命值的提升代表着容错率也会相对提高，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自己不至于突然猝死。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守。作为男人，当然要进攻了。林白心中打定了主意，转头看向村长，神色淡然地说道：我选破碎圣杯设计图。支撑法师的绝对不是超高的生命面板，而是让人站立的恐怖伤害。好吧。村长满脸肉痛，不过再想到终于能让远古之神血液离开桑中镇，他心情舒坦不少，随手将设计图递给林白。林白收到了提示信息。叮！恭喜你获得破碎圣杯设计图，白银。恭喜你获得任务，护送远古神灵之血。东西到手。林白笑了笑，目光直接投向任务栏。任务：护送远古神灵之血。类型：白银级隐藏任务。等级10。描述：远古神灵之血内含精纯的黑暗能量，只有光明教会才有办法将其净化。不过你要当心，神灵之血对黑暗生物有着致命魔力，一旦被他们察觉，你将会受到他们的围攻。任务目标：运送远古神灵之血抵达光明教堂。特殊效果：每隔30分钟，你的坐标将会被公布一次，每次持续15分钟。任务成功奖励：1. 银币加20； 2. 经验值加20000； 3. 解锁下一阶段任务。祝您一路顺风。村长笑眯眯地看向林白。好。林白点了点头，随后略带深意地看了一眼村长。村长，那光辉之剑设计图我很中意，记得给我留一留。村长脸色一沉，露付了。果然让这小子盯上了。第16章，深入地下，萨菲罗斯现身。林白从村长家出来后，边走边思索道：距离桑中镇最近的光明教堂在银松森林的隐牙城堡中，不得不说还真是有点远啊。其实林白不太愿意与光明教会打交道，不过光明教会的好东西有很多，自己大老远的把远古神灵血液送过去，想必奖励不会太差吧。距离第一次暴露坐标还有29分钟，倒也不那么着急。林白想了想，决定先去把另外2件事办了。毕竟回城一趟，该做的事得做。先去拜访林纳斯，然后再喊话，收一下龙骨荒野碎片。路上，林白将随机技能箱取出，拿在手里。这是刚才手杀黑铁 BOSS 的奖励。开启。叮！恭喜你获得燃烧1黑铁级。林白眼前一亮，这个可是个好技能。燃烧黑铁级。类型：技能书。效果：将自身包裹在烈焰中，持续10秒，期间你的火属性技能暴击几率提升100%，暴击伤害正100%。
冷却时间60秒，燃烧，属于增幅火属性伤害的爆发技能。一旦开启，自己将会在10秒内打出成吨的火焰伤害，简直不要太爽！1秒4发火球数，10秒就是40个，挺好。这样我也算是有个小爆发了。林白嘴角微微上扬，心情不错。随后，林白两手一拍，直接将技能学习。叮，恭喜你学会技能燃烧，技能学习完毕。林白抬头向前望去，此时他距离铁匠铺已然不远，隐隐能看到一大群玩家聚集在那里，似乎在搞什么大事。哦，有热闹。林白加快了步伐。很快，林白来到铁匠铺前。不过此刻的铁匠铺让他稍稍有些惊讶，原本冷冷清清的铁匠铺，此刻热闹无比，到处都是拎着锤子狠狠敲击铁胚的玩家。操，又 TM 失败了，我熟练度都到中级了，失败几率怎么还这么高？ MD， 神器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攻25铁剑的？兄弟，我都高级熟练度了，一样该失败还失败。至于你后面的问题，我只能回答你，神器不是人，同样都是打铁的，人家神器做的武器都炒到600软妹币一把了，我打造的卖2铜，还有人跟我讲价。林纳斯大师，我们都知道打铁是个有前途的专业了，您给我们再多示范示范呗。30年河东，30年河西，只要努力，我就是下一个神器。玩家抱怨声不断响起，而林纳斯却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这么热闹的吗？林白看在眼里，不由得有些好笑。上一世锻造根本没什么人选择，无他，实在是敲铁块太烦躁太累了，而且与其他专业一比，前期投入十分巨大，一般玩家根本消受不起。我算是给锻造行业发扬光大了吧。林白笑了笑，随后林白径直来到林纳斯身边，直接开口说道：你好林纳斯，摩尔多让我来找你。林纳斯深深看了林白一眼，轻声说道：你随我来吧。闻言，林白迈步跟了上去，在林纳斯带领下，两人穿越无数巷道，来到一处无人角落。这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你等我一下。林纳斯回头吩咐道。他走上前去，将杂草尽数清除。很快，一道印刻着神秘符文的古朴石门显露出来。下一刻，林纳斯将手掌贴在石门上方，嘴中念念有词。就在这时，一道道金色神光从林纳斯手中迸发，将石门上的神秘符文逐一点亮。没过多久，6道神秘符文便被金光所填满。咣咣，伴随着尘土飞扬，厚重的石门自动打开，一道向下延伸的台阶露了出来。跟我来吧，林纳斯轻声说道。随后，他径直地朝着台阶下方走去。有意思。林白眼中露出感兴趣的神色，直接跟上。沿着台阶，两人一路向下。原本漆黑的甬道，随着两人到来，逐一燃起火光。大约走了5分钟，通道里忽然涌现出一道道深蓝色的魔法锁链。这些锁链粗壮无比，上面散发着让人压抑的封印能量。禁魔封印，这些可都是神灵级禁咒魔法，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林白眼神中闪过一道金芒。前世他作为一名神灵，还是十分识货的。这种禁魔封印十分强横，如果一个法师中了禁魔封印，要是没有有效防御手段，那基本就是废了。就在这时，林白想起摩尔多死前说的话，难道说桑中镇下方封印的正是远古之神尤格萨隆？带着疑问，林白继续跟随林纳斯向下走去。通道内，魔法锁链越来越多，从最初的6道已经变成了18道，封印的力量充斥在通道内，让人透不过气。不过越往深处行走，林白愈发察觉到一丝不对。前方那18道宛如实质的魔法锁链，竟然有一道道如同蛛网般的裂痕，似乎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崩坏。就在这时，台阶已然走到尽头，前方一道厚重的石墙横列在那里，阻断了去路。此时，魔法锁链骤然变为36道，蓝黄各半的魔法锁链相互交替，18道黄色锁链从石墙内延展而出。望着锁链，林白目光突然收缩。又一道神灵级禁咒，能让中术者陷入永恒幻境的无限阅读。还未等林白多想，下一刻，一直沉默不语的林纳斯突然开口说道：这些魔法锁链想必你应该没见过，不过你可以叫它为封魔结界。请答应我，你接下来所见到的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好。林白郑重地点了点头。在得到林白肯定的答复后，林纳斯径直走向石墙，随后他取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割破了自己的手指。
鲜红的血液流出，当中还泛着丝丝金芒。下一刻，林纳斯把沾染鲜血的手掌按在了石墙上，轰！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石头墙壁塌落，露出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甬道。就在这时，一道清冷至极的声音从甬道中传出，这可真是稀客。话落，一名满头银色长发、背负修长太刀的绝美女子从甬道内走了出来。这名女子身穿一袭紫色符文轻甲，青蓝色的眼睛波纹流转，看起来冷冰冰的。看清来者，林白眼中闪过一道金芒。典狱长萨菲罗斯，他怎么在这？第17章，被封印的古神大脑。林纳斯，你不觉得把这里暴露给天灾者是一件非常不理智的事吗？萨菲罗斯皱起眉头看向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白嫩的手掌缓缓摸向刀柄。异界降临的冒险者，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在他看来，和远古之神阵营的家伙们没什么两样，所以将他们称为天灾者，在自己看来丝毫不为过。我十分清楚我在做什么。林纳斯面无表情，一步一步走向通道。在经过萨菲罗斯身边时，他忽然开口说道：“你还记得那个远古传说吗？”记得。萨菲罗斯眉头微皱，不知为何林纳斯会提起。相传，至尊神灵留下的封印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松动，届时将会有众多受到远古之神号召的异界生灵降临。到了那个时候，这群异界生灵会帮助远古之神打破封印，重临世间。不过，还有一则传说是，等到远古之神冲破封印之时，便是被异界天灾消灭之日。他便是能引导我等的人。林纳斯神情自若地说道。就他？萨菲罗斯眉头微皱，转头看向林白。Mom， 几件很低级的散件装备，等级 LV6， 在他眼里，林白简直弱到不行，和战五渣基本没什么两样，唯独就是长相帅气罢了。萨菲罗斯的目光审视着看向林白，想要看出他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在这时，林白忽然轻笑了一声，说道：“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你！萨菲罗斯瞬间暴怒，手掌狠狠地握住刀柄，长刀仅仅露出一小截，恐怖的刀意瞬间弥漫八方，就连空气都被割裂开来。好了，萨菲罗斯，相信我，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林纳斯眉头紧皱，赶紧拦住萨菲罗斯。希望如此。萨菲罗斯冷冷地说道。铿锵！萨菲罗斯长刀入鞘，在冷冷地看了一眼林白后，不再言语。脾气挺暴的。林白不在意地笑了笑。林纳斯苦笑着摇摇头，对林白说道：“跟我来吧。”好。林白点了点头。在经过萨菲罗斯时，他神情自若地自语道：“野马好啊，我最喜欢驯服野马，让人有征服的动力。”闻言，萨菲罗斯杀意一闪而过。不过下一秒，萨菲罗斯笑了，如百花盛开一般美丽。他撩了撩银色长发，看向林白，神色淡然地说道：“你迟早会死在我手里。”好啊。林白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随后迈步跟上了林纳斯。三人一路向下，在走了好一会后，林纳斯开口说道：“就要到了，你做好心理准备。”林白点了点头。就在这时，一道惊人无比的意志之力从深处涌出，恐怖的意志冲天起，让人忍不住升起臣服之意，似乎有超越神级的强者正在缓缓苏醒。这是……林白眼神突然一凝，借着魔法锁链的莹莹蓝光，他看到地底深处竟有一个在缓缓跳动的大脑，远古之神尤格萨隆的大脑。类型、级别、阶位、描述：久远的岁月前被至尊神灵所封印，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似乎恢复了一些意志。黑绿色的大脑和人类大脑外观极其相似，除了没有头骨外，其他一切都很是完整。时不时的便有一道惊人的意志之力涌出，让人难以抵挡。就在这时，哗啦啦，伴随着铁链牵声，魔法锁链齐齐紧绷起来，封印之力瞬间涌现。仅仅片刻，远古之神的意志力量便节节败退，重新被封印回大脑中。待到一切恢复如常，林纳斯摇头苦笑着说道：“很震撼是吧？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也如你这般。”这种小场面有什么惊讶的？林白心中有些好笑，淡淡的回复道：“确实很可怕，很震撼。自己前世可是即将成神的存在，这种小场面根本不值一提。”呼！林纳斯望着大脑，眼中露出些许畏惧，随后他继续开口说道：“远古之神尤格萨隆拥有无可匹敌的侵蚀腐化33之力，凡是被他所控制的人将永远臣服于他的意志。传说中，他被至尊神灵所击败，由于无法彻底击杀，只好将他肢解并逐一封印。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封印日渐松动，尤格萨隆恢复了意识。你们能降临在此地，
便是受到了他的号召。话落，林纳斯看向林白，似乎想要从他眼中看到震惊的神色。果然很可怕，很震撼。林白应了一句。在这之前，他确实不知道桑中镇下面封印的是什么。不过作为一名重生者，一些事情他自然早已知晓。月圆之夜，天空降临金色卡片，那正是尤格萨隆的力量显现。他想利用低等世界的生物帮助自己恢复力量，而那个打开丧钟镇封魔结界的黑袍人，其实是尤格萨隆的意志投影。他借助玩家献祭的血液，成功冲破了第一道封印。存活不知多久恒古岁月的古神，连脑子都给人挖了，也真是够惨的。林白暗自摇了摇头，随后他开口问道：“那不知道您把我带到这里来，是需要我做什么呢？”“我想你帮助我们加固封印。”林纳斯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林白眉头一皱，开口问道：“加固？以我现在的力量，恐怕做不到吧？”“没错，以你现在的力量，确实不行。但你是那把锤子的主人，也只有你才能帮助我们。”林纳斯的脸上满是恳求。恒古的传说正在一则实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远古之神萦绕在神器世界的黑暗阴影将会彻底消散。就在这时，林白收到了系统提示：“叮，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强化封印，是否接受？”“任务：强化封印。类型：隐藏任务。等级：描述：远古之神尤格萨隆冲破封印在即，为防止其祸乱天下，善良的神器世界原住民无不想将其消灭。任务目标：强化至尊神灵封印，封印远古之神。任务成功奖励：1. 神级宠物1 2. 神级自选物品箱1 3. 神器世界友好 NPC 满级好感度4. 解锁下一阶段任务。奖励这么高，林白眼前一亮。在他看来，不就是拿昊天神锤锤几下的事吗？竟然还有神级坐骑和自选物品箱拿，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个任务我接了。林白直接同意。任务刚刚接收完毕，就在这时，一道炽烈无比的黑芒突然从林白身上迸发而出，漆黑如墨的黑芒穿过大地，直冲天际。与此同时，神器世界所有玩家都收到了系统提示：玩家神器，坐标桑中镇98612，击杀后奖励特殊任务物品远古神灵之血。第18章染血工会来袭。世界公告响起，这让整个进入神器世界的玩家们视线再度聚焦在桑中镇。fuck， 丧中镇的神器真是出尽了风头，我大闪金镇的职业玩家们呢？能不能给点力？一帮废物！神器这家伙真是不得了，来到这个世界才12个小时吧。世界公告全 TM 是他，烦死了！楼上的兄弟，你不是凡世界公告，你是凡世界公告上面的，不是你吧？不过话说回来，桑中镇的人也忒怂了吧，竟然没人去干神器一炮，一群怂逼！面对公告，各个小镇的玩家反应大不相同，而丧中镇玩家自然不甘示弱，直接开队。MMP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 卧槽，地狱黑，我们丧中镇和谐友爱不行吗？还是说看丧中镇出名你们不爽？其他村的垃圾们，我就在丧中镇呢，是兄弟就来砍我。此时世界频道吵翻了天，不过很多人都对神器的任务产生了好奇。公告的意思很明显，只要将神器击杀便能获得他的任务。一时间整个丧中镇风起云涌。此刻丧中镇密道内，萨菲罗斯看着林白眸光一闪，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林纳斯神色惊讶地说道：“你竟然有远古神灵之血，有什么问题吗？”林白目光中满是平静：“你要小心，这个东西很不祥，那些黑暗生物对它极度渴望。”林纳斯告诫道：“我清楚，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毕竟早点提升实力，才能早一点加固封印。哦，对了，你手里有没有白银级图纸？”林白试探着问道。白银级图纸我可没有，不过你可以从秘境或者强横的野外生物身上获取。林纳斯摊了摊手，满是无奈地说道：“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是真没有。寒霜法杖图纸，那可是我多年珍藏，不是一样送给你了吗？”“真的？”林白嘴角微翘，表示怀疑。这些 NPC 一个比一个精，加固个封印都给神级物品了，还说自己没有白银级图纸，这不是前后矛盾吗？算了，我走了。林白转过头，沿着台阶向上走去。不过在他转身的刹那，余光似是不经意间扫向古神大脑上的36道锁链，18道禁魔封印，外加18道无限阅读，这阵仗，想必完成任务奖励的神灵级物品
也不是林纳斯出的吧？林白嘴角慢慢向上滑起一抹弧度，林白身影缓缓在台阶上消失。忽然间，一道浑身散发着金辉的身影在远古之神大脑上方凝聚成型。远古之神事关重大，萨菲罗斯，你去护送他前往光明教堂。威严无比的声音回荡在萨菲罗斯脑海中。萨菲罗斯娇躯一颤，他单膝着地，虔诚地说道：“是，大人。”下一刻，金色人影消散，密室内又恢复如常。萨菲罗斯朝着林纳斯点了点头，身影瞬间消散在密室中。林纳斯目光狂热地看向大脑，双手合十道：“愿至尊早日解决远古之神。”密道入口，无数丧钟镇玩家围堵在这里，等待着林白出现。其中有2支队伍最为惹眼，他们每支队伍都有数百人，分别顶着幻界、染血工会头衔。2家工会各占据一半地盘，隐隐有对立的势头。幻界阵营，哥，你把我们都叫到这里来，不会是想打劫神器吧？花花是只喵歪着头看向身边一名男子，男子没有答话，他两眼望着地窟，默不作声，让人根本猜不透。无聊。花花是只喵瞪了男子一眼。就在这时，忽然有一道脚步声从密道内传来，一瞬间，无数人将目光投了过去。密道这种东西真是让人觉得压抑。林白从密道内走了出来，下一刻，无数远程攻击骤然降临，数不清的箭矢和魔法交织成一张五彩大网，狠狠地扣向林白。与此同时，数道暗紫色光芒闪烁，瞬间将林白缠绕。战斗提示：你受到染血工会无尽寒冬的天赋效果影响，你已被定身，持续15秒。战斗提示：你受到染血工会杀戮万岁的天赋效果影响，你无法使用任何技能，持续10秒。战斗提示：你受到染血工会漫天繁星的天赋效果影响，你的属性已被勘破，持续30秒。战斗提示：你受到染血工会的主动攻击，反击后不增加罪恶值。提示音传来，林白眉头紧紧皱起，如此密集的攻击，再加上定身、禁魔天赋，还真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最让他没想到的是，染血工会竟然有人可以勘察自己的属性，为了杀我，准备的真够齐全。林白目光投向染血工会方向，不过林白也没有慌乱，自己防御高，这些普通攻击技能他能顶得住，但愿没有削减防御天赋吧。林白心中暗道。不过对方敢突然发难，想必还未等林白多想，就在这时，一道缓缓飞行、满是绿油油的光芒缠绕在了林白身上，林白瞬间浑身变绿。与此同时，提示再度响起，战斗提示：你受到染血工会凛冽寒冬的天赋效果影响，你每受到一次攻击，你的防御力将降低 1%， 最高 50%， 持续10秒。呵呵，还真是准备充足呢。林白冷冷地扫向染血工会，心中杀意弥漫。如此覆盖攻击，外加上强力控制削减防御天赋，难道自己要栽在这了？此时，围观的玩家们眼看林白即将成盒，眼中露出一丝兴奋的光芒。嘿嘿，树大招风，这下凉了不？不知道神器会掉落什么好东西。都说杀 BOSS 不如杀神器，神器是活脱脱一大肥羊啊！谁不想咬2口？我要是他，我绝对能多低调就多低调，闷声发大财多好。不用你们幸灾乐祸，染血工会敢公然前来猎杀神器，以后我们散人还有好日子吗？看来丧钟镇的天要变了，一帮键盘侠，没准人家神器有啥后手呢？没看到现在表情都没变吗？玩家们议论纷纷，不过不少人都认为神器这一次绝对是在劫难逃。哥，不救他一下吗？花花是只喵急忙说道。再等等。永夜神色平淡，眉目间充满平静。可是花花是只喵刚要开口，就被永夜打断了。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好吧。此时林白目光直视漫天箭矢，眼中神采却愈发坚定起来。一路顺风顺水，让我变得飘了不少。如此也好，面对失败才能更好的直视自己。咻咻咻，箭矢呼啸着袭来，眼看林白即将被射成刺猬。就在这时，一道高挑亮丽的身影出现在林白身前，银白色的长发随风摇曳，只见他随手一挥，一道厚实无比的风墙瞬间成型。风之屏障。第19章有仇，当场就爆。噗噗噗，伴随着如同落水般的声音，那成片的魔法和箭矢被风墙尽数吸收阻挡。萨菲罗斯扫向四周，目光清淡如水，似乎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此情此景，却让一众围观的丧钟镇玩家全部懵在了原地。
不少看热闹的玩家可都等着神器跌落神坛呢。死！这 NPC 好没好强？马德，神器这么畜生，吃了村长不说，难道又吃了个绝世美女？这大刀真白，哦不是，我说的是这大刀真长。看到没有，我刚才说啥了？你永远可以相信神器大佬。没错，神器大佬 YYDS。此时，染血工会会长染血苍穹眉头紧锁，目光投向萨菲罗斯，心中有些不甘。他真是没想到半路会杀出来个 NPC， 把神器给救了，要不然这一次围杀绝对堪称完美，不光能打压神器，还能让所有人见识到工会的力量。还未等染血苍穹多想，就在这时，站在染血苍穹身边的一名法师突然开口说道：神器生命值630，物理攻击157，魔法攻击230，防御力145，魔法防御50。一旦削减防御天赋失效，以我们目前的攻击力杀不掉他，除非把陆天叫回来。不过即便陆天在，恐怕也难以成功，毕竟那个 NPC 有多强你也看到了，我建议之后再做打算。属性这么高？染血苍穹转过头，冷冷地看了一眼林白，头也不回地说道：我们走。繁星开启群体传送。他真是没想到，这个神器属性会如此之高，简直如同一个人形 BOSS。染血苍穹不想在此浪费时间，他可不是那种只知靠人堆的莽夫。群体传送阵起，随着繁星吟唱法术，一道巨大的蓝色六芒星从地面亮起，刹那间便将所有染血工会成员包裹了进去。想走？林白目光闪过一道冷芒。群体传送施法时间为10秒，自己被禁魔定身，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不过那个冷冰冰的女人可以。林白目光投向萨菲罗斯，快速说道：帮我拦下他们，我只保护你的安全，不会当你的打手。萨菲罗斯语气清冷地回道。此时传送阵光芒越来越盛，这是即将传送的征兆，这个应该值得你出手吧？林白没有犹豫，直接伸手取出禁忌永生残叶。这个东西原本是想之后再交给萨菲罗斯的，不过眼下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毕竟他林白从不记仇，一般有仇当场就报。看清林白手中的东西，萨菲罗斯目光一凝，随后他轻启朱唇，淡淡的说道：值得。话音刚落，萨菲罗斯伸手握向长刀，直接出手，铿锵，长刀出鞘，一股如同要斩天断地的狂暴能量骤然出现。下一刻，萨菲罗斯随手一挥，无尽的刀罡旋风径直袭向染血工会。狂风绝息斩，刀罡狂风纵横，传送阵哗啦一声如镜子般碎裂，刹那间便将染血工会所有人卷了进去。寒风呼啸，刀光肆虐，似乎要将这片区域内的一切都尽数斩灭。蹭蹭蹭，物体被切碎的声音不断响起。仅仅一瞬间，街道上的无数房屋被尽数摧毁，到处都是刀芒斩出的巨大沟壑。而染血工会正处在的刀罡正中心，里面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来，全员被灭。下一秒，林白收到了系统提示：你击杀了染血工会染血苍穹，自卫反击，罪恶值加0。你击杀了染血工会染血繁星，自卫反击，罪恶值加0。你击杀了染血工会无尽寒冬，自卫反击，罪恶值加0。一连串击杀数据跳出，林白看都未看。此时他正等待着刀罡消散，想要看看染血工会成员们给自己报了什么好东西。开荒主力全灭，好东西应该掉不少吧。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扬起。30秒后，刀罡飓风缓缓消散，满地都是切口整齐的残肢断臂以及亮晶晶的战利品。呵呵，收获时间到。林白笑了笑，径直走向战利品。此时周围的玩家都静若无声，各种复杂的表情凝固在脸上。大事件啊！染血工会几百人一瞬间全灭。这女人是神器在哪拐来的？也太强太听话了吧！神器让她干嘛就干嘛。我要是有这样的女保镖，卧槽，岂不是能纵横新手村？林白没理会周围玩家的惊叹，专心收获战利品。叮！恭喜你获得瑞来的冰晶戒指设计图，白银。恭喜你获得暗影之姬1，白银级。恭喜你获得多尔的宝库钥匙1。恭喜你获得铜币721枚。恭喜你获得。染血工会掉落的物品很多，青铜、黑铁装备也都掉了不少，不过只有3样物品让林白比较满意。瑞来的冰晶戒指设计图，白银。类型戒指。等级 LV10，魔法攻击加60，
效果：冰霜法术伤害提升 10%。特技：你造成的魔法攻击将使目标陷入霜冻状态，移动速度缩减 30%， 持续5秒。所需：炉岩炭500，打铁毡。描述：一次性图纸，使用后消失。不错，林白眼前一亮。将其用昊天神锤打造的话，魔法攻击将变为600，冰霜法术伤害提升为 100%。就这属性，哪怕是传说级装备也不过如此。等自己升到10级，再换上之前从村长那里得到的破碎圣杯，自己的魔法攻击力将瞬间破千。到了那个时候，去开启龙骨荒野秘境将更加轻松。想到这里，林白思索道：目前防御成了我的短板，尤其是对抗那些稀奇古怪的天赋。刚刚其实很危险，如果不是萨菲罗斯一手风之屏障，自己在静魔、静行动相防御之下，真是没有什么招架之力。看来我得尽快筹钱，然后去找一下神秘商人了。第20章原来是5倍增幅。丧钟镇墓地，染血苍穹一脸阴沉地从墓地中走出，在他身后是一众3倍击杀的工会成员。苍穹老大，刚刚清点过了，我们一共掉落23件青铜级、7件黑铁级、2件白银级物品，以及材料铜币若干。繁星皱着眉头说道：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少说损失了20万软妹币，不，恐怕还不止。装备的损失意味着开荒进度也将会停滞，这一次损失真是太大了。不过好在亲友团里有人拥有神级天赋10倍掉率，不然这一次想要翻身将会很艰难。知道了，染血苍穹淡淡的说道。下一刻，他突然开口问道：对了，繁星，之前你说神器的物理防御高达145点，那岂不是说他一个法师比我们的主 T 还要能抗？染血苍穹心中泛起一丝波澜，自家主力坦克在各种资源堆积下，防御力也不过才堪堪到达90，这个神器怎么做到的？很惊讶是吧？我收到数据的那一刻，比你还要惊讶。不过你看看这个东西，心中或许会得到答案。繁星说到这里，从背包中取出一把铁剑，递给了染血苍穹。神器打造的弓25铁剑，有什么问题吗？染血苍穹眼神一凝，问题很大。如果我没有猜错，他打造的物品都会获得5倍增幅，所以这加5攻击的铁剑才会变成25点。繁星脸上满是笃定的神色，他已经找人求证过了，锻造专业，即便熟练度再高，也不会打造出超越图纸数倍攻击的装备。5倍增幅吗？染血苍穹眸光闪烁不定。此前染血苍穹还不理解神器为何如此高调收取设计图纸，现在这一切都说得通了。原来如此。染血苍穹目光投向远方，心中升起一抹恨意。原本的成名之战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对他的威信也会有不小的打击。该死的神器，该死的 NPC。 其实要不是那个女 NPC， 我们也不会遭受此等损失。不过这次过后，神器行事恐怕会更加小心了。繁星不由感叹道，谁能想到神器竟然会说动 NPC 出手，如果只有5倍增幅，那他翻不起什么风了。不过这一次也让我很好的意识到本源天赋的重要性，吩咐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大力招收那些拥有特殊天赋的玩家。还有市面出现的设计图，无论什么阶位，我们都要高价收。染血苍穹吩咐完毕，目光如炬的低声呢喃道：神器，下次见面时你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走。此时林白正美滋滋地查看第2件白银物品，暗影之击，白银，类型匕首，等级 LV5， 物理攻击加95，物理暴击正 8%。 效果：你的近战攻击有极高的几率触发暗影剑，对血量不足 1% 的目标具有秒杀效果。职业要求：战士、刺客、游侠。哼，掉落这把匕首的人不知道会不会难受到胃痛。林白笑了笑，染血工会还真是富裕得很，自己击杀好几个 BOSS 也不过才收获寥寥数件装备罢了。染血工会这一波送了自己几10件青铜黑铁装备，真是送财童子本童。希望下次见面时他能多带几张武器装备设计图，这样才是讲义气的好兄弟。想到这里，林白嘴角微微向上勾起，目光投向背包中的一把紫色钥匙。多尔的宝库钥匙，类型钥匙，数量1，描述：可打开多尔藏宝地大门。多尔的宝库，没记错的话就在隐牙城堡附近，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能得到黄金级物品。看到这把钥匙，林白心情更加愉悦。和那把暗影之击武器相比，这枚钥匙可贵重得多。只要人品别太差，多尔的宝库最次也能出一件黄金级物品。
但愿自己开宝库的时候，染血苍穹不会气到吐血。林白笑了笑。就在这时，林白察觉到有人朝自己走了过来，转头一看，正是幻界工会会长永夜以及花花氏之喵。来到近前，花花氏之喵率先开口道：“神器大佬，还记得我吗？”记得。林白礼貌的点了点头。嘿嘿，那太好了，我哥他想找你商议点事，你俩聊聊吧。话落，花花氏之喵向后退却，场中央只留下林白、永夜两人。林白看向永夜，脑海中闪过这个人的一切。永夜，幻界工会会长，凭借高超的游戏意识以及过人的指挥能力，曾一度霸占各大榜单，无论是副本通关榜、战力排行榜，均有这个人的名字。等到异界入侵现实时，他还曾一度指挥玩家联军在一线抵抗异界怪物。到了游戏后期，更是先林白一步成就了神灵之位。没记错的话，他的天赋可以对剑矢附加各种效果，而且越到后期越强。当一支剑矢附加了无数效果，那威力……林白在心中低语道。未等林白多想，就在这时，永夜神色平静地开口说道：“神器兄弟，我工会的一个兄弟打到一张副本卷轴，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副本卷轴？什么级别的？林白露出感兴趣的神色，他还以为永夜是来收装备的。副本会在玩家到达10级后才正式开启，到了那个时候，各种排行榜也会相继出现，尤其是战力排行榜和副本通关排行榜，都是各大工会竞相争抢的东西。这对打出势力名声、招收玩家非常有效。毕竟谁能抗拒一家顶尖工会呢？不过在这之前，玩家想要通过副本获得装备道具，只能通过秘境或者副本卷轴，一个叫做血色教堂的白银级副本。永夜淡淡的说道。随后他将副本卷轴取出，展示给了林白。血色教堂白银级，类型副本卷轴，数量1/3。描述：坐落在提瑞斯法林地的诡异教堂，只有卷轴拥有者才能进入。血色教堂吗？林白目光闪烁不定，这个副本他还是蛮心动的，毕竟那里会有一定几率掉落设计图。目前自己只有2张白银设计图，还缺3张昊天神锤才能解锁下一阶段，所以这个白银级副本不容错过。掉落物怎么？林白刚想要问掉落物如何分配，就在这时，一道银发亮影横在了两人中间。该前往光明教堂了。第21章，堕入黑暗的天才法师。银松森林，这里毗邻桑中镇，森林中狼人横行，经常成群结队出现，是5到10级玩家最喜欢的练级区之一。此时，林白和萨菲罗斯出现在林间小路上。嗷呜，略带诡异的狼嚎声从森林中不断传来，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10数道黑影从林中猛然朝着两人扑来。阿鲁高之子，粗糙，等级 LV6， 生命值600，魔力值150，物理攻击力80，魔法攻击力120，防御50，技能撕裂 LV1， 哀嚎 LV2。描述：大法师阿鲁高所制造的怪物。来得好！林白心念一动，刚要祭出寒冰咆哮，就在这时，林白感觉到自己身前猛然亮起夺目寒芒，下一刻，数道寒光荡向八方，10数道黑影以及周围的大树被尽皆拦腰斩断。林白看着满地尸体，有点无语，这可都是送上门的经验啊！就这么的飞了？走吧。萨菲罗斯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好吧。林白点了点头，目光扫视着前方绝美的背影，他不由得有些好笑。丧钟镇主线最终 BOSS 护送我前往光明教堂，真是……要知道，黑化后的萨菲罗斯实力更胜现在。当初数万丧钟镇玩家车轮战他一个，结果被萨菲罗斯一人一刀杀得片甲不留。想到这里，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那滴蕴含着恐怖能量的黑色血滴，血滴翻涌不断，隐隐有着一个黑色漩涡在不断转动。这血液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晚进游戏3个月，还真是吃亏啊！一些隐秘根本不得而知，只能靠自己摸索。林白不由有些感叹。算了，想那么多做什么？当务之急是尽快给这个破任务交了，然后升到10级，再想办法尽快将昊天神锤解锁才是。等到自己解锁100倍增幅，这个女人再猛，自己也丝毫不惧。2小时后，林白和萨菲罗斯抵达了隐牙城堡，这里守备森严，就连巡逻的普通卫兵都是 LV10的圣光骑士。什么人？大门处，圣光骑士发现了林白两人，银质长枪骤然散发出耀眼金光。神器，
为护送远古之神血液而来。林白朗声说道。远古之神血液，2名圣光骑士脸色齐刷刷一变，随后2名骑士急忙让开道路，请进，主教大人已酒后多时了。好，林白点了点头，随萨菲罗斯一道径直走进城堡。很快，一座散发着金色圣光的大型教堂映入2人眼帘。教堂下，一位身穿金丝长袍，脸上充斥着祥和笑容的老者迎了过来。光明教堂隐牙主教拜伦，等级描述：虔诚的圣光主教，坚信圣光之力会扫平一切黑暗。神器，你终于来了，远古之神血液可安好？拜伦和蔼地说道。林白点了点头，将远古之神血液取出，递了过去。黑色血滴暴躁不安，似乎非常厌恶圣光之力。果然是远古之神的血液，这种邪恶的东西何时才能被彻底消灭？拜伦眉头紧紧皱起，手上裹挟着金色圣光后，将血滴接了过去。与此同时，系统提示接连响起。叮！恭喜你完成护送任务，获得银币20，经验值2万。叮！恭喜你升到7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恭喜你升到8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当前经验值45488千。一连2道金光闪烁，林白直升2级，随手将10点属性加到智力上。就在这时，拜伦主教忽然开口说道：感谢你不辞辛苦远道而来，这是我给你的额外奖励。叮！恭喜你获得驱邪法杖白银级1，恭喜你获得光明教会令牌1，恭喜你解锁下一阶段任务堕入黑暗的法师，是否接受？是。林白直接接下。村长给的护送任务原本就是连环性的，所以有下一阶段任务，林白丝毫没觉得意外。任务：堕入黑暗的法师，类型：白银级隐藏任务，等级15。描述：阿鲁高原本是隐牙城堡中的天之骄子，对魔法能量有着极高的造诣，不过天妒英才，阿鲁高身患重疾，为了活下去，他吞服了一滴被稀释后的远古神灵之血。至此，阿鲁高逃离了隐牙城堡，并带走了光明教会一宗极为贵重的秘卷。任务目标：击杀阿鲁高，带回被偷走的秘卷。任务成功奖励：1. 可从光明教会宝库中任选1件物品。2. 经验值3万。3. 金币100。4. 光明教会好友度加500。提示：当前任务难度过高，建议提升后前往。光明教会的宝库吗？林白眼前一亮，那里面可有不少好东西，其中不乏黄金及设计图。想到这里，林白思索道：先去把多尔的宝库开了，然后练到10级，再把破碎圣杯和冰晶戒指打造出来，这样就可以去搞定阿鲁高了。打定主意后，林白转头看向萨菲罗斯，淡淡的问道：远古神灵血液已经送到，你不会再跟着我了吧？萨菲罗斯没有说话，只是轻描淡写的点了点头。林白笑了笑，也没在意。这个女人虽美，但只会影响她拔刀的速度，不然这一路走来，自己随便杀杀怪也就10级了。直接出发吧，先去多尔的藏宝地。林白打开地图，在输入一串坐标数字后，径直朝着村外走去。第22章白银级技能雷霆万钧。沿着箭头提示，林白很快来到坐标地点，那是一个被树枝遮盖的洞口，几具腐烂的狼人尸体不规则地堆在那里，散发着阵阵腐臭味。看着不远处的尸体，林白眼前一亮，终于到了，不过看起来似乎有一只较强的怪物潜伏。林白心中猜测道。银松森林里，狼人是唯一一种成群出现的怪物，他们半人半狼，性格残暴，对闯入自己领地的其他物种都是以虐杀为主。让我看看到底什么东西藏在哪里。林白没有靠上前去，心念一动之下，数枚火球连珠般射出，砰砰砰，燃烧的火球射进黑洞，将内部的杂物引燃。没过多久，洞穴中便成为了一片火海。就在这时，一道充满愤怒的咆哮声从洞内响起。吼！伴随着怒吼声，一头庞大无比、拥有粗壮四肢的巨型灰熊从洞内跑了出来。在见到林白的那一刻，他径直发起了攻击。狂雷战熊免疫闪电，类型变异，等级 LV10，生命值8000，魔力值500，物理攻击力240，40，防御120。技能狂雷剑起，被动，每次受到伤害增加自身3%攻击速度，至多叠加10层。闪电怒爪，狂雷战熊的双爪会激荡闪电，
可对附近至多5名目标造成500-700-900-1100-1300点递增闪电伤害，并有极高几率使目标陷入麻痹状态5秒。雷霆暴怒，猛拍5米内的所有敌人，对其造成攻击力2加人数加以损失生命值的真实伤害，并为自己恢复生命值。描述：凶猛的灰熊不知为何发生了变异，身体充斥着雷霆之力。掉落物：装备 76%， 技能书 71%， 杂物 88%。变异后的灰熊血量高达8000点，还免疫了闪电魔法。最要命的是它的终结技，人越多伤害越高，而且还是真实伤害，只要被擦个边就会非死即残。难怪狼人被灭了不少，无论是闪电怒爪和雷霆暴怒，都是敌人越多伤害越猛。林白笑了笑，眼前这个变异怪物跟 BOSS 差不多，想要遇见全凭运气。不过变异怪物的掉率极为可观，通常都会掉落点极品东西。就在这时，林白目光突然变冷，既然遇见了，就没有放过的道理。燃烧！林白骤然发动技能，下一刻，狂暴的火焰能量瞬间凝聚，林白整个身体刹那间被火焰包裹，整个人如同火男一般熊熊燃烧着。战斗提示：你的火系技能暴击几率提升 100%， 暴击伤害正 100%。技能开启瞬间，林白明显察觉到自己对火焰元素愈发亲和，似乎他已与火焰融为一体，感觉力量涌上来了。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下一刻，林白出手了。火球术受到燃烧效果增幅，火球术变得更加炽烈暴躁，暗红色的尾焰拖曳，一连4发火球炸裂在灰熊身上。砰砰砰砰，880 880 880 880，仅仅一瞬间，灰熊血量便锐减一大截。此时，狂雷战熊已奔袭至林白近前，他粗壮有力的前掌被蓝色闪电覆盖，朝着林白脑袋呼来。在即将砸到林白身上时，蓝色闪电骤然变红，技能发动，雷霆暴怒，闪现，唰，金光一闪，林白出现在30米开外，竟然还颇具智慧。林白有些意外，原本他是想直接站在原地硬抗一击，然后直接秒杀灰熊，没想到这灰熊竟然对自己发动了终结技，有点意思。好，一击落空，狂雷战熊愈发愤怒，只见他两掌一拍，魔法能量瞬间汇聚，滋啦，伴随着刺耳的雷鸣声，一道由紫色闪电凝聚而成的巨型掌印径直朝着林白拍来。闪电巨爪速度极快，瞬息即至，林白神色平静，根本不为所动。他孤身一人，闪电怒爪只能对自己造成500点基础伤害。闪电护盾，林白随手一挥，一道隐隐泛着雷光的蓝色护盾将林白包裹了进去。下一刻，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鸣声，闪电狠狠击中林白。280，伤害数字飘起，林白血量骤减1/3。不过还好没有触发5秒的麻痹效果，要不然会稍稍有点棘手。你没有机会了，林白不再犹豫。此时，燃烧效果仅剩下3秒，足够了。火球术，林白眸光一闪，眼睛里似乎有着火焰在跳动。880 880 880，火球飞舞，接二连三的炸裂在灰熊躯干上，这让灰熊本就仅剩一半的生命值瞬间蒸发。轰！灰熊尸体倒地，雷光渐渐从身体散去。叮！你击杀了狂雷战熊，变异，获得经验2400加400，跨2级击杀，额外增加 20% 经验。当前经验69488千，多来几只变异怪就好了。林白笑了笑，随后他将目光投向战利品，里面有一本闪烁着雷电光芒的技能书，吸引到他的注意。技能书，林白眼前一亮，急忙走过去将战利品尽数拾取。叮！恭喜你获得技能书雷霆万钧衣白银级，恭喜你获得装备疾风短靴衣黑铁级，恭喜你获得稀有物品灰熊之新衣黑铁级，恭喜你获得银币14枚终极治疗药水2。相比装备，林白更在意的是技能。打开背包，直接查看起来。雷霆万钧白银级，类型技能书，效果释放出一道狂雷之力，对目标造成200加法术伤害的闪电伤害，并使敌人陷入麻痹状态3秒。冷却10秒，消耗150法力值。单体雷系魔法。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笑意。第23章开启宝库，黄金级物品出现。看到雷霆万钧，林白脸上不由一喜，这个技能来的正是时候。火球术的基础伤害相对较低，如果没有燃烧效果增幅的话，
比较拉胯。而雷霆万钧就不同了，基础伤害高，还带3秒控制效果，这在战斗中将发挥很大作用。先手雷霆万钧给对方控了之后，直接开燃烧，火球一顿 bio， 打谁谁怀孕。定，恭喜你学会技能雷霆万钧。林白两手一拍，将技能学习，随后目光投向下一件物品，疾风短靴黑铁，等级 LV5， 移动速度正 20%， 效果被控制后效果削减 10%， 增加移动速度的靴子，对法师来说意义不是很大，毕竟法也是用闪现赶路的，有就比没有强。林白嘀咕了一句，直接随手穿上。至于最后一件物品灰熊之心，林白没什么兴趣，那是个任务物品，交给猎人的话能触发个黑铁级普通任务，最终奖励是一件黑铁装备。根本没做的必要，直接一个丢弃，省得占背包地方。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提升等级，提升昊天神锤为主，然后收集龙骨荒野碎片，给古龙搞到手，接下来再去取隐藏职业任务什么的，全是附带。林白低声呢喃后，目光投向洞穴，多尔的藏宝地就在里面，抓紧时间吧。地洞内，石壁上镶嵌着许多红色晶石，林白借着微弱的荧光不断向下前进着。很快，一道刻着古怪符文的巨大石门出现在林白眼前，多尔的藏宝地。就在这时，一则提示忽然响起，提示检测到宝藏密池，是否打开？打开。林白直接确定。下一刻，伴随着符文大门缓缓开启，世界公告忽然响起，世界公告，多尔的藏宝地即将在15秒后打开，位置银松森林，坐标98、19，一连3遍公告。玩家们虽然有些疑惑，但根本不为所动，毕竟银松森林离桑中镇还是很远的，想赶过去也来不及，谁愿去谁去，反正自己不去。不过此时此刻，有一个人却非常不爽。燃血苍穹看着世界公告，两眼突然一凝，多尔的宝库里面一定有好东西，不然怎么会触发世界公告？该死的神器！燃血苍穹心中恨意愈发浓烈，这可是他辛辛苦苦做隐藏任务得到的奖励，还没等捂热乎呢，就被爆出去了。愈想愈气，燃血苍穹抽出长剑，转身朝怪物冲去。剑刃风暴，剑光四射，带起一道道强劲旋风，一瞬间便秒杀无数小怪。燃血苍穹这一行为看得燃血会员们一阵愣神，老大这是咋了？我们不是要去干 BOSS 吗？怎么用这么强的技能打起一级小怪来了？晋升，我猜又是跟神器有关系。哈，神器也没在附近啊，怎么能气到老大呢？你新来的，你不懂。5秒后，剑刃风暴停止，一级怪物尸体躺了一地，出了一口恶气。燃血苍穹这才觉得自己心情好了一些，继续赶路吧。燃血苍穹刚要动身，就在这时，世界公告再度响起。世界公告，玩家神器在多尔的藏宝地意外获得气血之刃黄金级1，玩家神器在多尔的藏宝地意外获得恶魔低语黄金级1，玩家神器在多尔的藏宝地意外获得龙骨荒野碎片青铜级1，玩家神器。公告瞬间霸屏，咣当！燃血苍穹长剑脱手掉落在地上，他死死地盯着世界公告，心中怒吼道：2件黄金级装备，这些东西原本都该是我的，我的！此时，燃血苍穹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着，任谁都能看出他此时并不平静。良久后，燃血苍穹看了一眼神器的名字，随后他一字一顿地低吼道：我们走。多尔宝库内，林白心情很是愉悦，不光一次性得到了2件黄金级物品，还得到了自己梦寐已久的龙骨荒野碎片，只要再收一枚碎片，自己就可以开启秘境了。林白心中喜悦，目光投向了背包中的2件黄金物品。气血之刃黄金级，类型长剑，等级 LV10， 物理攻击加155，魔法攻击加135，物理吸血正 25%， 物理暴击正 25%， 特技鲜血护盾，你吸取的生命值可以为你生成一道攻击力正 10% 生命值，得血液护盾，可用于抵挡物理或魔法伤害，持续时间30秒。职业要求战士。哦，吸血剑。林白眼中笑意更盛，这可是实打实的好东西。他甚至能预料到，自己要是出售这把武器的话，那绝对会引起所有战士争抢。公告，属性好，附带吸血。除却自己打造的武器外，这绝对是现阶段最珍贵的武器之一。我用它换3张白银设计图，应该不算过分吧？
林白嘴角慢慢滑起，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下一件物品：恶魔低语，黄金级，类型项链，等级 LV10，法术冷却正 10%， 效果增加 30% 法术吸血，职业要求无。项链，目前我戴的治疗宝珠每3秒恢复100点生命值，并提供了50点魔抗。相比之下，这个黄金级项链虽然看起来不错，但完全不如自己打造的好。林白思索道，自己的昊天神锤太过强大，在10倍增幅效果之下，即便是黄金级装备都有些黯然失色。果然，现成的装备就是没有自己打造的香，还是与气血之刃一道卖了吧。想到这里，林白直接呼出了拍卖行选项：气血之刃换3张白银级装备设计图，恶魔低语换1块龙骨荒野碎片，不祥之刃换2000铜币。一番操作，林白将2件黄金级装备上架，随后又把染血工会掉落的10几件青铜黑铁尽数拍卖。青铜装备200铜币一件，黑铁装备300铜币一件。现在就等着鱼儿上钩了。林白嘴角慢慢向上滑起，走了，先练几句。第24章，扎铁了。染血苍穹的老星，林白这边刚刚设置完，下一刻，全世界沸腾了。黄金级长剑，黄金级项链，在现阶段可以说是最顶级的物品了。尤其是那把黄金级长剑，物理攻击高达155不说，还附带了物理吸血正 25%， 以及物理暴击正 25%， 实在是太 TM 极品了，简直是无数战士的梦中情剑。这要是拿上，菜鸡都能变大佬。不过当他们看清楚黄金长剑仅仅兑换3张白银级图纸时，瞬间无数战士开始眼泛绿光，世界频道直接炸裂，无数人开始疯狂收购白银级图纸。神器大佬真是良心人啊！1000软妹币一张，收白银级图纸。MMP， 劳资出2000，有多少要多少。卧槽，谁卖给我白银级图纸，我请他大保健1个月。此时，幻界工会。哦，这么说来，这把武器原本应该属于染血苍穹。永夜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世界公告响起的时候，染血苍穹整个人差点炸了。呵呵，如此极品的黄金长剑拱手让人，不知道染血苍穹在看到长剑属性的那一刻，脸上的表情会多么精彩。永夜笑了笑，不过他也摸不准神器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是无意的，那说明神器看不上这2件黄金装备；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有意思了，简直就是杀人诛心。想到这里，永夜眸光闪烁着低语道：神器，你这一次恐怕彻底将染血苍穹得罪死了。不过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此时染血苍穹心态确实崩了，他看着气血之刃，心在滴血。这攻击，这特技，这吸血，这把气血之刃不就是给自己量身定做的吗？该死的神器不光抢走了自己的武器，还将它明晃晃地摆在了拍卖行，出现在自己眼中。可恶！此时染血苍穹恨不得立刻冲到林白身边，将其碎尸万段。呼呼呼！染血苍穹胸口剧烈的起伏，一旁的繁星急忙走上前来，出声问道：怎么了？繁星发动一切力量收取白银级图纸，即便溢出市场价格也在所不惜。染血苍穹咬牙切齿地说道。繁星皱了皱眉头，疑惑道：我们要将那把气血之刃换到手吗？不是为了气血之刃，而是为了压制神器。你想想他的天赋，一旦再让他得到3张白银设计图，他的实力恐怕会翻倍增长，这可不是我愿意看到的结果。染血苍穹目光闪烁着，心中有着自己的考量。5倍增幅之下，白银级装备那绝对会是质的飞跃。到了那个时候，想要拿下神器，难度将会成倍增加。不过好在白银级设计图产量较低，自己工会近1000人，也不过才出产了1张，不然的话，想要把场子找回来，还真是遥遥无期。就在这时，染血苍穹眸光一闪，低声问道：陆天的隐藏职业还没弄好吗？我刚问过他，已经到最后一步了。繁星淡淡的说道。很好。银松森林，从多尔藏宝地出来后，林白一路向南走去。没记错的话，阿鲁高会在午夜时分出现在银松森林最南端一个名为坟墓村的村子里。不过此时他并不着急，坟墓村受到阿鲁高的影响，里面全都是带品阶的精英怪，要比野外生物强横许多。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去了也是自讨苦吃，升到10级再说。林白做出了打算。就在这时，林间响起了数道急促的脚步声。下一刻，一行4人从树林中慌不择路地跑了出来，在他们身后，树木折断，尘土飞扬，
轰隆声不断响起，似乎有着什么东西在追杀他们。这几人在看到林白的身影时，明显愣了一下，不过他们头也未回地朝着远处跑去。就在这时，队伍中一名叫做妖月儿的牧师急促开口说道：“你快跑呀！”林白眉头挑了挑。哎呀！妖月儿转头看林白不为所动，急得直跺脚。他随手一道金挥打出，给林白上了一道金色护盾，头也不回地朝着远处跑去。就在这时，轰轰轰，伴随着轰隆隆的脚步声，很快，一只巨大的双头怪物映入林白眼帘。他浑身赤裸，扛着一柄巨型木锤，在看到林白的时候，眼中露出一丝兴奋。好吃的，好吃！双头食人魔，类型变异，等级 LV12， 生命值10000，物理攻击力300，80，防御182，52，光环，所遭受的近战伤害降低 20%， 技能锤肉锤，被动，每命中一次，自身增加 10% 伤害。是大力神抡起木锤砸向地面，在木锤落地时向前方发射一道冲击波，造成600加等级的物理伤害。一只怒吼食人魔发出咆哮，对附近30米内的敌人造成200点伤害，并击退对方，并使范围内目标的伤害防御下降 30%， 持续60秒。描述：智力缺陷的食人魔不知为何原因发生异变。又一头变异怪，林白眼睛亮了起来，这可真是撞大运了。此时，食人魔距离自己还有几十米的距离。林白暗道：这个距离足够了，拿你试试新技能。食人魔体型大，行动较为笨重，这个距离足够他释放雷霆万钧了。雷霆万钧！下一刻，魔力疯狂涌动，一道道游走的蓝色闪电出现在林白手心。此情此景，让方才跑过去的4个人纷纷停下脚步，眼中露出惊疑的神色。嚯，好勇一人，自己要杀 BOSS！ 卧槽，你没看到他是谁吗？他可是神器啊！哪个神器？早都跟你说了，不要用2颗网了，你偏不听。哦，神器啊，那又怎么样？这 BOSS 血量这么高，防御这么高，就算他能破防，能打掉多少血？叫震刀王的刺客嗤笑了一声。拭目以待吧，你就……此时，林白手中电芒愈发耀眼，刺耳的滋啦声不断传出，宛如千鸟在嘶鸣。下一刻，林白出手了，只见他随手一挥，一道耀眼的蓝色闪电带着震耳的轰鸣声，径直朝着食人魔击射而去。雷霆万钧，第25章被暴击的弱点。轰！震耳的雷声似乎要粉碎一切，蓝色电芒汹涌袭出，眨眼间便轰击在双头食人魔2腿之间。1396，弱点暴击，弱点加暴击，使得食人魔生命值骤减1大截。在弱点处暴击了。林白笑了笑，攻击弱点是他原本就计算好的，毕竟会造成2倍伤害。不过弱点处暴击还真是超乎了预料，只能说这个食人魔太倒霉了。一旁刺客震刀王眼睛猛然睁大，惊呼道：卧槽，攻击胯下还有这效果，学到了学到了。轰！双头食人魔手中的木锤掉落在地上，整个躯体开始摇晃不定，似乎随时都会倒下。与此同时，一道 debuff 出现在食人魔身上，麻痹状态，当前剩余3秒。燃烧！林白没有犹豫，爆发技能瞬间开启，趁着食人魔昏迷，他要将伤害最大化。下一秒，林白看向食人魔胯下，嘴角微微向上扬起，似乎是被电的原因。此时，双头食人魔2腿之间的弱点位置被大范围暴露出来，以惹妖月儿脸色红润，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只留有一丝缝隙偷偷观察着。场地内，林白低声呢喃道：对不住了。火球术，魔力涌动，数枚火球凭空出现，林白随手一挥，4枚火球术齐刷刷地袭向食人魔胯下。砰砰砰砰，火球术炸裂，4道高额伤害飘起。1778，弱点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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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弱点处暴击，使得食人魔瞬间蒸发7112点生命。如此高的伤害，直接让围观4人全部看直了眼。卧槽！血条消失术，火球术的伤害什么时候这么高了？震刀王难以置信的呢喃着，他转头看向队伍中的法师，问道：怎么你只能打出来100点伤害？靠！别 TM 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又不是神器。法师愤愤不平。此时3秒已过，食人魔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就在这时，
他感觉到一股强烈到无法形容的剧痛忽然从胯下传来。下一秒，食人魔双手捂住胯下，轰隆一声跪倒在地，两个头颅一起惨叫道：“好痛二！”不过林白可不会管他痛不痛，趁他病要他命才是真的。随手又是4发火球，火球术，火球来袭。双头食人魔脸色巨变，他急忙用手护住自己的要害部位。798 798 798 798，火球术炸裂在食人魔手掌上，迸发出阵阵火光，食人魔血条被骤然清空。轰隆！食人魔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提示音响彻在林白耳边。叮！你击杀了双头食人魔，变异，获得经验4200+1200，跨4级击杀，额外增加40%经验。下一刻，金光闪烁，提示再度响起，恭喜你升到9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当前经验31489千。越4级击杀，使林白直接升到9级，距离10级不远了。林白看向 BOSS 尸体，迈步走了过去。叮！恭喜你获得武器重型战锤白银级，恭喜你获得技能书玉合一黑铁级，恭喜你获得银币7枚终极法力药水3。林白粗略地扫了一眼，一把战士用的武器和一本牧师技能书，对自己没什么帮助，顶多就是卖点钱，还不如多给点经验来的刺激。还差5900点经验，就到10级了。林白目光闪过一丝期待，只要升到10级，将2张白银设计图全部打造出来，自己的面板属性将会进一步暴涨，攻击力破千指日可待。就在这时，拍卖物品成功的提示忽然传来。叮！拍卖提示：恶魔低语已成功出售，恭喜你获得龙骨荒野碎片1。拍卖提示：是否将4块龙骨荒野碎片合并？物品到账，林白呼吸猛地一滞，随后便是无穷惊喜。他连忙开口说道：合并，恭喜你获得秘境卷轴龙族埋尸地。龙族埋尸地，类型秘境，数量1，掉落物装备99%，技能书98%，稀有道具97%。描述：使用后，你所在区域的城镇将会开启一道通往秘境的传送门，届时所有玩家都可通过传送门进入秘境。终于到手了！林白舒了一口气，心中满是喜悦。这个秘境他可是心心念念很久了，在这一刻终于集齐，升到10级就可以拿古龙去了。林白低声自语道。想到这里，林白迈开脚步，想要朝着银松森林深处前进。就在这时，不远处围观的4人才回过神来，队伍里的牧师妖月儿急忙追上前来。神器大神，麻烦等下，有事吗？林白闻言停下脚步。妖月儿被林白看得脸色一红，小声说道：那个方向有好多这种变异 BOSS 在聚集着，我建议你。哦，好多这种变异 BOSS。林白眼中猛地一亮，这可是好事啊，只要再干掉几只变异 BOSS 就能升到10级了，没准还能掉落点白银级图纸什么的。谢谢你的提醒。林白朝着妖月儿点了点头。唰！下一刻，闪现直接发动，林白出现在30米外的地方，很快便没了踪影。妖月儿看着林白远去的背影，失落的神色挂在脸上。震刀王走上前来，戏谑着说道：怎么，月儿想跟大神一起组队了？哥几个满足不了你了。妖月儿冷冷看了一眼震刀王，一言未发地离开了队伍。他早就对这个震刀王感到厌恶了。队伍提示：牧师妖月儿离开了队伍。看到提示，震刀王先是一愣，随后怒不可遏地说道：朝你马，翻脸不认人！操！你以为你刚刚提醒2句就能攀上神器？还未等妖月儿出言反驳，就在这时，震刀王身后的空间产生了一丝波动，一把泛着墨绿色的匕首横在了震刀王脖子上。下一刻，冷冽无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神器在哪？第26章黄金级 BOSS 鲜血聚合体，当前位置银松森林，坐标98 21。按照牧师提示，这个方向应该是没错的，怎么连一只怪物的影子都没有？林白皱着眉头望向前方。此时，原本祥和的银松森林逐渐染上一股诡异的气氛，天空不再晴朗，墨绿色的薄雾笼罩了整座森林。继续往前走走看吧。林白打定主意，继续朝着前方走去。几分钟后，一座类似于古代祭祀用的广场出现在林白前方不远处。广场上，一滩滩鲜血洒落在广场四周，似乎刚刚举行过某种仪式。这是……林白皱了皱眉头，目光投向广场中心的巨大血池。上一世，他来过这里。
那个时候，这座广场早已成为光明教会的驻扎地，可以说是一片祥和。在这之前，竟是如此骇人景象。过去看看。林白决定上前查看一番。越靠近广场，血液的味道愈发浓烈，腥臭味充斥着整个空间，一阵阵不安的感觉从血池中散发出来。这种不安的感觉竟然如此强烈。越靠近广场，林白却愈发感到不安起来。这种不安感，只有前世在面对那些高阶怪物才出现过。难道有高阶位怪物在此盘踞？林白眼中露出一丝好奇，加快了步伐。当他的脚步刚踏进广场边缘，就在这时，咕噜咕噜，忽然间，广场中央的血池传来一阵阵怪异的响声，血池翻涌不断，一滴滴鲜血向上涌来。很快，一具由血液凝聚的生命体映入林白眼帘。下一刻，世界公告骤然响起。世界公告：玩家神器发现鲜血聚合体，黄金级变异 BOSS 鲜血聚合体降临在银松森林，坐标17、92。该生物过于强大，请玩家组队前往。世界公告，世界公告一连3遍刷新。不过林白可没心思关注，他正望着眼前的 BOSS 微微皱眉。此时，怪物的信息浮现出来：鲜血聚合体，黄金级，类型变异，等级 LV15， 生命值5万，法力值3万，物理攻击力960、360，魔法攻击力1280、480，物理防御320、120，魔法防御480、180。光环：附近30米内每增加1名玩家，鲜血聚合体血量上限增加 10%， 最高提升 200%。技能：不携鲜血，被动，所有玩家会周期性的对8米内的所有玩家造成2000点暗影伤害。苦痛之矛：用苦痛之矛标记1名玩家，在6秒后造成2000点暗影伤害，由5米内的所有玩家平摊。暴露心脏：每遭受一次重大创伤时，鲜血聚合体的心脏将暴露在外，所受伤害提高 200%， 持续3秒。鲜血裂隙：制造一个鲜血裂隙，持续 1.5分钟。站在血液裂隙范围内的玩家，每1秒受到1000点暗影伤害。掉落物：黄金级技能书 1%， 黄金级装备 3%， 黄金级设计图 7%， 黄金级杂物 87%。描述：由诸多怪物血液组成的聚合体，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黄金级变异 BOSS。 林白眼睛突然收缩，没想到这里在被光明教会占领前，竟然有一头黄金级 BOSS 存在。不过这个鲜血聚合体看起来并不好对付，它的光环技能太强了，玩家越多，聚合体的血量将会越高，这对于那些大公会来说很不利，毕竟许多公会都是靠人数堆死 BOSS。 不过真正要命的还是怪物的技能不携鲜血，所有玩家会周期性的对8米内所有玩家造成伤害，这意味着根本无需 BOSS 出手，玩家与玩家之间就会互相伤害。一旦有公会组织来攻略 BOSS， 要是公会成员不听指挥，很容易被灭在这个技能下。这属性林白沉默了一下，以自己目前的角色面板，要是上去和 BOSS 硬碰一下，那纯纯的就是找死一般。毕竟自己的血量才900加，算上闪电护盾，也不过才堪堪1200点左右。什么？你说依靠走位和过人的意识战斗？那真是抱歉。苦痛之矛是点名技能，现在周围就林白自己，苦痛之矛就成为了必中技能，只要被点到，周围没人分担伤害，他人直接就没了。这个 BOSS 以目前的实力去碰，绝对必死。而且这里坐标已被暴露出去，相信要不了多久，周边城镇的各大公会就会蜂拥而至。到了那个时候，难免是一场恶战。林白目光闪烁不定，心中沉吟道：自己目前的实力还是弱了一些，之前差点被染血公会暗算，这件事他可一直记着呢。要不是萨菲罗斯在，自己的一血就被染血公会给拿走了。那些特殊天赋不得不防，先升到10级，这样在面对那些公会时，底气也会更足一些。林白心中打定了主意，先去练级，再回来搞定这个黄金级 BOSS。 战略性撤退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明知道不行还非得上去送死。林白深深看了一眼鲜血聚合体，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广场。黄金级 BOSS， 我要定了。林白走后没过多久，伴随着细微的空间波动，一道皎洁的身影从黑暗角落中走了出来。他环视四周后，并没有发现自己追击的目标。按照坐标提示，神器就应该在这里才对，想必是没有办法对付 BOSS， 才暂时撤退了吧。陆天沉吟道：黄金级 BOSS， 我不信你会轻易放弃。既然如此，我便在此守株待兔就是了。想到这里，陆天嘴角向上划起一抹弧度，目光中寒芒一闪而过。希望
你不会让我等太久。随后，他的身影缓缓消散，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第27章意外惊喜。白银宝箱。银松森林南部一个略显破败的房屋前，林白正在和一名 NPC 交谈着。尊贵的法师大人，一群腐皮豺狼人经常来我的农场里捣乱，我的工人们担惊受怕，根本无法工作。你能帮我清除掉他们吗？农场主 NPC 一脸愁容地看着林白。叮！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清扫豺狼人。任务：清扫豺狼人。类型：青铜级。等级：10。描述：我手下的农夫说，腐皮豺狼人在南边的一处名叫王者山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山寨。我向光明教会求救，但光明教会说他们现在无力他顾，让我暂时忍耐。任务目标：前往王者山脉，击杀30只豺狼人。任务成功奖励：1. 银币加1。2. 经验值加10000。3. 银松森林秘闻。坐标95、27。接受。林白点了点头，这个任务经验高，刚好满足自己的升级需求，而且奖励3银松森林秘闻，他有些感兴趣。直接出发了，黄金级 BOSS 还等着我呢。一路前行，林白遇见了不少顶着工会称号的玩家，都是前世比较知名的大工会，他们纷纷朝着鲜血聚合体坐标赶去。林白眼神微凝，嘴角微微向上滑起。黄金 BOSS 出现，一些大工会们终于都坐不住了。在打 BOSS 之前，这些工会应该会先打一架吧？暗自摇了摇头，林白迈步朝任务地点走去。当前位置：银松森林王者山脉。很快，林白来到了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在半山腰上有着一座造型迥异的小山寨。入口处，2只腐皮豺狼人把守在那里。腐皮豺狼人哨兵，粗糙级。类型：死灵。等级 LV10。生命值1500。法力值300。物理攻击力150。魔法攻击力100。物理防御120。魔法防御80。技能：投掷长矛，惊声尖啸。描述：阿鲁高运用某种恶魔法术和死灵法术制成了一种防腐剂，通过这些防腐剂令这些狡猾凶残的豺狼人再一次活了过来，为其效力。腐皮豺狼人伤害防御都不算太高，可一旦有豺狼人受到攻击，他们便会倾巢而出。火球术。林白凝聚了一枚小火球，射向豺狼人哨兵，他要利用豺狼人的特点快速狙怪。砰！火球炸裂，一道伤害飘起。175。咕叽叽！受到攻击，豺狼人发出一道惊呼。下一刻，4名豺狼人哨兵朝着山寨内跑去。很快，山寨内便陷入一片骚乱，越来越多的嘶吼声从里面传出来。别让我等太久啊！林白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在他手中夹杂着寒冰的龙卷风早已凝聚完毕。大约10秒后，咕叽叽叽，数不清的豺狼人争先恐后的从山寨中冲出，他们手持各类武器朝着林白杀了过来。寒冰咆哮，450，暴击，225， 225， 450，暴击。战斗提示：受到寒冰咆哮影响，豺狼人移动速度降低 20%， 有着减速影响，豺狼人的身体骤然变缓许多。而林白则一刻不停地扔出寒冰咆哮。很快，一则战斗提示响起。战斗提示：你击杀了一只腐皮豺狼人，获得经验70点，1/30。战斗提示：你击杀了一只腐皮豺狼人，获得经验70点，2/30。随着大量豺狼人死亡，林白经验条瞬间暴涨一大截。终于，伴随着最后一只豺狼人倒下，林白完成了清扫豺狼人任务。叮！清扫豺狼人任务已完成，请返回农场交付任务。交了任务就可以到10级了。林白笑了笑，目光投向世界频道。此时，世界频道热闹非凡。自从黄金级 BOSS 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直未消停过。丧钟镇染血工会与湖畔镇与世无争工会爆发冲突，与世无争败退，退出 BOSS 争夺。幻界会长永业提议，各大工会轮流出手，败退者自动退出争夺。不过各大会长都没有同意。嘿嘿，这个 BOSS 各大工会互不相让，有人出手就有人捣乱，内卷真尼玛严重啊！废话，黄金级装备啊，那可是爆一件就发了。不过我很好奇，神器去哪了？林白扫了一眼世界频道，轻轻摇了摇头。这种情况他早就有所预料。各大道场的工会为了争夺 BOSS， 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毕竟这是第一头黄金级 BOSS， 谁都想率先拿下一血。不过想要拿下 BOSS 可没那么简单，不光得仔细站位，听从指挥，还要提防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其他工会。
这就导致难度会成倍的增加。卷，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BOSS 暂时没人能拿下，我倒也无需太过着急。林白目光投向山寨，他决定进入山寨去看看，没准会有什么意外收获。想到这里，林白不再犹豫，直接迈步走进山寨。山寨里到处都是石头房屋，此时这里空荡荡的，乐无声息。林白站在山寨中央，环顾四周。很快，他发现一栋石屋后面有着一个散发淡淡光芒的华丽宝箱。哎，白银宝箱！林白眼前一亮。进入山寨本就是临时起意，没想到还真有意外惊喜，这可真是太幸运了。林白走上前去，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宝箱。叮！恭喜你获得设计图巫术长袍1，白银级。恭喜你获得装备要精利刃，白银级。恭喜你获得稀有圣物虚灵之瓶，白银级。恭喜你获得银币12枚，终极治疗药水4，异常状态解除剂3。第28章到达10级，排行榜开启。白银设计图，林白眼前一亮，目光急忙投向背包中。巫术长袍设计图，白银级，等级 LV10，物理防御加120，魔法防御加100，生命值加80，法力值加110。所需炉岩炭1200，打铁毡。描述：一次性图纸，打造后消失。舒坦。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笑意，这巫术长袍来的正是时候。他虽然没提供什么特殊效果，但经过10倍强化后，能让自己防御属性和生命值得到极大提升。这下我能做的是更多了。林白目光闪烁不定，心中在思考着下一步打算。目前黄金级 BOSS 和龙族埋尸地都已摆在眼前，就看自己如何选择了。趁着大部分公会的注意力都被黄金级 BOSS 吸引，或许我应该先去将古龙拿到手。林白思索道。黄金级 BOSS 想要攻略并不容易，他太考验团队的配合了。就以现在这些势力的默契度，没几个小时的磨合，恐怕根本拿不下。自己完全可以去荡平龙族埋尸地，再回来取黄金首杀。想到这里，林白视线快速投向背包。药金利刃，白银级，类型常见，等级 LV10，物理攻击加110，护甲穿透症10%。效果：你的近战攻击有极高几率向目标发射一枚耀光剑，造成50点火属性伤害。职业要求：战士，属性还算不错的白银常见。林白并没有什么兴趣，在他眼里这就是扔拍卖行的货色。真正让林白在意的是另一件东西，稀有圣物。林白将一个满是魔法符文的瓶状物品取出，托在手中。虚灵之瓶，白银级，类型唯一圣物，等级 LV1，唯一效果：你可以在5分钟内选择复活或死亡，冷却时间12小时。描述：死亡后，你的灵魂会被虚灵之瓶储存一段时间。珍贵的复活圣物。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这运气真是太爆棚了。要知道，神器世界中每位玩家每天只能获得1次免费复活机会，超出后会扣除自身一定4维属性作为惩罚。可有了虚灵之瓶就不同了，一旦自己突发意外死亡，完全可以快速复活，继续与人一战。这个任务做的可真是来对地方了。林白笑了笑，随手直接装备。林白目光投向四周，这里已经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该回去交任务了。大约过了半小时，林白回到了农场， NPC 正在那里翘首以盼。尊贵的法师大人，您终于回来了，想必是那些扰人的豺狼人已被您扫除了吧？农场主一脸期盼地看着林白。是的，林白点了点头。下一刻，系统提示传来，提示：恭喜你完成任务，清除豺狼人，任务奖励1万点经验值，银币1。提示刚刚落下，下一秒，一道金光从林白身上骤然爆发。叮！恭喜你升到10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当前经验5280100000。伴随着林白升到10级这一刻，就在这时，整个神器世界都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神器成为首位升至10级的玩家，获得奖励金币100。团队副本：亡灵魔窟现已开启。5人副本：哀嚎洞穴、血色屠宰场现已开启。排行榜：装备副本通关，等级现已开启。公告连刷3遍，整个神器世界的玩家都收到了这个消息。我尼玛，副本总算开了！我说怎么一直没见过副本呢？这神器还真是不得了，回回公告都是他，各大公会都被压制的死死的。嘿，压制！团队副本一开，谁敢说能压制得住公会呢？
神器一个独狼，恐怕很快就会被淹没在芸芸众生中了。楼上沙雕吧，你觉得人家神器想进公会很难吗？卧槽，你说对。银松森林幻界公会集合点，此刻永业正带领团队观看染血公会攻略鲜血聚合体。在他的建议下，到场的5大势力终于同意轮流攻略鲜血聚合体。只要染血公会败退，下一个上场的就是自家公会了。染血苍穹指挥的不错，可惜团队执行力差了点。刚刚的不邪鲜血瞬间死了20名会员，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互相分散站位。当自己小队成员有人中了苦痛之矛，其余4个人一定要快速集合，帮他分摊，分摊后立刻散开。永业有条不紊地分配着任务。就在这时，叮！世界公告，玩家神器公告响起。永业呼吸猛地一滞，眼里闪过一丝疑惑。花花是只喵小声嘀咕道：“这个神器还真是奇怪，遇见了黄金 BOSS 不打，结果跑去练级了。”话音一顿，花花是只喵转过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永业，低语道：“哥，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似乎神器知道某些内幕似的，总是处处先人一步？”永业淡淡的看了一眼花花是只喵，眼中闪过一丝意外，因为这种感觉他也有。永业转过头没有开口，他目光投向鲜血聚合体，眸光闪烁不定。哼，又装深沉。花花是只喵撇了撇小嘴。永业沉吟片刻后，淡淡的开口说道：“与神器交好，不会错的。”会不会预言里的人就是花花是只喵？刚要说出口，下一刻，一只大手直接捂住了他的小嘴。晋升有些事不能随意说出来，知道吗？永业警告道。哼，知道了。银松森林农场升到10级后，林白并没有着急离开，毕竟银松森林的秘文他还没有得到手。此时，农场主 NPC 紧张地看了一眼四周，如同做贼般将林白迎进了庄园内。在2人落座之后，农场主 NPC 再也憋不住了：“尊贵的法师大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好。林白深深地看了一眼农场主，郑重答应道：“你知道隐牙城堡的光明教会在做些什么吗？他们在研究远古之神的血肉，他们妄想研究远古之神永生的秘密。天才法师阿鲁高就是因此才逃离了隐牙城堡。”简短的几句话说完，农场主不再言语，良久后才回过神来。他看着林白，眼中充满疑惑的神色，似乎在质问林白为何他会出现在自己家中。有意思。林白笑着摇了摇头，转身走出农场。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自己一些事，确实够天才的。第29章，真是抱歉，一不小心霸榜了。从农场主家走出，林白来到一处隐秘角落，将3张白银级设计图拿在手中。开始吧。下一刻，林白打开锻造栏，对准破碎圣杯发动了昊天神锤。轰！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泛着乌光的锤形虚影骤然出现在银松森林上空。天空中金色流光游走，金色光华不断涌向破碎圣杯设计图中。轰！轰！在一次次剧烈的撞击声中，一个蓝光四溢的淡蓝色圣杯在天空中缓缓成型。轰！随着最后一次猛烈撞击，林白收到了系统提示：叮！破碎圣杯锻造成功，恭喜你获得破碎圣杯1。你失去了破碎圣杯设计图，你的破碎圣杯白银级获得额外效果净化白银级。净化。林白呼吸一滞，目光急忙看向背包。破碎圣杯白银级，部位饰品，等级 LV10， 魔法攻击加600，效果1，冷却恢复正 50%， 效果2，每秒回蓝加200。特技净化击杀怪物所掉落的物品，有极高的几率触发净化效果，物品品质加1。刺激。林白心情满是愉悦，攻击高和效果就不用说了，都摆在明面上。不过这附带的特技净化可就太强了，物品品质加1，这岂不是说自己打怪出了白银设计图，一个净化就成了黄金？呼，林白长吁了一口气。在见识到强大的净化效果后，他对接下来锻造的物品愈发期待起来。随后，林白依次打造了余下的2件白银装备。叮！恭喜你获得瑞来的冰晶戒指1，你的瑞来的冰晶戒指白银级，获得额外效果急速释放白银级。恭喜你获得巫术长袍白银级1，你的巫术长袍白银级，获得额外效果光辉之甲白银级。锻造完毕。林白带着期待的目光投向背包。巫术长袍白银级，类型护甲，等级 LV10， 物理防御加1200，
魔法防御加1000，生命值加800，法力值加1100。附加特技光辉之甲，使用后提升30米内所有队友300点防御力，效果持续10分钟。冷却 EH， 增加防御的特技。林白呢喃道：“这个特技对自己来说作用没那么大，不过要是团队作战的话，那就太强了，全部增加300点防御力，简直堪比减伤技能了。行吧，不过戴上之后我就没有急速释放特技了，火球术和寒冰咆哮就不能瞬发了。”想到这里，林白目光投向下一件物品，希望能给我点惊喜吧。瑞来的冰晶戒指，白银级，类型戒指，等级 LV10，魔法攻击加600，效果冰霜法术伤害提升100%，特效你造成的魔法攻击将使目标陷入霜冻状态，移动速度缩减30%，持续5秒。特技净化之光，白银，你所受到的控制效果缩减75%，只对白银级以下控制技能生效。解控特技，林白目光闪烁了一下，这特技其实还算不错，就是品阶稍低，只能解除白银级以下的控制。神器世界是残酷的，但也是公平的，白银级的特效自然无法越阶解除黄金级。行吧行吧，总比没有强。林白嘀咕了一句，随手将装备替换。林白呼出了角色信息 ID 神器，等级 LV10，当前经验5280-10000，职业法师，生命值1830，法力值2600，物理攻击157，魔法攻击1455，物理防御1200，魔法防御1050，冷却恢复50%，每秒回蓝加210秒，每秒回血加130秒。装备破碎圣杯，巫术长袍，瑞来的冰晶戒指，治疗宝珠，寒霜法杖。技能火球术，寒冰咆哮，闪电护盾，闪现，燃烧，雷霆万钧。特技净化光辉之甲，净化之光，抗魔，重伤，略还不错。林白笑了笑，除了物理攻击以外，其他属性已全部破千，这4维属性已经超过他前世30级的时候了。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注意到他有几条系统消息未处理。提示：恭喜你的战力位列排行榜第1，是否公开身份？提示：恭喜你的装备破碎圣杯位列排行榜第1，是否公开属性？提示：恭喜你的装备瑞来的冰晶戒指位列排行榜第2，是否公开属性？提示：恭喜你的装备巫术长袍位列排行榜第3，是否公开属性？否，这还用选？当然是直接点否了。自己这几件装备都强到逆天了，要是曝光出去，难免会引起他人觊觎。玩家林白倒是不在乎，毕竟现在能对他造成伤害的，恐怕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他真正提防的是神器世界的原住民，在没有真正无敌之前，还是得低调点。林白这边刚刚操作完毕，下一刻，所有神器世界的玩家都收到了一则提示：提示装备排行榜已更新。看到这则提示，无数玩家纷纷打开装备排行榜。第1名破碎圣杯，未公开，拥有者神器。第2名瑞来的冰晶戒指，未公开，拥有者神器。第3名巫术长袍，未公开，拥有者神器。第4名气血之刃，黄金级，拥有者神器。第5名。看到这里，所有在查看装备排行榜的玩家都沉默了。好家伙，这 TM 叫装备排行榜，这叫 TM 神器个人装备秀吧？于是乎，很多玩家都疯了。尼玛的，我就想问问，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没错，不是说玩家都是公平的吗？这 TM 叫公平？操，黄金级气血之刃都被压到第4名了，前3名装备的好到什么地步？这神器简直是不给他人活路啊！我干！世界频道一片哗然。此时，林白却没理会那些，他正在思考一件事：是先拿黄金级 BOSS 呢，还是先去秘境拿古龙呢？第30章，开启秘境，龙族埋尸地。趁着视线都被黄金级 BOSS 吸引，去秘境将古龙拿到手。林白打定了主意，以自己目前的属性，横扫龙族埋尸地基本上就是分分钟的事。毕竟龙族埋尸地秘境再强，也不过是个10级副本。林白扫了一眼世界频道，嘴角微微向上滑起。你们先争着，等我拿了古龙，再驾驭古龙杀你们个回马枪。想到这里，林白不再犹豫，直接取出回城卷撕裂。唰，蓝光一闪，林白消失在了原地。当前位置桑中镇中央泉水。林白穿过传送门，
回到了桑中镇。此时，不知是被黄金级 BOSS 吸引，或者是另有他事，偌大的桑中镇里仅有少量玩家。现在正是时候，林白低声自语道。随后，他打开背包，将一副印刻着龙骨图案的卷轴取出，径直将其撕裂。下一刻，吼9！数道震耳欲聋的龙吟声凭空传来，伴随着亢奋的龙吟，9道龙形虚影在天空中骤然出现。无比庞大的古龙虚影遮天蔽日，翱翔在桑中镇上方。桑中镇的玩家和 NPC 齐刷刷地抬头望向天空。下一刻，世界公告骤然响起。世界公告：玩家神器成功在丧钟镇开启龙族埋尸地青铜级秘境，秘境持续时间48H， 玩家可通过丧钟镇传送门进入龙族埋尸地探险。公告一连3遍的刷，瞬间震懵了众人。我靠，神器，你 TM 做个人吧！我 TM 刚花费1个多小时跑到银松森林，眼看就要见到黄金级 BOSS 长啥样了，你告诉我丧钟镇开了秘境？卧槽，谁说不是呢？真是搞不懂神器，黄金级 BOSS 不打，开个青铜秘境。我嗅到了一丝不对劲，我怎么感觉龙族埋尸地更重要呢？不然为何神器会在这个节骨眼开启？玩家们议论纷纷，一些心思敏锐的玩家更是直接在原地撕裂了回城券。幻界公会，花花是只喵看到提示，转头看向永业，轻声问道：哥，我们要回去吗？永业沉吟少许，摇了摇头，算了，神器在这个时候开启秘境，说明这个秘境里必然有他极为想要的东西。神器都想要的东西，那一定很稀有吧？不知道会是什么？花花是只喵好奇地嘀咕了一句。永业没有回话，视线径直投向鲜血聚合体。此时，广场上，燃血公会仅剩燃血苍穹一人在苦苦支撑，眼看就要凉了。该我们上场了。永业目光一闪，心中暗道：这个鲜血聚合体必须在神器出秘境前拿下。暗自下定决心，永业转过头，对着公会成员高喊道：全员准备战斗！丧钟镇。此时，9道古龙虚影缓缓下落，在降落至灵白前方时，9道古龙逐渐缩小，盘踞，渐渐形成一个传送门。透过传送门，能看到内部白茫茫一片，到处都是巨大的龙类骸骨。龙族埋尸的传送门，青铜级。描述：充满死寂的龙骨荒野，原本一片荒芜，但不知是何原因，里面似乎发生了某种异变，一些龙族活了过来，他们游荡在龙骨荒野，不让任何生灵靠近荒野中心的龙魂圣殿。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林白眼中闪过一道金芒。上一世降临初期，他不知道有多羡慕驾驭古龙翱翔的人，这一世古龙将由自己掌控。呼，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径直走进传送门。随着林白身体没入传送门，下一刻，林白进入到了一个冰雪世界，寒风呼啸，遍地冰霜。放眼向远处望去，一副副巨大的龙类骸骨冻结在寒冰中。提示：你已进入龙族埋尸地。提示：受到残缺龙魂干扰，你的魔法冷却增加 50%。提示：受到残缺龙魂干扰，你的攻击速度降低 50%。一连数道提示，正式宣告林白进入龙族埋尸地。不过林白也没在意，冷却延长 50%， 刚好和自己冷却时间相抵，对他没什么影响。真正让他在意的是中心区域那座高耸入云的龙魂圣殿。此时，龙魂圣殿上空黑云笼罩，无数黑点穿过云层，似乎正在朝着龙魂圣殿进攻。那里发生了什么？林白眼中露出一丝疑惑。上一世可未曾见过如此景象，先过去看看再说。林白打定了主意，随后他便朝着目标方向进发。不过还未走多远，林白脚下的冰层突然如同蛛网般向四周皲裂，轰！伴随着寒冰崩碎，下一刻，2头数米高的巨龙骸骨穿透冰层而出。吼2！骸骨巨龙秘境，类型亡灵，等级 LV15， 生命值10000，法力值8000，物理攻击力450 150，魔法攻击力350 150，物理防御300 100，魔法防御450 150，光环骨质坚韧，受到的近战伤害降低 20%。技能：骸骨尖刺、扫尾、瞬劈斩、灵魂烈焰。描述：受到不明原因而复活的巨龙。龙族天生魔法亲和，再加上他们坚韧的龙鳞硬甲，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生物之一。即便死亡，他们的力量也依然强大。前世光是这2头守门龙类就挡下了无数玩家。林白眼中闪过一丝追忆。上一世龙族埋尸地秘境出现，
无数玩家欢呼雀跃，进入秘境，想要捞点好处。不过没想到的是，仅仅这2头守护巨龙，便将玩家杀得片甲不留。灵魂烈焰一出，无数玩家化为飞灰。现在，你们无法阻挡我的脚步。林白迈步走上前去，直面2头巨龙。他神色淡然地看向古龙胸膛，在那里有一团熊熊燃烧的蓝色火焰，那里正是古龙的弱点。火球术，火焰元素快速凝聚，眼看火球术即将凝结完毕。下一刻，林白心中默念道：“燃烧！”伴随着技能发动，林白身体骤然被火焰包裹，暴击几率、暴击伤害瞬间提升100%。下一刻，林白随手一挥，火球术瞬间激射而出，宛如按了精确制导一般，火球术灵活地穿过骨架缝隙，射中古龙胸前的蓝色火焰。8080，弱点暴击。第31章抗拒火环，飞向林白的紫色匕首，巨额伤害数字飘起。遭受重创的那头骸骨巨龙胸膛内的蓝色火焰瞬间暗淡下去。还未等林白有所动作，下一刻，吼2，伴随着2声龙吟，2道粗壮的蓝色火柱从骸骨巨龙口中喷吐而出。灵魂烈焰，蓝色火柱径直朝着林白袭来，让人有种发自内心的寒冷，也让原本就寒冷的空气竟然有隐隐要冻结成冰的趋势。无谓的攻击，林白摇了摇头，不闪不避。骸骨巨龙的灵魂烈焰虽猛，但是根本没有办法破掉他的防御。顶着灵魂烈焰灼烧，林白迅速调动魔力。火球术，这一次他没有刻意去攻击弱点，毕竟其中一头骸骨巨龙血量不多，随便一击便能解决掉它。砰！4040，秒杀！火球炸裂，只有不足2000血的骸骨巨龙当场死亡。叮！你击杀了骸骨巨龙，获得经验450加150点。地面上叮叮声不断响起，战利品一件件掉落出来，其中最瞩目的是一本泛着黑色光芒的技能书。黑铁级，这算是开门红了。林白眼中浮现一抹笑意。秘境中会有极低几率掉落超越副本一阶的物品，想不到上来就让自己遇见了，运气不错，运气不错。就在林白感叹自己的好运气时，忽然间，一道炽烈的金光突然从他体内迸发而出，涌向散落在地的战利品。下一刻，金光一闪，地面上的战利品颜色突然一变，原本泛着青芒的装备变为黑芒，泛着黑芒的技能书刹那间变成银芒，战利品全部晋升一阶。提示：受到进化效果影响，你的战利品提升一阶。死！进化了。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就这运气，还有谁？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随后他转过头看向正用火焰灼烧自己的骸骨巨龙。哦，呼呼呼，蓝色火焰不断喷吐，林白周边都结起了厚厚冰霜，怎么感觉像是在烤串？就是温度有点低。林白微笑着调侃道，随后他心念一动，直接凝聚技能。不过此时燃烧的持续时间临近结束，已经来不及让他攻击弱点。火球术4040，暴击！伴随着火球术炸裂，骸骨巨龙血量骤减一大截。与此同时，林白周身的火焰消失不见，燃烧的增益效果结束了。不能秒射，缺乏了很多快感啊！林白感叹了一句。想拥有高超的防御，就必须要暂时舍弃掉速射的快感。看来回头应该好好逛逛拍卖行，多搞点设计图，把装备效果充盈起来才行。林白思索道。不过他手中却没有丝毫停歇，一道道雷霆之力缓缓地在他手中凝聚。10秒后，林白的右手亮起璀璨雷光，没有犹豫，直接将技能发射。雷霆万钧！轰！雷霆之声炸裂，璀璨的雷芒径直袭向骸骨巨龙胸口。4820，弱点暴击。由于骸骨巨龙属于亡灵生物，并没有疼痛感官，要害受到如此强力攻击也没什么反应，依旧无所畏惧地朝着林白喷吐火焰。此时，骸骨巨龙几乎贴在了林白头顶，胸膛处的弱点大开。见此，林白自然不会跟他客气，手中再度跳出一枚火球术，随手直接一甩，砰！2018，弱点。火球术落在骸骨巨龙胸膛，将其血条清空。叮！你击杀了骸骨巨龙，获得经验450加150点。巨龙倒地，战利品洒落在地面。不过这一次却没有触发净化效果。林白走上前去，将掉落物尽数拾起。叮！恭喜你获得技能书抗拒火环白银级。恭喜你获得装备腐化龙鳞黑铁级。恭喜你获得
武器腐化龙牙黑铁级，恭喜你获得银币12枚，终极治疗药水4，异常状态解除剂3。提示接连响起。林白笑了笑，目光投向背包。抗拒火环，类型技能书，效果将5米范围内低于自身等级的目标击飞并推向远方，冷却30秒，消耗200 MP。不错，林白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这个技能很实用的，是一个不错的防御技能，能将威胁到自己的目标击飞并推向远方，对付近战职业十分好用。叮！恭喜你习得技能抗拒火环。林白两手一拍，将技能学习。还未等他查看另外2件物品，就在这时，一大群玩家涌入了龙族埋尸地。不过当他们看到林白的背影后，纷纷停下了脚步，驻足不前。咕咚，神器堵在门口，不会是想给我们一网打尽吧？操，别 TM 瞎说，打游戏开始到现在，从未听说过神器主动攻击过别人。就是在诋毁我偶像，信不信我直接强人锁难？锁他？你锁完了我锁。玩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现场有些混乱。来得还挺快的，林白脸上露出一抹笑容。秘境这东西比较稀少，只要稍加探索，其收益就要比野外强很多倍。与其想要去捡漏黄金级 BOSS， 在各大公会虎口中拔牙，不如来秘境里找寻机缘。过会涌入的人群恐怕会更多，我得抓紧时间了。林白暗自沉吟道，脚步刚刚迈出，就在这时，林白身后不远处，空间忽然产生一丝波动。下一刻，一把暗紫色的匕首突然凭空出现，向着林白急速投掷而来。与此同时，林白目光一凝，感受到了身后的空间波动。闪现，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发动了闪现技能。要知道，无论在现实还是游戏世界，在任何时候把背部暴露给敌人都是致命的，他自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唰，黄光一闪，林白出现在30米外。他快速转过头，看向方才所站立的位置。此时，那把暗紫色匕首由于没有命中目标，在飞行一段距离后消散在半空中。影石，林白眼睛突然收缩，这个技能他认识，上一世鼎鼎大名的神级刺客陆天者招牌起手技能秘技影石。林白谨慎地望向四周，暗道：这个陆天竟然这么快就解锁了隐藏职业。第32章自信及巅峰。秘境龙族埋尸地。从暗紫色匕首出现到林白闪现躲避，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林白双目环视四周，暗自沉吟道：染血陆天，前世是染血公会的顶级刺客，职业为白银级隐藏职业暗影追猎者。没记错的话，只要被那柄暗紫色匕首命中，目标就会受到5秒眩晕效果。到了那个时候，陆天就会现出身形，对目标发起一连串致命打击。想到这里，林白心中暗道：不知道染血陆天解锁了几个天赋技能。隐藏职业不光属性上全方位碾压普通职业，最关键的是隐藏职业会让玩家解锁额外天赋数。获得隐藏职业的玩家每提升3级便会获得1点天赋点，用于点亮天赋树上的各种强力天赋。暗影追猎者是白银级隐藏职业，如果只是点亮了前2排，那陆天对我的威胁几乎为0。此时林白虽然神情自若，不过心中却暗自警惕，但陆天如果点亮了第3排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可不是闹着玩的。白银级隐藏职业的天赋数效果虽然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前2排天赋是增加技能伤害或者附带额外特殊效果，从第3排天赋开始，便可以让自己的攻击按一定百分比转化为真实伤害。看来此件事了，我也得尽快去取得隐藏职业了。林白暗自沉吟道：隐藏职业这东西就那么些，要是被人捷足先登，那可真是欲哭无泪。不过林白也没那么着急，自己要获得的隐藏职业品阶很高，获取难度比陆天的暗影追猎者要高很多倍。就当前这个阶段，除了自己，根本没人能得到。此时林白站稳身形，没有妄动，毕竟他摸不准陆天的路子。而一旁的吃瓜群众却待不住了：你们看到了吗？刚才竟然有人要干神器。看到了，不过这过去有10几秒了吧？怎么没见那刺客2次出手呢？再不出手，神器闪现又好了。这你就不懂了吧？刺客这东西讲究的是一击必杀，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擅自出手的。董王说的没错，现身的刺客不可怕，可怕的是隐匿在附近的，因为你根本无法预料他会在什么时候出手。就当吃瓜群众在一旁喋喋不休时，一道黑影悄无声息的突然出现，他斜靠在林白身旁不远处的巨大骨架上，轻轻擦拭着匕首，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挂在嘴角。神器是吧？
陆天居高临下的问道。林白神色怪异的转过头，有些无语。这 TM 不废话吗？你不知道我是谁，就拿匕首捅我。此时，林白真想说一句你好沙雕。就当林白转过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时，陆天的声音又从林白背后突然传来：给你个机会，加入染血。陆天把玩着紫色匕首，脸色淡然的说道。呵呵，林白笑容挂在脸上，头也不回的说道：如果我说不呢？这种剧情虽然狗血，却是那么的让人熟悉。下一句是不是要说，如果不加入染血就杀了我？林白摇头笑了笑，这老套的威逼剧情就不能换吗？或者拿美色诱惑诱惑我也好呀，我很好诱惑的呀。嗨嗨，算你聪明，如果你加入染血，给你个副会长当当也未尝不可。如果你拒绝，那咱们只好新仇旧怨一起算了。陆天的声音飘忽不定，从不同方位传来。旧怨我知道，不过我很好奇新仇是什么？林白疑惑地问道。这段期间自己似乎没与染血发生冲突吧？没找他们算账就不错了，还整出来新仇来了。闻言，陆天瞬间恼火，我凭什么要满足你的好奇心？想起这件事，他就觉得难受。这神器 TMD 太狡诈，召唤了黄金级 BOSS 就跑了，害得自己在那里白白等了好久好久，耽误自己时间，让自己白等。这不叫新仇，叫什么？不过好在这件事没人知道，要不然会让自己看起来很悍。做出你的选择吧。陆天神色渐渐不耐烦，大意之下晚了1秒才变换方向。不过也因这1秒，他的等级一下子暴露在了林白视野中。染血陆天 LV6， 才6级就来找我麻烦，真是有够自信的。林白神色略显怪异，在刚刚的对话中，被他激怒的陆天露出了破绽，没有及时的变换位置，结果等级被他看到了。一个6级的隐藏职业，不过就解锁了第2排天赋，自己就站在那里让他砍都不会掉血，还跟他费什么劲？走了，拿古龙去了。你……陆天看向林白远去的背影，神色猛地怔住，随后他怒了，竟然敢小瞧我！秘技隐匿，呜的一声，陆天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林白忽然察觉到身后的空间传来一阵波动，下一刻，暗紫色匕首却突然出现在林白前方，直奔林白面门。秘技饮食。不过这一次，林白却对近在咫尺的匕首视如空气，丝毫都没有停下的意思。此情此景，让围观的玩家发出一阵惊呼：神器大佬，快躲呀！卧槽，神器这么自大吗？匕首都要扎脸上了，还这么淡定？可恶，被他装到了！如此嚣张，等你中了我的秘技饮食，看你怎么死！陆天隐匿在不远处，恶狠狠地说道。繁星提供的情报中说，神器拥有145点物理防御力，但对于自己来说，这点防御力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他第1排天赋选择的是削减目标防御天赋，每一刀都会削弱目标20点防御力，最多能叠加10层。一旦防御被削减，10级又如何？不就是1000多生命值的脆皮法师吗？几刀就能刮死？死吧，神器！这就是你招惹染血公会，招惹我的代价！陆天脸上的笑容逐渐狰狞。下一秒，在众目睽睽之下，暗紫色匕首扎在了林白身上。当！伴随着一声脆响，暗紫色匕首掉落在地上。与此同时，一道极为醒目的红色数字出现在众人视线中。负0。第33章瞬杀陆天，防卫任务触发。叮！战斗提示：你遭受到染血陆天的攻击，反击不增加罪恶。战斗提示：受到秘技饮食的影响，你被眩晕5秒。战斗提示：净化之光生效，你的眩晕效果缩短为 1.25 秒。一连串提示响起，林白根本不为所动。就在这时，陆天的身影出现了，只见他反握匕首，快速的朝着林白划来。赤灵，赤灵，赤灵，一连数刀，刀刀命中林白。战斗提示再度响起，战斗提示：你受到破甲效果影响，物理防御力降低20点。战斗提示：你受到破甲效果影响，物理防御力降低20点。战斗提示：你受到破甲效果影响，物理防御力降低20点。就在这时，陆天所造成的眩晕效果消失，林白恢复了行动力。他神色淡然地看向陆天，淡淡的说道：就这么快就解除了眩晕？陆天脸上浮现一抹惊讶，随后沉声道：看来你有抗眩晕装备，可惜你没机会了。自己一连串攻击
已经将神器的防御属性削减为负数，接下来的一击足以要了神器的命。秘技暗袭！陆天一声低吼，身体化为一道虚影，急速朝着林白袭去。死！寒芒一闪，陆天唰的一声出现在林白身后，两人背对而立。陆天收起短笔，淡淡的说道：“安息吧。”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伤害数字再度飘起。0？怎么可能？陆天脸上神情骤然凝固，繁星给自己的情报竟然是错的。秘技隐匿！陆天刹那间反应过来，急忙施展前行技能。就在前行逐渐生效，他刚刚松了一口气时，忽然，陆天感觉到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还未等他回过神来，下一刻，一个燃烧着的火球在他的瞳孔里越放越大。陆天倒飞在半空，心中暗道：神器230点魔法攻击，这枚火，砰！1398，火花四射，陆天的尸体掉落在地上。叮！你在正当防卫状态下击杀了染血陆天。林白走上前来，将染血陆天掉落的物品尽数拾起。叮！恭喜你获得武器猩红短笔，白银级。恭喜你获得装备暗影皮铠，白银级。恭喜你获得武器虐杀手套，白银级。恭喜你获得。这家伙还挺富裕。林白满脸笑意地称赞道：“上一波送货的是染血苍穹，这一波是染血陆天，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是两兄弟一起来送？怎么感觉我自己才是反派？”林白笑了笑，随后他转身朝着龙魂圣殿方向走去。现场只留下一具死尸和一脸懵逼的玩家们。不是说好的隐藏职业呢？就这，看来这隐藏职业也不怎么样嘛。垃圾，真是垃圾。林白一路横推前行，很快便来到了龙魂圣殿不远处。此时，龙魂圣殿上方黑云笼罩，无数黑影穿透云层降临。这些黑影形态各异，浑身长满触手，正在和骸骨巨龙激烈的厮杀着。不过触手怪物拥有极强的缠绕能力，时不时就有骸骨巨龙被无数触手缠绕，从空中坠落下去。当骸骨巨龙全部战败，就是群体任务触发之时。到了那个时候，击杀触手怪物最多的玩家就可以获得龙魂圣殿的最高奖励。林白目光闪烁不定，静静等待着任务触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在林白思考要不要去帮黑暗生物一把时，天空中最后一条骸骨巨龙轰然坠向地面。与此同时，所有进入龙族埋尸地秘境的玩家齐刷刷地收到了系统提示：防卫任务，任务目标：帮助龙魂圣殿击退督军佐诺兹。任务描述：督军佐诺兹正在破坏龙魂圣殿根基，如果龙魂圣殿被他破坏，镇压在龙魂圣殿下方的远古之神左眼将脱困而出。任务奖励，是否接受？林白目光一凝，之前在进入龙族埋尸地的时候，他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原本这个任务只要帮助龙族抵御黑暗生物入侵即可，现在竟然需要击杀督军佐诺兹，任务难度不一般的大呀！林白暗自沉吟道。没记错的话，督军佐诺兹血量超过2个亿，攻击更是高达5000W，这根本不是自己目前能够对付的。不过就这么的放弃，还真是有些不甘心。或许一切还有转机。接了，林白沉吟片刻，直接接受。毕竟风险越大，机遇也就越大。不搏一搏，谁知道会不会单车变摩托？伴随着林白点头，下一刻，原本是冰雪世界的龙族埋尸地骤然变成一片漆黑。天空之上，一头金色巨龙正在和一只浑身满是触手的怪物交战着。与此同时，一道沧桑古老的声音响彻在林白耳边：无知魂力可阻挡佐诺兹片刻，在此之前，你要尽最大可能击杀来犯生物。触须怪物死亡，无便可以吸取力量，击退佐诺兹。若失败，整个龙眠之地将会彻底崩碎。伴随着提示音落下，一个空荡荡的进度条映入林白的视线中：聚集魂力。提示：击杀触须生物，为远古龙王补充魂力。提示：当前剩余时间10分钟。任务接受完毕，计时正式开始。林白目光投向远方，此时骸骨巨龙已被尽数消灭，无数触须怪物朝着进入秘境的玩家涌来。触须怪物遮天蔽日，玩家们自发组起队伍抵抗。与此同时，数头满身触手的怪物从天而降，朝着林白扑来。畸形触手怪，青铜级，等级 LV10，生命值6000，法力值5000，物理攻击力200，魔法攻击力175，防御80。技能触须缠绕，发动触手攻击目标，
使目标受到100加物理攻击伤害，并缠绕对方10秒。吸食鲜血，触手缠绕目标后，每秒吸收目标10点生命值，无视20%护甲。触手怪有着很强的控制技能，一旦被缠绕住，就会被控到怀疑人生。赤，数根如同鱿鱼般的触手同时朝着林白缠绕而来。见状，林白笑了笑，心念一动，一道闪烁着电芒的蓝色护盾骤然出现。看我电不电你就完了。第34章快速击杀，异变突发。林白刚刚开启闪电护盾，下一刻10数道触手快速朝着他缠绕过来。此时林白的视线几乎被触手全部遮挡，他没有丝毫慌张，而是快速调动魔力，冰霜之力快速凝聚。就在这时，触手怪的攻击到达了。下一刻10数道闪电骤然从天而降，瞬间击中触手怪。轰！负242，负242，负242，伤害数字飘起，触手怪们被电得灰头土脸，连连倒退。就在他们想继续朝着林白攻来时，一道夹杂着无尽冰霜的小型旋风骤然爆发。呜！寒冰咆哮落在触手怪物群，锋锐的冰刺四射，将林白前方的触手怪全部覆盖。负1425，负2850，暴击！负1425，负1425。寒风呼啸，成片成片的数字爆发出来，畸形触手怪被席卷成一块块碎肉。叮！恭喜你击杀了一头触手怪，当前魂力1%。叮！恭喜你击杀了一头触手怪，当前魂力2%。叮！随着10数只触手怪被击杀，林白眼前的魂力条瞬间暴涨至10%。与此同时，吼！天空中的金色巨龙发出一道亢奋的龙吟。下一刻，一道道黑色灵魂从触手怪尸身上飘起，它们化为黑烟，被吸附到空中，尽数涌入巨龙躯体。天空中，金色巨龙眼中满是冷漠。佐诺兹，直面你的失败吧！话落，金色巨龙猛然张开大口，汹涌澎湃的魔法力量快速汇聚。下一刻，炽热的金色龙炎从巨龙口中喷射出来，径直贯穿了督军佐诺兹的躯干。负2000万！嗷！受到重创，佐诺兹惨叫了一声。他那坚不可摧的肉体被金色龙炎灼烧出一个大洞，黑色血液如同喷泉一般从伤口中射向四面八方。你做得不错。金色巨龙朝着林白点点头，随后他继续传音道：佐诺兹不会轻易退却，继续击杀黑暗生物，帮助我吸取魂力。好。林白点了点头，目光投向漫天的触手怪物，开始狩猎吧。与林白的击杀速度相比，其余的丧钟镇玩家就显得吃力许多。在看到林白一个寒冰咆哮就杀了一大片触手怪后，他们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神器大佬的攻击力都破1000了，难怪这么猛。你没看之前呢，一个火球术打出了1400点伤害。嗨，要是神器大佬能带带我就好了，他那么强，应该不会介意吧？众玩家议论之间，林白已经只身扎入了怪物堆，有着闪电护盾的自动反击，他根本不在乎袭向自己的触手。此时林白的想法很简单，自己这么抗打，根本无需和触手怪废话，多赢点触手怪，直接一波 A 就完事了。毕竟时间就是金钱，一路狂饮，触手怪越聚越多，黑压压的一大片。他们愤怒地嘶吼着，但却拿林白没有丝毫办法。天空上，金色巨龙冷漠的眼神中闪过一道异色，这弱小的人类竟然如此胆大，不怕死吗？金色巨龙淡漠地看了一眼林白后便收回了目光，眼下他得专心抵抗佐诺兹的进攻。闪现！林白闪现不断祭出，将散落在龙魂圣殿周围的触手怪尽数引走。其他玩家在见到这一幕后，吓得赶紧四散奔逃，谁也不敢出手抢怪。此时触手怪的仇恨虽然在林白身上，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攻击将仇恨稳固。一旦有其他玩家出手攻击，那触手怪的仇恨将会瞬间转移。这么多的触手怪，他们可顶不住，谁上谁死。不过这些玩家也没闲着，而是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快速传递向外界。闪现！唰！一个闪现过后，林白停下了脚步，他望着黑压压的触手怪，沉吟道：应该差不多了。此时除了正在被其他玩家攻击的触手怪，其余的怪物被自己尽数引了过来。这一波过后，佐诺兹不死也得残废。短暂的吟唱过后，林白直接祭出技能寒冰咆哮，负1425，负2850，暴击，负1425，负2850，暴击。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炸裂的伤害数字。
仅仅片刻，林白的魂力进度条猛然暴涨至 98%。天空中，金色巨龙心生感应，如此澎湃的灵魂之力让他心中激荡不已。吼！一连8道金色龙炎射出，1亿6千万，伴随着巨额伤害，督军佐诺兹被射得千疮百孔，连他那布满恶心虫子的脸都被金色火焰烧尽了一半。他痛苦地哀嚎着，在恶狠狠地看了一眼金色巨龙后，佐诺兹猛地将巨爪刺向心口，噗嗤，巨爪深入胸膛，10数滴漆黑如墨、带着阵阵威压的血液出现在佐诺兹手中。他猛地抬起头，对着龙魂圣殿嘶吼道：“醒来吧，无主！”佐诺兹巨爪一挥，10数滴黑血瞬间消失不见。当他们再度出现时，已经尽数融进了龙魂圣殿当中。而此时，督军佐诺兹似乎因为黑血离体，他轰隆一声倒在地上，眼神望向龙魂圣殿，随后逐渐的暗淡下去。伴随着佐诺兹倒地，系统提示忽然响起：叮！督军佐诺兹死亡，防卫任务成功，即将开始进行结算。秘境通关用时15分23秒，贡献值第1，神器 98%， 贡献值第2，召唤万岁 1%。与此同时，林白收到了额外提示：恭喜你位列贡献值第1，恭喜你获得龙族的赠礼1。东西到手，林白眼前一亮。不过此时还不是查看的时候，因为那看起来无比坚固的龙魂圣殿竟然在剧烈的颤抖着，一道道巨大的裂痕不断出现，似乎下一刻龙魂圣殿就会崩塌一般。见此情景，天空中金色巨龙眼中浮现一抹惊骇，随后他眼神中涌现出一丝决绝，绝不能让他冲破龙魂圣殿。献祭龙灵之魂第35章远古之神竟然是他的爸爸。随着金色巨龙一声低吼，一道道璀璨的金色流光从他的躯干内迸发出来，金色巨龙从头到尾一点点分崩瓦解。下一刻，璀璨的金色流光交织成一道道金色符文涌向龙魂圣殿，柔和的金色光芒将圣殿包裹。原本要坍塌的龙魂圣殿在金色符文的护佑下不再坍塌，裂缝缓缓修复，似乎一切正在归于平静。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林白暗道。在得到奖励的那一刻，他便想退出秘境，但他发现秘境的选项竟然是灰色的，这就意味着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就结束。想到这里，林白发动技能远离了龙魂圣殿。谁知道龙魂圣殿会不会突然就炸了？他可不想被不明 AOE 给玩死。一连几次闪烁，林白来到龙族埋尸地边缘，他站稳身形，目光眺望着远处的龙魂圣殿。此时龙魂圣殿正在慢慢趋于平静，不过林白摸不准这到底是不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一切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就在这时，林白发现原本上下均匀、美轮美奂的龙魂圣殿竟然在缓缓膨胀，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殿而出一般。下一刻，轰！伴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整个龙族埋尸地剧烈的摇晃起来，地面龟裂，大片大片的土地塌陷。轰！伴随着一声巨响，龙魂圣殿骤然倒塌，无比强横的威压横扫四方，原本晴朗的天空更是瞬间化为一片血红。冲破了封印吗？林白眼神突然一凝，这种突发情况已经超乎了他的预料。按照前世的发展轨迹，远古之神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才对。就在这时，一颗硕大的眼球从地面冲天起，浮在了半空中。他竖立的瞳孔扫向四方，似乎在找寻着什么。此情此景，让一众进入秘境的玩家大开眼界。卧槽，这大眼珠子！可惜没有录像设备。尼玛的，还不快跑！刚刚那下爆炸，死了多少人没看到吗？不知道这是啥怪物的眼珠子，也忒大了点吧？怎么感觉他在找什么东西？看我的眼神怎么色眯眯的？就在这时，天空中的巨眼似乎发现了什么一般，他快速朝着秘境边缘飞去。靠！怎么朝我飞过来了？林白暗骂一声，这可是远古之神的眼球子，一不小心就会出人命的，怎么就给他盯上了？难道是因为自己长得帅？就在林白暗自腹诽的时候，那颗远古之神左眼竟然在自己身前不远处停了下来。不知道为何，他威压尽散，竖立的眼球竟然露出一丝柔和。没错，就是柔和。林白，有什么事吗？林白尝试着问道。不过话刚一出口，林白便后悔了，这可是眼珠子，哪里会说话？就在这时，眼球看向林白的目光愈发柔和起来。下一刻，一道柔和的红色光芒从眼球中射了出来。很快，一幅如同镜子般的画面
浮现在林白眼前。画面中，一名红发的女子和一名白发的男子相互拥簇着，他们望着怀中的婴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起来很是温馨。就在这时，画面一转，红发女子将一柄利刃刺入了男人的胸膛，在将他的心脏掏出后，女子开启了空间之门，转身消失得无影无踪。下一刻，一名白发小女孩跪倒在男子旁边，哭得撕心裂肺。良久之后，一群身穿乳白色长袍、手握金色权杖的人出现了。他们在施展圣光法术后，将男人的尸体带走了，似乎要将其安葬。就在这时，画面再度崩碎，红发女子出现，她望着男人的尸体，在低声呢喃着什么。随后，她将男人的尸体肢解了，在将其埋葬在各处后，还施展出16道魔法锁链，将其牢牢封印。至此，画面结束，红色镜面一闪而逝。此时，林白回过神来，对着眼球轻声说道：“画面中的小女孩是叫萨菲罗斯吗？”远古之神的眼球在虚空中跳动了数下，如同在点头一般。至此，林白悟了，前世的谜团一下子就解开了。萨菲罗斯为何被光明教会通缉？他又为何会扫平桑中镇？原来远古之神居然是他的父亲。萨菲罗斯竟然流淌着古神之血。一时间，林白陷入了沉思当中。他意识到自己似乎在逐渐揭开某些真相。所以，你是想让我帮助你找到他？林白尝试着问道。眼球再度蹦跶了2下。下一刻，一道红芒射出，落在林白手中后，变成了一封红色信件。提示：将此信件交给萨菲罗斯，将会改变游戏进程。看到这里，林白目光闪烁一抹异色。没猜错的话，这封信一旦交到萨菲罗斯手里，那他将会直接黑化，直接扫平桑中镇。不行，眼下自己还不够强大，一旦桑中镇别毁，这对自己的计划会有很大影响。而且游戏进程加快，很多事都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不能让这种脱离掌控的事情发生。林白暗自沉吟片刻，随后他抬头对着远古之神左眼说道：“我会把这封信交给萨菲罗斯的。”远古之神左眼疯狂跳动着，似乎在感激着林白。下一刻，远古之神左眼径直朝着龙魂圣殿飞去。在林白的注视下，龙魂圣殿逐渐恢复如初，仿佛之前的事情只是在做梦一般。随后，远古之神左眼在冲林白点了点头后，径直投入了龙魂圣殿。有意思，林白看着手中的红色信件，摇头笑了笑。这封信可是个烫手山芋，信我会给的，至于什么时候给，那就是我说的算了。林白心中暗道。此时，随着远古之神左眼沉入龙魂圣殿，林白发现自己已经可以自行离开秘境了，是时候离开了。话落，林白径直选择了退出副本。丧钟镇，林白随着一众玩家一起传出了副本。先看看奖励。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龙族的赠礼，数量1，描述：只有对龙族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会得到。开启后，你可以任选3件物品作为奖励。咕噜，终于到手了！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随手将宝箱开启，金光四射，耀眼非凡。一连串的物品信息浮现在林白眼前。技能书：召唤古龙，青铜级；技能书：焚烧，青铜级；装备：龙鳞战铠，青铜级；装备：梦类宝珠，青铜级；武器：裂窗心灵之刃，青铜级；武器。嚯！望着琳琅满目的各种信息，林白心情非常愉悦。既然古龙是可以进阶的，那是不是代表着其他物品也是可进阶的呢？林白随手选中一件装备，查看了起来。裂窗心灵之刃，青铜级，类型可进阶武器。下一阶段黑铁级，所需经验0100000，物理攻击65，魔法攻击45，特效：攻击敌人时有极低几率让目标损失最大生命值的1%。略，果然如此。林白心情愈发喜悦，这岂不是意味着自己将拥有3件可进阶的东西？那我就不客气了，先看看有没有设计图。林白两眼放光地说道。古龙是必不可少的，其余2样自然也得细细挑选。很快，林白便找到了自己所想要的物品。叮！恭喜你获得武器设计图纳特拉的龙鳞魔杖，青铜级。恭喜你获得技能召唤古龙，青铜级。恭喜你获得技能元气弹，青铜级。第36章，惊人收获！召唤古龙，纳特拉的龙鳞魔杖设计图，青铜级，类型可进阶武器。下一阶段黑铁级，所需经验0100000，
等级 LV10，物理攻击20，魔法攻击50，效果火系魔法伤害提高 5%。特效释放技能时，有极低的几率对目标发射龙炎吐息，对目标造成1+魔法攻击力的伤害，并使目标护甲陷入融化状态。融化每秒损失 1% 护甲值，持续20秒。职业要求：法师、牧师。描述：武器大师纳特拉，呕心沥血所设计的图纸拥有可进阶特性，当前锻造所需炉岩碳200，打铁毡。林白在第一眼看到这把法杖的时候，就直接选定了它，效果和特效都非常不错。融化护甲和火焰魔法伤害提高都是非常实用的属性，用经验进阶后，再用昊天神锤强化打造，这根法杖恐怕会瞬间成为装备排行榜第1位。不过可惜的是，自己目前没有多余的经验让其进阶，毕竟他接下来的主要目标是去获取隐藏职业，没有等级支撑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跨过无尽之海。想到这里，林白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转而投向第2件物品——元气弹青铜级。类型：可进阶技能。下一阶段：黑铁级。所需经验0，10000。等级 LV10。效果：锁定目标，发出一击强力元气弹，命中后对5米范围内敌人造50+魔法攻击力，点法术伤害。目标每损失 1%， 最大生命值就会增加 2% 伤害。如果成功斩杀敌人，则立刻返还 80% 元气弹的冷却时间。元气弹飞行过程中碰撞到任何目标，都将会触发同等伤害，并将其击飞5秒。消耗500点 MP， 冷却时间60秒，蓄力时间3秒。刚刚林白在看到这本技能书的时候，也不由得惊讶了一下，这可是强力斩杀技能，稀有的很。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给 BOSS 致命一击。众所周知，某些大公会在开荒 BOSS 时压力都非常的大，即便是 BOSS 血量低至 0% 的时候，都极有可能翻车，导致痛失首杀。可一旦有了这个技能，那就不一样了。即便你是操作弱、意识弱、身子骨弱，哪都弱，你都可以进入主力开荒团。只要你能在最后关头将斩杀技能放出来，你就是整个公会的大功臣。在那些公会眼里，这技能恐怕比召唤古龙都要珍贵吧。林白笑了笑，随后他两手一拍，直接将技能学习。叮！恭喜你习得技能元气弹。技能书学了之后也能进阶。设计图他摸不准，没有轻举妄动将设计图学习。要是学了设计图不能升级，那可就亏大发了，还是扔在背包里稳妥。随后林白将目光投向了最后一本技能书——召唤古龙。召唤古龙青铜级。类型：可进阶技能。下一阶段：黑铁级。所需经验0，10000。等级 LV10。当前效果：召唤一条强大的古龙，拥有 10% 自身属性，为你而战。你所处的地方骸骨包含各种尸体，越多，你的古龙便越是强大。每具骸骨将为你的古龙提高 1% 属性，最高提升 100%。消耗1000点 MP， 冷却时间4小时，召唤所需时间30秒，古龙存在时间1小时。终于到手了，林白目光里充斥着喜悦。在这个跑断腿的时代，古龙的存在会让他省去很多赶路时间，而且自己想要获取的隐藏职业就在那浩瀚的无尽之海中，没有飞行坐骑根本无法到达，真是太缺经验值了。林白叹息道。虽然古龙目前只拥有 10% 的自身属性，但那也是因为他还是黑铁级的关系。等有了经验值，让古龙的品阶进阶，到了那时，召唤出的古龙也将会更强。骸骨越多，召唤的古龙越强。林白思索着，将目光投向了桑中镇外的墓地。说起骸骨，哪里会有墓地多呢？去墓地。桑中镇墓地，这里充斥着死寂阴森，不经意间还有隐隐蓝火在那里四处飘荡，看起来很是瘆人。不过这里会刷新许多一级僵尸，许多新到神器世界的玩家聚集在这里杀怪做任务。这破地方阴森森的，不会让我不孕不育吧？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宅在家里看王指导跳舞呢。一名胖胖的战士劈飞眼前的僵尸，抬头抱怨道：卧槽，朴老师，你觉得一群女人扭啊扭的就会那几个动作不无聊吗？队伍里目视我的哑巴新娘投来鄙夷的眼神。你懂什么叫摄人心魄吗？你那么拼，应该是不懂。胖战士反击道：还是好好杀怪吧，我们虽然晚来了一天，但好歹也都是职业选手，想追上昨天就进游戏的家伙应该很容易。有道理，就凭我们几个的实力，以后鬼刀一开，分分钟碾压神器。战士肌肉经纶神色坚定地说道。就在这时，一道看起来有些孤单的身影
从墓的大门走了进来。卧槽！卧槽！你们快看，那不是神器吗？我的哑巴新娘大声喊道。周老妹，你能不能别说话？不就是神器吗？有什么大呼小叫的？此时，林白来到了墓地内，他环顾四周，发现不少人正在看着自己，似乎在议论着什么。直接无视。随后，林白来到了一个无人角落，心中暗道：虽然不知道会吸收多少范围的骸骨，在这里应该差不多。下一刻，林白伸出右手，只见他五指张开，放在了地面上。出来吧，古龙！伴随着魔力涌动，林白直接发动技能，召唤古龙。下一刻，一道道淡蓝色的灵魂之力从各个墓穴中疯狂涌出，汇聚在了林白的右手上。伴随着灵魂之力不断聚集，一个超大的六芒星阵在林白脚下出现，无数晦涩难懂的淡蓝色符文随着六芒星冲天起，蓝光耀眼，照亮整个丧钟镇墓地，任谁都能看出来林白正在施展着强力魔法。此时，墓地内的玩家呆滞在原地，他们略带恐慌地望着蓝色光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伴随着恐怖的威压，一道充满威严、让人震耳欲聋的龙吟声从六芒星阵传了出来。好，第37章古龙横空，染血工会准备迎战。伴随着恐怖的威压降临，30秒后，一只完全由骨骼铸成的巨大骨爪从六芒星阵探了出来。下一刻，在周围玩家惊恐的眼神中，一颗狰狞无比的巨大龙头蓦然出现，熊熊蓝焰在它空洞的眼眶中疯狂燃烧着，炽热的高温似乎能焚尽一切。好！伴随着一声龙吟，淡蓝色的波纹横扫八方。下一刻，古龙挥动着一对巨大的古翼走出了六芒星阵。与此同时，让人难以喘息的压抑气息瞬间爆发。在场的所有玩家都收到了这样一则提示：提示受到古龙神器召唤物的影响，你的移动速度降低 100%， 持续30秒。此时，距离林白稍远的玩家还好，只是被恐怖的音波击飞数米便稳住了身形，而距离林白稍近的朴老师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古龙在迈出传送阵的那一刻，恐怖的龙威把他们狠狠地压倒在地，身上仿佛被施加了10数倍重力一般，根本动弹不得。卧槽！龙，竟然是龙！龙个屁，我都要被压成肉饼子了，绷不住了，快走，开轨道离开这里！神器大佬，能不能快把你的古龙弄走？我朴某愿意贡献出我的8号技师。此时才过仅2秒钟而已，他们就已经遭不住了，实在是因为古龙的威压太过刚猛，让人难以喘息，那感觉就仿佛被10几名大汉给压了一般。原来是这几位。林白笑了笑，这几位都是现实世界有名的职业选手，没想到他们也来了。想到这里，林白心思流转，暗道如今的进度比前世快了许多倍，看来一些计划得尽快实施起来了。如今自己古龙在手，昊天神锤还差2张白银设计图就可以进阶解锁100倍增幅，如此效率比前世不知道快了多少倍。等我把该解决的事情解决掉，就可以去拿隐藏职业了。林白暗自沉吟道。随后，林白没有犹豫，他命令古龙低下头颅，直接乘坐了上去。走！伴随着林白一声令下，古龙巨大的古翼同时挥动起来，呼呼，沙暴卷起，整个墓地一片狼藉。下一刻，古龙冲天起，带着林白飞向高空，直到古龙远去，朴老师等人才颇为狼狈地站起身。他们望着天空中远去的黑点，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这才叫摄人心魄。王指导与他一比，简直弱爆了。朴老师赞叹不已：卧槽啊，我发现神器超帅的，简直就是我心中的龙骑士。你不说话，或许有机会接触神器，可惜这个世界没有直播，要不然这一幕绝对值50个超火。说到这里，朴老师目光中闪过一丝坚定，心中暗道：我也一定要弄头龙骑一骑。丧钟阵，古龙飞掠过丧钟阵，带起一大片阴影。无数玩家好奇地抬头望去，下一刻，议论声接连响起：卧槽，那是什么？我尼玛，这不是古龙吗？和魔兽世界中的浴血冰霜征服者好像啊！哈哈哈哈，好帅！哦，我怎么感觉古龙上面是神器大佬？你特么就认识神器？真的是神器！我的天赋是超能视觉，能透过表面看清本质。卧槽，兄弟，你这个天赋我实名制想要！古龙的出现让丧钟阵瞬间炸锅，无数玩家纷纷抬头望向天空，眼中露出羡慕的神色。与此同时，神器大佬驾驭古龙飞越丧钟阵的事，以极快的速度传递向各方势力。
银松森林坐标17、92。黄金级 BOSS 鲜血聚合体剩余血量 73%。在永夜的带领下，鲜血聚合体的血量稳定下降中。不出意外的话，黄金级首杀将被幻界公会拿走。此时，染血公会染血苍穹的心情很不好，因为让他糟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攻略黄金级 BOSS 失败，染血露天擅自出手横击神器失败，黄金级首杀即将被对手公会取得。今天这一天，自己仿佛被厄运之神给诅咒了一般，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都怪那该死的神器。要不是他让我们损失惨重，攻略黄金级 BOSS 怎么会如此困难？染血苍穹死死地盯着 BOSS， 将一切失败因素归咎于林白。随后，他转过头问向一旁的繁星：“神器的消息还没有吗？”就在这时，繁星在一旁苦笑着说道：“有了。”闻言，染血苍穹略显烦躁地问道：“他在哪？”刚刚在桑中镇出现了，如果没有猜错，他正在朝着这边赶来。繁星一脸笃定地说道。听到这里，染血苍穹露出疑惑的神色，朝这边赶来。你没说错，这位置这么偏，即便一刻不停地赶路，恐怕也得需要2小时。神器来干嘛？给 BOSS 收尸吗？没错，据可靠消息说，神器正骑着古龙朝银松森林飞来。繁星眼中露出一丝凝重。你说什么？古龙？染血苍穹吃了一惊。古龙？众所周知，但凡是跟龙挂上边的，那绝对就没有弱的东西。神器消失的这段时间，竟然去搞了一头龙，这 TMD！ 染血苍穹心中暗骂不已。如果消息属实，我建议繁星欲言又止。染血苍穹挥了挥手，目光中如有火焰在跳动。你是不是想说，让我带领大家暂避风头，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神器现在风头正盛，而我们今天已经死亡一次，如果再次死亡，将会扣除自身属性。我希望你理智一些。繁星眉头微微皱起，忍不住开口劝道：属性这东西极为难得，只有升级才会获得5点，要是逞强的话，恐怕损失就不是几件装备那么简单了。理智一些吗？染血苍穹目光投向 BOSS， 心中早已怒火冲天。神器，又是神器，他凭什么？凭什么他运气就这么好？呼呼！染血苍穹胸口剧烈的起伏着。良久之后，染血苍穹瞪着猩红的眼睛看向繁星，没有开口，可他的脸上却写满了答案。我知道了。繁星点了点头，随后他一字一顿地向工会频道说道：全员备战。第38章，神器只把你当成了空气。此时前方的景色急速倒退，林白驾驭着古龙飞速掠出桑中镇。很快，一眼望不到头的银色林海映入林白的眼帘。银松森林到了。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查看古龙的具体属性。古龙黑铁级，等级 LV10， 类型神器的召唤物，生命值1830，法力值2600，物理攻击157，魔法攻击1455，物理防御1200，魔法防御1000，冷却恢复 50%， 每秒回蓝加210秒，每秒回血加103秒。技能灵魂颤抖，古龙出现时会对周围100米内的所有不高于自身等级品阶的目标造成震慑效果，使目标的移动速度降低 100%， 持续30秒。灵魂吐息，古龙朝前方喷溅火焰，对100米内锥形范围内敌人造成200加魔法攻击力点火焰伤害。冷却15秒，负 50% 冷却，消耗500 MP。骸骨风暴，古龙生命值降低 10% 解锁，使用后古龙快速肢解，对目标造成500加魔法攻击点风属性伤害。状态暂未触发，消耗 10% 生命值。第一个技能灵魂颤抖，林白见识过了，就是把人定在原地无法动弹，但是只能在刚召唤出来的时候才生效，对自己没什么帮助。第二个技能灵魂吐息就比较强了，范围大，伤害高，冷却时间在负 50% 冷却缩减下，每15秒就能吐一次，算是主要的攻击手段之一。至于第三个技能则是消耗生命自爆用的，在古龙受到重创残血的时候，可以狠狠地给敌人来一下子。不过想触发这个技能恐怕会有点难。古龙在墓地内吸收了100魂力，拥有着与灵白一样的属性面板，除了无视护甲的伤害以外，想要给古龙造成重创那根本不可能，约等于无敌。灵白笑了笑，要不是自己的生命值少了一点，他跟古龙加一块，那活脱脱的就是2大 BOSS。 别说玩家了，就连那黄金级 BOSS 鲜血聚合体在看到自己后都得瑟瑟发抖。随后
林白的目光继续向下看去。龙族作为天生的战士，还有多种近战手段，诸如撕裂、扫尾、瞬劈、横扫等等。林白在扫了一眼后，便关闭了古龙面板，目光投向前方。他已经隐约能看到绚丽的魔法能量在四处飞舞。果然不出我所料，战斗还未结束。去那边！林白指挥着古龙朝鲜血聚合体飞去。几个呼吸之间，林白便驾驭着古龙飞临了鲜血聚合体上空。巨大的阴影笼罩，强烈的劲风自空中而下，无数玩家纷纷抬头望向天空。卧槽，我还以为是传言呢，真 TM 是神器啊！卧槽的这么大声，你是想死吗？想死就自己离远点。嘿嘿，我听说染血公会和神器节的仇很深啊，不知道一会有没有好戏看。没看染血公会都如临大敌了吗？不过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怎么看染血公会都有些自不量力啊。此时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马德！染血苍穹看向空中的林白，目光简直能喷出火来。他恨不得冲上前去，直接将神器大卸八块。不过好在理智压住了愤怒。染血苍穹转过头看向繁星，神情略显不耐道：“神器的属性还没拿到吗？”马上！繁星抬头望向林白，眸光中闪烁道金色符文。可是下一刻，他却倒吸了一口冷气。死？怎么会这样？繁星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染血苍穹满脸疑惑道：“怎么了？”繁星素来以稳重、持大局著称，要不然也不会成为自己的军师，怎么会如此失态？就在这时，繁星苦笑着说道：“神器，生命值1830，法力值2600，物理攻击157，魔法攻击1455，物理防御1200，魔法防御1000。”染血苍穹猛地看向空中，震惊地低吼道：“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这才几个小时没见到神器 ，TMD 神器，你是开挂了吗？”下一刻，繁星忽然苦笑着摇摇头，继续说道：“不光如此，神器骑乘的那头古龙与它属性一模一样。”什么？染血苍穹脸色变幻不定，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繁星抬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林白，再次劝道：“恕我直言，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想让他受伤都做不到，还要出手吗？”此时，染血苍穹脸色无比阴沉，不过他却没有丝毫犹豫，而是突然恶狠狠地说道：“繁星，把噬魂地煞符给我！”听到噬魂地煞符，繁星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为了一个神器，真要做到如此地步吗？一旦释放，我们会将其余的4个势力也……还未等繁星说完，染血苍穹打断了他，并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知道后果，我这么做也不过是为了自保。把噬魂地煞符拿给我。世界异变，我觉得真不应该为了一个神器而如此意气用事。”繁星忍不住劝道。他原本以为染血苍穹会让工会成员一拥而上，将神器给围杀掉。毕竟上一次的白发女 NPC 不在场，想要干掉神器机会应该很大。可是没想到，神器这个家伙成长速度竟然如此惊人。在见面时，各项属性均已破千，简直不给对手活路。神器真的把染血公会当成过敌人吗？繁星心中表示怀疑。如果真的当作敌人，神器从露面的那一刻起，就会对自己这边发动毁灭性的打击吧。可是神器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驾驭古龙在上空不断盘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家神器根本就不在乎染血公会，更不会在乎什么染血苍穹。你把神器当仇人，可神器却把你当空气。繁星淡淡的看了一眼染血苍穹，心中忍不住叹气。此时，染血苍穹仪态尽失，双眼死死地盯着神器。而神器呢，从出现的那一刻开始，连看都未曾看这边一眼，高下立判。就在这时，染血苍穹猛地用双手抓住繁星，怒吼道：“繁星，我命令你把噬魂地煞符给我！”好啊！繁星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在递给染血苍穹一道暗紫色的符文后，他迈步朝着远方走去。见此情景，染血苍穹错愕了一下，心头涌出不好的预感。繁星，你去哪？下一刻，一道系统提示传来：公会提示，玩家漫天繁星已离开染血公会。第39章提示：幻界公会，请求与您联手。该死！染血苍穹目眦欲裂地望向林白，将繁星的离去也归咎于他。良久后，染血苍穹握着手中的噬魂地煞符，低吼道：“神器，你不是狂得很吗？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可惜，林白此时的目光并不在染血苍穹身上，或者说，到达了这里之后，他都未曾看染血苍穹一眼。
毕竟黄金级 BOSS 远比染血苍穹有吸引力。此时，鲜血聚合体的生命值还剩下72000加。永夜的战术倒是不错，自身攻击力也不俗，可惜手下成员的执行力不够。而且目前这个阶段，就想压榨治疗职业将输出最大化，还是为时尚早了。3个治疗，哪怕只死掉一个，那这场战斗将会瞬间崩盘。林白一眼便看出了问题所在。永夜的想法不错，而且很超前。40人的团队原本需要5个治疗才行，而永夜却只用3个治疗，其余人全部尽最大努力输出。这种战术虽然能尽快击杀 BOSS， 但是风险程度很高。这里可是野外，周边围观的散人和另外4家公会能没有别的想法吗？虽然有口头协议，但哪有什么约束力？此时，林白在高空中看得很清楚，其余4家公会看 BOSS 血量持续下降，全都有些蠢蠢欲动。毕竟幻界公会给他们开了个好头，他们只要干掉幻界公会，然后照着抄作业就可以了。永夜，不知道你会怎样破局呢？林白嘴角露出饶有兴趣的微笑。此时，永夜作为一名优秀的会长，自然将周围的变化看在眼里。一帮言而无信的家伙。花花是只喵捏了捏拳头，转头问道：哥，怎么办呀？办法很简单，只要让神器出手就可以了。永夜淡淡的说道。啊，他会帮我们吗？花花是只喵美丽的脸蛋上满是疑惑。会。下一刻，永夜抬头看向天上，高声喊道：神器兄弟，可否助我们一臂之力？事成之后，你可以从掉落的物品中任意挑选。此言一出，周围玩家忍不住议论起来。神器是真牛逼啊，幻界公会老大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邀请他。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就算神器不抢黄金级 BOSS， 其余4家公会难免会出手抢夺，要是神器进组，那其他4家公会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嘿嘿，你们看染血苍穹那吃翔的表情，都要气炸了。闻言，林白笑了笑，这个永夜有点意思。刚刚他还在想永夜会如何破局，没想到竟然将注意打到自己身上了。不得不说，这个办法确实是极好。就在这时，林白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道消息提示音，是永夜发来的。神器兄弟，如果你愿意助我取得黄金级手刹，你不光能任选装备，我会额外再赠予你2张白银装备设计图。2张白银设计图。林白眼中露出一丝惊喜，他现在真是太缺设计图了，只要将这2张设计图弄到手，自己的昊天神锤就可以解锁100倍增幅了。和100倍增幅相比较，黄金级手刹算什么？足我！林白直接开口说道。下一刻，幻界永夜邀请你加入团队，是否同意？同意。林白点头确认。伴随着林白进入队伍，整个幻界公会成员都莫名的兴奋起来。黄金级手刹，稳了！就在林白刚要出手之时，一道提示音再度响起。团队提示：你成为了团队领袖。团队提示：你获得了物品分配权。提示传来，林白嘴角微微上扬。永夜不愧是前世的风云人物，真的很会做人。交出分配权，能直接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尽全力出手。就在这时，忽然一道紫色长矛标记出现在林白头顶，明晃晃的异常耀眼。战斗提示：苦痛之矛锁定了你。看到林白头上的标识，永夜急促说道：神器兄弟，快下来和你的小队成员集合，这个技能不与人分担的话，你会被秒杀的。此时，永夜还不知道林白的属性有多恐怖。没事，我扛得住。林白根本不为所动。下一刻，魔力涌动，一道闪烁电芒的护盾将林白包裹进去。与此同时，鲜血聚合体随手一招，一根粗壮无比的紫色长矛在他手中出现。随后，他猛地一投，紫色长矛带着破空音爆声，径直袭向林白。噗呲，长矛破空，瞬间刺破闪电护盾，狠狠地刺在林白胸口。负679，伤害数字飘起，林白血条锐减1/3。鲜血聚合体的苦痛长矛伤害确实高，要不是自己有着1000点魔防，外加闪电护盾提供的321点护盾，还真顶不住。该我出手了。林白自空中落下，周边的火焰元素瞬间汇聚，燃烧火球术，负5840，暴击。受到燃烧效果影响，火球术的伤害很爆炸。嗷！鲜血聚合体痛苦的嘶吼着。下一刻，一颗跳动的心脏竟然被他从嘴里吐了出来。技能暴露心脏被触发了，集中火力攻击心脏位置。永夜急忙下达命令。鲜血聚合体在受到重大创伤的时候，会将心脏暴露在外3秒，攻击心脏可让他受到的伤害提高200%。火球术，
永夜这边话音未落，林白的火球术便射了过去，11680，弱点暴击，死！神器大佬这伤害真的是太夸张了吧！1万多伤害，卧槽！这要是鲜血聚合体的心脏多暴露几秒，那不是分分钟就没了？快点攻击，让我们做3秒真男人！就在这时，又一道火球术精准命中在鲜血聚合体心脏上，11680。林白的伤害太高了，仅仅3发火球术射出便登顶了团队输出榜第一。神器29200，永夜17042，花花是只喵5782。神器大佬加油呀！花花是只喵小脸红润的嚷嚷着，首杀在望，让所有幻界成员兴奋不已。就在这时，一道略显疯狂的诅咒声突然从旁边传来：“去死吧！”神器噬魂地煞符。第40章，地煞符爆发，燃血苍穹，我必杀你！伴随着燃血苍穹疯狂的低吼，一道黑紫色的符咒被他狠狠抛向高空。下一刻，噬魂地煞符4分5裂，化为一道道碎片洒向八方。碎片落地，迸发出炽烈的紫色神光。刹那间，一个超大的紫色圆形结界出现，瞬间便将在场内的所有玩家统统笼罩进去。与此同时，所有玩家都收到了这样一则提示：战斗提示，你受到了燃血苍穹的攻击，可进行正当防卫。战斗提示，永劫魔蛇即将在15秒后出现。倒计时开始，15、14、13。噬魂地煞符。林白眼神突然一凝，噬魂地煞符是一次性使用道具，使用后不光会在空中召唤一头恐怖的巨大魔蛇，同时地面上也会喷发魔物光柱。除了施法者外，结界内的一切目标都会受到魔蛇的无差别攻击。一旦被魔物或者魔蛇刮到，那绝对是非死即残，是真正杀人越货、抢 BOSS 的绝佳道具。想到这里，林白眉头微微皱起。噬魂地煞符这种稀有道具，只有神秘商人才会出售，而且价格不菲。难道说燃血苍穹遇见了神秘商人？神秘商人神出鬼没，身上有不少威力超绝的道具，就是价格很让人吐血，或者说很让人肾疼。不过目前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林白目光眺望远方，心中快速估算着噬魂地煞符的覆盖范围。1000米范围吗？这枚噬魂地煞符的级别应该是黄金级无疑。噬魂地煞符品阶越高，所持续的时间越久，威力也就越强。如果是黄金级，那这个结界的持续时间应该是30秒。在确定地煞符的品阶后，林白嘴角微微上扬。按照神秘商人的操蛋品性，光是这一枚地煞符就能掏空燃血苍穹的家底。除了这一枚地煞符，别的道具燃血苍穹消费不起。想到这里，林白心下稍安，目光投向虚空中的魔蛇虚影。此时，魔蛇虚影随着时间推移，身躯逐渐凝实起来。与此同时，地面上一座座喷吐着紫雾的小山包也拱出了地面。30秒吗？林白目光中有着一丝凝重。30秒时间看似很短，但也很漫长。按照每秒1次的频率，魔蛇至少会发动30轮袭击，每次1000点的真实伤害，中2次就直接拜拜。燃血苍穹，你这一弹3鸟的算盘打得不错。林白冷冷地看向燃血苍穹。燃血苍穹用噬魂地煞符将自己、其余4大公会以及黄金级 BOSS 尽数笼罩。这样一来，不光极有可能能杀了自己，还能一举歼灭4大公会主力，并获得黄金级 BOSS 首杀。燃血苍穹，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寒芒，自己重生归来，从来没有对一个人有过这么强烈的杀意。接连2次挑衅，你是真当我林白不会痛下杀手吗？此时，染血苍穹身上被一圈暗紫色符咒包裹着，这圈紫色符咒能确保他在魔蛇的袭击下不受伤害。神器，你不是狂吗？我看你如何在30轮攻击下活下来。染血苍穹笑得很病态，呵呵。闻言，林白笑了笑，如果要是钻石级以上，他恐怕确实会性命堪忧。黄金级是魂地煞符罢了，我根本不放在眼里。林白淡淡的说道。随后，他呼唤古龙将自己带向天空。会飞又如何？你一样会死。染血苍穹咬牙切齿的说道。噬魂地煞符覆盖的范围内，无论空中地下都会受到打击，任你神器飞天遁地也没有用。我只知道你会死在我的前面。古龙，给我杀进染血公会！林白直接下达了命令。好！古龙仰天咆哮。下一刻，汹涌的蓝色火焰朝着古龙疯狂汇聚。很快，
一枚硕大的蓝色火球在古龙嘴前凝实，在染血苍穹惊异的眼神中，古龙竟然大嘴一张，将整个蓝色火球吞进了嘴里。吼！伴随着一声低吼，古龙嘴里喷出一道炽烈的蓝色火焰。灵魂吐息！牧师，给我套盾覆盖减伤，其余人全部过两奶我！染血苍穹咬牙低吼道。乳白色的光芒闪烁，护盾、减伤外加治疗技能全部倾泻在染血苍穹身上，感受着扑面而来的高温。染血苍穹咬牙低吼道：“我这么硬，应该能提。”下一秒，蓝色火柱掠过，现场只留下一地焦黑的尸体，外加数十件晶莹闪烁的装备，不自量力！染血苍穹，你既然这么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30秒后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恐怖降临。林白目光投向远方，他知道距离这里最近的复活目的在啊！这一次，他决定永久解决后患。哦！此时，天空中的魔蛇身体全部凝实，狰狞无比的头颅遮天蔽日，只要看一眼便会忍不住心生恐惧。攻击快开始了！林白抬头望向天空，目光中满是平淡。倒计时0，伴随着提示响起，倒计时结束了。哦！天空中的魔蛇仰天咆哮，对准下方张开了血盆大口，数十滴暗紫色的毒液从他嘴中滑落，快速坠向地面。一些玩家好奇地抬头望向天空，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刻，紫色毒液落地，一个偌大的紫色圆圈刹那间出现。就当站在圆圈上的玩家发现事有不对，想要逃跑的时候，一道直径为10米的黑色光柱骤然从脚下升起，瞬间便将圆圈上的玩家融化。黑色光柱去势不减，直冲天际。毒液光柱外加地面上喷吐的毒物，每个都很要命。不过真正要命的是魔蛇即将消失的时候，他的舌头会直接狠狠咬下，将方圆1000米内的一切全部吞噬。林白快速思量着，不过他没有忘了脚下的幻界公会。永夜会长让所有成员全部去往结界边缘，那样脚下的毒圈范围就会缩小很多。切记不要硬抗！林白直接在团队里面喊道。第41章永夜的底牌，神佑屏障 MMP 染血苍穹，我炸天公会与你不共戴天！弟兄们，快跟着幻界公会一起去往结界边缘！神器大佬指定知道点什么，等小爷出去，第一时间就去干了染血苍穹。卧槽，兄弟，干染血苍穹的时候记得带我一个。好，我干后面，你干前面。此时，结界内一片混乱，不过散人玩家和其余3大公会都十分有默契的跟着幻界公会一起跑向结界。听神器的，准没错。而此时的林白也没闲着，毕竟鲜血聚合体还没有死亡。他一边躲闪着地面喷吐的光柱，一边命令古龙攻击鲜血聚合体。在古龙和魔蛇的不断攻击下，鲜血聚合体的血量急速下降着，47%、34%、12%。染血苍穹，你想靠一张黄金级噬魂地煞符就抢得首杀，简直就是做梦！林白眼眸深处一片冷漠，自己有着元气弹这种强力斩杀技能，染血苍穹的计划在他这里就是一个笑话。轰！毒液光柱升起，林白驾驭古龙一个翻滚躲避。此时，鲜血聚合体的血量已降低至4000点，该我出手了。林白眼中眸光一闪，魔力瞬间汇聚。下一刻，一条淡蓝色的能量线凭空出现，将林白和鲜血聚合体连接了起来。就在这时，地面上的毒雾升腾，鲜血聚合体的血量再次降低1000点。就是现在！林白低喝道。随后，他手掌摊开，一枚淡蓝色的能量弹从手中激射而出。元气弹3914，元气弹，敌人的血量每减少1%，便会增加2%的伤害。此时，元气弹的伤害加成已高达192%，基础伤害1505加19200分号的伤害加成，即便 BOSS 的魔法防御高达480点，也扛不住这一击。砰！元气弹恐怖的冲击力将鲜血聚合体的血条清空。下一刻，鲜血聚合体瞬间化为漫天血雨，消散在了原地。数十道晶莹的战利品掉落在地面上。与此同时，一道提示骤然在全世界玩家耳边响起：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神器公会幻界获得黄金级怪物鲜血聚合体首杀，获得奖励金币50，经验10000点，贡献前5名获得首杀额外奖励随机技能箱黄金级1。世界频道大喇叭1。世界公告，公告一连刷新3遍。不过此时世界上却平和许多。哦，我当时谁得到首杀呢？原来又是神器大佬啊！嗨，
神器大佬现在指定在心中默默地说道：“弟兄们，黄金级首杀罢了。机操物6，嘿嘿，那岂不是说幻界公会沾了神器大佬的光？不知道他们付出了什么代价。”相较于平静的世界频道，此时银松森林的一座墓地中，染血苍穹的心情很不爽。他现在真的是有一种吐血的冲动。噬魂地煞服用了，坏人也当了，另外4家公会也成为死敌了。神器怎么还 TM 没死？我不甘心！染血苍穹仰天咆哮道。另一边，随着鲜血聚合体死亡，林白也收到了系统提示：叮，你击杀了鲜血聚合体，黄金级，获得经验1万点，跨5级击杀，额外增加 50% 经验。恭喜你升到11级，生命值加100，法力值加100，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下一级所需经验1280-20000。恭喜你获得鲜血聚合体黄金级首杀，额外奖励1万经验。恭喜你获得鲜血聚合体黄金级首杀，额外奖励随机技能相依黄金级。一连串提示结束，林白目光投向地面，在那里还有着许多战利品。不过此时噬魂地煞符的持续时间还未结束，他自然不会去冒险拾取物品，一切等魔蛇消失再说。随后林白转头看向永夜那边，在永夜敏锐的观察下，幻界公会的主力成员基本都活得好好的，不愧是永夜。林白笑了笑，随后他抬头看向天空。不过这些毒圈只是开胃菜罢了，真正的致命攻击是最后一下击。想到这里，林白在团队里发了一条讯息。在第30秒的时候，魔蛇会用自身头颅撞向地面，虽然只持续1秒，但会对所有人造成5000点真实伤害。在魔蛇攻击的瞬间，游侠可以用后跳躲避，法师可以用闪现，刺客可以消失。那战士和牧师呢？永夜眉头皱了皱，如果没有特殊手段，只能等死。林白语气平淡地说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战士和牧师没有瞬间无敌的技能，在5000点真实伤害下，除了等死以外，真是别无他法。只能等死吗？永夜转头看向身后的主力成员，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没事的老大，不就是死一下吗？玩游戏哪能不死人？就是，要是掉了装备，记得给我捡回来啊！嗨嗨，最好再给点修理费。嗨，早知道最后一下这么凶狠，还不如刚刚直接死了呢，蹦蹦跳跳的躲毒，精神紧张死了啦！团队中，战士和牧师们神情自若地说道，似乎完全不将死亡当一回事。就在这时，永夜忽然沉声说道，你们都是我的兄弟，我不会让你们这样去死。话落，永夜从背包中取出了一张金色符文，神佑屏障。林白一眼便认了出来，神佑屏障，这可比染血苍穹的噬魂地煞符还要珍贵。其效果是撑开一道神佑结界，可在10秒内吸收1万点真实伤害。不愧是永夜，难怪前世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如此珍贵的保命道具，竟然没有过多犹豫就拿了出来。林白心中忍不住赞叹道。见到永夜拿出符文，幻界公会的战士和牧师脸色齐刷刷一变。不要啊，会长，为了我们这几个人，不值得用这么珍贵的东西。会长，快收起来，大可不必这样。会长，冷静，一定要冷静，都给我住嘴，我意已决。永夜开口训斥道。下一刻，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使用了神佑符文，伴随着金色流光闪烁，一道厚实的金色护盾升起，瞬间将所有幻界成员包裹进去。神奇兄弟，你快进来吧。第42章黄金级设计图幽魂面具，金色屏障厚实无比，一看就很坚固。好，林白点了点头，随后他驾驭古龙掠过了地上的战利品，随手一招，战利品尽皆扫入背包。叮！恭喜你获得武器亡冥者长弓黄金级，恭喜你获得武器断空巨剑1黄金级，恭喜你获得设计图幽魂面具黄金级，恭喜你获得装备天灵逐月护肩黄金级，恭喜你获得金币217枚，高级治疗药水11黄金级设计图。林白眼前一亮，这可真是太惊喜了。随后他的目光直接投向背包，幽魂面具设计图黄金级，类型头部，等级 LV15， 魔法攻击加90，冷却缩减正 10%， 生命值加300，法力值加500。效果：召唤2个持续60秒的幽魂来寻找附近隐匿着的敌人。如果幽灵触碰到了一名隐身的目标，则会让目标暴露在你的视野下。目标等级与你相差越高，暴露时间越长。冷却时间3分钟。职业要求无。锻造所需：
炉岩炭2000，稀有材料幽魂精魄2，好东西！林白内心很是喜悦。幽魂面具提供的属性很全面，诸如魔法攻击力、生命值、法力值以及冷却缩减均有提升。不过它最优秀的地方还属它的效果，一旦释放2只幽魂，便可以瞬间揪出埋伏在自己身边的隐身目标，就很强，简直是刺客职业的克星。等永夜将2件白银级报酬给我，我的昊天神锤就可以解锁100倍增幅了。到了那个时候，幽魂面具便可以获得100倍强化。林白心中很是期待。不过当他的目光扫向锻造所需时，他的眉毛忍不住挑了挑。炉岩炭倒是好说，昊天神锤直接就能免除，但这个幽魂精魄明显的自己去弄。幽魂精魄这东西不太好搞啊！林白目光有些闪烁。幽魂精魄只有魂类 BOSS 才会有极低几率掉落，但是吧，魂类 BOSS 很稀有，一般只会在怨气比较重的地方才会刷新，能不能遇到全凭一手运气。锻造一个幽魂面具竟然需要2枚精魄，可真是。但愿昊天神锤进阶后能把这2枚精魄给减免了吧，要不然只能干看着。林白嘀咕了一句，随后他将目光投向其余3件黄金级物品。亡冥者长弓，黄金级，类型武器，等级 LV15， 物理攻击加185，魔法攻击加155，物理暴击正 30%， 敏捷加20。效果：被你终结的怪物将会在尸体上召唤出1只亡冥者，为你而战，至多可召唤10只，拥有你 50% 的属性，持续时间无限。职业要求：游侠，属性及效果都非常不错的武器，近200点的物理攻击力，杀怪还会召唤怪物为自己作战，对游侠职业来说提升巨大。永夜应该蛮心动的吧？林白笑了笑，随后他继续查看下一件：断空巨剑1，黄金级，类型武器，等级 LV15， 物理攻击加215，魔法攻击加145，物理暴击正 35%， 力量加25。效果：裂甲，你的武器附带裂甲效果，每次命中都会让目标护甲损失 5% 耐久度。职业要求：战士。嚯，裂甲！林白神情明显错愕了一下。你确定这不是一件钻石装备？要是被人拿这把巨剑砍上几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要知道，玩家的每件装备都是有耐久度的。就拿他自己来说，别看自己现在有着近1000点防御，可那都是巫术长袍提供的。一旦巫术长袍的耐久度被磨损殆尽，那就宣告着护甲已经失去了防护效果，自己的防御力将会瞬间变成0点，基本上就跟裸奔一样。效果确实不错，不过嘛，你也得打到人才行。林白嘴角微微上扬，一个法师要是让战士给近身了，那还玩个锤子，不如回家去种红薯算了。林白笑了笑，随后将目光投向最后一件黄金级装备：天灵逐月护肩，黄金级，类型护甲，等级 LV15， 物理防御加135，魔法防御加110，生命值加500。效果：攻击时有几率使自己触发急速效果，使攻击速度提升 30%， 持续15秒。职业要求：游侠、刺客。永夜算是大丰收了。林白感叹道。鲜血聚合体爆4件黄金，2件都是永夜能用的，简直就是离谱。呸！还好掉了1件黄金级设计图，要不然自己亏大发了。林白随手关闭了背包。此时不光是林白自己在查看装备，由于在一个团队中，幻界的成员也可以通过林白的识取记录查看到装备属性。咕咚，这把弓和护肩要是给永夜老大拿上，那咱们公会的开荒速度又能快上不少啊！谁说不是呢？还有那把巨剑竟然能让人破甲，妥妥的 PK 神器啊！嘿嘿，你们可别高兴太早，4件黄金级装备可都在人家神器手里呢，谁知道他会不会一时兴起把装备都给黑走？操，说什么呢？你在质疑永夜老大的决策？既然永夜老大都放心把分配全交出去，说明神器这个人绝对信得过。切，那可说不定。议论声不断在公会频道中传来，人群有些窃窃私语。就在这时，永夜皱着眉头在公会中训斥道：都住嘴！神器帮我们取得首杀，已经是帮了很大的忙了，即便他将所有装备都拿走，我也支持他。就算没有神器，首杀也应该是我们的吧？一位游侠小声嘀咕道。你哪来的自信？没有神器兄弟帮忙，我们能从其余4大公会手中拿下首杀吗？永夜眉头越皱越紧。不过还好公会消息神器看不到，要不然神器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公会成员？就在这时，
林白笑着走上前来，永业，你运气不错，2件你能用的。随后，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长弓、大刀以及护肩，外加金币等等尽数交易给了永业，唯独留下了黄金级设计图。我要是你，就直接退出队伍，把装备都给黑了。永业忽然打趣道：“嗨，我也想啊，不过我可不想被你们工会的人追杀。我这个人啊，胆子特别小。”此时，林白收获了黄金设计图，心情很不错，和永业开起了玩笑。下一刻，永业忽然朝着林白伸出右手，郑重地说道：“希望以后还有跟你合作的机会。”会的，林白点了点头。就在这时，林白握着永业的手，忽然笑着说道：“永业会长，赎归赎，该给的报酬你可别想赖下哈。”第43章把染血苍穹打退游了。叮！恭喜你获得装备翡翠项链1，白银级。恭喜你获得装备奥术师护腿1，白银级。终于齐全了，东西到手。此时，林白心情无比舒畅。昊天神锤下一阶段需要锻造5次白银级物品，他目前已经打造3件白银级装备，算上刚刚永业给予的报酬，只要再将这2件打造完毕，那他的昊天神锤便能解锁100倍增幅以及其他特效了。到了那时，我的实力又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林白眸光闪过一抹期待。就在这时，永业突然开口说道：“神器兄弟，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此间事了，他准备带着工会开荒副本去了。你猜？林白看了一眼永业，脸上露出神秘微笑。如果你是想去解决染血苍穹，我劝你教训教训他就好，毕竟他在现实世界的势力很强大，一旦你这个时候出手，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你做的。永业善意地提醒道。闻言，林白神色平淡地问道：“永业会长，你不会还以为我们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吧？或者，你只把这里当成了南柯一梦？”永业沉默了片刻，随后苦笑着摇摇头：“是啊，这里不是小说，自己以及其他人是真真切切的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中。”下一刻，林白来到了永业身边，低声说道：“抓紧提升自身实力吧，永业会长。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他能说的只有这么多。永业是个聪明人，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此时，噬魂地煞符的效果已经结束，魔蛇的最后一击在神佑屏障下显得不痛不痒。不过其他工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除了少数几个有特殊技能的玩家活下来以外，其余人尽皆死亡。永业会长，我先行一步。好。下一刻，林白驾驭着古龙腾空而起，直接飞向高空。哥，我们要不要打扫下战场啊？花花是只喵指了指满地的战利品。此时，地面上散落着数百件黑铁、白银装备，价值不菲。让人有些心动。告诉弟兄们，动作要快。银松森林上空，一道庞大无比的黑影急速掠过。染血苍穹，我来了！林白目光向远方眺望，一座巨大的教堂地面上若隐若现，那里是银松森林的复活墓点。不出意外的话，染血苍穹就在那里。此时，染血苍穹正组织会员从教堂内走出，他目光猩红，脸色有些狰狞。神器没死，他竟然真的没死，居然连魔蛇最后一击都扛下来了吗？那可是足足5000点真实伤害。难道真如传言所说，神器世界是神器他爸开的？我一定会要把你踩在脚底下，让你跪下来求我！染血苍穹仰天咆哮道。就在这时，天空中忽然传来了一声冷笑：“呵呵，可惜你永远不会有那个机会了。”林白自空中轻飘飘的落下：“你他妈的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弟兄们，给我剁了他！”染血苍穹两眼猩红的怒吼道。不过他的命令似乎没有任何用，染血工会的成员们并没有遵照他的指示攻击林白，而是在互相打量一眼后，纷纷呼出了工会按钮。下一刻，染血苍穹收到了无数提示。工会提示：玩家，我爱大波波已离开染血工会。玩家，帅的一批已离开染血工会。玩家，断刃已离开染血工会。玩家，你们染血苍穹简直恨得发狂。此刻，他知道了什么叫做众叛亲离。下一刻，染血苍穹抽出大剑，直接奔着林白而来。自己从小到大从未被人如此对待过，都是神器，都是这个神器，害得他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神器，给我死！大剑带起阵阵呼啸，朝着林白砍来。然而，林白站在原地，连躲避的意思都没有，目光还透着一丝可怜。砰！叮！
你受到燃血苍穹的攻击，可正当防卫。灵，大剑砍在林白身上，一个大大的灵飘起。死，给我死！燃血苍穹疯狂地舞动着大剑，可惜没有丝毫作用。不觉得自己有点可怜吗？林白淡淡的说道。呵呵，神器，我承认你在这里很牛逼，可那又如何？你敢告诉我你是谁吗？你敢告诉我你现实住在哪里吗？你不敢，因为你害怕。哈哈哈！燃血苍穹肆虐的笑着，杀你真是脏了我的手。林白神色如常，根本不以为意。随后，他对古龙下达了指令：杀！蓝焰滔天。古龙对着染血苍穹就是一口灵魂烈焰。负1780。啊！伴随着一声惨叫，染血苍穹被瞬间秒杀。不过下一秒，燃血苍穹又从墓的当中冲了出来。有本事你就真弄死我！你以为我不会？林白冷笑道。好，蓝焰下落，燃血苍穹再次死亡。与此同时，他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提示受到神器主动攻击，你已死亡。危险提示：今日你已死亡3次，当前扣除属性30点。垂危提示：再次死亡将扣除你的本体生命值。此时，燃血苍穹猛地清醒过来，他想起了初入神器世界的提示：一旦多次死亡，将扣除自身属性，属性扣除完毕将会扣除自身寿命。也就是说，他极有可能会真正的死在这里。呵呵，怎么像缩头乌龟一样龟缩在墓地里不敢出来了？林白露出一丝轻蔑。如果燃血苍穹就躲在墓地中，自己还真是拿他没办法。毕竟墓地是受到规则保护的，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没有办法破除规则。你燃血苍穹气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他不敢赌，一旦赌输了，那可是玩命的。我还年轻，我还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挥霍，脸丢尽了算什么？活着才能把它挣回来。燃血苍穹暗自在心中呐喊道：神器，我一定会在现实世界中查出来你是谁。到了那个时候，你让我受到的屈辱，我会统统加倍还给你。在抛出了一句狠话后，燃血苍穹愤然地退出了游戏。他真的怕了。放心，我会去现实世界找你的。林白嘴角微微上扬，直接驾驭古龙离去。准备，该去取隐藏职业了。第44章，昊天神锤进阶，100倍增幅解锁。银松森林，某山脉顶峰，这里四下无人，是一处极佳的进阶地点。林白驾驭古龙降临在这里，就在这里进阶昊天神锤吧。下一刻，林白打开背包，对准发动了翡翠项链1白银级和奥术师护腿1白银级，使用了昊天神锤。轰！轰鸣的巨响传来，宛如惊雷。下一刻，泛着乌黑光芒的锤形虚影从虚空中降临，巨大的锤形虚影闪烁着特殊光芒。轰！轰轰！璀璨的金光不断游走，两件装备渐渐在虚空中成型。叮！翡翠项链1白银级锻造成功。你的翡翠项链1白银级获得额外效果震荡波白银级。叮！奥术师护腿1白银级锻造成功。你的奥术师护腿1白银级获得额外效果狂热白银级。一连数道提示音响起，两件白银级装备出现在林白背包中。与此同时，一道久违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进阶条件完成，是否即刻进阶昊天神锤？是。林白直接点头同意。伴随着林白点头确认，一个金光流转的巨大漩涡忽然出现在穹顶之上，一道道神光洒落，将笼罩在神器世界上方的黑暗尽数驱散。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昊天神锤竟然冲破了天赋栏，径直朝着天空中飞去。昊天神锤速度很快，缓缓没入了漩涡中。金色漩涡能无视规则之力降临，我很好奇，它的另一端会是什么？林白深深地看了一眼金色漩涡，内心不断思量着。神器世界顾名思义是被神灵遗弃的世界，这里不光流放着许多族群，还有着强大无比的神灵枷锁。金色漩涡能悄无声息地突破枷锁，出现在神器世界，这说明它的力量绝对超出了神灵之力。难道说昊天神锤来自更高纬度的世界？林白思索道。昊天神锤来历神秘，或许其中还有着什么秘密吧。林白还未来得及多想，就在这时，被金色神光缠绕的昊天神锤从漩涡中缓缓露出身形，金光璀璨，映照诸天，刺眼的金光几乎让人睁不开双眼。与此同时，恒古苍老的提示音在林白耳边响起：第二封印开。叮！昊天神锤进阶成功，
请自行查看效果。下一刻，昊天神锤自空中落下，被林白稳稳地接在手中。此时，昊天神锤已经彻底实体化，入手并没有想象中的冰冷沉重，反而有一股股暖流不断地从锤体涌入林白手心，似乎在滋润着他的肉体，真是神奇。林白将昊天神锤在手中掂量了一番，随后他的目光投向昊天神锤。昊天神锤封印状态，级别永恒不灭，无法掉落。效果1，可自行选择增幅倍数，5倍、10倍、100倍。效果2，锻造武器装备将100%成功锻造传奇级以下物品，无消耗。效果3，武器装备锻造成功后将额外获得一项特技效果。效果4，锻造的武器装备可自行幻化更名。当前解锁封印效果，强化封印对封印使用后使其获得强化效果，5倍、10倍、100倍。下一阶段万倍增幅，解锁第3重封印。晋升条件：使用昊天神锤锻造5次神级以上装备，并成功加固1次封印。05。呼，林白轻呼了一口气，昊天神锤终于进阶了，100倍增幅达成。而且随着第2重封印解锁，昊天神锤还增加了一个额外特效，强化封印。看到这里，林白眉头猛地一皱，他想起了在尤格萨隆大脑前接受的任务，那个任务内容就是让他强化至尊神灵留下的封印。现在想想，那个任务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般。林白目光闪烁不定，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知道昊天神锤进阶后究竟会获得什么样的能力。丧钟镇的一个小铁匠是如何知道的？而且还有一点，按照远古之神左眼给他观看的画面，那个红发女人只给远古之神释放了18道蓝色锁链，那另外的18道黄色封印是谁放的？看来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幕后似乎有着一双黑手在不断的推动这一切。林白眸光中闪过一道金芒，想把我当棋子，不知道你够不够格。林白轻声呢喃着，内心更加迫切的想要提升实力。任你谋算诸天，我自一力破之。想到这里，林白继续看向昊天神锤。不过当他看到下一阶段进阶条件时，嘴角忍不住抽了抽。下一阶段竟然需要锻造5件神级装备，这跨度也太大了吧。林白脸色有些僵硬。神级物品的珍贵程度自不必多说，每件都弥足珍贵，甚至称为镇族神器都不为过。至于说想要神级设计图，简单，找个有设计图的神灵把他弄死，或者跟他做交易，要不然就得自己去探索古代留存下来的神灵禁地，不然的话想都别想。想到这里，林白苦笑着摇摇头，好吧，我天真的还以为下一阶段是锻造5件钻石级呢。唉，看来神灵禁地是一定要去闯一闯了。林白叹了一口气，不过想想也是，下一阶段都是万倍增幅了，锻造5个神级设计图似乎也不是很过分。林白笑了笑，随后他看向刚刚锻造的2件白银装备。翡翠项链白银级，类型项链，等级 LV10， 智力加200，力量加200，敏捷加200，体力加200。特技震荡波，使用后对圆形范围30米内的所有目标发出1道震荡波，使目标被击飞，并使其移动速度降低 30%， 持续5秒，冷却时间60秒。奥术师护腿，类型装备，等级 LV10， 物理防御力加800，魔法防御力加450。特技狂热，释放技能后极高几率使你进入狂热状态，你的极速提高 75%， 持续10秒，冷却时间3分钟。2件装备都还不错，刚好填补自己的装备空缺。林白不由分说，直接将装备穿戴起来。就在这时，林白忽然看到背包中还有一个金光闪烁的技能箱，差点给他忘了。林白笑了笑，随手直接打开。叮！恭喜你获得黄金级技能燃尽风暴。第45章，来，都给我野性消费起来。燃尽风暴，类型技能书，效果沿弧线射出6枚燃尽，每枚燃尽击中敌人时造成5加魔法攻击力伤害，并使目标陷入点燃状态，每3秒损失1000点生命值，持续6秒。该技能总能暴击，消耗500点 MP， 释放时间瞬发，冷却时间60秒。竟然是这个技能！林白眼前一亮。燃尽风暴基础伤害略低，但是这个技能总能出现暴击。以自己目前的攻击力，如果再配合上燃烧效果，那简直是瞬间爆炸。林白笑了笑，随手将技能直接学习。
旋即，他呼出了自己的角色面板 ，ID 神器，等级 LV11，1280-20000，职业法师，生命值3930，法力值4650，物理攻击357，魔法攻击1665，物理防御2000，魔法防御1450，冷却恢复50%，每秒回蓝加210秒。略装备：破碎圣杯、巫术长袍、瑞来的冰晶戒指、寒霜法杖、翡翠项链、奥术师护腿。技能：火球术、寒冰咆哮、闪电护盾、闪现、燃烧、雷霆万钧、元气弹、燃尽风暴。以我目前的属性，按照前世标准，早已超过了正常的30级玩家。不过想要去取隐藏职业，这属性还不够。林白思索道，自己想要的隐藏职业很强，强到连守护他的怪物都变态的离谱。别看他目前拥有2000点防御力，但依旧没什么用。那座岛上的怪物会分分钟将他的护甲打爆，而且吧，最后的守护者也强得可怕，随便一击都是真实伤害。与这个隐藏职业相比，染血露天的暗影追猎者那就是渣渣。最好能弄点增加血量的设计图，这样的话容错率会高一些。林白沉吟道。此时他身上还有3个空位没有穿戴装备，分别是护手、护腕以及腰带。3个位置中，除了护手是主要加防御的，腰带和护腕都能为玩家提供不少生命值。或许拍卖行里应该有我想要的东西。想到这里，林白直接呼出了拍卖行，搜索到不甲类装备后，他快速的浏览起来。疾风腰带设计图，青铜，加100点生命值，强化后也不过才1万点罢了 ，pass。神勇钢带设计图，白银，这个虽然不错，不过卖家也太黑了吧，竟然想用它换黄金级物品。靠，这个更离谱，白银级设计图卖2000金币，谁这么大头会买它？良久后，林白沉默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价格，这是都疯了吗？什么时候设计图这么贵了？真是活见鬼！林白眼角跳了跳，拍卖行里最便宜的青铜级设计图都卖到了100金币，那可是1万块钱。黑铁、白银级就更不用说了，完全都是天价一般。要知道自己目前的身价也不过才200多枚金币。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一般，随后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设计图的价格飙升应该是因为我吧。回想起自己之前用黄金级物品豪掷兑换，可能就因为这样才导致了设计图价格暴涨，太缺金币了，看来我得让玩家们野性消费一波了。林白目光闪过一抹狡黠，自己虽然手里没有白银级设计图，但是黑铁级可学了不少，随便打出点5倍增幅或者10倍增幅的武器给玩家们幻化幻化，那金币还不得大把大把的来。嗨，金币什么的都是次要的，主要是这届玩家的实力有点弱，我这是为了帮助他们提升实力，好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好。想到这里，林白不再犹豫，直接呼出锻造页面。下一刻，悦耳的提示音接连不断传来。叮，恭喜你锻造寒霜法杖成功，获得10倍增幅，获得额外特技生命之泉。叮，恭喜你锻造锯齿利刃成功，获得10倍增幅，获得额外特技附魔。叮，一连串的叮铃声响起，林白的背包很快被一把把武器填满。至于说为什么锻造武器，那太简单了，玩游戏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当然是一把好武器了。相比装备而言，极品武器更容易让人疯狂。此时林白也想好了，10倍增幅的黑铁、青铜武器对他早已没有任何威胁。既然想搞金币，那就来把大的，10倍增幅，外带强力特技，只卖50金币一把，这绝对称得上是业界良心了。一番操作过后，林白将背包中所有10倍增幅的武器尽数摆上拍卖行。就在林白关闭拍卖行的那一刻，全世界沸腾了。神器大神打造的极品武器，竟然明晃晃地挂在了拍卖行，而且售价也太良心了，竟然只卖50金币一把。一时间，所有玩家都疯了。卧槽，这神器大佬这是在扶贫吗？200多点攻击力的武器，50金币一把，我尼玛的，我3分钟前才通过线下交易卖了60金币啊，好恨！哈哈哈哈，我抢到了，我抢到了！尼玛的，这一下我看怪物还能不能虐我啊！畜生们，给我留一把，我正在筹钱。拍卖行，林白挂上的46把武器瞬间被秒，这让许多没有买到的玩家泪流满面。无数玩家在世界频道上开始疯狂呼唤林白：神器大佬，能不能再来点武器啊？那寒霜法杖我好想要！
神器大佬，我要买18法杖，请让我野性消费好吗？嗨嗨，神器大佬，能不能照顾牧师和战士们？神器大佬，你卖的太便宜了，挂一个让穷逼们买不起的价格好吗？玩家们在世界频道疯狂呼唤着林白，盛情难却啊！林白笑了笑，随后他再度上架46把武器。整个世界的玩家这么多，当然要雨露均沾了。第46章史诗级套装设计图，魔力风暴腰带。叮！恭喜你出售寒冰法杖，获得金币50。恭喜你出售锯齿利刃，获得金币50。恭喜你出售寒冰法杖，获得金币50。哗啦哗啦，金币涌入背包，悦耳的提示音接连不断。此时，全世界的玩家都疯了，无数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拍卖行，就连眨都不眨一下。而此刻，林白也使出了绝技富婆快乐手，不过可惜这并没有什么用，即便他手速快得惊人，可依然满足不了疯狂的玩家们。第二批上架的46把武器，连1秒都没坚持住，就被玩家们给秒了。武器的缺口向来很大，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林白眼中闪过一道金芒，他现在急需金币，虽然现在手中已经有了近5000枚金币，不过这还远远不够，自己想要去取隐藏职业，一定得做好万全准备。先收敛10万金币，然后去神秘商人处购买点强力道具，要是有设计图那就最好不过了，直接来一波100倍增幅。如此准备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想到这里，林白手上的动作更快了，一批又一批武器被他摆上了拍卖行。很快，半个小时过去了，伴随着最后一把武器被秒，林白停止了上架武器。呼，赚点钱可真是不容易。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此时，他的背包中金币数量已高达239850枚。先这样吧，不够的话再搞点武器出来卖。林白扫了一眼依然疯狂的玩家们，嘴角微微向上滑起。在他眼里，这些玩家绿油油的，还那么可爱。走了，去找神秘商人。当前位置，银松森林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交界处。2小时后，林白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银松森林的边缘，两侧都是高耸入云的山脉，再往前去就是希尔斯布莱德丘陵。林白扫了一眼时间，目光眺望向远方的丘陵。丘陵地带山路繁多，与其过去碰运气，还不如在这里等神秘商人自己送上门。时间也差不多了，林白目光中有着一丝期待。神秘商人会驾驭科多兽，随机出现在各个野外地图上，想要遇见纯属运气。不过在前世，早有玩家总结出了神秘商人的刷新规律。虽然刷新随机，但是他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出现在特定的地图上。此时，这个时间点，神秘商人应该才从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刷新。但愿神秘商人身上能有点狠货，反正闲来无事，再卖点武器吧。林白继续动起手来。大约10来分钟，林白忽然感觉到大地有了一丝震动，轰隆轰隆，沉闷的脚步声不断从远处传来，似乎有什么大型猛兽正在朝这里进发着。来了！林白眼前一亮。就在这时，一道比大象还要粗壮2倍，满身都是巨型包裹的大型生物映入了林白眼帘。战争科多兽，等级战争科多兽竟然受伤了，难道说神秘商人受到了袭击？林白发现科多兽粗壮的前腿缠着厚厚的绷带，隐约间还有鲜血在溢出。就在他心中有些疑惑时，忽然间一道有些尖锐的声音从科多兽背上传来。我闻到了熟悉的铜锈味。下一刻，一个绿色皮肤尖头尖耳的地精从科多兽背上探出了脑袋。神秘商人基弗，等级嘿，好久不见，我亲爱的朋友。基弗兴奋地朝着林白打招呼，似乎两人是很熟络的朋友一般。林白笑了笑，随后语气平淡地说道：我想看看你的宝贝。好的，我亲爱的朋友。基弗眼瞳深处闪过一抹狡黠，随后只见基弗随后一挥，下一刻场景瞬息万变。林白发现自己和基弗身处在一个漆黑的小屋子中，屋子里的灯光摇曳不定，似乎随时都会熄灭。我最贵重的宝贝都在这里了，你自己看吧，我的朋友。基弗搓了搓手，淡绿色的眼瞳里满是喜悦。下一刻，你开启了神秘商人基弗的商店。16亿暗黑羽毛，品质传奇，效果锻造传奇武器的必需品，价格50万金币。噬魂地煞符，品质传奇，效果召唤魔蛇对方圆2万米范围内的一切发动致命打击，每秒造成2万点真实伤害。价格250，
0000金币。幽灵巨龙蛋，品质传奇，效果孵化后可获得传奇宠物幽灵巨龙，价格300万金币。看到这里，林白眼角忍不住跳了跳。东西都是好东西，但动辄100万金币，这谁顶得住？嗨嗨，我的朋友，我想要增加血量或者拥有复活属性的道具。哦，对了，最好是我现在可以用的，然后价格不太贵的。林白急忙提醒道。这地精商人鬼精的，就跟你去现实世界里买东西一样，不强烈要求的话，只会先给你捡贵的拿。好的，我亲爱的朋友，如你所愿。基辅眼中绿光一闪，下一刻，商店界面突然一变。复活币，品质无，效果使你可以在原地复活一次，价格249999。生命精粹，品质黄金，效果使你的体质增加1000点，价格249999。魔力风暴腰带设计图套装，品质史诗级，等级 LV10， 生命值加850，法力值加1150。套装效果：一件法术暴击正 10%， 2件你的施法速度正 20%， 3件你的法术攻击附带 30% 真实伤害。锻造所需炉岩碳2000，打铁砧，价格249999。以前曾听闻地精商人的天赋是金钱嗅觉，效果是能探出目标身上有多少金币。以前我还不信。林白无奈地摇了摇头，自己背包中不多不少刚好25万金币。嘿嘿，我亲爱的朋友，有你满意的物品吗？基福狭长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隙。我要买魔力风暴腰带。林白选中了物品。叮，你失去了金币249999，当前剩余1金币。恭喜你获得了魔力风暴腰带设计图史诗级第47章恶魔族降临。对不起了村长。此时林白没有感受到收获装备的快感，反而是稍稍有些肉痛，因为他一朝回到解放前了。嗨，我亲爱的朋友，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要看得太重了。基福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说得轻松，那你怎么不便宜点卖给我？林白在心中腹诽道。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亲爱的朋友。基福手掌一摊，准备去寻找下一个有缘人。好吧，林白点了点头。随着基福关闭商店，两人又回到了科多兽身边。此时巨大的科多兽费力地站起身来，腿部的创伤有些影响他的行动。林白看了一眼科多兽，略带好奇地问道：基福先生，难道你受到了什么怪物袭击吗？刚刚林白注意到战争科多兽的腿部似乎受到了很严重的创伤。按正常情况来说，科多兽完全可以横扫希尔斯布莱德丘陵才对。就在这时，基福摇了摇头，略带心痛地说道：没错，我们确实受到了袭击。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他们和你一样，同样来自异世界。他们用恐怖的绿色法术伤害了我最忠诚的伙伴，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听到这里，林白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绿色法术同样来自异世界，如果基福所说的是真的，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恶魔族玩家降临了，只有他们会使用绿色邪能术法。怎么会这样？林白心中疑惑。与前世相比较的话，恶魔族至少提前了3个月。随后林白试探着对基福说道：我能查看下科多兽的伤口吗？可以，不过你要轻一点，他很怕疼。基福眼中流露出一丝伤感。好，林白点了点头，旋即来到了科多兽身边，将他腿上的纱布缓缓揭开，伴随着纱布一层层剥落，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呈现在林白眼前。伤口很深，一股股掺杂着绿色邪能的血液正在缓缓流出，果然是恶魔族的杰作。林白眼神突然一凝。恶魔一族擅长使用邪能术法，是天生邪恶又非常好战的族群，他们最爱做的事情便是毁灭。前世最先向人类玩家发起战争的也是他们。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想起了什么。既然恶魔一族已经降临，说明神器世界已经开始初步融合现实，一些相对弱小的怪物恐怕也通过了次元裂缝降临在了现实世界。这一世的进度太快了，简直让人有些猝不及防。林白心中升起了紧迫感。恶魔一族仅仅是开胃菜罢了，真正的大恐怖都在后面。好了，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尽快去主城救助我的宝贝。我感觉恐怕要不了多久，这里也会被战火所摧残。你也尽快离开这里吧。以后想要找我买宝贝的话，你就来暴风城好了。话落，基福跳上了科多兽，在朝着林白挥了挥手后，径直向着北方走去。林白目光眺望远方，低声呢喃道：必须尽快行动了。
先去找村长。下一刻，林白取出了回城券，直接撕裂。当前位置桑中镇。林白刚一出现，便径直朝着村长家走去。此时，村长正在笑眯眯地招呼着新玩家。村长，我有一件事情需要得到你的帮助。林白不顾他人目光，直接开口说道。是你呀，有什么事吗？村长的目光有些躲闪，他可记得这个冒险者要薅自己羊毛。我想要你手中的光明之剑。林白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小伙子，你这让我很为难啊。村长脸上满是为难的神色，一没做任务，二没做贡献的，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啊喂。那我只好把这个东西交给萨菲罗斯了。林白取出一封红色信件，随手挥了挥。这是……村长两眼瞪得滚圆，他感受到了远古之神的气息。你怎么有这么危险的东西？快把它收起来！村长急切地喊道。林白根本不为所动，神色淡然地说道：我只要光明之剑。光明之剑是个白银饰品，附带200点生命值，只要将这个东西再搞到手，自己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前往无尽之海了。给！我给！村长急忙取出了光明之剑，递给了林白。谢谢村长，你真是个好人。你忙，我就先走了。东西到手，林白没再纠缠，直接转身离去。这一套操作下来，直接看呆了新玩家们。马德，这游戏还能这样玩？刚刚那个好像是神器大佬啊。你没看错，那就是神器排行榜第1的大佬。卧槽，现实世界里好多帖子都说神器仗着自己装备好，肆无忌惮地杀害其他玩家。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连村长都怕他。哎，村长呢？让神器吓跑了啊。铁匠铺。此时，村长正一脸焦灼地和林纳斯说着什么。你说神器用一封充斥着远古神力的信件威胁你交给他一件白银装备。林纳斯闻言皱了皱眉头，仿佛听到了一个笑话。这叫什么事？打劫一件白银装备？没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封信件中应该记载了某些秘密。他说要交给萨菲罗斯。村长急迫地说道。交给萨菲罗斯？此时，林纳斯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旦这封信件交到了萨菲罗斯手中，那事情很有可能脱离他们的掌控。神器现在在哪？你为何没有及时拦住他？他似乎往乱葬岗方向去了。村长也不敢确定，毕竟他第一时间就跑来了铁匠铺。乱葬岗？那边不是5级怪物区吗？他已经11级了，去那边做什么？林纳斯沉吟着。下一刻，他猛地站起身，惊呼道：不好，他极有可能前往无尽之海，快派人去拦住他。第48章，准备完毕。拥有反伤效果的腰带。此时，林白正在前往乱葬岗的路上。就在这时，一道提示音忽然响起。拍卖提示：叮，你失去了气血之刃黄金级。叮，恭喜你获得魔音护魂法杖设计图白银级。为了隐藏职业，林白拼了，在他的一番操作下，成功换到一张白银级武器图纸。用现成的黄金武器兑换一张白银设计图，不知道事情原委的玩家们会以为我疯了吧？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自己有着昊天神锤，设计图的价值不知比现成的武器高出多少。毕竟现成的武器哪有自己锻造的增幅武器香？下一刻，林白将目光投向了背包。魔音护魂法杖设计图白银级，类型法杖，等级 LV10，物理攻击加70，魔法攻击加130，法力回复正 5%， 法术暴击正 5%。 特技魔音护魂，当你的生命值低于 10% 时，触发魔音护魂效果，所受伤害降低 75%， 持续3秒。战斗状态下仅生效1次。职业要求法师。描述：将耳朵靠过去，你会发现他在轻声唱歌。100倍增幅后，这武器的攻击力将会让所有人震颤。林白暗道，恶魔族的降临让他心中有了一丝紧迫感。与人类玩家一样，恶魔族也是受到远古之神的号召而来。他们天生强大，初始面板要高出人类玩家许多，成长速度非常惊人。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越晚降临的种族所获得的各项收益越高。没记错的话，恶魔族的经验加成和幸运值等加成是人类玩家的2倍左右，似乎冥冥之中有着某种追赶机制一般。恶魔族最热衷做的事就是毁灭，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人类玩家的出生点，那么战争将会瞬间打响。林白目光闪烁不定，自己的对手从来都不是人类玩家，而是从异界而来的诸天万族。不过这也说明远古之神越来越不安分了。林白暗自沉吟道，眼下自己手中的任务完全就是2个发展方向。
要么是把信件给萨菲罗斯，让他释放远古之神，要么是听从林纳斯的建议，用昊天神锤强化封印，继续让远古之神沉睡。无论是自己怎样选择，都会极大的影响世界进程。不知不觉间，我竟然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不过还是等拿到了隐藏职业，再做下一步打算吧。林白打定了主意，随后他目光投向技能栏。此时古龙的冷却时间大概不到20分钟的样子。冷却未到，趁此机会将武器装备先打造出来。林白想了想，直接呼唤出了昊天神锤。下一刻，夺目的金芒驱散黑暗，轰！震耳的轰鸣声响彻大地，数道装备虚影与昊天神锤一道出现在天空中。轰轰轰！天空中金色火花不断下落，宛如金色流星雨一般，绚丽夺目。每次锻造动静都这么大，真的是，而且这光污染比之前强烈了许多。不过好在锻造的速度快了不少。林白伸手遮住眼睛，暗自嘀咕道：昊天神锤在100倍进阶后，锻造物品的速度明显增加了不少。伴随着震耳的轰鸣，天空中一件件装备迅速成型。下一刻，林白收到了系统提示音：叮！魔音护魂法杖白银级锻造成功。你的魔音护魂法杖白银级获得额外效果永不磨损白银级。叮！光辉之剑白银级锻造成功。你的光辉之剑白银级获得额外效果恢复白银级。叮！你的魔力风暴腰带1史诗级获得额外效果修罗咒史诗级。呼，看看属性，林白心情有些激荡。魔音护魂法杖白银级，类型法杖，等级 LV10， 物理攻击加7000，魔法攻击加13000，法力回复正 500%， 法术暴击正 500%。 特效魔音护魂，当你的生命值低于 10% 时，触发魔音护魂效果，所受伤害降低 75%， 持续3秒。战斗状态下仅生效1次。特技无法获得增幅。锻造特技永不磨损，该武器无需修理，不会因你死亡、穿戴、战斗而损耗耐久。职业要求法师。哦豁！林白眼前一亮，强化后的魔杖魔法攻击力直接破万，法术暴击及恢复更是提升至 500%。 不过真正让林白比较在意的还是他的附带特技永不磨损。顾名思义，即带有此特效的装备，无论穿戴多久，无论玩家挂掉几次，耐久度都不会掉落。只要有了它，完全不需要担心武器耐久度的问题了，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特技效果。林白美滋滋的将武器装备，随后目光投向下一件物品：光辉之剑白银，部位饰品，等级 LV10， 生命值加20000，魔力值加20000，特技强击，使用技能后5秒内的下一次普通攻击附加 50% 物理攻击正 30% 魔法攻击的法术伤害，冷却时间5秒。特技无法获得增幅。锻造特技恢复，在任何状态下你都会保持每秒200点的生命值回复，每秒200点血量回复。这特效来的正是时候。林白心中惊喜。无尽之海，玩家进入后便会获得一个名为疲惫的简易 buff，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损失一定的生命值。玩家所处在无尽之海的时间越长，疲惫叠加的层数便会越高，损失的生命值便会越多。不过好在无尽之海上面有着无数小岛，可供玩家驱除疲惫层数，要不然即使强如自己也不敢这个时候去无尽之海。最后一件装备了。林白随手取出一条紫色腰带，魔力风暴腰带套装，品质史诗级，等级 LV10， 生命值加85000，法力值加11500，套装效果略锻造特技修罗咒史诗级，本体受到目标伤害时，将所受伤害的 50% 反作用给对方，每3分钟触发1次，护盾不计算在内。腰带成了反伤甲。此时林白的喜悦之情全部洋溢在脸上。第49章溪流，就凭你也想抓我？将所有装备穿戴完毕，林白打开了角色栏。 ID 神器，等级 LV11， 12802000，职业法师，生命值108930，法力值139650，物理攻击7207，魔法攻击13865，物理防御2000，魔法防御1450，法力回复正 500%， 法术暴击正 500%。 略装备巫术长袍，瑞莱的冰晶戒指，翡翠项链，奥术师护腿，
魔力风暴腰带，光辉之剑，魔音护魂法杖。技能：火球术、寒冰咆哮、闪电护盾、闪现、燃烧、雷霆万钧、元气弹、燃尽风暴。装备焕然一新，3项属性破万，林白实力再度提升。接下来等待古龙冷却结束，我就可以去往无尽之海了。林白目光眺望远方，自己筹划多时，为的就是这一刻。此时，黑色的无尽之海惊涛骇浪，电闪雷鸣，隐约之间，2头巨型生物的轮廓在远方若隐若现，似乎正在激烈的战斗着。这种体型的生物在无尽之海中根本算不得什么。林白神色淡然地评价道。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感觉到背后有许多脚步声传来，他略带疑惑地向后看去。树林中火光四起，人影交错。很快，2队身披重铠、装备精良的 NPC 从树林中走了出来，在他们身后是无数过来看热闹的玩家。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出动了2队城防卫兵。林白有些疑惑，按照正常情况来说，城防卫兵是不会擅自离开城镇的，除非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才会出动。难道说乱葬岗有好处？林白眼睛微亮。就在他有些疑惑的时候，一个身着亮银铠甲、牵着白色战马的高大男子从队伍中朝着林白走了过来。他右手扶住腰中金色长剑，目光中有着一丝戒备。神器先生，村长大人请你能跟我们回去一趟。骑士队长平淡地说道。骑士队长溪流，等级描述：丧钟镇的守备队长，剑术高超。闻言，林白神情有些古怪，感情这2队卫兵竟然是来抓自己的。村长这老小子也忒记仇了吧？不就是勒索他1件白银装备吗？居然把 LV30级的守备队长都请来了。至于这么大阵容吗？麻烦你转告村长，等我处理完了事情就会回去找他。林白直接拒绝，他现在可没空和村长扯皮。既然如此，那只好得罪了。溪流的眼神瞬间充满杀气，伴随着溪流话音落下，在林白眼中，原本是绿色友善状态的卫兵队长竟然变为了红名敌对状态，这宣告着他成为了丧钟镇的敌人。守备队长溪流，黄金级，等级 LV30， 生命值24万1900000，法力值3万144000，物理攻击力2400 1900，魔法攻击力1920 1520，物理防御4800 3800，魔法防御3360 2660，光环100米范围内所有卫兵全属性正 20%。 精通剑术 Max， 使用剑类武器，物理攻击增加 50% 伤害。技能复仇，受到攻击后在反击目标时伤害提升 50%， 持续10秒。冷却60秒。决一死战，当受到致命创伤时自动触发持续8秒的无敌状态。审判，向目标射出1枚圣光战锤，使你对目标的伤害提高 50%， 持续时间30秒，并使目标眩晕5秒。冷却时间30秒。神圣战马，溪流的战马获得圣光能量增幅，在持续期间，溪流的所有属性提高 100%， 持续30秒。冷却10分钟。战斗提示：你已进入战斗状态。林白眼神突然一凝，村长这是要做什么？不过眼下已来不及多想，溪流已经率先发起了攻击。他迅速冲向林白，金色巨剑带着斩尽一切的力量朝着自己袭来。闪电护盾。林白心念一动，闪烁着蓝色电芒的闪电护盾刹那间出现。守备队长溪流，等级高达30，在差距19级的碾压效果下，溪流的所有属性提高了 380%， 足足提升2倍。在如此可怕的加成下，他已经可以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在战斗一开始，林白便刹那间集中了注意力。轰！3600，剑刃砍在闪电护盾上方，一个恐怖的伤害数字飘起。不过林白的血条纹丝未动，只有血条上方的蓝色护盾值消失了一半。卧槽！看到这一幕，周围的法师玩家瞬间瞪大了眼睛，因为他们非常清楚闪电护盾的特性。闪电护盾所提供的护盾值是100加50百分号魔法攻击力，按照刚才溪流所造成的伤害以及神器剩余的蓝条估算，神器的闪电护盾值少说有7000多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器的魔法攻击力已经破万，就 TM 可怕。此时无数法师玩家面面相觑，在心中疯狂呐喊道：我们才200多点攻击力啊！轰！就在这时，闪电护盾的反击效果触发了，
一道闪电从天空中出现，径直袭向溪流。2803，伤害数字飘起，瞬间印证了所有法师玩家们的猜测。神器大佬的魔法攻击真的破万了，一时间，无数法师玩家泪流满面。如此强大，却倒向了黑暗，真是让人惋惜。我不会再留手了。溪流眼神中金色火焰一闪，下一刻，只见溪流长剑一挥，一道耀眼的圣光能量瞬间凝聚成锤，朝着林白狠狠砸落而来。审判，由圣光凝结成的锤子在林白的瞳孔中逐渐放大，眼看即将击中林白。就在这时，林白发动了闪现技能，闪现，唰，黄光一闪，林白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审判所凝结的锤子在虚空中彻底消散。如此操作，再度让周围所有玩家瞪大了眼睛。在他们看来，林白明明已经被金色能量锤命中了才对，怎么一点事都没有？不过此时此刻，溪流的眼中却闪过一抹凝重，他目光中的杀意再也遮盖不住。你既然能躲开审判，那更加留你不得。第50章，不好意思，我的技能你顶不了。审判是骑士特有的一项技能，不光可以让敌人陷入5秒眩晕状态，还能让自己对目标的伤害增加 50%。它的优点也非常明显，释放、蓄力和飞行速度都极快，被攻击的目标只有不到1秒的反应时间，这几乎和必中技能没什么两样。而且它的增伤效果覆盖时间很长，完全可以做到无缝衔接。如果不是对这个技能很了解，没有超高的战斗意识，根本无法躲开审判圣锤。他的战斗意识恐怕比我要高出不止一点。审判技能我只有在注意力12分集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躲开，可他却显得那么轻松，而且不知为何，我居然有一种被他看破的感觉。溪流心下一沉，这个法师让他感到十分棘手，常规的作战手段恐怕很难将其杀死。就在溪流思索该如何对敌时，林白神色平淡的开口问道：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村长让你来捉拿我？此时，林白的目光满是平淡，不过心中却早已有了一丝猜测，想必是因为那封红色书信吧。想想也是，村长作为桑中镇的主人，对小镇下方封印的东西以及萨菲罗斯的身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才是。他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想到这里，林白心中暗自沉吟道：村长和林纳斯这两人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未等林白多想，溪流忽然沉声说道：神器，你自甘堕落，倒向黑暗，你的存在会让村子万劫不复，所以你乖乖的受手吧。话落，溪流不再言语，只见他长剑一挥，数十道金色圣光洒落在每一名卫兵身上。下一刻，被圣光之力加持的卫兵们一起朝着林白发起了攻击。呵呵，我让村子万劫不复，这大帽子扣的我深感荣幸，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林白冷冷的一笑，此时多说无益，他也懒得废话，既然你这顶大帽子给我扣上了，那我就接着了。下一刻，林白骤然发动技能燃尽风暴，林白心念一动，6枚黑色的火球刹那间凝聚在手，随后只见他右手一挥，6枚黑色火球拖曳着黑色尾焰，分为6个方向朝着后排的牧师们袭去。黑色火焰，溪流目光一凝，作为一名守备队长，他深知黑色火焰的厉害，这代表着神器的这个技能品质非常高，恐怕不会低于黄金级。再联想到神器的攻击力，溪流心下一沉，自己的手下未必能扛得住。想到这里，溪流停下脚步，低吼道：保护牧师，开启圣光守护。圣光守护是群体减伤技能，能让所有人受到的伤害缩减 50%。 伴随着溪流下令，队伍中的4名牧师被团团护在中央。与此同时，澎湃的圣光之力骤然爆发开来，所有卫兵身后都涌现出一个庞大的金色天使虚影，这就开了大招。林白笑了笑，圣光守护5分钟 CD 一次，持续时间20秒，是非常实用的减伤技能。不过你们真能顶得住吗？林白眼神中满是冷漠，既然是敌对状态，那自己与他们便没什么好客气的。就在这时，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原本四散而出的6枚黑色火球突然改变的方向，径直朝着溪流袭去。来得好！溪流长剑一横，瞬间摆出防御姿态。黑色火球的伤害恐怕极强，如果袭向自己的手下，恐怕会瞬间折损6名卫兵。自己有着圣光天使护佑，扛住这一击问题不大。来吧，神器！你和我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溪流猛地低吼道。就在这时，
围观的玩家们忽然发现，林白的嘴角正在慢慢向上滑起。见到这一幕，不少玩家心头猛跳，暗道：溪流队长恐怕是要凉了。就喜欢你这种硬抗选手。林白的语气满是揶揄。下一刻，林白眼中寒光一闪，瞬间发动了增益技能燃烧。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火焰元素汇聚，林白一瞬间便被火焰元素包裹起来。与此同时，林白耳边响起了悦耳的提示音：增益提示，受到燃烧效果影响，你的暴击几率正 100%， 暴击伤害正 100%， 持续10秒。此时6枚黑色火焰已飞至溪流近前。在注意到林白的变化后，溪流心中瞬间一沉，暗道不好。不过此时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溪流只好心中一横，猛地挥动长剑劈向黑色火球。砰！长剑与火球相接，发出一道沉闷的响声。下一刻，一枚黑色燃尽竟然被溪流的长剑震离了方向，砸向一旁。见此情景，林白只是轻轻一笑，震开一枚又如何？剩下的5枚足以让你受到重创。下一刻，砰砰砰砰砰，伴随着5道炸裂声传来，5枚黑色火球统统炸裂在了溪流身上。2773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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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火焰炸裂，溪流的血条瞬间骤减一半。叮！溪流陷入点燃状态，每3秒损失1000点生命值，持续6秒。叮！溪流受到致命创伤，决一死战状态已被触发，无敌8秒。此时，溪流胸前的亮银铠甲被融化大片，他身后的金色天使虚影亦变得暗淡无比，似乎随时都要消失一般。好在这时，卫兵队伍中的牧师们及时施展出治愈法术，溪流的血量这才缓缓地恢复过来。你果然强得可怕！溪流死死地盯着林白，心中满是庆幸。要不是自己有先见之明，直接命令手下开启圣光守护，恐怕自己一下子就交代在这里了。不过，林白可没时间跟他废话，刚刚的燃尽风暴只是开胃菜罢了，接下来才是正戏。下一刻，林白手中一道火球术凝结而出，他要将卫兵中的牧师全部单点掉。团队作战中，先杀治疗，再杀远程，一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好，牧师快退！溪流察觉到了林白的意图。就在这时，林白忽然神色平淡地开口说道：溪流，你拦不住我的火球术！火球拖着尾焰袭向溪流，溪流神情一紧，死死盯着火球去向。就在这时，他发现林白竟然消失在了原地。不好！溪流神色巨变，急忙转头看向队伍中央。此时，林白的身影出现在了2名牧师身后。我说过，你拦不住我的，死吧！第51章，逆之自新。总有蠢货想杀我。6500，6500，伤害数字飘起，2名牧师软软的倒在地上。与此同时，一连串提示响起。提示：你击杀了丧钟镇圣光牧师，丧钟镇好感度100，光明教会好感度100。提示：你击杀了丧钟镇圣光牧师，丧钟镇好感度100，光明教会好感度100。提示：丧钟镇、光明教会与你成为敌对势力。敌对势力。林白笑了笑，根本不在意。丧钟镇最强 NPC 除了远古之神外，就是萨菲罗斯。村长难道会派他来吗？他巴不得萨菲罗斯离自己远远的吧。至于光明教会，目前来说稍稍有些棘手，毕竟那群信奉圣光之力的老家伙手段还是蛮多的，不得不防。神器，你当猪！溪流怒不可遏。圣光牧师很稀有，整个丧钟镇也不过才6名，一下折损2名，损失不可谓不大。怎么，只准许你打我，不准我还手？林白有些想笑，这是什么 TM 狗屁道理？干脆我自己洗干净，让你大卸8块好了，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就在这时，林白周围的卫兵们齐刷刷的抽剑砍来。刷！林白发动闪现，闪烁至了一旁。卫兵们虽然不能破防，但自己也不会站在原地让他们捅，毕竟修理费挺贵的，省点是点。刷！林白刚一落地，一枚火球术瞬间甩了出来。此时，溪流死死地盯着林白，神色不敢有丝毫放松。砰！一剑劈碎了火球术后，他金色的瞳孔忽然绽放出2道炽烈的金色火焰，要开大了。林白眸光一闪，下一刻，
溪流浑身沐浴着金色圣光，挥剑高喊道：“神器！我以圣光之名制裁你！圣光，赐予我力量！”溪流手中的长剑一挥，一道道炽烈的金色神光涌入他身旁的战马，正是他的绝技神圣战马。神圣战马存在期间，溪流的所有属性提高100%，持续30秒。血量、攻击、骤然暴涨，受死吧！溪流跨上战马狂奔而来，手中的金色剑气一道接着一道斩来。骑上战马的他近乎无敌。此时林白神色如常，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在一个侧身躲过金色剑气后，他的魔能疯狂涌动起来。雷霆万钧！轰！蓝色闪电在林白手中涌出，刹那间便命中了溪流。7345。战斗提示：溪流受到闪电攻击，眩晕3秒。这边提示刚出，下一刻，一道乳白色的光华闪过，溪流刹那间恢复了行动力。牧师还真是烦，不过30秒后就是你的死期。林白根本不急。此时，溪流的血量高达 48W， 自己一击燃尽风暴，根本无法秒了他。可一旦溪流的增益效果消失，那情况就不一样了。牧师的圣光守护已经进入5分钟冷却期，等待溪流的唯有死路一条。至于其他观战的玩家会不会出手阴自己，呵呵，想死就来吧。树林中，围观的玩家群体中，一名游侠职业将手缓缓地搭在了弓上。这一幕吓得他的同伴亡魂皆冒。你想死吗？法师急忙低呼了一声。现在正是偷袭神器的好时机，我的缠绕箭矢能将他定在原地5秒。游侠有些跃跃欲试，神器肥得很，装备排行榜前10全是他的东西。要是自己暗中下手，帮溪流把神器砍死，没准还能趁乱摸2件装备，那自己就发了。我 TMD， 我怎么认识了你这个脑残？染血苍穹不记得吗？坟头草都 TM 3米高了。法师急忙按住了游侠。我觉得我能行。游侠眼中的异色越发浓烈，他有信心射中林白。我佩服你是条汉子，再见。法师直接将游侠踢出了队伍。这种蠢货可赶紧死远点。随后他的目光继续聚焦在林白身上，这可是大神直播 PK 教学，不容错过。至于那个游侠，不好意思，不认识。闪现。林白对溪流的攻击应对自如，在他眼里，溪流的攻速太慢了。就在这时，林白眼角的余光似乎看到森林中似乎闪过了一道寒光。哎，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能杀了自己？林白有些无奈。下一刻，一根充斥着生命之力的箭矢骤然飞了过来，箭矢的角度很刁钻，而且时机也恰到好处，他根本躲闪不及。缠绕箭矢吗？林白笑了笑。0。战斗提示：你受到玩家做大做强主动攻击，可防卫反击。战斗提示：你受到玩家做大做强技能效果影响，被定身5秒。提示传来，数根粗壮的骨藤突然从林白脚下伸出，将他的腿部紧紧缠绕在地面上。溪流大人，了结了他！做大做强眼中迸发兴奋的光芒。神器，你该从神坛上滚下来了。见此情景，你干得不错。溪流自然懂得把握战机，他驾驭战马急速奔来，金色巨剑狠狠地斩向林白。这一击就要了你的命！轰！金色巨剑斩在林白的脑袋上，一道伤害数字飘起，1600。啪咔！闪电护盾应声而碎，伴随着伤害数字飘出，林白的血条终于下降了一丝丝。这不可能！看到这一幕，溪流瞪大了眼睛，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一个 LV11级的法师，攻击力、防御力都高的离谱也就算了，这血量的 TM 有10万以上吧？这 TM 合理吗？这 TM 叫法师？此时，溪流失神在了原地，神圣战马增益状态也已结束。他知道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死亡。给你个机会，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我可以放你一马。林白淡淡的说道。哼，神器，我承认你很强大，那也只是说明我很弱小罢了。光明教会不会放过你。溪流冷冷的说道。回答错误。林白刹那间开启燃烧状态，燃尽风暴瞬间袭出。55460 55460 55460 55460 55460 5枚燃尽爆裂，溪流血条瞬间被清空。下一刻，林白心念一动，第6枚燃尽瞬间袭入树林中，将做大做强秒杀。提示：你击杀了守备队长溪流，丧钟镇好感度500，
光明教会好感度1000。提示：光明教会势力将你列为仇恨必杀目标。必杀目标？林白笑了。势力这种东西，在真正的强者眼中，就是一群弱鸡在抱团取暖罢了。真正的强者，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光明教会，我等着你们！几发寒冰咆哮，将其余的卫兵们尽数击杀后，林白将右手按在了地上，灵魂汇聚，魔能涌动。出来吧，古龙！第52章，老匹夫，你不讲武德。好！六芒星震闪耀，古龙带着让人窒息的气息降临。林白没有犹豫，径直踏上古龙宽厚的脊背。击杀溪流耽误了他1-2分钟，但此时他真是一刻也不想等了。至于村长和林纳斯，两个狗东西，等我拿了隐藏职业，再回去找你们算账。走！伴随林白一声令下，古龙山洞古翼腾空而起，带着林白直接冲入黑色云层，转眼便消失不见。此时，玩家们望向天空中那急速驶离的黑点，心中很是失落。要是跟在神器大佬身边，那该有多好！哪怕是当一根腿毛也愿意。就算捞不到什么好东西，光是学习战斗技巧，就足以让他们受用终身了。许多才到神器世界的玩家，更是受到神器大佬影响，才选择了法师职业。要是有幸成为神器的追随者，一定妙不可言。此时，一些法师将目光投向早已凉透的溪流，忍不住抱怨道：“你再多坚持一会不好吗？这样我们就能多学点好用的姿势了。”光明教堂和桑中镇，这算是对神器大佬宣战了吧？一群沙雕 NPC 作死，谁能拦得住？和神器大佬为敌，就是与我为敌。我以后就是神器大佬最忠实的狗腿子。Sigma， 卧槽！你 TM 说神器大佬是狗，我尼玛！你欠干是不是？嘿嘿，不知道村长知道溪流死了，会不会很闹心？溜了，我要去试试刚刚学会的战斗姿势，我觉得我又行了。丧钟镇，此时村长确实很闹心，他在铁匠铺里不停地走动着，来来回回的晃得林纳斯有点烦躁。我说你一把年纪了，能不能像我一样稳重点？神器虽然是那把锤子的主人，可他毕竟还没有成长起来。溪流想要拦住他，还不是手到擒来，十拿九稳。林纳斯懒洋洋地握着酒瓶，吨地喝了几口，似乎一点也不担心。神器只是个 LV11级的小法师，而溪流可是强大的30级圣骑士，拦住他问题不大。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心神有些不宁。神器那家伙鬼精的，恐怕没那么容易对付。更何况溪流这个人太过偏激，而且降临的异界人越来越多，我担心我们的计划会出什么差错。村长眉头紧皱着，心情很烦躁。这些异界降临的家伙越来越多，没一个是省油的灯，而且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胡乱造谣，说村子底下有大宝贝，好吗？这下可好，村子里里外外的都快被这群畜生给挖地3尺了。而且从这帮家伙降临以来，自己都多少日子没跟小娇妻一起起过床了，真 TMD， 越想越气。哥，林纳斯打着酒嗝，满脸不以为意地说道：“放心吧，我拜托溪流温柔一点了，不会出什么差错的。一个神器翻不出什么浪花的，但愿如此吧。”村长叹了一口气，但愿溪流能对神器友善一点吧。村长刚想到这里，就在这时，一道急切的呼喊声从门外响起：“村长，大事不好了！”闻言，村长心头一跳，急忙高喊道：“我在这！发生什么事了？”话音刚落，数名身穿重铠的卫兵抬着一具焦黑的尸体闯了进来。尸体满身焦黑，血肉模糊，还伴随着阵阵肉香，不过依稀能看出是溪流的样子。一瞬间，村长和林纳斯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连呼吸都停顿了片刻。溪流竟然战死了！溪流可是光明教堂希尔顿红衣主教的独子，他竟然死在了异界人手中。村长和林纳斯相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里的震惊。这下坏了，事情变得严重了。红衣主教希尔顿，那可是仅次于教皇的男人，站在光明教会权力顶峰。只有溪流这一个独子，他派溪流镇守在这里，一是为了监视远古之神，二就是为了镀金。金还没镀上，就这么凉了。可以想象，一旦希尔顿知道了这件事，那等待桑中镇的将只有毁灭。此时，村长虚脱一般瘫倒在椅子上，他满脸苦涩地看向林纳斯，有气无力地低吼道：“这就是你所说的10拿9稳。”此时，林纳斯也很是懵逼，自己明明只是让溪流拦住神器，不让神器前往无尽之海，好避免神锤遗失在茫茫的无尽之海中。好家伙，溪流这个废柴，神器没拦住不说，
自己还变成了一具死尸。真 TM 突然干，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强大如溪流这样的强者都不是他的对手，这神器的成长速度实在太过可怕。林纳斯深深吸了一口冷气，不愧是神锤之主，竟然能越级击杀。那现在该怎么办？都 TM 是你出的馊主意。村长抓住林纳斯的衣领，愤怒地低吼着：你嚷嚷什么？要不是你说神器手中有远古之神的书信，我怎么能请得动溪流出手？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你 TM 也有责任。林纳斯挣开束缚，反手一记勾拳呼在了村长脸上。你 TMD， 老夫跟你拼了！村长站起身，刚要冲上来，就在这时，林纳斯忽然沉默了下来。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里闪烁着异色，低声呢喃道：也许我们该向那位大人请教一下了。请教尼玛，猴子偷桃！趁着林纳斯愣神，村长直接下起了黑手。啊！林纳斯吃痛惨叫不已，怒吼道：老匹夫，你 TM 不讲武德，松手！你 TM 给我松手！另一边，林白驾驭古龙，正式踏进了无尽之海。黑色海水无边无际，就连阳光都无法照射进去，宛如一个深邃的黑洞般，让人忍不住心生恐惧。与此同时，数道提示音接连在林白耳边响起。提示：你已进入无尽之海。简易提示：你已进入无尽之海范围，每隔10分钟获得一层疲惫效果。疲惫，每秒损失10点生命值，无视护甲，恢复效果降低 10%。当前层数1。林白扫了一眼提示，便收回了目光。这些都是早已知晓的东西。疲惫每叠加一层，自己损失的生命值就越多。此时，林白目光眺望远方，正在寻找着什么。无尽之海在地图上是一片黑暗，玩家来到这里极易迷失方向。不过好在我知道怎么到达目的地。恶祖马特，你在哪？林白在无尽之海上空不断旋转。良久之后，简易提示：当前疲惫层数5，每秒损失500点生命值，恢复效果降低 500%。伴随着提示音响起，林白终于发现了目标。在遥远的海平线上，有数根巨大的触手轮廓，在无尽之海上若隐若现。在那边，第53章目标：破碎的诸神群岛。林白驾驭着古龙朝触手飞去，如同章鱼般的触手遮天蔽日，每一根都粗壮无比，长达100米。很快，林白便来到了触手中央，停在了长满獠牙的深渊巨口前。深海梦魇恶祖马特，品阶等级攻击力略描述：生活在无尽之海的恐怖生物，来历不明。一连串的问号彰显着恶祖马特的恐怖，配合着巨大无比的10几根触手，任谁第一眼见了都会对他退避三舍。不过林白却知道他的胆子非常小，一旦受到攻击或者惊吓，便会疯狂逃窜，而他逃窜的地方便是自己此行的目的地。上一世，他在50级时解锁了飞行坐骑，本来只打算到无尽之海上浪一圈，结果不慎被受惊的恶祖马特卷走。原本以为死定了，可没想到的是，这却让他误打误撞的发现了无尽之海中的隐藏职业。现在想来，恶祖马特应该是隐藏职业的触发条件之一，只有他这样幸运值爆表的幸运儿才能触发。此时，恶祖马特正在沉睡中。得罪了。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燃烧，瞬间发动，燃尽风暴，6枚黑色的燃尽不断跳动。林白一挥手，6枚燃尽径直袭向恶祖马特的深渊巨口。砰砰砰砰砰砰，0 0 0略，一连6道数字飘起。林白连恶祖马特的护甲都未能击穿，不过这一切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恶祖马特是强大无匹的深海巨怪，等级超过了100，想要击穿他的护甲，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不过自己前来可不是为了与恶祖马特一战，而是要利用恶祖马特为自己带路。哦，受到攻击，恶祖马特从沉睡中醒来，巨大的触手疯狂舞动，原本就惊涛骇浪的无尽之海瞬间卷起高达近100米的遮天海啸。在恶祖马特的疯狂搅动下，一个直径近1000米的可怕漩涡在海面上出现。就是现在，林白眼神一凝，直接驾驭着古龙朝着触手飞去。下一刻，恶祖马特的触手触碰到林白，瞬间将他和古龙紧紧缠绕起来。就在这时，恶祖马特一头扎进了深邃的漩涡之中，转眼便消失不见。深海中，恶祖马特急速前行着。此时，林白眼中的场景不断变换，残破不堪的沉船，数不清的各色宝箱，未知生物的巨大骸骨，
不知何种怪物发出的恐怖音波，无不诉说着无尽之海的恐怖。就在这时，漆黑的深海中，一个晨光四射的物品吸引到了林白的注意力。又一枚传奇级宝箱，要是我能半路下车将宝箱拾起就好了。林白有些无奈道。这一路上，传奇级宝箱他至少见到了7、8个，史诗级宝箱那就别提了，上百个绝对有了。这无尽的大海深处，果然处处是宝。等实力强大后，一定要来无尽之海好好探索一番。林白暗暗打定主意，让这么多的宝箱埋没在无尽之海，实在是暴殄天物。就在这时，林白眼前的场景逐渐明亮起来，终于要到了。林白心中一喜，这种被束缚的滋味还真是不好受。此时，林白身上能动的地方也就只剩下手指和两腿之间了，被束缚的这么紧，真是扛不了。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感觉到自己被恶族马特狠狠一甩，急速朝着一个亮着白光的洞口飞去。卧槽！失去恶族马特的庇护，恐怖绝伦的水压瞬间袭来，林白感觉自己仿佛要被压成了纸片。不过好在，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瞬间便结束了。扑通！伴随着冲破水面的声音响起，林白被恶族马特摔落在洞穴中。呸呸呸！我记得之前他可没有这么粗鲁。马德，难道是故意的？林白暗骂了一声，旋即目光朝着四周看去。洞穴很大，不规则的墙壁上镶嵌着许多不明晶体，它们散发着明亮的光芒，照亮整个的洞穴。洞穴中央摆放着一个长有8臂、阴阳双面的人形石刻，他盘坐在那里，一团橙红色的火焰精华在石刻手中缓缓跳动着。还未等林白有所动作，下一刻，石刻竟然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他注视着林白，不怒自威。众神陨灭，至尊消失，异界生灵降临，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石刻缓缓地开口，声音中透露着无限悲凉。下一刻，石刻望向林白，语气淡漠地说道：既然你有幸来到这里，准备接受你的命运吧，凡人。叮！恭喜你触发隐藏职业任务，守护至尊神器。任务：守护至尊神器。类型：任务。等级1。描述：破碎群岛曾爆发过惊天动地的神战，岛上到处都是次元裂缝。为了防止虚空中的黑暗之灵入侵，至尊神灵将自己的武器镇压在了那里。可随着至尊神灵消失，至尊神器的力量已不复从前。饥饿的黑暗之灵再度通过次元裂缝降临了。任务目标：前往破碎群岛，守护岛上的至尊神器，为至尊神器充能。任务成功奖励：任选其一。1. 元素主宰。2. 御风剑神。3. 血域伯爵。4. 浴血魔神。5. 末日审判者。6. 灵魂收割者。任务失败处罚： 1. 你将进入为期1年的虚弱状态，期间无法进入神器世界。注：该隐藏任务只可触发一次，失败后你将无法再度触发。是否接受？接受。林白直接接下任务。准备多时，就是为的这一刻。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只要不被虚灵怪物包围，完全可以拿下。勇气可嘉，但愿你的勇气能为你带来好运。石刻缓缓地开口，随手一挥，石刻手中那团橙红色火焰径直飞向了林白。叮！恭喜你获得至尊精华，将精华注入神器中，即可为至尊神器恢复力量。提示音刚落，下一刻，林白面前浮现出一个紫色光门。传送门：破碎的诸神群岛。第54章降临群岛，饥肠辘辘的虚空爪牙。破碎群岛原本是一块完整的大陆，由于其位置特殊，又有连接诸天万界的传送法阵，诸神在破碎群岛上建立起一座巨大的诸神之城。他们把破碎群岛搭建成了集交易、传送、娱乐的诸神乐园。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神战全面爆发，破碎群岛在一次次大战中被打得四分五裂，分崩离析。那无尽繁华的神城也就此化为尘埃。从那之后，破碎群岛再也没有了往昔的繁华景象，变为了一座荒芜之地。当前位置：未知空间，破碎的诸神群岛。唰，蓝光闪烁，林白出现在一座小岛上。叮！你抵达破碎群岛。视线刚刚恢复，林白快速做出战斗姿态，两眼警惕地环顾四周。他的血量比同级玩家是高了一点，但这里可是破碎群岛，是被那群恐怖的虚灵生物所侵蚀的地方。如果不打起12万分精神，即便强如自己，大意之下也会分分钟凉在这里。看来这里暂时没有虚灵生物。林白打量了一下四周，并没有发现虚灵生物的影子。不过他依旧不敢放松警惕。
破碎群岛早已分崩离析，虽然有至尊神器镇守，但也会不时的有次元裂缝出现。就在这时，林白背包中的至尊精华忽然剧烈的燃烧起来，他的火苗径直导向正北方，似乎在与什么东西呼应着。至尊神器在那边，林白找准了路径。他对破碎群岛还是比较熟悉的，毕竟上一世曾来过这里。还未走出多远，就在这时，林白忽然察觉到自己前方的空间传来一道道惊人的扭曲力量，这是虚空崩塌、次元裂缝即将出现的征兆。闪现！没有犹豫，林白瞬间发动闪现躲避。他刚刚离开，下一刻，一道充满黑暗能量的次元裂缝猛然爆发，恐怖的吸力瞬间将周围的一切全部吞噬殆尽。就在这时，次元裂缝中的黑暗能量突然翻涌不断起来，不知道会降临什么东西。林白两眼死死地盯着裂缝。就在这时，黑暗能量如同潮水一般迸发而出。下一刻，一道漆黑无比、浑身都是由暗元素组成的能量体从次元裂缝中降临了。他用暗紫色的眼睛扫了一眼林白，略带兴奋的声音从躯干中传出：结节，我闻到了新鲜的血肉能量。虚空爪牙，钻石级，状态肌长陆路，种族虚空生物，等级 LV10， 生命值105000，法力值24500，物理攻击力5450，魔法攻击力6540，物理防御3970，魔法防御4360。吞噬光环，虚空爪牙有 10% 的几率将你的物理或魔法攻击吞噬。冷却时间5，吞噬成功后所有属性提升 1%。技能实体化，实体化后降低 10% 的物理攻击伤害，并使自己的物理伤害提升 20%。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30秒。虚灵化，虚灵化后降低 10% 的魔法攻击伤害，并使自己的魔法伤害提升 20%。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30秒。暗影冲击，群体向180度方向发射，5轮附带击退效果的暗影箭矢，每枚暗影箭附带魔法攻击力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10秒。化身暗影技能开启后，虚空领主可让任何攻击穿透自己，每5秒触发一次，持续60秒。冷却时间3分钟。因受到无尽饥饿的驱使，这些虚空生物们不遗余力地吞噬着物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实力无比可怕。原来是一只虚空爪牙。林白放松下来。虚空爪牙是虚空生灵中最弱的一种生物，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比寻常怪物要强大很多。拥有吞噬光环的他们，成长速度极快，是诸天万界中最为可怕的生物之一。火球术，林白没有丝毫废话，随手就是一道火球射出。火球术激射而来。正当火球术即将攻击到虚空爪牙身上时，忽然一道深邃无比的漩涡出现在虚空爪牙的躯干上。吞噬光环触发了，火球术拖曳着长长的尾焰，被虚空爪牙瞬间吸入进躯体中，连一道火花都没能溅起。与此同时，一道增益的绿色光芒在虚空爪牙身上亮起。吞噬成功，它的全部属性都提升了 1%。结节，美味的火焰能量，如果你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可以考虑不杀死你。虚空爪牙兴奋地低吼着，暗紫色的眼睛里满是贪婪。他太饥渴了，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此时，虚空爪牙两眼满是渴望神色，他在等着林白狠狠地给自己一下。好啊！林白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虚空生物一个个都是恶货，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士力架。林白低声呢喃后，直接发动了技能燃尽风暴。6枚黑色燃尽瞬间凝聚，拖着黑色的尾焰破空而去。结节，比之前更充沛的火焰能量，我的灵魂都颤抖起来了。虚空爪牙眼中光芒大盛，他不闪不避，径直敞开躯体迎了上去。砰砰砰砰砰砰，18934，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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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虚空爪牙就没那么好运了，他引以为傲的吞噬光环未能触发，6枚必爆燃尽，直接将他送回了老家。你击杀了虚空爪牙，经验加500。随着尸体倒地，数件战利品从尸体上爆了出来，叮叮当当的落地声很是悦耳。一个小爪牙居然大爆了，林白脸上充斥着笑意，自己可真是太幸运了。此时，地面上有一本散发着星辰般光芒的书籍，
以及2件金黄色物品正不规则地掉落在地面上。叮！恭喜你获得技能书恶意咒印1钻石级。恭喜你获得装备冰霜之心1黄金级。恭喜你获得装备湮灭宝珠1黄金级。恭喜你获得金币21枚。第55章一介蝼蚁。你也想起舞吗？神器世界中，钻石级以上的怪物极有可能掉落与品阶不匹配的装备，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林白倒也没怎么在意。此时，林白的目光早已被背包中的钻石技能书所吸引。恶意咒印钻石级。类型技能书。效果对目标释放一道咒印，造成50+20%分号魔法攻击力的魔法伤害，并标记目标10秒。用任意技能对被标记的目标造成伤害时，都会引爆咒印，并造成500+20%分号魔法攻击力的真实伤害。注：该技能无法作用于高出钻石级的目标。冷却时间30秒，法力值消耗200。真伤技能。林白眼前一亮，这可太少见了。要知道，真实伤害那可是无视防御的，管他对方装甲有多厚，都能有效击穿，完全不讲道理，是真正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优秀技能。不戳，真不戳。林白脸上充斥着笑意，这个技能来的正是时候，两手一拍，直接将技能学习。叮！恭喜你学会技能恶意咒印。随后，心情大好的林白又将目光投向其余2件黄金物品。冰霜之心黄金级。类型事物。等级 LV10。物理防御加80。法力值加400。技能冷却负 20%。效果1：凛冬之斧是附近20米内的所有地方目标，攻击速度降低 15%。效果2：坚如磐石使你受到的物理攻击伤害降低 10%。湮灭宝珠黄金级。类型饰品。等级 LV10。魔法攻击加80。效果恶鬼缠身释放出2条恶鬼缠绕对方，使目标的恢复效果降低 40%。2件黄金级饰品，属性效果什么的还不错，可惜并不是设计图，完全无法与自己穿戴的光辉之剑相比较。扫了一眼，林白便关闭了背包。就在这时，林白感觉到自己身后不远的地方，空间再度涌现出一抹波动，又有次元裂缝要出现了。次元裂缝出现的频率这么快，看来至尊神器坚持不了多久了，我得尽量避免战斗，及早赶到至尊神器旁才行。林白暗自沉吟道。次元裂缝出现的越多，对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就会越不利。一旦出现较大的次元裂缝，恐怕到时候降临的虚空生物就是领主1级的了。尽快行动吧。林白不再犹豫，随后他径直发动闪现技能，朝着北方赶去。林白选择的路径十分巧妙，一路上倒也有惊无险。他离至尊神器已然不远，不过此时次元裂缝的出现频率却越来越频繁了。就在刚刚，林白亲眼看到一个人形虚灵生物成功突破次元裂缝，降临在自己前方不远处。这么快就有虚空行者降临了，林白心中一紧，按照自己的行进速度，不知比上一世快了多少倍。怎么这么快就有领主级怪物降临了？难道说自己赶路太快也不行？不管了，先过去看看再说。很快，林白便来到了破碎群岛最北部，他已经可以看到一柄散发着淡淡金光的锤形物体正矗立在那里，正是至尊神器。现在想来，这把至尊神器不正是昊天神锤的样子吗？不，确切的说，它是昊天神锤的仿制品才对。林白目光闪烁不定，在昊天神锤实体化后，他总觉得昊天神锤有些眼熟，直到此刻再度见到至尊神器时，他才恍然大悟，锤影在脑海中重叠在一起。林白眼眸深处闪过一抹金光。昊天神锤，你到底是什么来历？连昔日的至尊神器都是你的仿制品，自己重生又意外获得昊天神锤，这到底是机缘巧合，还是这一切早有预谋？此时，林白感觉自己被团团迷雾所笼罩，让他根本看不清前方。真相早晚会浮出水面，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眼下守护至尊神器要紧。林白暗自沉吟后，目光径直投向至尊神器。此时，至尊神器的状况很不好，它锤体的一半已经被暗元素所覆盖，眼看就要被暗元素给彻底侵蚀。一旦至尊神器被彻底侵蚀，那将直接宣告自己任务失败。此刻，至尊神器旁，一个人形虚灵生物正不断用暗属性魔法侵蚀着至尊神器，极具侵蚀力量的暗属性能量正逐渐蚕食着至尊神器上的能量，至少超过 70% 的区域已被污秽。雷霆万钧！林白不再犹豫，
出手就是一道炽烈雷芒。他要利用雷霆万钧的眩晕效果，打断虚空行者侵蚀神器。轰！雷光闪烁，转眼即至。就在即将命中虚空行者之时，唰！伴随着暗属性能量涌动，虚空行者消失在了原地。黑色光芒闪烁，虚空行者刹那间出现在林白旁边。他挥动手中的紫光能量剑，径直朝着林白斩落。呼啸声在耳边响起，林白自然不会头铁去接，直接发动闪现走人。唰！蓝光闪烁，林白与虚空行者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虚空行者的信息被林白的眼睛所捕捉。虚空行者，史诗级，状态正值巅峰，种族虚空生物，等级 LV30， 生命值87万570000，法力值1450000950000，物理攻击力145009500，魔法攻击力2900019000，物理防御87005700，魔法防御116007600。吞噬光环，虚空行者有 20% 的几率将你的物理或魔法攻击吞噬。冷却时间5，吞噬成功后，所有属性提升 2%。技能虚无法球，虚空行者向目标发射一枚必中的虚无法球，造成魔法攻击力的魔法伤害，并打断目标当前的读条技能。冷却时间20秒，蓄力2秒。能量脉冲，虚空行者从次元裂缝中汲取能量，5秒后，虚空行者对前方追行范围20米内的所有目标造成魔法攻击的伤害，并使目标减速 70%。冷却10秒，消耗300 MP。虚空行走，虚空行者传送到目标区域。冷却5秒，消耗200 MP。虚空之刃，虚空行者给他的虚空之刃充能，使他的下次普通攻击造成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伤害，并恢复目标损失生命值的血量。冷却时间30秒，消耗500 MP。描述：强大的虚空领主对暗黑能量的运用非常娴熟，非常致命。嗡！虚空行者挥动手中的紫光能量剑，割裂了眼前的空气。他剑尖遥遥指向林白，无比冷漠地开口说道：“一介蝼蚁，你也想起武吗？”第56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法师型刺客。林白眼中满是警惕。虚空行者可和虚空爪牙那种憨憨不同，虚空行者的利刃下从没有一个冤魂，他拥有着极高的智慧，而且非常擅长物理和魔法攻击，是很致命的一种虚空生物。一旦自己在操作上稍稍失误，哪怕只是反应迟钝了 0.1 秒，那都会让自己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这场战斗，他必须打起12分精神来。只有微弱秩序之力的蝼蚁，也想阻挡我等吞噬星空。虚空行者目光中满是嘲弄。法师职业所使用的奥数能量，均属于神器6大尖端力量中的秩序之力。由于灵白级别较低，掌控的秩序之力有限，所以虚空行者这话说的也没错。不过，这话要是虚空大军本人来说，或许还有一丝威慑力。一个小小的虚空行者，呵呵，要不是时间紧任务重，看我不把你脑壳打爆！林白目光中闪过一道冷芒。闻言，虚空行者淡笑着摇摇头，轻蔑地说道：“哦，是吗？我很期待，我脑袋炸裂的那一刻，那一定是世间最美丽的风景。”话落，虚空行者率先发起了攻击。他随手一挥，起手就是招牌技能虚无法球。只见紫光能量剑的顶端瞬间凝聚出一颗硕大的暗黑法球，黑色法球被暗影能量包裹，带妖异的紫色光芒径直朝着林白袭来。与此同时，林白耳边响起了2则提示：战斗提示，你已进入战斗状态；锁定提示，你已被虚无法球锁定。虚无法球伤害很高，而且拥有必中特性，一旦被锁定，根本无法躲避，只能硬接。想要不被锁定，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与虚空行者拉开距离。不过眼下已经来不及了。闪电护盾，雷光闪烁，林白瞬间开启护盾。护盾，你获得了7032点护盾值。此时，护盾撑开，不过林白的眼睛却看都未看虚无法球一眼，而是死死地盯着虚空行者，似乎在防备着什么。下一刻，暗影能量闪烁，虚空行者消失在林白的视野中。见此，林白心中冷笑道：“早就等着你呢。”虚空行者的战斗方式，他十分了解，最常用的就是用虚无法球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趁敌人防备虚无发球时，再发动闪现打出致命一击。这套组合技能非常连贯，一般人根本躲闪不开。上一世他就曾在这套连招下吃过亏。
不过此时林白根本没在怕，他的闪现技能和虚空行者的闪现技能冷却时间同为5秒，只要自己盯死虚空行者，问题不大。闪现，林白直接发动技能，黄光一闪，林白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一柄紫色利刃突然斩落在林白方才站立的地方，轰！大地崩裂，长达数十米的巨大裂缝出现。下一刻，虚空行者从虚空中走了出来，浑身缠绕着暗影能量。他望向林白，眼中浮现一抹异色。这只蝼蚁的反应速度几乎能与自己相媲美了。从自己释放技能虚无法球，再到发动技能虚无行走，2个技能的前后间隔恐怕连0.1秒都不到。这只蝼蚁竟能躲得如此完美。虚空行者死死地盯着林白，暗道：这只蝼蚁有一点不对劲。此时暗黑法球也已到达，林白不闪不避，径直迎了上去。要不是为了防备虚空行者的虚空之刃，他完全可以在虚空行者蓄力虚无法球的时候瞬间发动闪现，拉开距离，强行拉断技能锁定。轰！澎湃的暗影之力爆发，恐怖的破坏力刹那间撕破林白的闪电护盾。20536，林白血条猛地下降一大截，直接倒飞了出去。啧，竟能扛住我的虚无法球，蝼蚁，我对你愈发的感兴趣了。虚空行者神眼中露出一抹兴奋，那是见到猎物的光芒。就在这时，林白耳边一则提示忽然响起，特效提示修罗咒已被触发。下一刻，一道闪烁着寒光的利刃突然从林白腰带上击射而出，正是魔力风暴腰带的特效技能修罗咒。受到攻击后，使目标受到 50% 的反击伤害。嗡鸣声响起，修罗利刃瞬间突破了空间屏障，狠狠扎在了虚无行者胸口。噗呲，利刃刺破肉体，一道伤害数字飘起，10268。虚空行者胸口受创，一股股暗影之力宛如鲜血般流淌出来。他低头望向胸口的利刃，眼神逐渐疯狂。自己可是高贵的虚灵一族，本想戏耍一番这个蝼蚁，没想到他竟然被这只蝼蚁给咬了。虚无行者病态般舔了舔嘴唇，略带癫狂的笑道：与我融为一体吧，蝼蚁。此时林白也没闲着，趁着虚无行者在那里装逼，他径直朝着昊天神锤方向跑去。眼下他可没心情跟虚无行者在那里扯皮，让至尊神器恢复力量才是首要任务。如果不及时将至尊神器修复，一旦再有较大的次元裂缝出现，就不是一个虚空行者那么简单了。几秒后，林白来到了至尊神器近前。此时至尊神器早已被暗影之力侵蚀大半，到处都是充满腐蚀的虚空能量。林白扫了一眼奔袭而来的虚空行者，径直取出至尊精华按了上去。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林白皱起了眉头，因为接触到至尊精华的至尊神器根本没有丝毫反应。还未等林白多想，就在这时，缠绕在至尊神器上的暗影之力竟然隐隐地缠向了至尊精华，似乎想要将其侵蚀。见到这一幕，林白紧忙将至尊精华收回背包。怎么会这样？林白皱紧了眉头。上一世自己将至尊精华按上去的刹那，至尊神器瞬间便恢复了往日的神威，神光一荡便扫清了所有虚空生物。难道说是因为被侵蚀面太大，导致神器失去了某些功能？这下坏了。林白眉头紧锁，思量着应对办法。下一刻，林白眼底闪过一道金芒，低声呢喃道：或许他可以。就在这时，虚空行者也追了过来。蝼蚁想要修复神器？虚空行者察觉到林白的意图，嘴角露出一丝不屑。至尊神器已被他腐蚀大半，想要修复根本不可能。让他感兴趣的是林白手中的那团橙红色火焰，那株跳动的火焰蕴含的秩序之力竟如此精纯，如果我能将它吞噬……虚空行者舔了舔嘴唇，吞噬如此精纯的秩序之力，恐怕自己会瞬间得到虚空大军的器重吧。刚想到这里，虚空行者发现前方的蝼蚁居然从背包中取出了一把泛着乌光的铁锤。下一刻，那蝼蚁竟然拿着铁锤狠狠对着至尊神器抡了过去。哈哈，异想天开的蝼蚁！虚空行者不以为意地笑了笑，紫色光剑一挥，虚无法球再度凝聚。还未等他发射法球，下一刻，轰！一道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从至尊神器上传来。W， 在虚空行者惊骇的眼神中，至尊神器猛地迸发出耀眼的金色神芒，金芒四射，神威浩荡，耀眼的金芒映照诸天。啊！
虚空行者肉体层层崩裂，难以想象的剧痛传来，他发出惨绝人寰的哀嚎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第57章，任务完成，目标精灵族。此时，林白望着璀璨夺目的至尊神器，嘴角微微向上扬起。刚刚在至尊精华失效的时候，他忽然忆起一件事，那就是在远古之神大脑前接受的任务——强化至尊封印。虽然这个任务还没做，但既然至尊封印都可以用昊天神锤强化，那想必至尊神器也可以。所以这才有了刚才那么一幕。任务提示：守护至尊神器任务完成，传送门将在15秒后开启。还以为得陷入苦战，没想到一锤子就给他搞定了。林白笑了笑，将昊天神锤收入背包，随后他目光投向只剩下头颅的虚空行者。此时虚空行者正在那里神神叨叨地说着什么，有点死不瞑目那味了。虚空行者死死地盯着林白，似乎要将他的样子刻在灵魂里。虚空大军，请让我投入你的怀抱，我找到了永恒圣。话没说完，声音戛然而止。砰！虚空行者的头颅炸裂，黑色脑浆崩了一地，死的不能再死。你击杀了虚空行者，经验加5000。战斗结束。哗啦，五彩斑斓的战利品接二连三掉落出来，发出悦耳的叮铃声。收获时间到。林白眼里充斥着笑意，将物品尽数拾起。叮！恭喜你获得虚空装备暗黑血之赤铜1，史诗级。恭喜你获得任务物品精灵的眼泪1，史诗级。恭喜你获得魔法石恶灵之火焰11，钻石级。恭喜你获得金币321枚。任务物品。林白看向背包中那滴晶莹的泪水，一股股浓浓的哀伤之意正不断散发出来。精灵的眼泪，史诗级。使用后获得史诗级任务疯狂的虚空生物。描述：精灵女王之泪，无需靠近就能感到她的哀伤。这个任务应该有点意思。林白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精灵一族生活在一座与世无争的岛屿上，受到世界之树泰达希尔的庇护。他们各顶各的美丽，一切的美好词汇都可以用在精灵身上。精灵们居住的主城名为达纳苏斯，被无数玩家称为天堂之城。那里是诸多 LSP 无比向往的神仙国度，而女玩家们则把精灵主城称为男人的墓葬场或者肾虚之都。我是正经人，嗨嗨，只对精灵任务感兴趣，并没有别的想法。林白轻咳了一声，一脸正人君子相打开了任务物品。叮！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精灵的眼泪，是否接受？是。林白点了点头。任务：精灵的眼泪。类型：史诗级任务。等级：30。描述：精灵女王的泪水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或许你该去问问精灵先知。任务目标：将其带到精灵主城达纳苏斯，把它交给精灵先知维伦。任务成功奖励：1. 精灵族好感度加50000。任务失败处罚：2. 死亡后任务物品掉落，你无法再接取任务。死！5万好感度。林白眼中迸发出一团烈焰。精灵族的好感度极难获得，因为他们防备心很高，轻易不会让外人进入达纳苏斯。这就导致了想要刷精灵族好感度非常困难。没记错的话，上一世一名玩家曾没日没夜地刷精灵族好感度，整整刷了3年，终于突破15000点好感度，成功到达了尊敬级好感度。好在他的付出终究得到了回报，每日都有诸多精灵妹子环绕，不知羡慕坏了多少人。而精灵的眼泪直接奖励5万好感度，足以帮林白让冷淡状态的精灵族瞬间对他变为崇敬状态。到了那时，别说一晚一个精灵妹子，恐怕让精灵先知和自己烧黄纸拜把子都行。更何况精灵王国有着他心心念念的东西。这任务我林某人做定了，谁敢阻拦我，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林白暗自下定了决心。随后他将目光投向其余的2件物品。暗黑血之赤铜，史诗级。部位：饰品。等级 LV30。力量加460。智力加100。体力加340。敏捷加100。特技：暴虐暗影，按属性技能伤害额外提高 20%。偏力量和体力的饰品，还提升了按属性伤害，给刺客或战士用都挺不错。恶灵之火焰石，钻石级。类型：魔法石。增益效果：你的所有伤害对人类提升 100%。减益效果：拾取后你的幸运值降低-500点。描述：放入背包即可生效。神器世界中的奇葩装备是真的多，
幸运值降500，还要不要让人玩了？林白脸色一黑，随手就是一个 delete 指令，销毁的意思。他没有给远古之神献祭血液，幸运值本身就是0，这玩意要是带在身上，那简直就是厄运之神附体。查看完毕，林白目光环视四周，此时破碎群岛在至尊神器的守护下已经趋于平静，空间乱流和次元裂缝再也没有出现过。该回去交任务了。林白扫了一眼四周，就在林白刚要踏进传送阵的那一刻，一道微弱的空灵声忽然响彻在他的耳边：“谢谢。”林白疑惑地转头看去，就在这时，空灵声再度响起：“谢谢，不用在意，各取所需罢了。”林白笑了笑，他知道是谁在说话。至尊神器在向自己道谢。话落，林白转身便踏进了传送法阵。唰，光芒闪烁，林白消失在原地。不过林白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踏进传送法阵的那一刻，一道璀璨的橙红色光芒径直射进了他的背包。信息提示：恭喜你获得至尊级物品精纯的秩序之力。第58章转职成功。我有6条天赋树。当前位置：无尽之海隐秘的洞穴。嗡！伴随着空间一阵波纹闪烁，林白回到了洞穴中。人形时刻察觉到空间波动，缓缓地睁开眼睛。在看到林白的身影后，他的目光中闪过一道异芒。这个只有 LV11级，仅掌握不到1/1000秩序之力的异界人，不光没有被虚空生物吞噬，还活着站在了自己眼前，有点意思。洞穴中，这尊不知存在多久、满是岁月气息的时刻，表情终于发生了些许变化。如此漫长的恒久岁月，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心绪如此波动是在什么时候了。人形时刻望向林白，语气淡然地说道：“抉择，你的命运吧。”话落，人形时刻猛地迸发出璀璨神光，耀眼的金光照射四方。这一刻，林白感觉到自己宛如投入了少女的怀抱中，软软的，暖暖的，让人有些留恋。下一刻，金光消散，洞穴内又恢复了常态。与此同时，林白耳边传来了数道提示音：“恭喜你完成任务，守护至尊神器，请在60秒内选定你的奖励。1. 灵魂收割者，唯一，曾让所有生命在恐惧中瑟瑟发抖的终极屠杀者，对灵魂魔法的运用非常精通，擅长攻击目标的灵魂。2. 御风剑神，唯一，精通风系魔法的狩猎者，擅长使用附魔剑矢、魔法陷阱以及召唤伙伴进行战斗，是隐匿在丛林中的王者。3. 血域伯爵，唯一，精通鲜血和死亡魔法，可召唤冥界生物为自己而战，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很难被常规手段击杀。4. 浴血魔神，唯一，屈服于鬼神的力量，即使自己的身体粉碎也要挑战眼前的敌人，精通各类武器的他们向死而生。5. 末日审判者，唯一，精通暗影之力，擅长用暗影魔法对敌，在处于魔化期间可让自己免疫死亡。6. 元素主宰，唯一，元素魔法的主宰者，拥有极为恐怖的瞬间杀伤力以及范围攻击能力，他们对元素的感知力、控制力无人能及。6大隐藏职业，每一个都强大无匹。此时，林白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我 TM 都想要。几秒后，呼，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将脑海中不切实际的想法抛却。上一世，自己第一眼就认准了灵魂收割者，没办法，谁让灵魂收割者的介绍那么牛批？不过转完职后，他就后悔了。直到转职成功的那一刻，他才知道，灵魂收割者这个职业，只有在灵魂汇聚的冥界，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要是不在冥界主场战斗的话，技能威力什么的，全部都要大打折扣。就 TM 很干。现在想想，只能说自己当时年纪轻，不懂事，一兴奋起来就有点把持不住。想到这里，林白笑了笑，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元素主宰。这一世，我终究没有错过你。林白眼眸深处闪过一抹金光。元素主宰的介绍和其他职业相比，那真叫一个平平无奇，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 TM 就是个法师进阶职业。可偏偏就是这个职业，才是真正的变态至极，强大无匹。只因为它可以同时使用神器世界最尖端的6大力量，这就很可怕。要知道，一般的至尊神灵也不过才掌控一种尖端力量罢了，而元素主宰却能同时掌控6种，这能不强？这能不变态？如果有一天我将6大尖端力量的核心尽数收入囊中，那么神器世界将会彻底迎来新的纪元。林白低声呢喃着，两眼中似乎有着火焰在跳动。
重生归来，他的心中早已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宏图。取得隐藏职业元素主宰，不过只是当中的一小环。想到这里，林白不再犹豫，他径直看向时刻，沉声说道：“我选元素主宰，明智之选。”时刻赞叹道，眼中露出莫名的欣慰神色。只见他随手一挥，一道炽烈的神光径直将林白笼罩起来。与此同时，提示音接连响起：“叮！恭喜你获得隐藏职业元素主宰为1，受到元素主宰特性影响，每次升级你都会获得500点生命、500点法力值以及20点自由属性点。叮！转职成功，你的等级发生变更，你的等级降低至 LV1。叮！因等级变更，你的部分装备和技能目前已失去效果。叮！恭喜你成为元素主宰，您的天赋树现已解锁。受到天赋树特性影响，每次提升等级，你都会获得5点天赋点，用以学习天赋技能。当前剩余5点。”伴随提示音落下，林白发现自己的天赋树上居然额外生出6道大的天赋分支，分别是光明之力、神圣、混乱之力、邪能、死亡之力、死灵、虚空之力、暗影、秩序之力、奥数、生命之力、自然。6条天赋线依次排列开来。没想到元素主宰的天赋树和其他隐藏职业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即便早已知晓元素主宰的强大，可明晃晃的6条天赋树还是让林白有些惊叹。上一世，他的灵魂收割者虽然与元素主宰同为隐藏职业，但那也仅仅只有1条天赋树而已。虽然有点拉胯，但那也不是一般职业可以比较的。而这个元素主宰隐藏职业竟然直接给了6条天赋树。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此时，林白有些激动，喜悦之情全部洋溢在脸上。妙啊！不过想想也是，这也间接说明元素主宰的强大并非是毫无道理。林白眼睛闪烁着兴奋。不过眼下，这6条天赋分支全部是灰色状态，似乎激活后才可以正常使用。看来只有点亮了某一分之后，天赋点才会发挥作用。林白暗自沉吟道。就在这时，提示音再度响起。叮！检测到精纯的秩序之力是否用于解锁秩序之力、奥数、天赋线。精纯的秩序之力，难道是至尊精华？那不是任务物品吗？林白神情有些疑惑。难道说连任务物品都算数？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林白狡黠地看了一眼人形雕刻，随后他将目光投向背包。此时，一滴乳白色的液体正在背包中散发着淡淡的白芒。精纯的秩序之力，级别至尊级，效果吞噬后，你的身体体质加10000，凝聚秩序之力的速度正10000。描述：至尊体内的精华拥有至尊1/1的力量，可用于强化体质、解锁天赋。吞噬后增强体质是什么鬼？林白的脸上满是黑线。第59章，高歌猛进的精华，你竟然是远古之神！越看这滴乳白色的液体，林白就越觉得不对劲。这他喵的，这到底是什么精华？虽然体质加10000以及凝聚秩序之力正10000都挺诱人的，不过这也和酸奶太像了吧，着实让人有点腻歪。不过话说回来，这东西之前不是一团橙色火焰吗？怎么还变了样了？来不了！林白嫌弃的将至尊精华取出，直接按在了天赋树上。伴随着乳白色的至尊精华落下，那只属于秩序之力、奥数的枯萎之芽竟然如同老树逢春一般，瞬间焕发了新生。淡蓝色的魔法光辉萦绕，乳白色的至尊精华一路高歌猛进，这让原本暗淡无光的天赋技能被尽数点亮，如同天空中的繁星一般，亮晶晶的连成一片。与此同时，悦耳的提示音不断在林白耳边响起。叮！恭喜你解锁第1层天赋能量符文，所需天赋点5点。恭喜你解锁第1层天赋动荡魔法，所需天赋点5点。恭喜你解锁第1层天赋咒术洪流，所需天赋点5点。恭喜你解锁第2层天赋灼热之眼，所需天赋点5点。悦耳的提示音接连不断，一层又一层天赋被点亮被激活。没想到这至尊精华能量还挺足，不知道他能不能将10层天赋全部解锁。林白目光闪烁不定，不过在想到这至尊精华极有可能是那玩意的时候，林白的内心忍不住腻歪起来。但愿不是我想的那样。林白摇了摇头，目光投向天赋树。此时，乳白色的至尊精华已冲至第7层天赋，不过它的移动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似乎内部的能量即将被消耗殆尽，明显就要坚持不住了。给点力啊！林白死死地盯着精华，希望他争点气。终于，在林白期盼的眼神中，至尊精华终于冲破了第7层的天赋屏障。哗啦，叮！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火系禁咒流星火山，所需天赋点100点。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土系禁咒叹息之墙，所需天赋点100点。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水系禁咒深渊梦魇，所需天赋点100点。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风系禁咒死亡风暴，所需天赋点100点。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混合禁咒陨星幻灭，所需天赋点100点。伴随着提示音落下，第7层天赋被尽数点亮。呼，林白松了一口气，第7层可全都是禁咒，自然越早解锁越好，这样自己也能尽快使用上。与此同时，在冲破第7层屏障后，至尊精华也彻底失去了光泽，它化成了一滴水滴，消散在了天赋树上。至尊精华都未能将整条天赋树点亮，看来还得需要更加精纯、纯粹的能量才行。不过在这个至尊消失的时代，想要薅至尊羊毛，难如登天。林白暗自沉吟道。此时，一旁的人形时刻似乎是看透了林白内心的想法，他语气淡漠地开口说道：“并非只有至尊精华才能将其解锁，一些实力强悍生物的精华或者能量充沛的地方，也可以为你的天赋树充能，无非就是速度要慢上许多。”闻言，林白眼前一亮，径直问道：“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去击杀虚空生物，用他们的精华解锁虚空之力、暗影？”“没错，其他尖端力量也是一样。”人形时刻冷漠地回复道。“我知道了，谢谢。”林白点了点头，就很秀。这 TM 不是让自己与全世界为敌吗？要知道，6大尖端力量都是有迹可循的。光明之力、神圣对应光明教会，混乱之力、邪能对应恶魔一族，死亡之力、死灵对应亡灵生物，虚空之力、暗影对应虚空生物，秩序之力、奥数对应所有人类，生命之力、自然对应精灵一族，吞噬他人的精华，提升自己的实力，这不就是吞天魔功吗？林白眉头微微皱起，光明、邪能、死灵、暗影这4种尖端力量，自己获取倒是没什么负担，反正都是敌对，杀就完事了。至于奥数吗？他觉得最好弄，不就是杀人吗？隔壁那群小日子过得不错的，用来刷奥数正好，反正自己不杀，别人也得杀，那还不如自己杀。就在这时，林白看向人形时刻，沉声问道：“其他倒是好说，唯独生命之力、自然有点麻烦，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有。”时刻缓缓地点了点头。“什么办法？”林白眼前一亮，他也不过是随口一问，没想到还真有。沉吟良久后，时刻淡漠地开口说道：“吞噬远古之神。远古之神的心脏蕴含无尽生机，可用于强化生命之力、自然。”话音刚落，什么？林白的心里却泛起了轩然大波。他想起了之前在龙魂圣殿那远古之神左眼给自己看的画面，画面中那红发女子就是硬生生挖掉了远古之神的心脏，然后便消失了。现在看来，她就是为了远古之神的心脏才接触的远古之神。这个女人好沉的心思。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切竟然能联系到一起。但那个红发女人要远古之神的心脏做什么？林白目光闪烁不定，他现在很好奇，那个红发女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上一世自己连听都未曾听过？下一刻，人形时刻继续开口说道：“而且远古之神的心脏对他人来说还有另外一种作用。”“什么作用？”林白眉头微微皱起，想不到这个时刻知道的东西竟然如此之多。以远古之神心脏为根，为自己开辟一条全新天赋树。人形时刻嘴角露出怪异的笑容。下一刻，他伸出手臂，猛地从心脏处掏出一个石块，随着石块拿块，那被石块填充的胸口露出一个大洞。见到这一幕，林白眼睛突然收缩。“你是远古之神？”第60章，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真理。没错，不过现在失去力量之源的我早已成了废物。人形时刻将石块塞进胸口，似乎在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此时，林白心中不禁有些疑惑，眼前这个家伙既然是远古之神，为何要主动把这种消息泄露给自己？有阴谋？耍手段？或者说想要坑自己？不过想想也是，
即便是一头猪，活了很古的岁月，都能成精了，更何况是远古之神呢？让我看看，你到底想做什么？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异芒，有些摸不透这个家伙的想法。不过他是真没想到，远古之神的心脏还有开辟天赋术这种功效。想到这里，林白目光上下扫视着时刻，眼神有些飘忽不定。远古之神这种生物，生命力还真是充沛的可怕，心脏让人掏了都没事。这要是人类，早都死得不能再死了。不过想想也是，那个叫尤格萨隆的远古之神都让人肢解了，不也还活着？眼前这个才被掏心而已。想到这里，林白眉头微微皱起，沉声问道：所以你也和尤格萨隆一样，让那个红发女人给掏空了？话音刚落，林白忽然敏锐地察觉到人形时刻的眼神有些不对劲，愤怒、恐惧、不甘，还带着深深的忌惮。如此复杂的眼神，林白还是第一次见到。下一刻，时刻眼中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要不是尤格萨隆那个蠢货竟然为了什么狗屁爱情，心甘情愿地将心脏交了出去，还将我们的秘密告诉给了那个女人，我们其余4神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听到这里，林白的眉头微微皱起，沉声问道：能和我说说那个女人的来历吗？人形时刻深深看了一眼林白，眼中的忌惮之色愈发浓烈。随后他淡淡的开口说道：恒古岁月前，吾与尤格萨隆、恩格斯、亚萨吉、克苏恩诞生在这个世界，充沛的生命力足以让我们永存不灭。但后来神战爆发，整个寰宇都受到了波及。吾等本想置身事外，但是却被一群来到神器世界避难的神灵给盯上了，他们想要知道我们永生的秘密。听到这里，林白摇了摇头，低声呢喃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世界从来都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墓葬场，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真理。话音刚落，人形时刻似是心有所触一般，僵硬的石头脸有了一丝波澜。没错，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黑暗。那群贪婪的神灵侵占我们的国度，屠杀我们的子民，还想探寻我们永生的秘密，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罄竹难书。说到这里，人形时刻眼中闪过一丝悸动，继续说道：后来那位红发女人降临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她来自哪里。她血洗了诸神，扫清了盘桓在神器世界的阴霾。不过我们没想到的是，她竟然比诸神还要可怕。听到这里，林白已经明白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红发女人收取了5大远古之神的心脏，随后便消失了。这老小子不会是想要让自己去找红发女人，然后把她的心脏讨回来吧？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如你呢，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想到这里，林白试探性的开口问道：所以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找回心脏吧？闻言，人形时刻略带深意的看了一眼林白，没有说话。在沉默了片刻后，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我确实有事所求，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人形时刻摇晃着头颅，碎裂的石块不断从身上掉落。现在的你太弱了，等你至少点亮6种尖端力量后再来找我吧。到了那时，我再和你说说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在这时，人形时刻身体忽然一震，大片的灰尘从他的躯体上落下，他略显急促地说道：你该离开了。话音落下，一道传送门突然出现在林白眼前。与此同时，人形时刻闭上双眼，不再言语，宛如死掉了一般。你嫌我实力弱，那你倒是给点好处啊，就这么的打发我，有点说不过去吧？林白站在原地，不打算这么轻易离开。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似是听到了林白的抱怨。下一刻，一卷闪耀着金光的卷轴忽然从时刻手中出现。林白眼前一亮，径直走上前去，将其拾取。叮！恭喜你获得传奇级经验卷轴10倍经验卷。10倍经验卷效果使用后，你获取经验的速度提升10倍，持续时间1小时。描述：卷轴上印刻着一句古神语。林白察觉到一丝不对，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人形时刻后，神色如常地说道：这才像话吗？谢谢你的经验卷，我走了。林白没有犹豫，径直踏进了传送门。伴随着蓝光闪烁，林白的身影消失在传送门内。良久之后，无尽的红雾凝聚成型，一道绝美的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人形时刻睁开双眼，对着雾气中的身影缓缓说道：元素主宰已经被人拿走，您是不是该把我的心脏还给我了？我很想知道，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空灵无比的声音从雾气中传来。下一刻，一道周身环绕5种尖端能量的绝美身影从雾气中款款走了出来。齐臀的红发随风飘扬，薄薄的红纱长裙将她的身材完美衬托。不过
在他手中，一颗漆黑的心脏正被他在手中肆意地抛来抛去，这让他有一种另类的妖艳。我只是按照您的意思，将人形时刻沉默了。自己的心脏被人如此把玩，这种感觉真的很屈辱。待到果实成熟，我会将心脏还给你的。在此之前，它还是由我来保管吧。空灵无比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洞穴，漫天的红色雾气消散不见。当人形时刻回过神来时，那道绝美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此刻，人形时刻眼中忽然闪烁出一股莫名的神采。聪明的小家伙，希望你尽快成长吧。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第61章，深渊在等待果实成熟。当前位置：桑中镇乱葬岗。唰，林白从传送门中走出，在环顾了四周后，他将目光径直投向背包中。刚刚在洞穴内，自己就感觉到一丝不对劲。人形时刻眼中的忌惮神色太明显了，似乎有着什么大恐怖就隐匿在洞穴中一般。或许他会给我答案。林白取出卷轴，直接将其撕裂。叮！你的经验获取速度提升10倍，当前剩余1小时。卷轴撕裂，增益效果正式开始。就在这时，印刻在卷轴上的古神语化作一道金光消散不见。下一刻，一道低沉的声音自林白耳边中响起：世界之树会掩盖你的行踪，在没有至尊的实力前，不要点亮生命之力。自然，深渊在等待着果实成熟。短短的3句话，传递着很多信息，这让林白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深渊在等待着果实成熟。林白目光微微一凝，这句话就很有意思，是说有人把自己当成了果实吗？也不怕崩断了自己的大牙。此时，林白的大脑飞速转动着，既然是等待果实成熟，那说明我现在的处境还算安全。他现在连一条天赋树都没有完全点亮，就更别说其他的了。要是按果实来说，那自己目前才处于刚刚开苞的阶段，根本不慌好吧？什么深渊不深渊的，真要等不及了你就来吃。自己都死过一次了，还怕再死一次？笑话！此刻，林白丝毫不为自己的处境担心，与其担心那些，还不如尽快练级呢。再说了，自己真正的底牌从来不是什么6大尖端力量，而是背包中那柄泛着乌光的黑色铁锤。有昊天神锤在，就算我不点亮任何一条尖端力量，又能如何？待到我解锁万倍增幅，随便一发火球术都有20万的伤害。深渊，我林某人专锤各种深渊。林白目光闪烁不定，心中快速思考着对策。眼下，等我把等级提升起来后，尽快去精灵族交任务，先把那5万点好感度弄到手，然后再找机会去净化血脉之力。现在盯着自己的势力这么多，不差那一个。先看看天赋技能。林白随手打开了天赋树，秩序之力奥数第1层，共有3个天赋，分别是：1. 能量符文，在地面上放置一个3030的能量符文，持续60秒。当你站在符文上时，你的所有伤害提高100%。冷却时间120秒，需要5点天赋点。2. 动荡魔法，你的技能在命中目标时，有极高几率会发生爆炸，对5米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同等伤害，需要5点天赋点。3. 咒术洪流，战斗开始时，魔法能量流遍全身，使你造成的伤害提高10百分号、200百分号，需要5点天赋点。3个天赋都是提升伤害能力的，不过第2、第3天赋都是看脸的玩意，还是第1个天赋稳健。林白思索道。随后，他径直花费5点天赋点，将能量符文点亮。叮！恭喜你习得技能能量符文，学习完毕。林白目光环顾四方，接下来该杀怪了，不能让我的10倍经验浪费。下一刻，林白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红毛怪们，化为我的经验吧。叮！恭喜你升到2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5点天赋点。恭喜你升到3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5点天赋点。恭喜你升到4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5点天赋点。恭喜你升到5级，10倍经验加成，就是暴躁。短短几分钟，林白的等级便和坐火箭一般嗖嗖的起飞了。该换个地方练级了，这里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正当林白思索着要不要换个地方时，数到急切的系统提示忽然响起。叮！桑中镇正在遭受恶魔生物的攻击，请尽快返回守护城镇。叮！桑中镇正在遭受恶魔生物的攻击，请尽快返回守护城镇。叮！桑中镇正在遭受恶魔生物的攻击，请尽快返回守护城镇。叮！本地防卫任务已触发，
丧钟镇本地防卫任务。任务内容：击退来犯敌人。任务成功，防守成功，奖励经验值1万，金币100。任务失败，防守失败，所属丧钟镇玩家等级清零，陷入虚弱状态3天，期间无法进入神器世界。系统公告疯狂地刷新着。提示：是否接受任务？遭受恶魔生物的攻击。看来是恶魔族玩家打过来了。林白目光里闪烁着异色。不得不说，恶魔族这一世的进度着实有点快。不过他也没什么意外的。要知道，神器世界就是黑暗丛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攻伐，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人族玩家降临点和恶魔玩家降临点离得太近了，两个种族产生战争，这是早已注定的事，只不过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经验给的不少，但是我杀了溪流，丧钟镇目前应该和我处于敌对状态。MD， 要不是心疼我的等级，通缉我，难道还想我救你们？先看看战况如何。想到这里，林白一边杀怪一边打开了世界频道。此时世界频道正一片混乱，有没有来丧钟镇帮忙的呀？ NPC 卫兵全死了，再不来人丧钟镇就被灭了啊！麻蛋的，你以为就丧钟镇被攻击吗？我们湖畔镇也被攻打呢。卧槽，谁 TM 捅我屁股？我们丧钟镇的神器大佬跑哪去了？大佬你快回来啊！恶魔族来偷家了，神器大佬都消失2-3天了，是不是没在线啊？神 TM 不在线，神器大佬可能是被人杀了。不久前我看他都掉到1级了。第62章第3层天赋，致命回响。叮！本地防卫警告：丧钟镇当前破损度 96%， 请丧钟镇玩家尽快回城防守。警告：丧钟镇当前破损度 95%。 提示接连不断，这让林白的眉头微微皱起。这不过就是小打小闹的局部战争而已，怎么丧钟镇玩家会如此不堪一击？要知道，他之前好心帮助玩家们提升实力，可含泪大甩卖了不少增幅武器，都做到这种地步了，还不行？难道要自己喂饭给他们吃？不对，难道说有实力强悍的存在降临？极有可能。林白脑海急速转动起来，没记错的话，恶魔族还有一位神灵存世。虽然他不敢降临神器世界，可派出一些手下到神器世界耍耍阴谋，搞搞事还是轻而易举的。毕竟恶魔族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所有的世界，将整片寰宇化为火海。一个有神灵存在的种族，还真是让人忌惮。林白目光中闪烁着一芒，自己现在才5级，之前穿戴的高级装备失效了好几件，要是冒冒失失的回去，十有八九会把自己给坑了，还是谨慎点好。按照丧钟镇的破损度来看，再坚持个半小时应该没问题。趁此机会，我先练到10级再说，然后再回去收割一波战功，不是美滋滋。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阵营攻城和守城奖励很丰厚，只要你击杀敌对目标，便能获得一定数值的战功。在战争结束后，可以用战功来兑换一些稀有物品，其中不乏传说级、史诗级物品，运气好的话，连神级物品都能换得到。而且，攻城还有着一些特殊事件，如果你超勇的攻破了目标城镇，摧毁了城镇水晶，那更不得了，不光会获得海量战功，那座受到万人敬仰的帝国功勋榜也会刻上你的姓名，让你的事迹永远流传在大地上。不过，永夜在做什么？难道遇见了什么麻烦？林白神情有些疑惑。此时，永夜正在指挥队伍协防丧钟镇东门。在单点掉一个恶魔牧师后，永夜沉声吩咐道：注意，稳定好节奏。战士受到一层邪能腐化后，就立刻退出战斗。牧师卡好视角，交替回蓝，不要被对面的远程职业集火。游侠职业，随我一起单点被标记的恶魔法师和牧师。法师职业，用你们的范围技能攻击离防御圈最近的目标。伴随着一条条指令下达，在永夜的指挥下，丧钟镇东门渐渐顶住了恶魔族进攻。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忽然站在一旁坐等 debuff 消失的花花是只喵突然惊呼道：哥，快看天上！永夜闻言抬头看向天空，此时天空中绿色的邪能能量翻涌不断，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凝聚着，伴随着数之不尽的绿色闪电，一道幽邃的空间裂缝在天空出现。下一刻，一道充满狂热的低吼声回荡在整片空间。召唤地狱火！伴随着物体坠落的呼啸声，一道又一道燃烧着邪能的绿色陨石从空间裂缝砸向大地。轰轰轰！陨石轰落在地面，爆炸声接连不断。在一番地动山摇后，整座丧钟镇化为一片邪能火海。在无数玩家惊恐的眼神中，
一头、两头、三头、数十头燃烧着邪能火焰的石头怪物从撞击坑中站了起来。好，桀，伟大的远古之神尤格萨隆，我恶魔族来解救你了。另一边，林白正在疯狂收割红毛怪物。恭喜你升到7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5点天赋点。恭喜你升到8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5点天赋点。恭喜你升到9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5点天赋点。恭喜你升到10级。无数红毛怪物倒下，一连数道金光在林白身上迸发出来。终于升到10级了，林白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这10倍经验卷还真不是盖的，只用了1个小时，自己的等级便追了回来。此时，伴随着林白升到10级，一道提示在林白的耳边响起。提示信息：恭喜你升到10级，每提升1级将获得10点天赋点。听到提示，林白眼一亮，天赋点的收益提高了。不过想想也是，要是1级就给5点天赋，那得猴年马月才能学习第10层天赋技能。更何况他有6条天赋树，那所需的天赋点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想到这里，林白笑了笑，然后随手打开了天赋树，先把第2、第3层天赋加了，然后回城。天赋树弹出，林白将目光投了过去。秩序之力奥数第2层，主要加的是释放速度和缩减冷却，分别是：1. 冰冷血脉主动，加快你的施法速度，使你的释放速度提高 50%， 技能冷却缩减降低 50%， 受到伤害不会打断施法，持续10秒，冷却时间60秒，需要10点天赋点。2. 急速冷却主动，重置你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冷却时间60秒，需要10点天赋点。3. 律动魔能被动，冷却时间减少 20%， 释放速度加快 20%， 法力恢复速度正 20%， 需要10点天赋点。选第2个，林白直接选定。叮！恭喜你习得技能急速冷却。其他2个天赋其实也不错，但是急速冷却无疑更强一点。当遇见某些危险时刻，要是保命技能正处在冷却期间，那可真是坐着等死。但有了急速冷却就不一样了，瞬间刷新冷却，随后嗖的一下就闪走，妥妥的保命技能。接下来就是第3层了。伴随着林白习得第2层天赋，第3层天赋亮起了淡淡微光。好在第3层天赋只有1个，致命回响被动效果，你的所有攻击自动转化为 100% 真实伤害，需要20点天赋点。有了致命回响，我能做的事情更多了。林白目光如炬的呢喃道，有了这个天赋，无论敌人的防御有多少，在自己面前那都是果奔一般。那些拥有极高魔法防御的怪物，能直接被他打到怀疑人生。叮！恭喜你习得技能致命回响被动，学习完毕。林白自背包中取出了回城券，刚要撕裂，就在这时，一道比之前更加刺耳的提示音忽然响起：极度危险！桑中镇当前破损度 65%， 极度危险！桑中镇当前破损度 60%。 提示响起，林白脸色猛地一变，破损度 5% 的下降，看来恶魔族已经攻破了城墙。他现在已到达10级，之前所得到的技能和装备都已经全部解锁，更何况自己刚刚解锁了致命回响被动，就算真的有极度强大的恶魔怪在，也能打得他满地找牙。走了，回城，等这次攻城结束，我便脱离丧钟镇，要不然早晚是个麻烦。想到这里，林白周身亮起炽烈的蓝色光芒，伴随着他的右手按向地面。狰狞的古龙在乱葬岗现身。走。第63章，不挑食的恶魔族。伴随着古龙升到高空，林白一眼就望到了不远处的丧钟镇。此时，丧钟镇绿光冲天，整个城镇早已陷入一片绿色火海。远远望去，还能看到一些巨大的身影在丧钟镇里不断游荡着，似乎在搜寻着什么。还好没有直接使用回城券，要不然落地的瞬间恐怕就得被恶魔族围住。不过这惨烈程度还真是超乎了预料，丧钟镇基本上名存实亡了。但愿村长这个老小子没有死，自己还有一笔账没找他算呢。林白驾驭古龙急速掠过，很快便抵达了丧钟镇。此时，丧钟镇几乎见不到玩家们的身影，似乎早已在袭击下死伤殆尽。但不知为何，丧钟镇的耐久度竟然停止了下降，这些恶魔竟然停止了破坏。林白有些疑惑，按正常情况来说，恶魔族要是认准了一个东西，如果不将其毁灭，那绝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在这时，在林白的下方忽然传来了一声娇喝：“裂空斩！”绿色火焰被割裂开来，一道娇小的身影从烈焰中跳出，在他身后，几名高大的恶魔玩家正对其穷追不舍。竟然是他！林白有些意外，这娇小的身影不是别人，正是花花世之喵。此刻，他有些狼狈，该死，竟然和哥哥走散了。花花世之喵手中的巨剑一横，目光谨慎地扫视着眼前的恶魔族。原本形势一片大好，可是突如其来的陨石却将所有人的努力都打破了。无数参与防守的玩家在陨石的轰击下化为白光，恐怖的地狱火更是从内部直接撕裂了玩家组成的防线。你们这些该死的恶魔族！花花世之喵手中长剑一荡，一道旋转着的剑刃被他甩出，剑刃急速飞行。就在这时，一名恶魔族玩家站了出来，对着急速飞行的剑刃挥动了手中的血色阔刀。铿锵！伴随着兵器的撞击声，花花世之喵的旋转剑刃被恶魔族无情击飞。为首的恶魔族玩家嘴角露出一丝残忍：不堪一击的种族，乖乖的告诉我们，远古之神尤格萨隆藏在哪里？只要你说出来，一会我们温柔点对你的。话落，恶魔族玩家肆意的大笑起来，他们的眼神不断扫视着花花世之喵，眼中的慧光根本不加任何掩饰。你花花世之喵脸色很不好看，刚刚他已经见识过这群恶魔族有多么的残忍，不光女玩家不放过，就连男玩家也不放过。这群家伙真的是无比邪恶，让人恶心。该怎么办？就当花花世之喵皱着眉头在思考对策的时候，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道冷笑：呵呵，你说我们是不堪一击的种族，谁给你们的勇气在这里大放厥词？林白驾驭古龙将花花世之喵挡在身后，看向恶魔族的眼神满是冷漠。为首的恶魔族玩家先是一怔，随后他舔了舔嘴唇，兴奋地对周围几名恶魔族说道：这个战利品属于我了，他的肉体我吃。就在这时，他的话语戛然而止，因为一道耀眼的雷霆正朝着自己劈落。雷霆万钧！林白根本没有废话，起手就是一道雷霆，耀眼的闪电光芒袭向恶魔族。见此，恶魔族玩家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你越反抗，我就越兴奋。反魔法护盾，暗绿色的魔能涌动，一道魔法屏障将恶魔族全身覆盖。这是他们的种族技能，有着极强的魔法吸收效果，分分钟就能吸收10000点魔法伤害。就在这时，雷霆降临了，在周围几名恶魔族震撼的眼神中，那道雷霆竟然突破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反魔法护盾。轰！27730，暴击！恶魔族玩家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他的两腿之间被雷霆无情轰碎，暗绿色的血液疯狂喷涌。怎么会这样？轰！恶魔族玩家倒地，溅起一片尘土。叮！你击杀了恶魔族玩家 Rakish 屠夫，获得荣耀战功10点。抱歉，我以为你能接得住。林白淡漠地说道。此时，地面上还剩下4名恶魔族玩家。林白转过头，冷漠地说道：谁能告诉我，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机会只有一次，好好珍惜。我们恶魔族是不会屈服任何种族的。一名恶魔族玩家低吼道。敬佩你的勇气。林白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一道雷霆瞬间袭出，眨眼间，这名恶魔族玩家便化成一道飞灰。我们，轰！一连3道雷霆接连诛杀3名恶魔族。此时，场地内仅剩1名恶魔族，他望向林白，眼中有着一丝恐惧。林白身后，花花世之喵小声嘀咕道：这个家伙怎么比这群恶魔还要恶魔？不过恶魔族的魔法护盾都没破，怎么一下就被秒了？他到底有多少小秘密？此时，林白将炽烈的雷霆之力把玩在手中，冷漠地看向最后1名恶魔族。看来你也不会说吧？生死存亡之际，这名恶魔族玩家怒吼道：你 TM 想让我说什么？你倒是问啊！第64章，你还能说3句话？你早点这样不就结了？害得我枉造杀孽，罪过！林白慢思条理地说道，似乎刚刚出手只是被逼无奈。闻言，恶魔族玩家眼角忍不住跳了跳，暗自腹诽道：这 TM 说的是人话，也太无耻了点。他转头看向自己同伴的尸体，心中有些欲哭无泪。真想倒在地上的是我。下一刻，恶魔族玩家强挤出一丝笑容，带着讨好的语气说道：我。就在这时，停！林白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随后他伸出3根手指，
一本正经地说道：“从现在开始，你还可以再说3句话。”什么意思啊？恶魔族愣在原地，有些不明所以。他是恶魔族，哪懂得人类这些弯弯道道？闻言，林白笑了笑，轻轻放下了一根手指。随后，他一脸和善地说道：“还剩2句。”此情此景，让恶魔族玩家猛地打了个激灵。我尼玛，原来还剩3句是这意思？你 TM 不早说，你个恶魔！在反应过来后，恶魔族玩家急忙开口说道：“我们受到远古之神尤格萨隆的召唤，接受到了营救远古之神的任务。只要解救成功，我们就会获得古神馈赠的神级物品。”话落，恶魔族玩家有些忐忑地盯着林白，生怕自己的回答让对方不满意。恶魔族接到了任务，林白眼中闪过一抹凝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大条了。这代表着远古之神想要脱困的意念越来越迫切起来，竟然不惜命令恶魔族来解救自己。要知道，人类玩家和恶魔玩家都是受到远古之神号召才降临在神器世界，远古之神竟然不远万里召集恶魔族前来营救自己，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玩家的成长速度让远古之神很不满意，他需要更加强大的种族来搭救自己。至于说恶魔族是真心实意来救远古之神，还是另有其他想法，就不是他能知道的了。不过如果说恶魔族神灵对远古之神没有点别的想法，那他是10000个不信。毕竟远古之神是块大肥肉，有着永生秘密的他们，人人都想咬一口。恶魔族都来了，想必其他种族也快出现了。时间越来越紧迫了。想到这里，林白目光狡黠地看向恶魔族玩家，脸上浮现出玩味的笑容。所以，你们的目的只是为了释放远古之神，并没有破坏丧钟阵的想法。是的，恶魔族玩家急忙回答，生怕反应慢了让眼前的煞星不满意。不过他在高度紧张之下，似乎忘了一件事。就在这时，林白目光中突然闪过一道冷芒，他淡淡的说道：“我刚刚是不是说过，只让你说3句话？”啊！恶魔族玩家直接懵在原地。下辈子注意点吧。林白手指一动，下一刻，充斥着毁灭力量的雷霆骤然落下。轰！27730，暴击！啊！恶魔族玩家倒地，有些死不瞑目。见此，花花是只喵撇了撇小嘴，暗道：这个神器可真是够坏的。下一秒，他语气有些急切地说道：“神器，你能不能去救救我哥哥？他正在被10头高大的地狱火怪物追杀。”闻言，林白转头看了一眼花花是只喵，语气淡然地说道：“你哥哥很强，他不会有事的。倒是你，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毕竟恶魔族可不懂得什么叫做怜香惜玉。好了，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先走一步。”被林白如此直言相拒，花花是只喵目光中闪过一丝错愕，他望着这林白的背影，忍不住捏了捏拳头。自私的家伙，你空有这么强大的武力，却不知道帮助他人。面对指责，林白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自私？或许吧，就让时间给这一切答案吧。走！林白驾驭古龙直接朝着北部方向飞去，那里有通往远古之神大脑的甬道。你个混蛋！甬道入口，林白离得老远就看到4头高大的地狱火怪物守护在入口处，炽烈的绿色火焰将他们的身体缠绕，甬道入口的地面在高温下化为焦土。邪能地狱火，状态召唤物，种族恶魔族，等级 LV30， 生命值75万2500000，法力值45万300000，物理攻击力12000、8000，魔法攻击力6000、4000，物理防御15000、1000，魔法防御9000、6000。献祭光环，地狱火会对周围10米内的目标每秒造成500点火焰伤害，持续时间。技能抗魔皮肤，被动技能，受到魔法攻击降低 50% 所受伤害，对火焰伤害免疫，并对作用在自身上的负面魔法效果作用缩短 75%。邪能震荡，向前方锥形范围发出一道邪能震荡波，对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 50% 物理攻击正 70% 魔法攻击的伤害，并使目标眩晕5秒。冷却时间10秒。描述：恶魔族术士的召唤物。地狱火这种东西很不讲武德，他们的抗魔皮肤免疫火系技能不说，对其他元素也有着极高的减伤效果，然后自身所带的献祭效果又能让范围内的目标持续掉血，单单就这2项就让无数人对他敬而远之。不过可惜，他们遇见了更不讲武德的林白。30级的地狱火，恶魔族的发展速度还真是让人心惊。林白目光闪烁不定，
这说明攻打桑中镇的恶魔族里，至少有一位高达30级的术士玩家。不过眼下已经没有过多时间思考，想要进入甬道，这2头地狱火必须得先杀掉才行。毕竟他无法查看到甬道内部的情况，也不知道甬道里有没有其他恶魔召唤物。要是冒失闯了进去，被甬道里的怪物卡住身位，身后的2头地狱火再给自己来一个回手掏震荡波，那自己可能直接就原地爆炸了。血量这么厚，想要快速干掉，只能先舍弃防御了。想到这里，林白随手将巫术长袍换下，转而穿上带有急速释放效果的灵风法袍。提示：你失去了巫术长袍，物理防御力1200，魔法防御1000，生命值800，法力值1100，失去效果，光辉之甲。提示：你穿戴了灵风法袍，物理防御力加150，获得效果急速释放。急速释放冷却为5秒以下的技能，获得瞬发效果。换装完毕，林白瞬间发动第1层天赋技能能量符文。随着林白发动技能，下一刻，一道圆形的能量符文骤然在地面出现，魔法的光辉闪耀，漫天的玄奥符文涌入林白体内。增益提示：你的所有魔法技能伤害增加 100%。 寒冰咆哮，魔能疯狂涌动，一道又一道夹杂着寒冰的小型风暴被林白抛了出去。5566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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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风呼啸，锋锐的寒冰碎片横扫一切，成片的伤害数字飘起。甬道口，4只地狱火被淹没在冰霜风暴中，有着真实伤害的加成，即便地狱火有着抗魔皮肤，也扛不住林白的狂轰滥炸。10秒后，悦耳的提示音在林白耳边响起：击杀提示：你击杀了1头地狱火，获得战功100点。击杀提示：你击杀了1头地狱火，获得战功100点。击杀提示：你击杀了1头地狱火，获得战功100点。第65章，老东西，别对着我的耳朵吹气。此时，地窟深处，远古之神尤格萨隆大脑前，一个身着漆黑长袍的恶魔术士正站在尤格萨隆大脑前喃喃低语着什么。伴随着他的咒语吟唱，一股股充满腐蚀力量的邪能诅咒从他的手中涌向蓝色封印锁链。邪能翻涌，本就布满裂缝的蓝色封印锁链愈发的暗淡起来，如同玻璃碎裂的声音接连不断响起，咔嚓咔嚓。此时，密室角落里，一个被邪能锁链捆成粽子状的人愤怒的大吼道：你个恶魔，你知道你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远古之神一旦脱困，整个世界都会有着难以想象的灾难。还有，你 TM 为什么要用绳索从我的2腿之间穿过？这是什么变态恶趣味？发出怒吼的人正是村长，在他身旁还有同样被捆绑成粽子但默不作声的林纳斯。不过此时，林纳斯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他死死地盯着另外18条黄色锁链，眼中有一芒在不断闪烁。此时，村长的怒吼吸引到恶魔术士的注意，下一秒，恶魔术士发出一声不屑的怪笑：嘿嘿，你们将远古之神囚禁在这里，又做了什么光明磊落的事呢？不也同样打着与我族相同的主意？我们解救援。就在这时，恶魔术士忽然发出一道轻一声，随后他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他能感觉到自己可爱的地狱火们竟然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看来有实力强横的家伙存在闯了进来，想要阻止我们释放远古之神的，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恶魔术士露出残忍的笑容，下一刻，他伸出墨绿色的手掌，狠狠地按在地面上。出来吧，我可爱的孩子们！召唤恶魔小鬼！伴随着恶魔术士一声低吼，一道充斥着邪能之力的绿色传送门骤然出现在密室中。下一刻，无数叽叽喳喳的尖耳绿皮生物从传送门中蹦蹦跳跳地跑了出来，他们瞪着猩红的眼睛，不断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去吧，我可爱的孩子们，拦住入侵者！恶魔术士眼中满是狂热。叽叽咕咕，得到命令，恶魔小鬼如潮水一般朝着甬道冲去。做完这一切，恶魔术士将布满邪能的手掌狠狠地按向魔法锁链。快了，就快了！远古之神尤格萨隆就快出事了！角落里，村长如同虫子一般孤勇着爬到林纳斯身边，随后他小声说道：这个鬼东西说有入侵者来了，你说是不是萨菲罗斯来救我们了？不可能是萨菲罗斯，这么短的时间他根本没办法从暴风王国赶回来。林纳斯一脸笃定地说道。那能是谁？村长的脸上满是疑惑。
整个桑中镇最高战力，除了之前被神器击杀的溪流，也就只有萨菲罗斯了。想到这里，村长忽然低呼道：“卧槽！神器？难道是神器回来了？”提起神器，村长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这要是让神器给撞见，那 TM 还能有好？那个煞星不得扒自己几层皮，想想就让人头大。此刻，村长巴不得恶魔术士给自己一个痛快。你的猜测应该没错，林纳斯给了村长一个肯定的眼神。村长闻言，眼角猛地抽了几下，在沉默了半晌后，村长转头看向林纳斯，苦笑着叹了一口气：“呼，林纳斯，你说人活着是不是挺没意思的？”下一刻，林纳斯忽然一脸嫌弃的低吼道：“老东西，别尼玛对着我耳朵吹气，吹得我这个心慌。”村长，此时甬道中，黑暗的甬道随着林白到来，墙壁上的火把自行燃烧起来。就在这时，林白忽然听到甬道下方有无数叽里呱啦的声音响起，非常的嘈杂。恶魔小鬼，而且听起来数量很多啊！林白眼前一亮，出现召唤物来狙击自己，这点他丝毫没有觉得意外。毕竟地狱火是术士的召唤物，要是被击杀了的话，术士会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宠物已经阵亡，还以为会召唤恐惧猎犬或者魅魔来阻挡我的步伐，真是让人小看了呢。林白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此时，甬道深处，他已经可以看到恶魔小鬼正蜂拥地朝着上面涌来。恶魔小鬼，状态召唤物，种族恶魔族，等级 LV30， 生命值15万1000000，法力值24万1600000，物理攻击力4500 3000，魔法攻击力6000 4000。略技能火球术，释放火球，对目标造成5加魔法攻击力的火焰伤害，冷却3秒。自然，当血量不足 20% 的时候，进入自然状态，向目标发起爆炸冲锋，造成50加魔法攻击力的爆炸伤害。同样是30级的恶魔召唤物，恶魔小鬼的各项属性远不如恶魔地狱火，不过他们的优势是胜在数量众多。在20级的碾压效果下，他们的魔法攻击力已经突破到了6000点。如此高的魔法攻击，即便是林白也扛不住一轮火球齐射。这么多的恶魔小鬼，林白嘴角慢慢向上划起一抹弧度。如果自己站着不动的话，那恶魔小鬼的齐射对他确实是有一点威胁，但这怎么可能？自己的血量是高了一点不假，可我只是个法师啊，一动不动让人揍，那不是脑子不好吗？火球齐射时，恶魔小鬼们需要停下脚步施法，单就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屠杀他们了。林白嘴角挂着一丝笑容，下一刻，他果断调动魔力，朝着下方台阶就是一顿寒冰咆哮。呜，凛冽的寒风刮起，甬道内的温度骤然下降。与此同时，恶魔小鬼大军也冲进了寒冰咆哮的覆盖范围中。下一刻，伴随着寒风的呼啸声，数不清的伤害数字炸裂在林白眼前。5566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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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杀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恶魔小鬼，获得战功20点。击杀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恶魔小鬼，获得战功20点。战功疯狂上涨，林白目光中充斥着笑意。来吧，让战功来得更猛烈一些，我得等级直升卷轴，就指望你了。第66章，这个法师有点不对劲。击杀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恶魔小鬼，获得荣耀战功20点。叽叽咕咕啊！伴随着最后一只恶魔小鬼倒下，林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战斗结束，总计收获荣耀战功1000点，当前荣耀战功1450点，算上之前的4只地狱火和那5个倒霉蛋，短短时间内，林白一共收获了1450点荣誉战功。这要是让其他玩家知道，不知道得有多羡慕。要知道，击杀级别差不多的恶魔玩家也就奖励10点战功罢了，而林白击杀的可是超出自己20级的召唤物，其奖励的战功要比击杀同级玩家高出许多许多。就是唯独一点比较可惜，由于地狱火和恶魔小鬼都是恶魔术士的召唤物，所以根本不会掉落任何东西。不过林白对掉不掉东西倒是蛮无所谓的，他在意的还是战功。想到这里，林白扫了眼甬道下方，此时下方静悄悄的，再也没有一只恶魔小鬼的身影。林白眼中的期待逐渐消失，他有些意犹未尽的说道：恶魔术士，你下载的速度让我有些失望啊。既然如此，那我只能去找你麻烦了。话落，
林白迈出脚步，沿着甬道台阶一路向下走去。刚走了没几步，林白便看到前方的甬道处有10几枚碧绿色的眼球漂浮在半空中，绿色眼球四处转动着，正在监视着甬道内部的一切。基尔罗格之眼，血量1描述：恶魔术士召唤基尔罗格之眼，并通过它来观察世界，移动速度很快，隐匿在暗处的他们很难被锁定。准备的还挺充分，不过那又怎样？林白根本不以为然，直接迈步继续朝着下方走去。来都来了，我还怕你看吗？此时，尤格萨隆的大脑前，一身黑袍的恶魔术士正不断将邪能量注入进封印锁链中，伴随着绿色邪能侵蚀，18条蓝色封印锁链的光泽逐渐有些浑浊起来，一股股惊人的压抑气息不断从大脑中向四周扩散。就在这时，恶魔术士眼底深处忽然露出一抹凝重，他通过基尔罗格之眼看到了林白，10级的人类法师竟然能杀掉我这么多的小可爱，来者不善啊！跨越20级击杀自己的小可爱，这哪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恐怕他和自己一样，拥有品质极高的天赋。刚刚想到这里，下一刻，恶魔术士猛地抬起头颅，看向甬道上方的一处平台。与此同时，林白的身影刚好出现在平台上。恶魔术士死死地盯着林白，嘴角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他有些兴奋地低语道：“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到底有多强！”恶魔皮肤伴随着恶魔术士的一声低吼，一道如同鳞甲般散发着阵阵黑雾的紫色皮肤覆盖在他的躯干上，2根修长的恶魔尖角从他的额头上顶了出来，这让原本就有些丑陋的他变得更加诡异，简直如同变形了一般。此时，有着恶魔皮肤加持，恶魔术士心中稍稍安定下来。这可是强大的恶魔之力，寻常魔法根本无法突破他。他警惕地注视着林白，但手掌依然触摸在魔法锁链上，不断地向内部输送邪能力量。见状，林白笑了笑，从平台处显出身影。和之前那些自大的怪物相比，这个恶魔术士明显智商高了不少。好在知道先给自己套个防御 buff。至于恶魔皮肤吗？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其实就是召唤恶魔的力量，让自己的物魔双防获得一定加成，并让自己获得一个拥有持续恢复生命值的特殊效果，算是一个不错的 buff 技能。看来你是不打算轻易放手了。林白神色淡然地看着恶魔术士，眼中雷光疯狂涌动。下一秒，炽烈的雷霆之力瞬间汇聚在他的手中，雷霆万钧，奔雷升起，刺目的紫色雷芒充斥着整个密室。雷霆的速度极快，刹那间，紫色雷芒便炸裂在恶魔术士身上。28130，暴击！啊！恶魔术士被雷霆击中，皮开肉绽，身体一片焦黑，他不由得发出一声惨叫。萦绕在躯干上的恶魔皮肤更是层层炸裂脱落，一股股充斥邪能力量的绿色血浆从胸口不断流淌出来。麻痹提示：受到雷霆万钧的效果影响，你进入5秒眩晕状态。大意了，这个法师不对劲，他竟然能无视我的护甲，怎么会这样？恶魔术士在心中疯狂地大吼道。他本来是想试试这个法师到底有多么强，在大意之下就没有闪，结果把自己给坑了。就在这时，林白的攻击再度袭来，寒冰咆哮。趁着恶魔术士眩晕，林白可不会手下留情。对付恶魔术士根本没什么好说的，用狂暴的魔法力量将他淹没就好，不然恶魔术士的诅咒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寒冰呼啸，就在夹杂着寒冰的旋风刚刚砸落在地面上，下一刻，墨绿色的光芒一闪，恶魔术士消失在了原地。恶魔法阵，这个家伙习得的技能还真是不少，想必在恶魔族里他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林白目光闪过一道一芒，召唤地狱火、恶魔皮肤以及恶魔法阵。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些都属于黄金级技能。这个恶魔术士的家底想必极为丰厚，要是把他击杀。想到这里，林白眼中露出一丝期待的光芒。就在这时，超出林白攻击范围的地方，一道黑色的传送门突然开启。下一刻，恶魔术士从传送门当中走了出来，他死死地盯着林白，目光中的杀意根本不加遮拦。你很好，召唤魅魔，邪能之力疯狂涌动，一道暗红色的空间裂隙出现在密室中。下一刻，一道妖娆无比的身影从空间裂隙中缓缓走出。主人，来和魅魔玩耍吧。第67章，你就这点本事，太让我失望了。魅魔，状态契约召唤物，种族恶魔族，等级 LV30， 生命值18万1200000，法力值24万
16000，物理攻击力6000、4000，魔法攻击力9000、6000。略技能诱惑目标，使其昏迷30秒，目标或自己受到任何伤害都会将此效果打断，只对人形生物有效。施法距离15米，冷却时间2分钟。鞭打挥动长鞭对目标造成物理攻击的物理伤害。施法距离30米，冷却时间10秒。剧痛鞭笞目标对目标造成100加魔法伤害的邪能伤害。施法距离40米，冷却时间20秒。描述：他们是恶魔生物中最暴力、最贪婪、最善变也最堕落的一个种族。这种集狡猾、美丽于一身的恶魔，强大、致命、美丽，喜欢用皮鞭抽打敌人。魅魔是主控制的怪物，如果被诱惑技能击中，那将直接丧失战斗力30秒。虽然被攻击就会第一时间解开控制，可如果对方有极强的爆发技能，那自己就会被对方一套带走。又一个黄金级技能，这个家伙果然很富有。林白眼前一亮，这个恶魔术士果然是个土豪，即便是他都没有4个黄金级技能。打豪绅这种事情我最喜欢了。林白眼中迸发一抹亮光，不过此时他也没有擅自行动。要知道，玩家与玩家之间是没有办法像看 BOSS 那般互相探查属性的，只能通过血条以及技能造成的伤害，大致判断目标的血量和防御值。至于目标玩家拥有什么技能，那只能通过目标使用或者拥有探查类天赋才能知道具体的效果。这样一来就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对方还有没有底牌。吃了我一击雷霆万钧，减少了28000加的血量。不过即便如此，他的血条也仅仅损失了不到1/10而已。保守估计，这个恶魔术士血量至少高达30万，还真是够肉的了。林白在心中快速的计算着，玩家对战不确定性太多，只能通过不断试探才能知道对方的底细。先用基础技能试探，然后再瞬间开启爆发技能，将其秒杀。林白目光投向恶魔术士，心中已定好了战斗方案。此时魅魔彻底从传送门中走了出来，他轻舔着红唇，冲着恶魔术士满脸魅惑地说道：请尽情吩咐魅魔主人。魅魔将身体倚靠在恶魔术士身上，熊都被压得变了形。他身后的那条黑色恶魔尾更是不安分的在恶魔术士身上不断探索着。惊人的触感传来，恶魔术士忍不住打了个激灵。魅魔是真的让人上头，姣好的面容，魔鬼般的身材，再配合着手中的小皮鞭，各种让人浮想联翩。恶魔术士将眼睛艰难从魅魔身上移开，沉声命令道：去给我把他控住，不要让他来打扰我。此时两人打着同样的主意，都要试探对方的深浅。遵循您的吩咐，主人。魅魔轻声应道。下一刻，他展开一对小巧的恶魔羽翼，朝着林白急速飞来。来和魅魔玩耍吧。夹杂着邪能力量的长鞭，如同一条翠绿色的魔蛇，在半空中径直朝着林白脑袋抽了过来。见状，林白眼中骤然升起一团火焰。下一刻，火焰元素疯狂汇聚，一连数道火球在林白手中爆射而出。2774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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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元素炸裂在魅魔的娇躯上，还在飞行途中的魅魔血条瞬间降低至0点。为什么会痛苦？一直微笑就好了。魅魔身体一僵，自空中狠狠地摔向地面。击杀提示：你击杀了一头魅魔，获得荣耀战功50点，伤害很高，火焰技能几乎不用冷却。眼前的情景让恶魔术士心中一沉。这只魅魔，他原本就没有抱有多大的期望，无非就是用来试探眼前这个法师罢了。可没想到的是，魅魔竟然连1秒都没能坚持住，还真是棘手。你很强，可我也不弱。恶魔术士将黑色长袍脱下，满身的狰狞肌肉露了出来。下一刻，他将一柄骷髅法杖自背包中取出，俨然做好了战斗姿态。痛苦无常！恶魔术士低吼一声，刹那间，一道充满诅咒气息的简易技能缠绕在了林白身上。下一秒，接连不断的提示自林白耳边响起。战斗提示：你受到了痛苦无常的影响，每秒损失1000点生命值，持续30秒。简易提示：受到痛苦无常的效果影响，你受到暗影剑、混乱剑的伤害提高100%。驱散提示：如果你驱散痛苦无常，痛苦无常将会对你造成一次爆炸伤害，附加魔法攻击，并使你沉默5秒。一连串的提示信息，彰显着痛苦无常的强大。史诗级技能，这个家伙太富有了。
林白眼眸深处闪过一抹金光，此时他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伴随雷光闪烁，林白瞬间开启护盾，闪电护盾。护盾提示：你获得了7032点护盾值。与此同时，林白头顶浮现出一道道伤害数字：1000、1000、1000、1000。与此同时，受到技能影响，林白身上到处都是邪能能聚的小鬼，他的血条也随之显露出来。10级法师，血量超过10万。恶魔术士差点把眼睛瞪出来，真 TM 活见鬼！什么时候法师职业这么肉了？还未等恶魔术士多想，下一刻，林白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闪现，唰！林白一个闪现来到了尤格萨隆大脑旁边，这里位置不错，刚好能将所有的密室角落覆盖。下一刻，林白眼中雷光一闪，雷霆万钧，28130，暴击！雷光炸裂，恶魔术士被炸翻在地。就在这时，他却咧嘴笑了起来。如果你仅仅只有这点本事，那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了，让我缓缓的将你折磨致死吧。下一刻，恶魔术士快速站起身来，只见他法杖一挥，一蓝一绿两道光芒径直将他和林白连接起来。吸取生命，吸取法力，1000生命加1000生命，1000法力加1000法力。蓝绿相间的光芒不断亮起，林白的生命值和法力值快速蒸发着。与此同时，哈哈，害得我如此小心，原来你不过如此。恶魔术士围绕着大脑跑动起来，这样可以让他不被林白的技能锁定。不过就在这时，林白却突然笑了，随后他脸上略带失望地说道：你就这点本事？哎，看来是我高估了你。话落，林白的身躯骤然被火焰能量包裹起来。与此同时，一道铺盖全场的能量力场从地面升起，6道黑色燃尽瞬间凝聚。林白冷漠地说道：下面该我了。第68章，狗东西竟然想演我！此时，林白将2大爆发技能瞬间全部开启。根据他的推断，眼前这个恶魔术士只掌握了痛苦无常这一种诅咒技能，并没有习得诸如虚弱诅咒和语言诅咒那种又能降低目标属性伤害又沉默施法的高级诅咒。这就简单了，要不然一连串的诅咒下来，把自己的属性施法什么的一砍，那他就不用玩了，直接开启跑路模式。而且还有一点，正常情况下，术士一旦释放了痛苦无常，应该会第一时间打出暗影剑或者混乱剑，争取将伤害最大化才对。从恶魔术士刚刚释放技能的连招来看，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习得暗影剑、混乱剑这种攻伐技能。也就是说，恶魔术士的攻伐手段除了几大召唤物外，只剩下了吸取生命和吸取法力。如果你没有其他保命技能，那就乖乖的去死吧。林白心念一动，6枚燃尽拖曳着长长的黑红尾焰朝着恶魔术士袭去。与此同时，寒冰咆哮，火球术不断祭出，直接封死了恶魔术士的后路，将他硬生生的堵在了一处角落。该死，这个家伙竟然一直在骗我出技能，在我技能进出后才开启爆发，是打算将我直接秒杀吗？恶魔术士的脸色很是难看，眼前这个法师给他的感觉十分危险，这种新手村怎么隐藏着如此变态家伙，真是让人猝不及防。不过此时他已经被黑色燃尽锁定，即便开启恶魔法阵躲避也没用，黑色燃尽会径直追进法阵中，这个黑色火球的伤害恐怕极为可怕。先给自己绑上灵魂石，恶魔术士眼中闪过一抹恨意，这可是宝贵的灵魂石，是珍贵的复活技能，每48小时才能获得1枚，没想到竟然会扔在了这里，但愿这家伙不识货吧。恶魔术士脸色稍稍有些不自然，灵魂石是能复活不假，但是后劲也挺大的，但是没办法了，眼下为了保命只好如此。下一刻，恶魔术士径直取出1枚紫色宝石，将其吞了下去，紫色光华一闪而逝，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根本看不出来。就在这时，林白的攻击到达了，6枚燃尽爆裂在了恶魔术士身上，砰砰砰砰砰砰，112520，暴击增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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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燃尽炸裂，恶魔术士的血条瞬间蒸发，好高的伤害！
恶魔术士瞪着血红色的眼睛，软软的倒在地上，尸体倒地，散落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战利品。就在这时，林白耳边响起数道提示音：击杀提示，你击杀了恶魔族玩家9亿恶魔少女的梦，获得荣耀战功5000点。桑中镇本地防卫公告：玩家神器，成功击杀恶魔族玩家9亿恶魔少女的梦，桑中镇抵抗入侵成功。所有桑中镇玩家获得经验加10000，金币加100，奖励到账。林白只是随意的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他此时真正在意的是这个土豪恶魔术士到底掉了什么好东西。叮！恭喜你获得武器暗淡的荧光剑1，黑铁级。恭喜你获得装备莲花戒指1，黑铁级。恭喜你获得装备雨林护腿1，白银级。恭喜你获得装备龙鳞胸甲1，黄金级。恭喜你获得饰品暴君印记1，黄金级。这都掉的什么破烂？黄金级就掉了2件。林白眼角挑了挑，对这些战利品很是不满意，因为掉落的物品大多都是白银、黑铁、青铜这些没人要的破烂，黄金级更是只有2件，好东西一件没掉。这恶魔术士运气真好，难道说绑了灵魂石？林白暗自沉吟道。想到这里，林白一只手拎起恶魔术士的尸体，像是垃圾一般丢到密室角落。砰！尸体落地，一枚晶莹透彻的紫色晶体自恶魔术士身上掉落出来。叮！紫色晶体坠地，发出清脆的声音。林白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过去。灵魂石为1，无法摧毁。类型复活石，使用后保护你的物品不会掉落。效果：死亡后，你的灵魂将储存在灵魂石中一段时间，可自行选择复活或死亡。复活后，你将获得一个持续半小时的减1 buff。好家伙，还真绑定了灵魂石。我说怎么掉落的东西这么奇怪呢？林白将灵魂晶体捏在手中，透过晶体，他能看到一个浑身赤裸的恶魔术士正脸色难看地盯着自己。怎么，影帝打算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了？你刚才不是挺勇的吗？出来战啊！林白捏了捏水晶，语气中满是嘲讽。狗东西，竟然想演他！还好自己更胜一筹，知道恶魔术士有灵魂石这种复活技能，要不然还真让他给掩盖过去了。这要不把你8个精光，简直对不起自己。此时，灵魂水晶中，恶魔术士9亿恶魔少女的梦，此刻真的有一种吐血冲动。没错，受到灵魂石保护的他是不会主动掉落装备的。那些白银、青铜、黑铁及破烂，都是他在临死前自己主动抛出去的。为了让死亡效果更加逼真，他甚至还主动抛出了2件黄金级。本来自己这一波演技那绝对是堪称完美，说是影帝附体都不过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贪婪的人类法师拿了2件黄金级装备还不满意，居然不讲武德的鞭尸，竟然把自己的尸体当垃圾般给扔了出去，结果导致灵魂水晶掉落，自己惨被暴露。马德，百密一疏，谁能想到这世上竟然有这么贪婪的人？早知道再多扔几件黄金级了。干！恶魔术士有些欲哭无泪。此时并非是他不想复活战斗，而是复活后也是任人宰割。灵魂石虽然能保证他不受死亡惩罚，但要是选择复活的话，自身的所有属性都会降低 75%， 所造成的伤害、护甲还有各种抗性也同样会降低 75%， 整个战力直接大打折扣。此时望着林白眼中那遮盖不住的兴奋，恶魔术士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这下毁了。密室中，林白对着灵魂水晶一脸和善地说道：来来来，出来聊聊嘛，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不信你问村长和铁匠林纳斯。话音刚落，林白目光投向想要开溜的村长和林纳斯，语气淡然地说道：我说的对吧，村长大人？第69章，我是个好人，最喜欢借刀杀人。此时村长正在地上小心地攀爬着，生怕被林白给看到。就在这时，林白忽然笑着说道：村长大人，你想爬去哪里？不聊2句再走吗？被林白点名，村长直接僵在了原地，心中暗骂不已，我 TM 都快对到地里了，还能被发现，这小子绝批是故意的。下一刻，村长站起身，强行挤出一丝笑容，随后他忙不迭地点头说道：对对对，神器说的没错，他绝对是个大好人，你们年轻人嘛，就应该多亲近亲近，好好聊一聊，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好啦，老头子我就不掺和了哈，有事咱以后再联络。话落，村长转身就要开溜。就在这时，
一道寒冰风暴骤然席卷在他前方的台阶上。村长，再往前走一步，可是会死人的。林白笑眯眯地说道。村长转过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着林白说道：“你忘了吗？咱们两个还在一起吃过饭呢。”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林纳斯忽然沉声说道：“我们同属秩序阵营，你要是杀了我们，后果你根本无法承受。而且，你之前杀的溪流，他的父亲可是光明教会的红衣大主教希尔顿。让我们走，我们或许可以帮你求求情。”说到这里，林纳斯话音一顿，随后略带威胁地说道：“年轻人，我劝你好自为之。难道你真要与整个秩序联盟为敌吗？”闻言，林白不以为意地笑了笑。神器世界细分之下共有6大阵营势力，其中秩序、光明、生命阵营因上一次神战爆发，3大阵营的尖端力量都已损伤殆尽，迫不得已下，3大阵营只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其他阵营的入侵。而混乱、死灵、虚空这3个阵营，由于他们都有神灵级力量存在，所以他们的行事风格十分霸道，经常对秩序、光明、生命阵营发动入侵。不过好在混乱、死灵、虚空这3大阵营也是各自为战，经常爆发冲突，外加神灵无法降临神器世界，要不然秩序、光明、生命这3个阵营早就覆灭了。想到这里，林白摇了摇头：“没错，我们确实同属一个阵营，我杀不了你，但有人可以。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哦，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被敌对阵营击杀，你们就会永久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吧。”林白不断将灵魂水晶抛向空中，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威胁意味不言而喻。至于红衣大主教希尔顿，呵呵，敢找自己的麻烦，那只好新账旧账一起算了。你林纳斯的脸色无比难看，那个恶魔术士还被神器捏在手中，让恶魔术士出手击杀他们2个，还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神器说的没错，如果恶魔术士真杀了他们2个，那他们2人将会彻底在这个世界消失。闻言，村长似是认命了一般，颓废地蹲在地上，苦笑着说道：“我就说吧，落在这小子手里，准没好。别把我想的那么坏，我可是个好人。”林白瞥了一眼村长，随后继续开口说道：“好了，废话不要多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们究竟对尤格萨隆的大脑做了什么？”话落，林白不再言语，他静静地盯着村长和林纳斯，等待着他们答复。村长和林纳斯相视一眼，两人同时看出了对方眼中的疑惑。这个家伙到底想做什么？下一刻，林纳斯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你，只能告诉你，它关系到整个秩序阵营的未来，不知死活。”林白冷笑道：“这件事，他是一定要查清楚的。上一世，他在进入游戏时，远古之神早已被释放出来。远古之神现世之前这一时间段，对他属于空白期。如果不能了解清楚事情经过，他怕自己的选择会出错。自己一个人倒无所谓，但这关乎到现实世界的每一个人，他不得不慎重对待。恶魔术士，只要你帮我逼问出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答应放你离开这里。”林白对着紫色水晶直接开口说道。“真的吗？”恶魔术士目光闪烁不定，这个贪婪又无耻的家伙能有那么好心？你没得选择，要么帮我逼问，要么永坠无尽之海。林白的语气中满是淡漠。无尽之海，恶魔术士打了一个寒战。相传，在无尽之海死亡的人会被拖入一个名为冥域深渊的死亡国度，成为死亡女神海拉的玩物。你会不断的重复着复活、被掏空、死亡，直到自己的生命被彻底剥夺。那里是真正的无间炼狱。此时，恶魔术士的沉默让林白有些不耐烦。他根本没想到，恶魔术士自己已经脑补出了一场大戏。就在这时，紫色光柱闪烁，灵魂宝石层层碎裂。下一刻，恶魔术士跌落在3人面前。此刻，他无比虚弱，就如同被魅魔掏空了一般，浑身上下都透露着萎靡的气息。恶魔术士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村长和林纳斯，脸色狰狞地说道：“想让我逼问谁？”林白目光扫向瑟瑟发抖的村长以及视死如归的林纳斯，嘴角微微向上勾起。“林纳斯，我一直佩服你是个汉子，不知道你顶不顶得住。”闻言，村长长吁了一口气，自己不用遭受折磨了。神器，你是个念旧的讲究人啊。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把目光投向村长，一脸玩味地说道：“恶魔术士，给我诅咒村长！”村长，第70章，村长自己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伴随着林白一声令下，恶魔术士对着村长一脸狞笑道：“瘟疫之罗刹，邪能涌动。”
紫色雾气升腾，一只又一只狰狞的紫色小鬼从紫雾中显露身形，只等待林白一声令下，便对村长发起攻击。好家伙，又一个黄金级技能！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狡黠，这恶魔术士是真的好啊！放他离开，那显然不可能。这么富裕的恶魔术士，不知道身上得有多少好东西。把他放走，自己不甘心。看来还是得从村长身上下手啊。要是没记错的话，村长在村子里藏着一位小娇妻。嘿嘿，有了。林白不怀好意的看了一眼村长，随后他一脸和善的说道：村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技能吧。对你释放后呢，这100只紫色小鬼会不断的在你身上咬啊咬个不停，他们会把你的肉身一条条的撕裂，然后吞进肚子。扫了一眼脸色难看的村长，林白脸上露出一丝淡笑，他继续一本正经的说道：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哦对了，村长，我听说他们最喜欢对两腿中间那个东西下口，别说我没提醒你哈。这个过程呢，相当的非常缓慢，你会享受到极致的快感。听到林白如此说道，恶魔术士和村长脸色齐刷刷一变，一个是震惊林白对瘟疫之罗刹竟然如此了解，另一个是震惊这个技能居然这么恶毒。此时村长的脸色无比难看，他望了一眼那群紫色小鬼，艰难地吞咽了下喉咙。我尼玛，这紫色小鬼竟然专攻下3路，家中还有小娇妻等着自己，要是真被小鬼给自己咬废了，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我不能葬送小娇妻后半生幸福，为了一个光明教会大可不必，我还是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想到这里，村长咬了咬牙，不顾一旁疯狂使眼色的林纳斯，硬着头皮说道：我要是说了，你会让我离开吗？可以，我这个人最讲信誉。林白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波伊尔，你……林纳斯神色巨变，你 TM 给我闭嘴！要不是因为你个坑货，我 TM 能落到如此下场吗？村长怒不可遏，要不是现在时机不对，绝批给林纳斯一个猴子偷头，捏爆他丫的！下一刻，村长转头看向恶魔术士，对着林白说道：事关重大，这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让异族知晓。我明白了。林白看向恶魔术士，脸上露出莫名的笑容。这个恶魔术士，他本来也没打算放走。恶魔族与人类本就是敌对，根本不需要与他们讲什么武德，更何况目标还是个大肥羊。看着林白不善的眼神，恶魔术士咽了咽口水，紧张的说道：你要做什么？你刚刚可是答应过我，帮你逼问成功就放我走的。恶魔术士连连向后退却，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马德，我就知道这个无耻又贪婪的人类不可信。林白望着瑟瑟发抖的恶魔术士，嘴角微微向上滑起。没错啊，我确实是说过，可人家是自己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听到林白如此胡说八道，恶魔术士的表情瞬间凝固，怒骂道：你这个厚颜无耻之！未等他说完，林白眼中闪过一道雷芒。记住，我是个好人。雷霆万钧，28130，暴击！伤害数字飘起，恶魔术士受到灵魂石的影响，血量以及一切属性都被削减了 75%。这一道雷霆万钧足以将其秒杀。雷光闪烁，恶魔术士的尸体被轰了出去。叮！击杀提示：你击杀了恶魔族玩家9亿恶魔少女的梦，获得荣耀战功5000点。跨级提示：跨越20级击杀，战功额外增加 200%。恭喜你获得10000点额外战功。战斗结束，当前荣耀战功21500点，可以去买经验券了。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异芒，直升20级的经验券刚好2万战功，兑换了后自己就可以直接在主城搭乘传送阵去往精灵族了。下一刻，林白将目光投向恶魔术士的尸体，没了灵魂石保护，恶魔术士这一波直接大爆，尸体周围散落一堆五颜六色的战利品。叮！恭喜你获得技能书变形术1史诗级，恭喜你获得武器邪灵饮血剑1钻石级，恭喜你获得装备纯焰精华1钻石级，恭喜你获得装备范风1钻石级，恭喜你获得武器沙赫拉姆黑剑1黄金级。好家伙，一本史诗级技能，3件钻石级装备，黄金级装备若干件，同样都是送财童子，这恶魔术士比染血苍穹不知道富裕了多少倍，这家伙果然富有啊。林白眼中浮现一抹笑意。此时林白很是怀疑，恶魔术士的背包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狠货？难道说这恶魔术士的天赋是家的幸运值？9亿恶魔少女的梦，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林白目光中闪过一道金芒，不过此时他并没有着急查看战利品，而是将目光投向村长。好了，
亲爱的村长大人，你可以继续了。林白嘴角带着一丝玩味，眼中有着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村长瞄了一眼恶魔术士的尸体，缩了缩脖子。他能感觉到，要是自己敢说个不字，下一秒躺在地上的绝对就是自己。管你什么同一阵营，什么道德谴责，对这个神器都没什么用。村长敬畏地看了一眼尤格萨隆大脑，喃喃地说道：“我们在造神。”造神？林白一听来了兴致，神灵之位都是自己争来的，这帮 NPC 还能造神？真有一套。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的林纳斯忽然有些狂热地说道：“没错，吸取远古之神大脑的力量，为秩序阵营造就一位神灵。为了让计划成功，我们不惜对尤格萨隆的大脑使用了仅存的神灵级禁咒卷轴，无限阅读。”听到这里，林白脑海中的疑惑被层层解开。原来除了那18道蓝色锁链外，另外的18道黄色锁链是林纳斯这几人搞的鬼。那么被推举成为神灵的人会是谁？刚想到这里，下一刻林白脑海中忽然闪过一道人影，圣光萦绕，但举手投足之间却散发着恐怖的暗影之力，随手一挥，天地都为之颤抖。林白皱着眉头看向村长，低声说道：“那个被推举成神灵的人，是不是光明教皇本尼迪塔斯？”话音落下，村长和林纳斯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失声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第71章，白搭一个光明教皇。透过两人的表情，林白已经明白了一切。至此，前世他在新手村空白的那一块彻底被填满起来，在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全部知晓。这帮家伙的胆子还真是不小，竟然想妄图以凡人之力造就一个神灵。也难怪堂堂的教皇本尼迪塔斯会黑化，原来事情的起因竟是因为这个。不得不说，这帮秩序阵营的 NPC 真是有一套，造神这种计划都能想得出来。不过秩序阵营的 NPC 们明显低估了尤格萨隆的实力。拥有侵蚀心智能力的远古之神尤格萨隆，乃是一个光芒教皇，外加一张神级禁咒就能对付的了的。最终神没造成不说，还搭进去一个 LV100的光明教皇，现在就只剩下那个红发女人的身份还未解开了。林白深深地看了一眼那颗在不断跳动的大脑，受到邪能力量的腐化后，那个红发女人留下的蓝色封印锁链明显暗淡了许多。不知道光明教皇现在的情况如何，恐怕心智快被侵蚀的差不多了吧。林白暗道。就在这时，一边突声嗡，尤格萨隆的大脑忽然发出剧烈的能量波动，一个金光四射的人形虚影突然出现在尤格萨隆大脑上方。林白目光投向那道虚影，暗道：光明教皇本尼迪塔斯。林纳斯，拥有永恒圣器的人还没找到吗？威严无比的声音从虚影处传来，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透过声音能听出他的语气有些急躁。闻言，林纳斯复杂地看了一眼林白，恭敬地回道：已经找到了。那为何还不让他强化封印？难道要等远古之神破风而出，让我们的计划付诸一空吗？金光虚影波动不断，似乎很是激动。就在这时，金色虚影忽然变得虚幻起来，他断断续续地说道：快赶紧强化封印，我要压制不住他了。话音刚落，金色虚影啪的一声，如同泡沫一般湮灭在了大脑上方。下一刻，一道漆黑如墨的影子在大脑上方浮现而出。渺小无知的蝼蚁们竟妄想通过神灵禁咒让我的意识永远陷入幻境中。漆黑如墨的影子闪烁不定，在仔细看了林白数秒后消失在了大脑上方。不过他的声音却回荡在了林白脑海中：永恒圣器之主，释放我，我会将永生之秘全部告诉你。永恒圣器。林白目光里闪烁着异色，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听说有人管昊天神锤叫永恒圣器了。上一次还是虚空行者临死前说的。林白还未来得及多想，就在这时，蓝色封印锁链竟然发出一声声不堪重负的悲鸣。封印上的裂缝逐渐扩大，一道道漆黑如墨的暗影能量如同海浪一般卷向八方。神器，我知道溪流的事情让我们有些许误会，但眼下为了黎明苍生，我请求你帮助我们。林纳斯死死地抓住墙壁，脸上满是哀求神色。是啊，神器，难道你想眼睁睁地看着远古之神被释放吗？没有神灵的秩序阵营一直受到其他阵营的侵扰，我们太需要一位神灵来主持大局了。村长苦苦哀求道。此时，村长和林纳斯根本不知道，本尼迪塔斯的心智最终会全部丧失，彻底成为远古之神尤格萨隆的爪牙。林白神色平淡地扫了两人一眼，淡淡地说道：我知道该怎么做，无论是对他来说还是对现实世界来说，
尤格萨隆都不该在这个时候降临，至少也要等到他有实力，能跟尤格萨隆抗衡的时候再说。下一刻，林白自背包中取出昊天神锤，对着尤格萨隆的大脑就是一锤。嗡！金色波纹荡漾，昊天神锤的虚影自密室中出现。轰！轰！一连串的轰鸣声不断响起，金光环绕，原本布满裂缝的魔法锁链一瞬间便恢复如初，伴随着18道封印锁链逐一修复，让人窒息的封印力量不断从锁链中散发出来。与此同时，2道不甘的悲鸣声从尤格萨隆的大脑中传出。不二！轰！魔法锁链迸发出璀璨的蓝色光芒，封印之力彻底爆发，一时间万籁俱寂，尤格萨隆的大脑彻底沉寂了下去。与此同时，一道悦耳的提示音在林白耳边响起：叮！恭喜你完成任务，强化封印。恭喜你获得神级宠物蛋1，恭喜你获得神级自选物品箱1，恭喜你获得秩序阵营 NPC 好感度 Max， 恭喜你解锁下一阶段任务，前往精灵国度拜访精灵先知维伦。任务：前往精灵国度。类型：隐藏任务。等级：描述：远古之神的来历非常神秘，只有先知维伦知道他们的来历。任务目标：前往精灵国度找到先知维伦。任务成功奖励1，解锁下一阶段任务。看来这精灵族是非去不可了。林白暗自沉吟道。目前他手中一共有2个与精灵族相关的任务，一个精灵女王的眼泪，一个前往精灵国度，都是要找先知维伦交付。先到主城兑换等级卷轴，然后就前往精灵王国。林白打定了主意。下一刻，林白笑眯眯地看向村长和林纳斯，一脸和善地说道：村长大人，林纳斯先生，我们是不是该谈谈刚刚出手飞的事了？村长，林纳斯。第72章，一心神器，贪婪的掠夺者。村长，想什么呢？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吧。嗨嗨嗨，林纳斯，没点你名就当做没事一样，赶紧主动点，别让我自己动手。密室中，林白热情地招呼道。林纳斯与村长苦笑不已，只好接二连三拿出自己的珍藏。叮！恭喜你获得技能书寒冰屏障1，钻10级。恭喜你获得武器设计图双龙魔影剑1，钻10级。一番派交易后，林白看向村长和林纳斯，有些嫌弃地说道：就只有这些东西，除了2件钻石物品外，其他都是白银、黄金级的，根本看不上眼了。闻言，村长一脸愁容地说道：真的没有了，再掏就剩下裤衩了。这一波血亏，不过好在老命保住了，远古之神也暂时消停了。村长偷瞄了一眼林白，暗道：再把眼前这个煞星打发走，就万事大吉了。那好吧，毕竟我也不是个贪得无厌的人。林白笑眯眯地说道。看到林白如此表情，村长和林纳斯心头齐刷刷一跳，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间。擦！上一个死在这个表情下的家伙，尸体还没凉透呢。下一刻，林白有些腼腆地说道：你们再救济我点金币吧，我现在太穷了。闻言，村长暗自腹诽道：这 TM 说的是人话，在场的3人就属你最富裕，就不说黄金、钻石一类的了，单就说神级装备、神级宠物蛋，你随便拿出去一个，分分钟卖个上亿金币。想到这里，村长直接脱口而出问道：你想要多少金币？话音刚落，他马上就后悔了，完了，又露富了。闻言，林白眼底露出一抹狡黠，毫不客气地说道：一人20W 金币，然后咱们就此两清。当真？村长试探着问道。比真金还真？难道你想给30万？林白嘴角浮现若有若无的笑意。下一刻，村长急忙取出1袋金币递给了林白，他真是怕了这个无耻的家伙。叮！恭喜你获得来自村长波伊尔的20W 金币，恭喜你获得来自铁匠林纳斯的20W 金币。这下可以让我们走了吧？村长小心翼翼地问道。可以了，慢走哈。金币到手，林白心情大好。闻言，村长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他立马转身朝着出口跑去，总算离开这个恶魔了。这就去找我的小娇妻压压惊。村长刚刚踏上台阶，就在这时，林白忽然一脸坏笑地喊道：村长，请留步。WDNMD，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这个恶魔。村长嘴角抽了抽，艰难地转过头，强挤出一丝笑容问道：怎么了？再给我一张暴风城主城的传送卷吧。林白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给，我给。目送村长和林纳斯离去。此时，
密室中就剩下林白一人，他正在清点这段时间的收获。宠物蛋神级，品阶神级，数量1所需时间72小时。介绍：孵化后获得神级宠物星号1，种类随机，一阶宠物蛋，不知道会孵化出什么东西。林白想了想，手指轻点蛋壳，让它开始自行孵化。叮，宠物蛋正在孵化中，剩余时间71小时59分59秒。搞定宠物蛋。林白目光投向背包，格子中有一个散发道神光的符文宝箱，自选物品箱神级，品阶神级，数量1。介绍：打开后可自选一件神器物品，又是个一阶。不过想想也是，秩序阵营本就没有神灵存在，能拿出来点一阶神器也算不错了。林白思索道。神级物品共分为9阶，9阶最强，1阶最弱，每提升1阶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林白没有犹豫，直接选择打开。璀璨的神光照耀，将整个密室刹那间点亮。下一刻，无数与法师相关的神器物品映入林白眼帘。灵月诸神法杖神器，血雾玫瑰战棍神器，末日君主的法杖神器，极魂魔杖神器。武器这一块我是不缺的，毕竟还有一个可以进阶的设计图在。100倍增幅过后，属性与神器不遑多让，还是找一个加幸运值的圣物吧。想了想，林白快速翻到圣物页面。正牌寻宝护符神器，幸运兔角神器，祝福油神器，天使之心神器。上百件加幸运的圣物，还是正牌寻宝护符更加适合我。林白思索道。寻宝护符幸运值加100，附带效果，击杀怪物后能在尸体上找到值钱的东西，这东西还是不错的。就在林白刚想要选择的时候，一件泛着血光的圣物装备吸引到他的注意。贪婪的掠夺者神器，等阶等级 LV20， 幸运值加10，效果：成功击杀后，敌人的尸体将保留一段时间，你可以任意掠夺目标身上的一件物品。描述：不可对高于自己 LV10 的目标使用，无法掠夺一阶神器以上的物品。好东西！林白眼前一亮，有了它，岂不是说自己可以强行控制装备掉落？这玩意要是用好了，可比那虚无缥缈的幸运值强上不少。唯独的缺点就是名字有点不太好，弄得自己跟个掠夺者似的。就你了！林白直接将圣物拾起。叮！恭喜你获得一阶神器贪婪的掠夺者，东西到手。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中的2本技能书，首先是恶魔术士掉落的变形术史诗级，类型技能书，效果：将敌人变成一只小动物，使其在周围闲逛，最多瘫痪60秒，受此法术影响期间无法攻击或施法，但会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生命值，任何伤害都会使效果中断。冷却时间60秒，消耗 MP 200，施法时间瞬发。描述：无法对 BOSS 使用，对同一目标释放3次后，目标将免疫变形，对超过自身等级 LV10 的目标使用，随等级增加而缩短时间。PK 恶心人跳怪的神技，施法后让敌人变成一只咩咩叫的绵羊，用来羞辱人很是不错。林白两手一拍，将技能学习。叮！恭喜你习得技能变形术，学习完毕。林白看向下一本技能，寒冰屏障钻石级，类型技能书，效果：召唤寒冰屏障保护你，使你在10秒内处于无敌状态，持续期间你将无法施法，无法移动，但免疫任何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消耗 MP 500。寒冰屏障能让自身免疫任何攻击10秒，用来保命非常不错。叮！恭喜你习得技能寒冰屏障，将2本技能学习完毕。林白的目光投向最后一件让他比较在意的东西，武器双龙魔影剑设计图钻石级，第73章疯狂的光明主教希尔顿。设计图上2条黑龙虚影紧紧缠绕在一起，不断向外散发着黑紫色光芒。双龙魔影剑设计图钻石级，类型武器，等级 LV50， 物理攻击加6800，魔法攻击加5980，攻击速度正 10%， 力量加500，体力加450。效果：你的所有攻击转化为暗属性攻击。特效：攻击时有 20% 的几率使敌人进入诅咒状态30秒，诅咒状态下目标减少 30% 所有属性。最低所需材料：炉烟炭2200，成年黑龙的基剑星号2钻石级，特级硬化剂星号300，暗影石星号50，黑色大晶体星号100，打铁针。描述：
所消耗材料越多，锻造成功率便越高。一次性图纸，好家伙，50级钻石级设计图！看到这里，林白不由有些后悔，哎，早知道再多坑几下林纳斯好了。算了算了，先放你一马吧。查看完毕，林白将背包关闭，随后思索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先去用战功兑换一张直升20级卷轴，然后搭乘传送阵前往精灵族。下一刻，林白径直取出村长赠予的传送卷，直接撕裂，蓝光闪烁，一道湛蓝色的传送门凭空出现。暴风城，我来了！嗡，蓝光闪烁，林白消失不见。林白的身影刚刚消散在原地。就在这时，一道浑身裹挟着红色雾气的身影自无尽虚空中走了出来。他略带清冷的目光投向传送门，似乎跨越了无数空间壁垒，看到了林白身影一般。尽快成长吧，我期待你觉醒的那一天。话落，红色身影消散不见。密室中，只留下一颗缓缓跳动的大脑。暴风城坐落在神器世界西北海岸的艾尔文森林北部，是人类王国的首都。现在这里是仅存的大型人类城市，拥有强大的城市守卫和军队，是秩序阵营魔法和圣光研究以及冥思的基地。刷，暴风城传送平台，林白穿越传送阵走了出来。欢迎你来到暴风城，秩序阵营需要你的力量。传送平台，2名卫兵朝着林白行了个礼。军需官莫伊尔现在在哪里？林白径直开口问道。他的目标很简单，直接找到军需官兑换物品，然后就去精灵主城。军需官大人目前正在议政厅与诸位大人商议讨伐恶魔族事宜。卫兵铿锵有力地说道。讨伐恶魔族？林白疑惑道。没错，恶魔族入侵我国领土，湖畔镇已彻底被摧毁，城中居民全部死亡。与他相邻的桑中镇虽然得以存留，但也名存实亡。为了还边界安宁，帝国军队决定出兵给予还击。如果你也想为帝国效一份力的话，可以去兵营处报名。卫兵一脸狂热地说道。好的，我知道了。林白点了点头。上一世，暴风帝国确实出兵讨伐过恶魔族，但是却陷入了恶魔族部下的天罗地网。要不是大法师麦迪文及时赶到，估计暴风帝国的精锐军团直接就全军覆没了。不过眼下这种事情自己并不想参与，或者说根本也参与不进去。那可是规模庞大的军团作战，到处都是高级别兵种，以他目前这个等级上战场，那妥妥的就是炮灰。一个范围打击下来，连骨头都剩不下。还是先去精灵族把那2个任务完成再说。毕竟战争这种东西可不是短时间就能打完的，等自己级别起来后去收获点战功也不错。想到这里，林白目光投向一座造型迥异的建筑，希望不要让我待得太久。议政厅。此时议政厅内部正聚集着秩序阵营的各方大佬。圆桌旁，一名长相粗犷满脸胡须的矮人眼中正冒着熊熊烈火。恶魔族受远古之神号召而来，他们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释放远古之神，让远古之神的阴影继续笼罩大地。如果不尽早将他们击溃，一旦他们成长起来，那我们秩序阵营恐怕会被逐一击破。安威马尔国王说的没错，远古之神的阴影萦绕在神器世界每一寸土地上，恶魔族的入侵我们一定要尽快扼杀。一名浑身长满鲜艳羽毛的女性德鲁伊赞成的点了点头。既然大家都同意出兵征讨恶魔族，我们即刻回到各自主城，开始征兵备战。人类王国代表，不知道你们的意见如何？话音落下，矮人、精灵族、侏儒等诸族议会成员纷纷抬头看向坐在首位的中年男子。就在这时，首席位上一直默不作声的中年男子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金色的圣光挥洒出来，整个议政厅如沐春风。下一刻，中年男子眼中闪烁着金芒，在扫视了所有人后，他淡笑着说道：我觉得想要攘外，必先安内。闻言，矮人国王安威马尔皱着眉头问道：希尔顿主教的意思是我们内部有恶魔族的奸细？不，安威马尔国王，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希尔顿淡笑着摇了摇头，随后他淡淡的开口说道：这一次恶魔族入侵归根结底是钻了我们防守的空子，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子溪流原本镇守桑中镇，协防湖畔镇，如果不是他出了意外，想必2座城镇的居民也不会惨遭屠戮。话落，希尔顿原本让人如沐春风的气势骤然一变，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心中的怒火。我听闻溪流其实是死在了一名叫做神器的天灾者手中，依你的意思是我们要驱逐所有天灾者吗？女性德鲁伊皱着眉头问道。天灾者虽然和恶魔族一样都是受远古之神号召而来，但归根结底他们也是人类一员，甚至不少天灾者还报名参军，准备一起讨伐恶魔族。希尔顿，你到底想干什么？
德鲁伊深深看了一眼希尔顿，内心不断思量着。听到这里，希尔顿淡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平静地开口说道：“没错，溪流确实是被神器所杀，但那是他实力不济，我无话可说。但也正是因为溪流被杀，而导致湖畔镇被灭，桑中镇被毁。”脾气暴躁的安威马尔听不得这些弯弯绕绕，径直起身问道：“希尔顿主教，你到底想说些什么？”下一刻，金色的光辉自希尔顿身上迸发出来，他目光如炬地说道：“我的建议是抓捕所有天灾者，为他们打上奴役烙印，让他们永世服从我们的掌控。”第74章，神器大佬。该上架点很货了。议政厅内，希尔顿主教，我觉得这件事情该从长计议。天灾者数量庞大，成长性极高，难道你要强行镇压他们？一旦将他们推向对立面，最终得利的一定不会是我们。你的想法，我精灵族不会赞成。女德鲁伊罗拉沉声说道：“天灾者降落以来，可没少帮助秩序阵营做事，只需要支付少量的报酬，就可以让他们为自己效劳。用当牛做马来形容都不为过。唯独就是雁过拔毛、挖地三尺的特点，让他们这些原住民有点接受不了。但总的来说，这群天灾者还算不错，不像恶魔族那样整天想要毁灭这个，想要毁灭那个的。”话音落下，在场各族的议政员都转头看向希尔顿，很多人都明白他要做什么。只不过希尔顿这个家伙一下便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把桑中镇和湖畔镇的毁灭归咎给了天灾者们。虽然绝口不提神器，但是却处处针对神器。闻言，希尔顿轻轻一笑，随后神色淡然地说道：“天灾者日益壮大，我不过是怕他们脱离了我们的掌控罢了。既然罗拉议员不同意，那我也无话可说。”下一刻，希尔顿目光中闪过一道金芒，冷声说道：“为天灾者打上奴役烙印的事可以暂时搁浅，但是因为神器的关系，导致丧钟镇和湖畔镇失陷，数万居民惨遭横难，这个责任是不是应该追究一下？”光明教会红衣大主教手段玩得果然高明，罗拉心中警惕道：“先提一个高一点的要求，然后再提一个低一点的要求，这样一来，大家就很容易接受那个低的要求。看来这个神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罗拉心中有些惋惜，据说神器击杀溪流的时候不过才 LV10级而已，如此优秀的天灾者就这样被扼杀，那着实让人有些可惜。湖畔镇、丧钟镇失守，神器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同意追究他的过失。矮人国王安威马尔赞成道：“可是丧钟镇也是因为神器才没有被彻底毁灭，城中居民也大多得救了，难道不能功过相抵？”侏儒女议员皱着眉头问道：“公，湖畔镇的数万怨魂同意这一点吗？”神器就是罪魁祸首。没错，追究神器的责任，不能让湖畔镇的怨魂死不瞑目。守卫上，希尔顿淡淡的笑了笑，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就在这时，一名身着铠甲的卫兵来到希尔顿身边，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他就在暴风城。希尔顿目光中闪过一道冷芒。是的，主教大人，神器目前正在交易区闲逛，在等待着军需官莫伊尔大人。卫兵恭敬地说道：“让莫伊尔先去将神器带到家中，然后命令城防卫兵暂时封锁传送平台，我随后就到。”希尔顿淡淡地说道：“是，主教大人。”卫兵行了一礼，随后与军需官莫伊尔一起离开了议政厅。望着缓缓关闭的议政厅大门，希尔顿眼中闪烁出疯狂的杀意。神器，我儿溪流的命，你该还了。暴风城交易区，到处都是玩家的身影，不少玩家在看到林白后纷纷露出敬畏的目光。没别的意思，实在是林白现在太出名了，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游戏世界都流传着他的名字。没多久，林白便被里3层外3层的人群给围住了，这种感觉还真是不怎么好。林白苦笑着摸了摸鼻子，他来到交易区，本来是想随便转转，看看有没有自己能用得上的东西，结果好家伙，自己跟明星出街都差不多了，一群人围着自己不让走。神器大佬，什么时候再抛售点狠货啊？兄弟们打怪效率都慢了。嗨嗨，神器大佬，这次能不能卖点护甲？弟兄们虽然攻击高了，但是吧，皮太脆了，跟鸡蛋没什么两样。没错没错，神器大佬，该再上架点狠货了。神器大佬，你得主持一下公道啊！有个别工会抢了不少你抛售的低价武器，然后又挂极高的价格往外卖，简直就是拿你当大头，拿我们当韭菜。神器大佬，我想给你生猴子。玩家们太热情了，一些女玩家更是对林白上下其手，也不知道在胡乱摸着什么。就在林白有点招架不住的时候，救星到了！一大群身穿甲胄的卫兵来到了交易区中，统统散开！
再不散开，全部以非法聚集抓捕。军需官莫伊尔冷喝道。被一群 LV50的卫兵盯着，玩家们也不敢放肆，只好四下散开。毕竟谁也不想被明晃晃的刀刃捅成刺猬。下一刻，在玩家们好奇的注视下，军需官莫伊尔快步来到林白面前，微笑着说道：“听卫兵说你在找我。”“是的，我想用战功兑换一些东西。”林白淡淡的说道。不过此时他心中却有一丝疑惑，他可从未听说军需官会主动找上门来给人服务。事出反常必有妖啊！看来我的行踪被暴露出去了。林白目光里闪烁着异色。这里可是暴风城，光明教会的总部就盘踞在这里，难道说自己才出现就受到了别人的监视？想到这里，林白心中一紧，被人监视也不是没这个可能。光明教会红衣主教希尔顿权势滔天，其耳目遍布暴风城各处，想要第一时间得到自己的动向，简直不要太容易。既然如此，那随我一起去我的府邸吧。这次议会事关重大，为了不让诸族议员久等，匆忙之间，我一不小心把空间戒指遗忘在府邸中了。军需官笑眯眯地说道。这话在他自己看来毫无破绽。我急忙出来开会，匆忙下忘了带空间戒指，是很合逻辑的。听完军需官的话语，林白内心不由得冷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军需官的鬼话，要是骗骗其他玩家或许可以，但自己可是重生归来，能不知道军需官有多宝贵他的戒指吗？这一刻，林白的思维急速转动起来，他在思索如何脱身。既然带兵前来，又想将我引至府邸中，想必传送平台应该也全部封锁了吧。看来用常规的手段，我是没有办法安全逃离了。想到这里，林白忽然抬头看向军需官莫伊尔，轻声问道：你刚才说诸族的议员都来了？是的，他们还在议事厅中商讨进攻恶魔族事宜。怎么了？军需官有些疑惑地问道。没事，走吧。去你的府邸！林白径直朝着前方走去，嘴角慢慢向上滑起一抹弧度。下一刻，一滴晶莹剔透、散发着阵阵哀伤之意的液体出现在林白掌心中。脱身的方法有了。第75章解锁混合禁咒，陨星幻灭。军需官府邸，不知道你需要兑换点什么？军需官笑眯眯地问道。我需要直升20级卷轴。林白淡淡的说道。好的。军需官翻找了片刻，将一张卷轴取了出来。交易栏未打开，系统提示随之响起。叮，你失去了2万点战功，当前剩余战功1500点。叮，恭喜你获得20级直升券1，20级直升券。效果使用后等级提升至20。描述：拥有卓越战功的人才可以兑换，所需战功2万点。东西到手，林白径直取出卷轴撕裂。下一刻，一连10道金色光芒在林白身上迸发而出，悦耳的提示音接连不断。叮，恭喜你升到11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10点天赋点。恭喜你升到12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10点天赋点。恭喜你，恭喜你升到19级，恭喜你升到20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10点天赋点。叮，当前剩余天赋点100，当前剩余属性点200，100点天赋点，自己可以学习第7层的禁咒了。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径直跳过4、6层天赋，直接扫向第7层禁咒天赋栏。火系禁咒，流星火山从宇宙中召唤火焰流星砸向敌人，对目标造成极高的火焰伤害，并使地面燃烧。站在燃烧地面上时，敌人将受到持续火焰伤害。所需天赋点100点。土系禁咒，叹息之墙召唤极乐净土与冥界相隔的叹息墙壁，阻挡前方来袭的一切伤害。所需天赋点100点。水系禁咒，深渊梦魇召唤深渊洋流，冲击前方范围内的一切目标，被击中敌人将被水龙卷卷入深海中，并受到持续的窒息伤害。所需天赋点100点。风系禁咒，死亡风暴召唤一道狂暴的龙卷风袭向敌人，风暴可以吸附任何碰到风暴的敌人，并使敌人受到持续风属性伤害。风暴结束后将发射死亡射线，对敌人造成2次伤害。所需天赋点100点。混合禁咒，陨星幻灭从宇宙中召唤出各种属性的元素结晶砸向敌人，使敌人受到一定伤害。砸落地面的元素结晶在一定时间后会发生爆炸，并对敌人造成2次伤害。所需天赋点100点。混合禁咒，陨星幻灭。林白没有犹豫，径直将100点天赋加了上去。火、水、风4大禁咒其
其实也非常不错，可这4大禁咒的属性伤害太过单一了。单拿流星火山来说，一旦目标范围内有极高的抗火焰结界或者护盾，那流星火山的伤害将会大打折扣。而陨星幻灭就不同了，各种属性伤害都有，完全让人防不胜防。叮！恭喜你习得天赋技能混合禁咒陨星幻灭。听到提示，林白径直将目光投向技能栏。陨星幻灭，类型混合禁咒，效果从宇宙中召唤出各种属性的元素结晶砸向敌人，使敌人受到魔法攻击力加5000点各属性伤害。砸落地面的元素结晶在一定时间后会发生爆炸，并对敌人造成2次魔法攻击力加2500点爆炸伤害。攻击范围每增加3030范围，消耗 10% 法力值，持续时间每秒损失1000点法力值，直到法力值耗尽。冷却时间4小时，蓄力时间30秒，每 100% 冷却缩减，降低蓄力时间1秒。不愧是禁咒，只有恐怖才能形容它的可怕。魔力越足，持续时间越久，同时范围也会越大。单就以林白接近 15W 的魔法值来说，足以支撑陨星幻灭持续150秒左右。如果将这个技能释放在战场上，那只能用恐怖绝伦来形容。这100天赋点花得太值了。林白眼中浮现一抹笑意，待到自己等级再高一点，魔法值再提升一点，陨星幻灭将会更加恐怖。下一刻，林白转头看向一直对自己笑眯眯的军需官，淡淡的问道：怎么，主角还不打算出现吗？一波反客为主，直接让军需官懵在了原地。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啊！还未等他回过神，下一刻，林白继续开口说道：再不出现的话，我可就走了。想走，不觉得太晚了吗？就在这时，军需官府邸的大门突然咣当一声关闭起来。下一刻，伴随着圣光粒子闪耀，一道身着红衣长袍的中年人自军需官的院子出现，金色的眼眸望向林白，眼中的杀意根本不加掩饰。光明教会红衣主教希尔顿。林白目光中闪烁一抹异色，刷刷刷刷，伴随着空间波动不断传来。下一刻，一道道浑身散发着澎湃魔力的各族议员也同时降临了。德鲁伊、矮人、侏儒、狼人、德莱尼应有尽有。各族议员目光投向林白，或冷漠，或好奇。此时，唯独德鲁伊罗拉心中有些疑惑。通过自然能量给他的回馈，这个叫神器的天灾者身上有着自己很熟悉的能量波动。他的身上有让我熟悉的自然能量，到底是谁的力量？第76章七星神器对决。军需官府邸，各族议员云集，无不对林白露出感兴趣的神色。一个 LV10，不对，目前是一个 LV20的天灾者，竟然能在 LV10的时候击杀了 LV30的溪流，这可真是太让人意外了。许多互相交好的议员纷纷在外围低声议论着，都说虎父无犬子，没想到溪流只是空有一个名头，连 LV10的天灾者都对付不了。希尔顿的老脸都丢尽了，谁说不是呢？仰仗其父亲在人族内的滔天权势，溪流驻守边陲小镇都能被人干掉，真是徒有虚名。溪流并不弱好吧，在新生代中他可算是实力不错的了，只能说这个叫神器的天灾者太强了。我很好奇他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嘿嘿，不过这一次神器恐怕在劫难逃喽，毕竟希尔顿可不是他儿子那样的草包。各族议员小声地议论着。此时，光明教会红衣主教希尔顿冷冷地扫视了一眼四周，随后沉声说道：诸位议员，就是此辽害的丧钟镇沦陷，湖畔镇被灭，让我秩序阵营的家人们家破人亡，他就是罪魁祸首，我提议就地诛杀。希尔顿望着林白，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他不会让这个神器轻易的死去。闻言，林白轻笑了一声，嚯，这大帽子扣的，我真想给你一波666。你确定你那废物儿子能拦得住 LV30级的恶魔术士？我儿有圣骑士之姿，自然可以轻易将来犯敌人尽数击杀。希尔顿淡漠地说道。哦，那为何你的废物儿子死在了我手里？林白冷笑道。老东西，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林白根本无所畏惧，就算激怒希尔顿又如何，反正这个仇也结下了，不气死他还留他作甚？此时，希尔顿终于绷不住了，双目中闪过一道金色光华，冷笑道：牙尖嘴利，去地狱中忏悔你的罪行吧。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浓郁的圣光之力在疯狂涌动，圣洁的光芒照耀四方，希尔顿的整个身躯仿佛化成一道骄阳。在他身后，金辉洒落，一尊生有18亿的天使悄然出现，洒落下耀目的圣光。18亿圣灵天使，
在场的各族议员露出震惊的神色。这希尔顿有点小题大做了吧？竟然动用了镇教神器！18亿天使出现，瞬间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整个府邸内再无一丝议论声。这可是光明教会镇会之宝圣灵之怒七星神器所拥有的特殊技能。相传这把武器催发到极致时，18亿圣灵天使会直接凝结出真身为自己而战。不过据说这把神器一直都在光明教皇手中，什么时候落在了希尔顿手里？难道说下一任教皇是希尔顿？各族议员眼中纷纷露出不解的神色，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教皇退位的消息。此时希尔顿冷冷地扫视了一眼四周，刚要开口说话，就在这时林白周遭魔法能量瞬间涌动了起来。希尔顿察觉到林白的意图，冷笑道：你逃步！变形术！林白心念一动，变形术瞬间祭出。这个希尔顿太强，他只能先下手。不过希尔顿的级别太高了，变形术的控制时间恐怕连1秒都到不了。砰！魔法涌动，白雾升腾，在所有议员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堂堂光明教会红衣大主教希尔顿变成了一只大绵羊。咩咩咩！闪现！刷！林白继续发动技能，他径直闪现到德鲁伊的身旁，直接取出遗物递了过去。这是前任女王的泪水。德鲁伊罗拉眼神突然一凝。若干年前，精灵女王率众抵抗虚空生物，但是一去便杳无音信，宛如从这个世界蒸发了一般。难怪她觉得这个神器身上有让自己熟悉的能量，竟然是女王大人的一滴泪水。浓浓的哀伤感从女王的泪水中涌现。罗拉轻视眼角的泪水后，深深看了一眼林白。精灵女王事关我族的存亡，难怪这个家伙有恃无恐。不过他就这么肯定我会帮助他。此时府邸中的气氛很微妙，从林白释放技能到闪现在罗拉身边，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1秒后，希尔顿从绵羊状态恢复了原形，他脸上的虚假笑容彻底消失不见。圣罚之怒！希尔顿怒喝道。绚烂的圣光之力冲天起，18亿圣灵天使直接朝林白掷出了手中的金色长矛。金色长矛洒落着刺目光辉，裹挟着穿透一切的力量，朝着林白袭来。18亿圣灵天使无比恐怖，林白知道即便自己拥有着寒冰屏障，也无法将其彻底抵消。技能品阶压制的太厉害了，更何况这还是七星神器所催发出来的终结技。就在这时，异变突发，浓郁的生命气息横扫四方，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至强的生命力扑面而来。院落中，枯萎的老树长出嫩绿的枝桠，花花草草竞相开放。铿锵，震耳的碰撞声响起，金色长矛与一株粗壮的古树枝桠碰撞在一起，整个空间都被这一击打得波纹四起。军需官的府邸化为飞灰，围绕在府邸外的卫兵们更是被恐怖的能量波动震得口吐鲜血倒飞出去。要不是诸族议员齐齐出手抵御恐怖的碰撞能量，这一击之下，恐怕偌大的暴风城至少会损毁1/4以上。林白目光闪过一丝异色，暗道 LV100 的七星神器威力还真是不小。不过让我意外的是，罗拉身上竟然也带着镇族之宝。此时罗拉被浓郁的生命之力所包裹，在她的背后，一株带着恒古气息的参天古树拔地而起，生机勃勃，让人心旷神怡。清风拂过，一缕缕枝桠荡漾，恒古无比的气息传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生命力得到了提升。府邸中，绿色生命之力与金色圣光之力不分上下，分庭抗礼，各自占据了一半府邸。希尔顿将权杖狠狠地杵在地上，怒喝道：罗拉，你为何阻我？为何要庇护一个祸乱安宁的暴徒？在场的议员中，能接下自己这一招的也就仅有2人罢了。他实在是想不明白，罗拉为何会主动出手庇护一个天灾者。闻言，罗拉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抹坚决。这个人对我精灵族至关重要。你说什么？希尔顿眼中金色盛焰如同火一样燃烧起来。就在现场剑弩拔张的时候，林白忽然感觉到一股股生命之力和圣光之力正在朝着自己汇聚而来。与此同时，他的生命之力和光明之力的天赋之压明显有了松动的迹象。叮！你正在汲取生命之力，自然，当前进度1%。你正在汲取光明之力，神圣，当前进度调1%。第77章，打不过你，我也要恶心你。希尔顿双眸金光四射，炽烈的光芒射人心魄。此刻，他正不断往手中的权杖加持圣光能量，18亿圣灵天使愈发的凝实起来。罗拉，你真要阻我？难道你精灵族
想要与整个秩序阵营为敌吗？希尔顿怒目而视。此时，强大的生机之力弥漫八方，罗拉背后的古树延展开来。他神色淡然地看了希尔顿一眼，冷声说道：“这个人，我一定要带走。怎么？难道你要与我一战，把整个暴风王国打到崩裂吗？”你，希尔顿眉头紧紧皱起。在暴风王国中战斗会使他投鼠忌器，放不开手脚。更何况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是城市中心，一旦战斗起来，整个暴风城恐怕都会被打为废墟。到了那个时候，自己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人设将会骤然崩塌，教皇之位自己恐怕也无法得到了。不就是死了一个儿子吗？我还年轻，我还能生。权衡利弊之后，希尔顿痛心疾首地说道：“罗拉，你精灵族难道想要脱离秩序阵营吗？希尔顿，不要把你那套肮脏的伎俩用在我身上。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神器事关我族存亡。”罗拉斩钉截铁地说道。闻言，在场诸族议员都很是疑惑，明明就是一个小天灾者罢了，竟然能上升到种族存亡的高度。难道说这个神器是人类高质量男性？你好，我会将这件事如实汇报给精灵女王，我看你如何向她交代。希尔顿冷哼一声后，收取了金色权杖。伴随着圣光之力消散，18亿圣灵天使虚影缓缓消散。看到希尔顿主动放弃攻法，罗拉也缓缓将力量收回。不过此时，林白却有些意犹未尽，他的圣光之力和生命之力已经汲取的差不多了，眼看就要同时解锁第一层天赋了，怎么不打了？真是的，林白有些无奈。就在这时，罗拉深深吸了一口气，淡淡的说道：“随我一起去精灵族吧。”好，林白笑了笑。精灵族本来就是自己要去的地方，要不是突然杀出来个希尔顿，自己早都到地方了。下一刻，罗拉吟唱出一连串的精灵咒语，伴随着生命之力涌动，一道充斥着生命之力的绿色传送门出现在林白眼前。罗拉，你精灵族会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的。希尔顿望着林白的背影，冷漠说道：“教皇大人已进入尤格萨隆大脑多时，要不了多久，光明教会就会诞生一位神灵存在。到了那个时候，什么攻守同盟，什么秩序阵营，统统都要对光明教会俯首臣服。你先走。”罗拉深深看了一眼希尔顿。好。林白径直走进了传送门，绿色荧光将他裹挟。就在传送即将生效时，林白目光投向平静下来的希尔顿，嘴角微微向上扬起一抹弧度。现在打不过你，但我能恶心你。变形术，咩咩咩，砰！在众人呆滞的眼神中，希尔顿再度变成一只绵羊。罗拉，诸族议员，当前位置：精灵王国达纳苏斯。达纳苏斯是精灵们的主城，坐落在壮观的世界之树泰达希尔脚下。美丽的精灵们就居住在精心雕琢的木屋和环境宜人的小树林里。作为一座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城市，达纳苏斯城内真正达到了动物与人和平共处。城中一些稀有动物在和小精灵们欢快地玩耍，绿色光华一闪而过。林白和罗拉的身影从传送门中走出。罗拉大人，你回来了。神器先生，先知大人在卡拉波神殿已等候您多时了。两只年轻貌美的精灵对着林白和罗拉隐隐施了一礼，目光不断在林白身上打量着。他们都是年幼的小精灵，还从未走出过精灵国度，对外面的一切都很好奇。维伦先知在等他。罗拉有些疑惑。维伦先知在卡拉波神殿中已经不问世事许久，上百年过去了，这还是头一次听说维伦先知主动邀请人去卡拉波神殿。这个神器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罗拉深深看了一眼神器。是的，罗拉大人，先知大人说让您与神器先生一同前往卡拉波神殿。小精灵轻声说道。好，我知道了。神器，你随我来吧。罗拉带着林白径直朝着巨大的古树上方走去。很快，两人便来到了树冠最上方一座宫殿门口。宫殿大门四开，一位有着紫色皮肤、双眼充满睿智光芒的老者正在等候着两人。先知维伦，等级描述：精灵一族的先知，拥有莫名的伟力。你终于来了。维伦先知眼中迸发出一抹莫名色彩。叮，是否交付任务？精灵女王的眼泪。叮，是否交付任务？前往精灵国度。一连两道提示音响起，林白直接点头同意。叮，恭喜你完成任务，精灵女王的眼泪。恭喜你获得精灵族好感度5万点。当前精灵族好感度崇敬。金色光华闪过，精灵族好感度瞬间满级。在这一瞬间，罗拉看向林白的眼神都变了，宛如少女一般，羞涩中又带着一份冷静。与此同时，另一道提示音
在林白耳边响起。叮！恭喜你完成任务，前往精灵国度。是否接受下一阶段任务？远古之神的来历。恭喜你完成任务，精灵女王的眼泪。是否接受下一阶段任务？虚空生物的侵蚀。接受。林白直接点头同意。第78章，觊觎神器星魂的两大势力。卡拉波神殿。随着林白点头同意，先知维伦淡笑着挥了挥手中的权杖。我先带你看看远古之神的来历吧。圣光能量升腾，向着周围肆意而去。林白和维伦被祥和的能量所裹挟。嗡！空间穿梭，林白周身景色瞬息万变。永恒虚空，林白心头一跳，这先知维伦竟然能突破神器世界的枷锁。还未来得及多想，林白发现自己在虚空中停了下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璀璨的星河，一个又一个星系文明在那里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就在这时，画面一转，远方的虚空中突然出现数道庞大无比的紫色生物，它们吸附在一颗五彩斑斓的恒星上方，将触手狠狠地插入进地表深处。蹲蹲蹲蹲蹲蹲，让人头皮发麻的吞咽声不断响起，一股股淡蓝色的星魂能量被紫色触手从恒星内部吸吮出来。伴随着星魂能量流失，恒星逐渐坍缩暗淡，没过多久便化为尘埃，永远消散在了永恒虚空中。下一刻，虚空的另一边，无边的绿色邪能能量升起，数之不尽的恶魔生物带着炽烈的绿色焰火从虚空中疯狂涌来，它们刺裂恒星，将恒星崩裂成一颗颗行星大小的碎片。随着它们不断推进，一半虚空都燃烧着绿色邪能火焰。虚空中，一紫一绿两股力量平行推进，势不可挡，无数星球湮灭在两股势力手中。终于，两股力量在林白脚下的星球上碰面了，正是神器世界。此时，巨大的触手怪身后，一尊遮天黑影浮现，他随手一挥，无尽的星河被湮灭吞噬。另一边，一柄燃烧绿焰的血色长剑带着破裂虚空的力量径直斩来。铿锵，黑色手掌与血色长剑狠狠地撞击在一起。在这一刻，无尽的星空暗淡了，整个虚空都在剧烈的颤抖崩塌，成片成片的宇宙星系化为尘埃碎片。轰！恐怖的战斗余波如同海啸一般倒卷而来，眼看神器世界即将被波及。就在这时，一道红霞出现，延绵不绝的红色雾气浮现，将神器星球尽数包裹。轰！剧烈的碰撞声传出，红色雾气巍峨不动，毫发无损地挡下两大至强者的碰撞波。唰！红光闪烁，一道纤细的红色身影径直出现在虚空中，对着两尊身影各打出一道遮天红芒。虚空中，红色、紫色、绿色三种颜色交织在一起，恐怖的力量荡向八荒。下一刻，画面崩碎了，林白的意识逐渐陷入黑暗中。不过在彻底陷入黑暗之时，他明显看到5只相对幼小的紫色蠕虫突破了红雾的防御，进入到了神器世界中。远古之神吗？轻盈过后，林白的意识彻底陷入黑暗。当他恢复视野时，发现自己依然处于卡拉波神殿中，不知道这场大战的后续是怎样。林白暗道。维伦似是看出了林白的想法，他淡笑着摇了摇头。那场战斗并没有什么结果，3大神明在试探了一番后便各自收手了。不过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就在这时，维伦忽然开口问道：想必你刚刚看到了那5条紫色蠕虫了吧？林白微微皱起眉头，沉声道：看到了，没猜错的话，那5条紫色蠕虫就是远古之神吧？他觉得有些迷惑，按刚才的战斗画面来看，远古之神分明是为了吞噬神器星球才降临在这里。不过为什么这些远古之神却又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还召唤了人类玩家和恶魔族玩家降临？搞事情？没错。维伦深深看了一眼林白，赞许的点了点头。随后他沉声说道：那5条蠕虫其实是虚空大军的力量延续，乃虚空势力在神器世界的具现化。他们会通过不断进化、融合、吞噬，一步步成长为恐怖的远古之神。据说一旦远古之神成功腐化神器世界的星魂，那神器世界孕育的星魂将会变成这个世间最为可怕的邪恶存在。听到这里，林白微微沉吟片刻，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按照刚才所看，恶魔军团明显与虚空大军不是一路，为何他们也会降临在神器世界？恶魔的到来只是偶然事件。维伦淡笑着摇摇头道：远古之神的力量被封印大半，他也无法断定自己开启的空间通道是哪条，所以恶魔族的出现是个意外。林白感到有些好笑，这远古之神也真够可以的，把自己的敌对势力召唤来了。你可以这么认为。维伦淡笑着点了点头。随后
他略带凝重地说道：“恶魔军团虽然与虚空势力相互敌对，但他们的目的也是神器星魂。虚空势力想要腐化星魂，让其变为邪恶，而恶魔们却是想毁灭星魂，不让他们落入虚空势力手中。”闻言，林白点了点头，暗道：看来神器世界的星魂非同一般，无论是虚空势力还是恶魔势力，都对其垂涎不已。不过一个是想占有，另一个是想将其毁灭。就在这时，林白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提示音：叮！任务：远古之神的来历已完成。叮！是否继续下一个任务？虚空生物的侵蚀。是。林白直接点头同意。下一刻，维伦手中的精灵女王的眼泪径直漂浮在半空。当维伦打出一道金色微光后，一段段晦涩难懂的符文从泪珠中升起，一条隐秘在眼泪中的讯息浮现在了林白和维伦眼前。喂！世界之树泰达希尔正在从内部腐化。什么？看到信息，维伦倒吸了一口冷气。世界之树内部竟然有虚空生物！维伦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心中浮现出一抹不好的预感。他转过头对着林白说道：神器，你愿不愿意随我一起前往世界之树？叮！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探查世界之树。第79章维伦先知。我先好为敬。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探查世界之树。是否接受？是。林白点了点头。任务：探查世界之树。类型：隐藏任务。该任务无法放弃。等级：描述：神器世界共有4棵树世界之树，它们驻守四方，守护着神器世界的安宁。不过由于远古之神的侵蚀，其中3棵世界之树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腐化。一旦精灵族守护的世界之树泰达希尔被侵蚀，镇压在翡翠梦魇中的魔鬼们将会重现世间，祸乱大地。任务目标：前往世界之树泰达希尔，找出腐化源头。任务成功奖励：1. 金币加50000， 2. 经验值加50000， 3. 精灵族宝库为您敞开。4. 解锁下一阶段任务。任务失败处罚：1. 世界之树泰达希尔被腐化； 2. 翡翠梦魇贯穿神器世界，梦魇大军降临； 3. 你将受到梦魇的腐化； 4. 你将堕身为萨特一族。这任务难度不是一般大啊！林白心中有些惊讶。任务等级，这说明这个任务至少超过了自己50级。奖励不错，可风险也很高。光是变身为萨特一族就让他有些难以承受。萨特一族双手是裂开着的羊蹄子，腿是长满黑毛的大羊腿，头顶还会长出2个山羊般的犄角，以及一条狮子尾巴的躯体。当然好处也不是没有，就是那里会变成大兄弟。嗨嗨，不过林白不需要，他本身就天赋异禀，身边虽然有个实力不明的先知维伦，可把自己的小命寄托在别人身上，这不是我的风格。林白目光闪烁着，转头看向先知维伦，暗道：以我目前的好感度，直接要2件装备设计图应该不过分吧。想到这里，林白厚着脸皮问道：维伦先知，不知道您手中有没有适合我穿戴的武器装备设计图？有。维伦有些疑惑，不过他也没有细问，手掌上金光一闪，一连数件紫色设计图浮现在了他的手中。魔力风暴胸甲设计图，史诗级套装；魔力风暴头冠设计图，史诗级套装；王者之星设计图，史诗级；玛尼神兽项坠设计图，传奇级；翼龙剑抉择设计图，传奇级。一连数十种设计图闪现而出，林白心中有些不平静，他只是随口那么一问而已。看这设计图存量，恐怕维伦把自己的家底都展现给自己了吧？真是个实在人。就在这时，维伦将所有设计图推至林白眼前，一脸和蔼地说道：我身上的设计图都在这里了，你看好哪一件了，直接拿吧。这样不好吧？林白嘴上客气着，可手里一点也没有含糊。对不起了，维伦先知。佛山无影手直接发动。叮！恭喜你获得魔力风暴胸甲设计图，史诗级套装。恭喜你获得魔力风暴头冠设计图，史诗级套装。恭喜你获得王者之星设计图，史诗级。恭喜你获得玛尼神兽项坠设计图，传奇级。恭喜你获得翼龙剑抉择设计图，传奇级。将维伦手上的设计图全部一扫而空。林白露出一丝憨厚的笑容，问道：嗨嗨，维伦先知，不知道你手中有没有神级设计图？维伦缓了缓神，维伦郑重地说道：神器，随我来吧，我带你进入世界之树内部。好。从神殿走出后，林白跟随着维伦沿着世界之树泰塔米尔的躯干一路向下赶去。路上，
林白将目光径直投向背包中，首先是2件魔力风暴套装，魔力风暴胸甲设计图史诗级套装，一次性图纸，品质史诗级，类型胸甲，等级 LV10，生命值加1000，法力值加1300，物理防御力400，魔法防御力300，智力加30。套装效果：一件法术暴击正 1%， 2件你的施法速度正 20%， 3件你的法术攻击附带 10% 真实伤害。锻造所需：炉岩炭星号2000，魔纹布星号100，丝绸缎星号50，魔力符文星号1，打铁针。魔力风暴头冠设计图史诗级套装，一次性图纸，品质史诗级，类型头部，等级 LV10，生命值加900，法力值加1100，智力加10。套装效果：略所需略2件装备刚好与之前的魔力风暴腰带凑成一套，100倍增幅后，林白的血量又会到达一个新高度。林白笑了笑，目光继续向下看去。玛尼神兽项坠设计图传奇级，一次性图纸，品质传奇级，类型项链，等级 LV20，智力加58，释放速度正 10%， 暗属性抗性加12，光属性抗性加12。所需材料2000炉岩炭，暗属性晶石星号50，光属性晶体50，魔力结晶星号50，打铁针。描述：相传是神兽骨骼所制造的项链，佩戴在身上隐约能听到神兽怒吼。双抗装备，林白眼前一亮，属性抗性是传奇级以上装备才会出现的属性，你的各种属性抗性越高，所受到的技能属性伤害便越低。当你的属性抗性达到一定高度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免疫该属性所有伤害。希尔顿，等我弄一身光属性抗性装备，不知道在见面时你会有怎样的表情。林白目光中闪过一道冷芒，随后他把目光投向背包中一张泛着青色光芒的巨剑图纸上。翼龙剑抉择第80章，场景战役开启，拯救世界之树。翼龙剑抉择设计图传奇级，一次性图纸，品质传奇级，类型巨剑，等级 LV20，物理攻击加700，魔法攻击加470，力量加50，智力加50，攻击速度负 8%。 效果：背包内的每多一种武器，你将获得 10% 攻击力加成。所需材料2000炉岩炭，龙骨5，铜锭星号50，金刚锭星号50，打铁针。描述：它很适合你。单论属性特效的话，这武器其实很强，属于背包内放武器越多，自身获得的加成就越高。当然，对于林白来说，有一点比较差强人意，攻速负 8%。 这要是经过昊天神锤一波强化，攻击速度直接负 800%， 那还玩个锤子。想了想，林白将目光收了回来。此时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跟随着维伦来到了世界之树根部。终于到了。林白抬头看向前方，粗壮的树根盘横交错，有着许多精灵族守护在一处石门前。为首的男精灵身着紫色法袍，周身环绕着充沛的魔法能量。在感知到有人来了后，他张开了眼眸。大法师罗曼斯，等级描述：精灵法师的领袖，曾是上任女王的忠实部下。是什么风把异族人和先知大人都吹来了？罗斯曼睁开眼眸，冷冷地看向林白，似乎对维伦带外人来此很不满意。你看看这个吧，这是这位冒险家带回来的。维伦没有过多解释，而是将精灵女王的眼泪直接递了过去。这是……罗斯曼轻呼了一声，在查看完眼泪传递的信息后，他的眼眸深处闪过一道悲痛。既然是女王的意志，我可以让你们进入世界之树。罗斯曼深深看了一眼维伦，下一刻他径直来到石门前。在一番吟唱过后，上千道翠绿色的神秘符文从石门上漂浮而出。短暂的飞行后，一枚枚绿色符文重新排列，如同一长串密码般深深嵌入进了石门当中。轰隆，伴随着尘土飞扬，石门打开，充沛的生命气息如同瀑布一般从石门内爆发出来。放眼望去，里面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色，无数形态各异的异兽在里面肆意地飞舞着。就在这时，嗡嗡嗡，世界之树内部空间产生了剧烈波动。下一刻，原本生机盎然的世外桃源不见，一副尸山血海、血色滔天的画面映入了林白眼帘。腐化滋生，成片成片的动物化为狰狞的血肉骨架。更为恐怖的是，
一颗流淌着鲜血的猩红眼珠扎根在了世界之树根部，它散发着惊人的腐蚀力量，正在一点点蚕食世界之树。整个世界之树恍如人间炼狱。就在这时，画面消失，一道血色传送门出现在林白眼前，随后一连串的信息提示浮现出来。场景战役提示：是否即刻进入拯救世界之树场景战役？危险提示：该场景战役难度过大，请慎重选择。冒险家，我们出发吧。维伦有些急切道。请等一下。林白目光闪烁了一下。场景战役与副本相差甚大，在战役之中，你将无法复活，只要死亡就会导致战役失败，算是风险比较高的一类任务。不过场景战役的奖励也非常惊人。按照林白的推算，眼前这个拯救世界之树的场景战役，十有八九会掉落一些狠货，这一点他还是非常心动的。不知道我会在战役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是稳重一点比较妥当。另外，我也是时候提升一波了。林白略一思索，直接祭出昊天神锤，锤向背包中的设计图。下一刻，在维伦和罗斯曼诧异的眼神中，一柄通体乌黑色泽、泛着特殊光芒的锤形虚影突然冲天起，一道道金色光芒宛如游蛇般在世界之树上方游走，金光缭绕，将世界之树的躯干都染成了金色。一件件装备被林白锻造而出。叮！恭喜你获得魔力风暴胸甲史诗级1，你的魔力风暴胸甲史诗级获得额外效果元素诅咒。恭喜你获得魔力风暴头冠史诗级1，你的魔力风暴头冠史诗级获得额外效果进化诀。恭喜你获得玛尼神兽项坠传奇级1，你的玛尼神兽项坠传奇级获得额外效果回魂咒传奇。锻造完毕。林白扫了一眼背包中的黄金级图纸幽魂面具，有了魔力风暴头冠，这个幽魂面具已然成为废品。摇了摇头，林白将目光扫向装备。玛尼神兽项坠，品质传奇级，类型项链，等级 LV20， 智力加5800，释放速度正1000%，暗属性抗性加1200，光属性抗性加1200，锻造特效回魂咒复活目标并使其恢复全额血量，只能对已经死亡的目标使用。冷却时间4小时。描述：相传是神兽骨骼所制造的项链，佩戴在身上隐约能听到神兽怒吼。魔力风暴胸甲史诗级套装，品质史诗级，类型胸甲，等级 LV10， 生命值加1000000，法力值加1300000，物理防御4万，魔法防御3万，智力加3000。锻造特效元素诅咒对目标释放诅咒，使其受到的魔法伤害提高 50%， 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魔力风暴头冠史诗级套装，品质史诗级，类型胸甲，等级 LV10， 生命值加90000，法力值加11000，智力加1000。锻造特效进化诀史诗，解除全体队友的各种异常状态，只限史诗级以下魔法，冷却时间10分钟。第81章血色世界，被腐化的世界之树。 ID 神器，等级 LV20， 12800200000，职业元素主宰，生命值30万，法力值478000，物理攻击7207，魔法攻击23665，物理防御4万，魔法防御3万，法力回复正500%，法术暴击正500%，释放速度正1000%，暗属性抗性加1200，光属性抗性加1200，略，这属性有一点强啊。林白目光中充斥着笑意。生命值破30万。据他所知，即便是那些拥有传奇级天赋的血牛战士，在50级的时候也达不到如此高度。然而他却凭借着昊天神锤轻轻松松就超越了那些血牛战士。等到昊天神锤解锁万倍增幅，那又会是怎样的光景？林白目光闪过一抹期待，随后林白再度将目光投向场景战役。信息提示上，那条危险提示此时彻底消失不见。下一刻，林白转过头对着维伦示意道：维伦先知，我们可以出发了。好，你的实力虽然提升巨大，不过依旧要小心那些梦魇的腐化，一旦战斗起来，我可能无法时刻照料你的安危。维伦先知怕林白满腔热血无处释放，一旦热血过头，很容易把自己陷到里面。放心吧。林白点了点头。
下一刻，林白直接伸手摸向血色传送门，传送提示：是否即可开始场景战役？是。伴随着林白点头，传送门轰然炸裂开来，一滩滩鲜红的血液从传送门内流出。下一刻，一道无比猖狂的笑声在传送门内部传来，妄图想要阻止梦魇，精灵族，迎接你们的毁灭吧！哈哈哈哈！狂笑声一闪而逝，维伦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在冲林白点了点头后，他挥动魔杖为自己施加了一道经验护盾，随后径直走进了石门。见此，林白也没有犹豫，直接跟了上去。嗡！空间波纹闪烁，林白的身影消失无踪。当前位置：世界之树内部空间。血色梦魇腐蚀了大片土地，漫天的血雾不断从地面升腾，数之不尽的畸形体怪物徘徊在血色大地上。梦魇不断滋生，原本生机盎然的绿色大地被逐渐蚕食，森林化为朽木，动物尽皆化为一头头恐怖狰狞的怪物。就在这时，满是血色的空间，空气忽然产生一道波纹，唰！林白降临在一片血色大地上，这里的空气到处都弥漫着血腥味，让人为之作呕。就在这时，林白耳边传来一道提示音：腐化提示，你正处在腐化大地，当前腐化值 1%， 这里不能久留，一旦腐化值达到 100%， 我将会直接堕入梦魇中。林白目光环视四周，此时这里连一处干净的落脚地都没有，到处都是血色地面，地面上一条条如同血管般的脉络在大地上缓慢爬行，血管所到之处，树木枯萎，鲜花凋零，一副失去生机的样子。就在这时，一个如同脓疮般的诡异生物从血色脉络中现出身形。腐化脓疮，种族梦魇，等级 LV50， 生命值3200000240000，法力值200万1500000，物理攻击力4万30000，魔法攻击力8万60000。略腐化光环，每隔5秒，腐化脓疮会腐化一大片空地，站在腐化地面上，腐化脓疮获得每秒 10% 血量恢复。技能吞噬，被动技能脓疮炸裂，每隔10秒，脓疮将自爆一次，对目标造成10000加魔法攻击力，得爆炸伤害。腐化滋生，对100码范围内的目标周期性释放一道腐化裂痕，每秒造成1万点固定伤害，持续30秒。描述：可腐化万物的梦魇怪物，数量庞大，30级的碾压，怪物获得 300% 的提升。看着320万血量的腐化脓疮，林白脸色有些难看，这特么过分了吧？每秒 10% 血量恢复，那岂不是说脓疮会每秒恢复32万的血量？以林白20000加的魔法攻击力，就算他秒伤2万，那也需要150秒以上的时间才能干掉一只腐化脓疮。这还没算上腐化脓疮站在腐化地面上的恢复量，这让我打个锤子，也不知道维伦跑到哪里去了。工具人可没这么当的。林白有些愤愤不平。就在这时，一道神圣无比的声音响彻整个空间：神圣进化。伴随着话音落下，远方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道璀璨至极的耀眼金芒，神圣的光芒扫向四方，无数梦魇怪物化为飞灰蒸发。与此同时，林白收到了一条提示：增益提示，你获得圣光祝福，所有攻击力提升 100%， 你的所有攻击将附带圣光之力，持续时间，圣光之力对梦魇怪物的伤害提高 200%， 并使他们陷入重伤状态。增益 buff 到手，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笑意。有了这2道 buff， 杀腐化怪物犹如砍瓜切菜。下一刻，林白动了，直接发动自己的2大增益技能：燃烧，你的暴击几率提升 100%， 你的暴击伤害提升 100%， 持续10秒；能量法阵，你的所有伤害提升 100%， 持续60秒；燃尽风暴，6枚燃尽瞬间凝聚。林白随手一挥，6枚被金色圣光包裹的黑色燃尽骤然袭出，砰砰砰！567960，暴击加伤！567960，暴击加伤！567960，暴击加伤！略，嘣！巨响传来，腐化脓疮直接炸裂在了原地。随着腐化脓疮暴毙，血色脉络停止了对大地的侵蚀。叮！恭喜你击杀腐化脓疮，获得经验5万点。第82章，这么喜欢剧堆，赏你们个禁咒，不过分吧？血液崩裂，沾染着鲜血的战利品从腐化脓疮身上崩得满地都是。林白皱着眉头走上前去，有些嫌弃的将鲜血甩干净，随后才将战利品依次拾起。叮！恭喜你获得
装备被腐蚀的苍狼胸甲，恭喜你获得武器被腐蚀魔能权杖，恭喜你获得饰品被腐蚀的炼金瓶，恭喜你获得道具暗淡的暗影精华。3件装备1件道具，收获还算不错。不过3件装备都是50级的，而且都是被腐化过的破损件，想穿戴的话只能先将腐蚀净化才可以。林白也不想费那个劲，直接丢弃。继续浏览战利品，一枚形状不太规则的黑色晶体引起了他的注意。暗淡的暗影精华，类型消耗品，纯度1，数量1，效果使用后可充能你的暗影之力天赋数。哦，可充能天赋数。看到提示，林白眼前一亮。他的6条天赋数目前就秩序之力、奥数被点亮了第7层，其他天赋几乎都处于灰色失效状态。既然掉落的暗影精华可以让自己点亮天赋，那他可就不客气了。看来这一波自己算是来对地方了。林白暗喜，这世界之树内部梦魇怪物可不是一般的多，要是给他们全部干掉，不知道暗影天赋数能点亮到什么地步。正当林白想要继续前行时，忽然一道传音在林白耳边响起：冒险家，我会在这里拖住梦魇大军，你尽快前往世界之树根部，阻止伊格诺斯腐蚀世界之树。话音消散，宛如错觉。不过林白知道这是维伦在给他隔空传音。下一刻，林白将目光投向远方的世界之树，那里血光滔天，梦魇之气冲天，一看就有无数腐化怪物在盘踞。这么喜欢聚堆，那就让你们尝尝禁咒的威力吧。禁咒陨星幻灭，伴随着林白一声低吼，他的法力值被瞬间抽空。就在这一瞬间，一道五颜六色的六芒星阵忽然自他脚下出现，晦涩难懂的五彩符文缓缓升腾，淡蓝色的光辉逐渐凝聚。嗡嗡嗡，嗡鸣声不断传来，空间泛起层层波澜，一道道让人震颤的能量波动不断潮涌入六芒星阵。30秒后，色彩斑斓的六芒星阵裹挟着恐怖的魔法能量，刹那间冲破血色云层，直冲域外天际。血色云层如雪一般急速消融，浩荡的无垠虚空出现在世界之树上空。下一刻，一颗颗颜色各异的硕大陨石穿越无尽虚空砸落下来。呜呜，空气中摩擦起道道火光，蕴含各种属性能量的陨石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呼啸着砸向怪物群。叮！战斗提示：你已经进入战斗状态，请消灭腐化之心，伊格诺斯。另一边，维伦正孤身一人阻拦着梦魇大军，在随手击杀一大片梦魇怪物后，他有些疑惑地看向天空。此时，血色的天空忽然破开一个深邃的大洞，他能感觉到那无垠虚空背后，一道道夹杂着秩序之力的魔能陨石正在急速袭来。罗斯曼并没有进入世界之树内部，如此大规模的秩序之力魔法，难道是神器做的？维伦有些疑惑。下一刻，夹杂着各种属性的陨石降临了，这些直径30米左右，夹杂着火焰、冰霜、狂风、厚土的属性陨石，如狂风浪蝶般一波接一波地砸向了世界之树。轰轰，大地震动，无数梦魇怪物哀鸣。这位冒险家竟然掌握了如此恐怖的禁咒。在维伦惊异的眼神中，成片成片的伤害数字飘了起来。井号复数标识井号114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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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号复数标识井号114660。一颗颗陨石砸落在地面上，强力的撞击使陨石斑驳不平的灰烬表层尽数脱落。当灰烬散尽，一枚又一枚属性晶石从陨石中显露出来，属性晶石疯狂的膨胀涌动。3秒后，包含秩序之力的属性晶体成片成片的爆炸开来。陨星幻灭的第二波爆炸攻击来袭，轰轰轰轰，爆炸声接连不断。世界之树根部，火焰、冰霜、狂风各种属性能量混合出现，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再度飘起。57330， 57330， 57330。世界之树根部，火焰、冰霜、狂风不断炸裂，成片成片的梦魇怪物在陨星幻灭的摧残下崩裂了躯体，伴随着梦魇怪物大面积死亡，无数亮晶晶的战利品掉落在地面上。与此同时，林白耳边也传来了阵阵提示音。叮！恭喜你击杀腐化脓疮，获得经验5万点。恭喜你击杀腐化脓疮，获得经验5万点。恭喜你击杀腐化脓疮，获得经验5万点。恭喜你升到21级，
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20点天赋点。恭喜你，恭喜你升到25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额外获得20点自由属性，20点天赋点。跨越30级击杀，恐怖的经验加成让林白瞬间提升了5个等级。林白到达20级后，天赋点也从原来的10点级变为了20点级。叮！当前剩余天赋点100。此时击杀提示已经中断，这意味着世界之树下方的怪物已经被扫荡一空。怕有漏网之鱼，林白又轰炸了10几秒后停止了输送魔力。天空上的无垠虚空渐渐被血色浓雾遮盖，这禁咒还真是恐怖如斯。林白笑了笑，一段砸落伤害，2段爆炸伤害，2段伤害相互交替，直接将世界之树下方的梦魇怪物清空。不知道都掉落了什么好东西。林白目光望向远方的世界之树，有着一丝期待。杀了那么多怪，掉落应该不能差吧。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感觉到一股饱含杀意的目光从世界之树位置朝自己瞪了过来，超过200码的距离都未脱离战斗状态。这伊格诺斯的手看起来很长的样子，要不然也不会这个时候还未脱战。林白沉吟着，手掌的怪物自己对付起来风险很大，连腐化脓疮这种小怪在30级的碾压下伤害都很恐怖。腐化之心，伊格诺斯作为一头 BOSS， 那只会更恐怖。轰！就在这时，地面层层崩裂开来，一条如同蚯蚓般的粗壮触手突然从林白身后的地面钻了出来，狰狞的大口流淌着血红色的咸水，狠狠对着林白咬了过来。第83章腐蚀之心，伊格诺斯的预言。蚯蚓一般的触手突然袭来，林白感受到身后传来的腥臭气息，闪现技能瞬间发动，唰！林白的身影出现在触手背后，刚要来一波回手掏，可没想到触手的反应也极为迅速，他快速扭转躯体，如同毒蛇般朝着林白攻来。狰狞的大口张开，大地层层皲裂。就在林白思索要不要再向后退一退时，满是褶皱的触手忽然停在了原地，似乎林白所处的位置已经超出他的攻击距离。叮！战斗提示：你已经脱离了战斗。提示响起，林白退出了战斗状态。与此同时，触手的信息被林白所捕捉。伊格诺斯的触手级别：当前状态无敌。描述：伊格诺斯的触手之一拥有无可匹敌的力量。伊格诺斯的触手能覆盖这么远，说明他的攻击距离超过200码。林白心中吃惊，如此远的攻击距离，再加上无敌状态的恐怖触手，想要直接进攻伊格诺斯本体，难度不是一般大。200码的距离如同一条鸿沟，将林白阻挡在外。不知道伊格诺斯的对空手段强不强？林白思索道。如果触手不能攻击空中，那么自己完全可以召唤古龙，在高空对伊格诺斯发动打击，倒是可以一试。正当林白思索对策时，那条如同蚯蚓般的触手头部忽然冒出一颗硕大的眼球，他死死地盯着林白，狰狞的大嘴忽然裂开，神经质般的低语道：5把钥匙开启了我们的道路，5把火炬照亮了我们的前途。大地会被黑暗的蔓藤所缠绕，不久的将来，千猴之魔尤格萨隆终将会脱困而出。结。神经质的低语过后，触手如同一条泥鳅般钻入地下，消失的无影无踪。大地会被黑暗的蔓藤所缠绕，不久的将来，千猴之魔尤格萨隆终将脱困而出。林白细细品味着这句话。伊格诺斯腐蚀之心，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是另一头远古之神梦魇之神谦虚之魔恩佐斯的手下。怎么似乎他与远古之神尤格萨隆又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不过让林白疑惑的是，尤格萨隆的封印明明已经被自己用昊天神锤加固了，按理说短时间之内不会出来兴风作浪才对。伊格诺斯是要扰乱我的思绪吗？不对，这件事不得不防，远古之神终究是个祸害。林白心中难以平静。远古之神尤格萨隆一旦脱困而出，那么现实世界将会直接与神器世界融合。到了那个时候，一切 NPC 都会成为真实存在的人物，各种异界生灵也会相继出现，届时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此间事了，我也该回一趟现实世界了，是时候让所有人了解下这个世界的真相了。林白眸光中宛如火焰在跳动。就在这时，一道浑身散发着耀眼金光的人影忽然从天而降。神器，想不到你对秩序之力的运用已经如此娴熟。维伦称赞道：您过誉了，先知。林白淡淡的说道。随后他目光投向远方，在世界之树根部，那可竖立的猩红眼球正不断转动着树瞳，远远眺望着他们两人。先知大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伊格诺斯的攻击距离非常远，
想要靠过去很困难，而且他目前还处于无敌状态。林白皱了皱眉头，作为一个惜命的人，他自然知道眼下不是逞强的时候。维伦先知作为场景战役中最关键的 NPC， 要说没有点办法，那他绝对是不幸的。听到林白如此说道，维伦将目光投了过去，那颗竖立的猩红眼球让他心生厌恶。我会先用禁咒将伊格诺斯与外界隔绝，这样他便无法吸收外界的梦魇力量。随后我会将身体内的所有力量释放出去，用来激发世界之树的本源。等到本源被激活，伊格诺斯的力量将会受到压制，到了那个时候就全靠你了。维伦先知有些沉重地说道。一旦这棵仅存的世界之树被腐化，那么梦魇大军将会彻底重临世间。到了那时，本就饱经战火的神器大陆又会受到恐怖的摧残。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林白承诺道。如此甚好，那么开始吧。维伦先知朝着林白点了点头。下一刻，金光挥洒，维伦的身影化成一道金光，消散在了原地。当他再度出现时，已经立身于世界之树冠顶。禁咒，神圣赞歌！伴随维伦一声低喝，世界之树顶端忽然迸发出一道璀璨至极的金色光柱，耀眼的金光直冲天际，瞬间冲破血色雾气的阻挡。下一刻，金光层层洒落，一道流光四溢的金色光幕自苍穹顶端落下，厚实的金色光幕直接将整个世界之树笼罩了进去。就在这时，低吼声再度传来，禁咒，能量灌注！炽烈的金芒更盛，无尽的圣光之力穿越虚空而来，注入进维伦的躯体。此时，维伦宛如一个太阳般，在世界之树上散发着刺眼的光芒。就在这时，维伦低吼道：“灌注世界之树！”璀璨的金芒急转而下，以维伦的躯干为导体，勾连天地的金芒径直朝着世界之树涌去。伴随着圣光灌注，世界之树上的血色梦魇层层剥落，原本被腐蚀枯萎的树干焕发出浓烈的生命气息。不！伴随着一声怒吼，伊格诺斯那颗硕大的眼球肉眼可见的萎了下去。第84章基操物六。世界之树根部，干瘪的眼球发出一道道猩红色的波纹，用来对抗不断下压的生命之力。神器，尽快出手吧，我的禁咒坚持不了多久。维伦有些急迫地开口说道。好。林白点了点头，随后迈步朝着树干下方跑去。此时，受到能量灌注的压制，伊格诺斯正在竭力反抗。在他看来，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维伦。黄光闪烁，林白一个闪现来到伊格诺斯30米外的位置。腐化之星，伊格诺斯之眼，传奇级。当前状态被压制，所有属性降低 50%。当前阶段，第一阶段，种族梦魇，等级 LV70，生命值82500004500百分号，法力值4400000450百分号，物理攻击力10万450百分号，魔法攻击力15万450百分号。略梦魇腐化，伊格诺斯会持续释放梦魇腐化，梦魇腐化会对站在其中的玩家每2秒造成10万点暗影伤害，该效果可叠加。技能梦魇凝视眼眸射出一道持续12秒的射线，命中后每秒对目标造成15万点暗影伤害，并使目标陷入灼烧状态。每死亡一根支配触手，触发一次。支配触手伊格诺斯召唤支配触手保护本体，支配触手拥有伊格诺斯 20% 的属性面板，持续时间无限。梦魇造物伊格诺斯之眼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99%， 每击杀一根支配触手，降低伊格诺斯 10% 生命值。心脏密室，当伊格诺斯之眼被摧毁后，存放伊格诺斯心脏的密室将会被打开，开放时间90秒。描述：伊格诺斯是恐怖梦魇的化身，它是腐化的聚合物，它就不该存在于世。即便受到了压制，可伊格诺斯的面板属性依旧爆炸。林白不敢大意，这可是稍有不慎就会完脱的 BOSS 战。轰！大地崩裂，地面鼓起一道道长长的垄沟。砰！一声巨响从林白身后传来。唰！林白丝毫不慌，直接一个闪现从原地闪开。袭击他的正是那如同蚯蚓一般的支配触手。支配触手一击落空，他猛地扭动着躯体，再次朝着林白袭来。狰狞的大口张开，锋利的尖牙露出道道寒芒。看着再度袭来的攻击，林白没有丝毫畏惧，目光中闪过一道冷芒。下一刻，林白动了，燃烧，能量法阵，火焰凝聚，法阵升腾，2道增益效果骤然叠加。燃尽风暴，6枚黑色燃尽瞬间发射，炽热的黑色火球瞬间袭出，化成一道黑线，直接迎向支配触手。
感受到黑色火球传来的可怕能量，支配触手上的独眼竟然露出一丝人性化的凝重。不过此时，黑色火球和他的速度都不慢，想要遁地躲闪已经来不及。无奈之下，他只好扭转身躯，尽可能的不让自己头部受创。砰砰砰砰砰砰，567960，暴击加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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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一连串火焰炸裂的声音传来，6枚黑色燃尽尽皆爆射在触须的躯干上。呀！支配触手仰天悲鸣，原本坚挺的躯干软塌塌的掉在地面上，死的不能再死。叮！你击杀了伊格诺斯的支配触手，伊格诺斯的生命值降低 10%。提示响起，不远处的眼球内部传出一道惊人的诡异嚎叫。嗷！825000，痛失一根支配触手，伊格诺斯的眼球流淌出大量的红色液体，在诡异的转动数下后，伊格诺斯的那枚眼球锁定了灵摆。叮！锁定提示，你已被伊格诺斯的梦魇凝视锁定。提示响起，下一刻，一道粗壮无比的黑色射线从伊格诺斯的眼中迸发出来，笔直的袭向灵摆。糟了！维伦在世界之树顶端惊呼道：“这条黑色射线伤害极高，每秒都会对目标造成15万的伤害。神器不过才30万的血量，就算他有寒冰屏障，能抵消10秒伤害，但那剩余的2秒也足以将其击杀了。可惜眼下自己无法停止灌注，一旦停止灌注，伊格诺斯就会瞬间补充到外界能量，那样的话，对付起来将会更加麻烦，只能寄希望于神器，还有别的保命技能了。”维伦摇了摇头。不过此时，维伦心中还有一丝疑惑，眼见黑色射线都临身了，神器为何还不开启技能？他要做什么？难道说他放弃抵抗了？就在维伦疑惑万分的时候，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冰霜。他自然知道这个射线的伤害极强，一旦被射中，那几乎必死无疑。不过倒也不是没有破解的办法。林白死死地盯着黑色射线，当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有灼烧的感觉后，一道由寒冰铸成的屏障出现了。寒冰屏障伴随着一声轻喝，光滑如镜的寒冰屏障瞬间将林白包裹进去。下一刻，黑色射线被寒冰屏障所阻挡，再也无法前进半分。呲！寒冰与射线交融，大量的水蒸气从地面升起，而此时处在寒冰屏障内部的林白却丝毫没有紧张，这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作为一名法师，就要懂得利用一切技能时间差。10秒的时间飞速流逝，寒冰屏障肉眼可见的暗淡下去。就在这时，寒冰屏障化成一道道冰晶消散，黑色射线去势不减，径直射向林白。就在黑色射线即将攻击到林白本体时，黑色射线似乎能量耗尽了一般，消散在了半空中。此情此景，让树冠上的维伦先知发出一道惊呼：这是怎么做到的？他真是没想到，神器竟然将秩序能量竟然运用得如此细致入微。在这之前，如果有人说能用10秒的寒冰屏障阻挡持续12秒的射线，那他一定会淡淡一笑，就当听个乐子。没想到这个神器居然当面给自己上了一课，竟然硬生生的把12秒的射线技能用持续10秒的寒冰屏障给挡了下来。听到维伦的惊呼声，林白神色淡然的说道：基操56。第85章心之密室，伊格诺斯的低语。就在林白等待第二只支配触手的时候，粗大的树干中又传来伊格诺斯神经质般的低语：那圣洁的身影投入黑暗拥抱，期盼光明降临的你们，迎来的唯有黑暗。闻言，林白眉头微微皱起。伊格诺斯所说的话看似神经质，但似乎又有迹可循。之前那句5把钥匙开启了我们的道路，5把火炬照亮了我们的前途。林白极度怀疑，说的就是5只远古之神，他们冲破红雾阻拦，涌进了神器世界，为虚空生物照亮了前途。至于刚刚这句，明显是说光明教皇妄想利用尤格萨隆成神，但最终却被远古之神所侵蚀。神经质般的低语似乎又不断地透露着某些信息，林白心中升起一丝警惕。上一世，光明教皇确实如伊格诺斯所说那般，变为了远古之神的爪牙。看来这伊格诺斯的低语得仔细聆听一下，也许会得到某些有用的讯息。就在这时，伊格诺斯那硕大眼球突然流血不止，他神经质般的低语道：任何阻碍尤格萨隆大人计划的人都得死。下一刻，林白脚下突然出现一大滩满是腐臭味的血池。梦魇腐化，对站在腐化池上的目标，每2秒造成10万点暗影伤害。闪现！
血池扩散的速度很快，但林白的反应更快，刹那间瞬移到30米外的地方。轰！刚一落地，就在这时，两道蚯蚓一般的褶皱触手一左一右朝着林白扑杀而来。这一招恰到好处，林白根本避无可避。小心！维伦惊呼道。轰！轰！尘土飞扬，林白被两条触手紧紧地缠绕住，两道没有破防的伤害数字飘起。0，只拥有伊格诺斯20%面板的支配触手，根本无法对林白造成伤害。下一刻，飓风夹杂着寒冰碎片骤然出现，寒冰咆哮，189720，暴击，189720，暴击！凛冽的寒风不断刮起，很快，两根触手的生命值便降低至10%。这时，林白反倒放弃了群体攻击，改为火球术单点。毕竟每击杀一条触手，就会触发一次梦魇凝视，那可是一不小心就会要命的技能，他自然得慎重对待。叮！冷却提示：你的寒冰屏障已冷却完毕。听到提示，林白手中的火球直接袭向了其中一条触手，井号复数标识井号189320，暴击！触手死亡。下一刻，黑暗射线再度袭来，如法炮制的将黑暗射线抵消。林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想要消除黑暗射线，寒霜屏障必须掌控的无比精准才行。一旦有丝毫失误，那受伤的就是自己。1条、2条、3条，直到第10条触手被击杀，825000。伴随着伤害数字飘起，伊格诺斯的生命值彻底变为0点。5把火炬均已暗淡，但他们所点亮的焰火将照亮主人的道路。神经质般的低语再度传来。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传来，伊格诺斯炸裂在了原地，满是腐臭味的血水崩向四方，土地被腐蚀的滋滋作响。下一刻，林白耳边传来了提示音：叮！2阶段提示：伊格诺斯的外壳已被击碎，进入世界之树内部将其击杀。时间提示：如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击杀伊格诺斯，伊格诺斯的眼球将会重铸。当前剩余时间90秒、89秒、88秒，眼球崩碎，树根下出现一个被腐蚀的大洞。透过洞口，林白能看到里面有一团不可名状物的东西，正隐匿在世界之树内部。林白可不想再多费周折，他没有犹豫，径直走进了树洞。树洞内，一个如同大脑般的物体正在树洞内不断的跳动着，数之不尽的触手正在疯狂吸吮着世界之树。上千颗树眼搭配着标志性的触须，将不可名状演绎到了极致。单论外表，这玩意绝对是我见过数1数2的东西了。被上千颗树眼盯着，林白觉得浑身都有些不自在。伊格诺斯的心脏传奇级，当前状态脆弱，心脏被暴露，所受到的伤害提高200%。当前阶段第2阶段，种族梦魇，等级 LV70， 生命值1500万。释放梦魇腐化之心不受控制的力量，造成梦魇能量爆炸。和这些爆炸接触的玩家会受到30万点暗影伤害，并陷入恐惧4秒。重建黑暗90秒后，伊格诺斯聚集心灵能力释放出来，重新密封他的密室，杀死所有留在其中的玩家，并重生伊格诺斯之眼。描述：伊格诺斯的本体，1500万的血量，即便我爆发全开也秒不掉他。看来还得重新打一遍眼球才行。林白暗自沉吟道。就在这时，金色圣光不断汇聚，维伦来到了密室当中，道：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能量灌注。维伦随手一指，金色圣光如瀑布一般自穹顶倾泻而下，将林白笼罩。叮！增益提示：受到能量灌注的加持，你的所有伤害提高100%。叮！你的天赋树光明之力神圣已到达解锁条件。还有这种好事？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笑意。维伦的能量灌注直接将自己的神圣天赋树给解锁了。不过此时并不是查看天赋树的时候。林白将目光投向伊格诺斯的心脏，2大增益技能瞬间开启。燃烧，能量符文，燃尽风暴，340770，弱点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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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章寂灭者之镰，尤格萨隆的密令。伊格诺斯血条被清空，那长满上千只树眼的大脑裂成2半，一颗诡异的黑色眼球从里面滚落出来。他死死地盯着林白，神经质般的低语再度响彻在林白耳边。
你无法阻止梦魇，这个世界终究会被腐化，而你也将彻底坠入黑暗。噗嗤，黑色眼球炸裂，满是污秽的黑色血液将地面染成一片漆黑。下一刻，悦耳的提示音接连不断响起。叮！你击杀了腐化之星伊格诺斯传奇级，获得经验11000000450百分号，跨45级击杀，额外增加450经验。恭喜你升到26级，恭喜你升到27级，恭喜你升至28级。下一级所需经验23129500000。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神器获得传奇级怪物腐化之星伊格诺斯首杀，获得奖励金币7万，获得首杀额外奖励随机技能箱传奇1。世界频道大喇叭时，叮！恭喜你完成任务探查世界之树，恭喜你获得奖励金币5万枚，恭喜你获得奖励经验值50万，恭喜你获得奖励精灵族宝库现已为您敞开，恭喜你升到29级，生命值加500，法力值加500，获得20点自由属性，获得20点天赋点。一连串提示音响起，林白没怎么在意。此时他的目光正被一个闪烁点点星光的漆黑袋子所吸引。虚空储物袋，类型传奇级，开启后获得伊格诺斯的所有战利品。林白走上前去，直接将储物袋拾取起来。叮！恭喜你获得设计图寂灭者之涟漪传奇级，恭喜你获得虚空坐骑带镣铐的乌祖尔1传奇级，恭喜你获得装备千眼幻魔关1传奇级，恭喜你获得饰品梦魇血瓶1传奇级，恭喜你获得任务物品尤格萨隆的密令1未知。一个大眼珠子，宝贝倒真是不少。林白称赞了一句。除了这5件传奇级物品，其他杂七杂八的各类装备不下30-40件，收获颇丰。林白嘴角浮现一抹笑意，将目光投向背包。寂灭者之镰设计图1传奇级，一次性图纸，类型武器，等级 LV70， 物理攻击加9800，魔法攻击加9600，力量加980，智力加980，敏捷加980，体力加980。效果：在杀死一个目标后，接下来的20秒内，你的所有伤害提高 10%， 持续时间30秒，最高叠加10层，全职业通用。所需：炉岩碳星号7000，甜美的灵魂20，铁定星号100，火原石100，打铁针。寂灭者之镰外观是红色死神镰刀造型，效果什么的也都很不错。100倍增幅过后直接起飞，唯独就是70级才能用，让林白有点难受。70级武器，如果能用昊天神锤锻造出来一个无级别限制的特技，那我可就原地起飞了。林白沉吟道。说干就干，林白也没犹豫，直接对着设计图就是一锤，金辉洒落，锤形虚影降临，伴随着天空中传来的猛烈敲击声，一把外观霸气狰狞，浑身流动着血色光芒的巨型镰刀在虚空中缓缓成型。轰！叮！寂灭者之镰传奇级锻造成功，你的寂灭者之镰传奇级获得额外效果炼狱传奇级。炼狱不是无级别限制吗？林白有些失望，果然抽奖这种东西太过玄学。好吧，是自己不配。目光投向背包，寂灭者之镰传奇级，类型武器，等级 LV70， 物理攻击加980000，魔法攻击加960000，力量加98000，智力加98000。略锻造特技炼狱，当你遭受致命伤害时，邪恶契约可保你免受一死，并为你释放一道抵消10万点伤害的能量护盾。触发条件：每5分钟触发一次。强是强了点，可惜70级才能带。不过等我70级的时候，恐怕早有了更好的武器了吧。林白摇摇头，将目光投向下一件物品：带镣铐的乌祖尔，唯一，类型坐骑，数量1，使用教你学会这种坐骑，这是一种速度极快的飞行坐骑。描述：乌祖尔由死去的人类将士饱受折磨的身体和灵魂构成，既迷人又可怕。竟然是这个东西！林白目光闪过一抹异色，这玩意确实是飞行坐骑，不过喜欢它的人并没有很多，因为它的外表太丑了，浑身橙紫色，有着坚韧的皮肤和一根长满倒刺的尾巴，狰狞的大嘴上面嵌着5颗形态各异的脑袋，活脱脱就是一击变产物。其他出去，那绝对能引起一片尖叫。丑是丑了点，但有就比没有强，毕竟自己总不能时刻骑着古龙出去。林白自我安慰道。
叮！恭喜你习得召唤坐骑带镣铐的乌祖尔，随手学习。林白扫了一眼余下的2件装备，头盔千眼幻魔冠，饰品梦魇血瓶，这2样同样是70级物品，属性还不错，可惜级别不够，暂时用不上。林白扫了一眼，便不再留意。下一刻，林白将一卷缠绕着暗影之力的密卷握在了手中。尤格萨隆的密令，未知，类型任务物品，描述印有虚空族文字的密卷，上面的内容维伦先知或许认识。看到这里，林白将卷轴递给了维伦。维伦先知，麻烦帮我看看这个东西。第87章，世界级任务，天灾之怒，北伐的召唤。维伦将卷轴接过，一道璀璨金芒自眼眸中激射而出，金芒洒落，卷轴上暗影之力浮现，想要阻止圣光力量的侵蚀。见此，维伦眼中的光芒更盛，眸光如同火焰一般燃烧起来，暗影之力节节败退，很快便彻底被圣光之力淹没了。金色圣光一遍又一遍冲刷着密令卷轴。下一刻，伴随着晦涩难懂的虚空文字逐一浮现，维伦的眉头越皱越深。林白透过维伦的表情察觉到卷轴上面的内容应该很是惊人。此时，维伦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神色严肃道：密令上面说，虚空族与亡灵族即将展开合作，他们将要从神器世界北部开始，由北向南发动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大战。信中还说，当鲜血染红这个世界时，南部大陆那个让无数人绝望的存在将会破土而出。闻言，林白沉吟了片刻。根据他的记忆，虚空族确实与亡灵族合作，对人族发动了一次规模庞大战役。拥有不死特性的亡灵军团一出，整个大地为之战栗。原本雄伟的暴风城在亡灵军团的利刃下化作一片火海。要不是恶魔族在关键时刻背刺了虚空族，整个人类王国将彻底被覆灭。不过此时，真正让林白在意的却是最后一句话：南部大陆将会出现一个让人绝望的存在，最强远古之神亚煞吉吗？林白眼神闪过一丝凝重。5大远古之神能力各不相同，但如果说最强大的话，还要数远古之神亚煞吉。他吞噬希望并释放绝望，吸进去的是勇气，而呼出来的是恐惧。最麻烦的是，亚煞吉的能量来源于神器世界上人们的负面情绪和消极能量，负面情绪和消极能量生生不息，这就导致了亚煞吉只能被封印，而无法被消灭。想要还神器世界和现实世界一个安宁，这些远古之神势必要尽数拔除。解决完不死族的事情后，得尽快去一趟南部潘达利亚大陆。林白思索道，前往潘达利亚大陆早就在自己的计划之内，那里拥有着古代遗留的传送门，可以通过传送门到达神灵谷战场。自己的昊天神锤想要解锁万倍增幅，神灵谷战场是必须要去的地方。不过现在自己级别较低，进了神灵谷战场也是去找虐。此件事了，我得尽快练级了。林白低声自语道：神器世界，一切以实力说话。就在这时，维伦走上前来，郑重说道：一旦虚空和不死族结盟，这将是整个大陆的灾难。你愿意召集与你一样的冒险家们，共同保卫神器世界吗？叮！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创建军团，是否接受？任务：创建军团，类型：隐藏任务，该任务无法放弃。等级：描述：受到虚空族蛊惑，北方的不死族蠢蠢欲动，他们正在凝聚大军，随时准备挥师南下。到了那个时候，整个神器世界都将被毁灭。请率领军团在北部大陆诺森德阻挡亡灵大军南下。任务目标：创建万人军团后，前往诺森德大陆寻找维伦先知，当前人数1/1000。任务成功奖励：1. 金币加500000， 2. 经验值加500000， 3. 神级装备自选箱， 4. 神级设计图自选箱， 5. 解锁下一阶段任务。提示：该任务难度极高，建议50级以上，率领军团前往。任务提示：任务接受后，世界级任务天灾之怒，北伐的召唤将被触发。原来是这个任务。林白目光闪过一抹回忆。上一世，天灾之怒，北伐的召唤被其他玩家触发，一时间群情激愤，大量工会以及势力纷纷创建军团前往诺森德。不过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由于是世界性任务，其他国家的玩家也相继出现了。结果未等亡灵大军打过来，世界各地的玩家就开始了自相残杀。以白头鹰为首的美丽国带着自己的儿子小日子不错国，还有宇宙都是我的国及其他一众狗腿子国，对夏国以及大熊国发起了攻击。好吗？纷争开始，互不相让。
今天你消灭了我一个军团，明天我反手就捅你一刀。长达半个月的战争，让所有国家都损失惨重，玩家的等级更是大幅度跌落。后来，亡灵大军来了，各国玩家所组成的军团全部被灭，无一幸免。上一世，玩家们的失败，终究是因为没有实力强大的人镇住场面，结果大战接连不断，被亡灵族轻而易举的拿下。这一世，有了我这么一个异术，想必亡灵族应该不会轻易突破玩家防线。林白目光闪烁不定，不过心中却暗自沉吟道：小日子不错国，上一世就是你们先挑起的纷争，结果导致大战四起，世界各地的玩家都损失惨重。这一世，不如我先灭了你们吧。低声呢喃后，林白径直看向维伦，道：这个任务我接了。叮！恭喜你接受任务，创建军团。就在这时，一道无比醒目的提示映入世界上所有玩家的眼帘：世界公告，玩家神器，意外触发任务，天灾之怒，北伐的召唤，请玩家们自行查看任务信息，加入或创建军团，与你的战友一同前往北部大陆诺森德，共同抵御亡灵军团的入侵。获得战功指数最高的国家将获得100倍经验增幅，效果持续24小时。获得战功指数最高的玩家将获得国王的嘉奖。诺森德传送阵现已在各大主城开启。就在这时，一道充满不屑的低语忽然回荡在无数玩家耳边：迎接你的死亡吧。第88章传奇级禁咒，暗炎烈刃斩。此时，整个世界早已掀起轩然大波。世界级任务，天灾之怒，北伐的召唤。一听名字就觉得高大上，任务内容就不用说了，万人军团齐上北伐，成功后奖励100倍经验，受到国王嘉奖。每一项奖励都让玩家躁动不已，更何况还能遇见其他国家的玩家，尤其是小日子不错国和白头鹰美丽国，大家早就想教教这帮畜生死是怎么写了。一时间，无数人开始摩拳擦掌起来，打开拍卖行，大肆采购装备技能。当然，世界级任务的出现，最兴奋的还属那些实力强劲的公会。在人数优势上，这些公会可从未输过任何人。世界频道里，无数玩家开始激动地议论起来：神器大佬，在搞事这一块，我愿称你为最强，可别尬吹神器了行不行？看看等级排行榜，有神器的影子吗？前500都没有他。卧槽，你是沙雕吧？不知道看看装备排行榜，你看看前500件装备，除了神器，有别人名字吗？我干，怎么会这样？大佬，我是萌新，神器很强吗？技术超凡体格硬，意识优秀贼能抗，45级防战，求实力强悍的万人军团，求军团，我乃量贼充足。此时，不少自觉实力强大的散人玩家都在世界上寻找军团，而此刻，林白却在忙着拾取物品。叮！恭喜你获得物品璀璨的暗影精华，恭喜你获得物品暗淡的暗影精华，恭喜你获得物品暗淡的暗影精华。在击杀 BOSS 之前，林白曾用陨星幻灭击杀了大量腐化脓疮，地面上满是大大小小的暗影精华。就在林白疯狂扫地时，叮！你收到了999加条私聊信息，世界级任务出现，看来这些人又按耐不住了。林白笑着摇摇头，随手打开几条信息：神器大佬，战盟工会诚心诚意邀请您一起策马奔腾诺森德，所得收获可尽归您所有。神器大佬你好，我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工会会长，不知道您有没有军团，没有的话来我们这吧。神器，你 TM 是沙雕吧？反正你也看不到，反正我的消息很快就会沉下去。神器大佬，都要北伐了，还不给兄弟们更新换代下武器吗？兄弟们等得花都谢了。果不其然，几乎都是想要拉拢他加入军团，一起共谋大事的消息，而且一些工会开出的条件很高，简直让人无法拒绝。不过那条该给兄弟们更新换代下武器倒是提醒了林白，哎，不想割你们，你们还偏偏自己凑上来，等我忙活完一定会满足你们的愿望的。林白目光闪过一抹狡黠，这可是你们自愿被割韭菜的，与我林某无关。此时地面上的暗影精华已经全部被林白扫荡一空，他一共收获了54颗暗淡精华以及1颗璀璨的暗影精华。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暗影精华。下一刻，虚无的黑暗能量从林白脚底升起，将他包裹了进去。伴随着黑暗能量不断攀升，林白全身呈现出一抹不正常的紫黑色。就在这时，虚空之力、暗影、天赋的能量条肉眼可见的增长起来，1%、2%、3%、100%。叮！恭喜你解锁第1层天赋暗影术痛，
所需天赋点5点，恭喜你解锁第一层天赋暗影术灭。所需天赋点5点，恭喜你解锁第一层天赋暗影剑。所需天赋点5点，恭喜你解锁第二层天赋精神鞭笞。所需天赋点5点，恭喜你解锁第二层天赋沉默暗影。所需天赋点5点，提示不断响起，一层层天赋被激活，伴随着灵白身上的暗影之力逐渐暗淡。虚空之力暗影天赋能量条在解锁第3层天赋后便停止了前进。这些暗淡的精华真是和至尊精华没法比拟。灵白摇摇头，一滴至尊精华让自己解锁了7层秩序天赋，这么多暗影精华只让自己解锁了3层暗影天赋，两者之间相差的能量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算了，还是先挑选天赋吧。灵白将目光投向虚空之力暗影蓝，在一番选择后，他选定了3种暗影天赋，分别是1暗影剑，第一层向敌人发射一支暗影剑，腐蚀敌人护甲，并造成5加魔法伤害点暗影伤害，冷却时间5秒，需要5点天赋点。2沉默暗影，第二层使目标沉默，在5秒内不能施法，如打断正在施法的目标，该目标将无法释放同系法术，持续10秒，冷却时间15秒，需要5点天赋点。3心灵暴震，第3层冲击目标心灵，造成30加魔法伤害点暗影伤害，并使其陷入3秒痛苦状态，期间无法移动，冷却时间10秒，需要5点天赋点。暗影系魔法非常霸道，作为最为特殊的一系魔法，它的能量来自浩瀚的无垠虚空，无论是瞬间杀伤力还是持续腐蚀能力，其他元素都要比它逊色一些。不过好在各属性魔法相生相克，要不然精通暗影系魔法的虚空族早就将整个世界毁灭了。等我将10层天赋全部解锁，恐怕我就是下一个虚空大军了吧。灵白笑了笑，将目光再度投向背包中，格子里一枚印刻着神圣符文、通体由金子做成的宝箱正静静地摆在那里。传奇级随机技能箱，首杀限定，不知道会开出什么好东西。灵白眼中闪过一抹期待，伸手直接将宝箱打开，金光四射，提示音传来：叮，恭喜你获得技能禁咒暗炎烈刃斩。第89章，女大不中留啊。禁咒。听到提示音，灵白眼前一亮，传奇级禁咒，再上一世，那可是他连做梦都想要的东西。禁咒这种东西在大规模作战中作用非常大，一发禁咒下去，管你对方来多少人，全部在禁咒下化为亡灵。不过品阶越高的禁咒价格越是昂贵，他上一世还未成神时，为了竞拍一本白银级禁咒，花掉了整整500万金币，那可是他的呕心沥血积攒的全部家当。现在想想，上一世混的也真是有够差的，连梦到传奇级禁咒都得小心翼翼的。灵白笑了笑，旋即将目光投向禁咒暗炎烈刃斩，传奇级，类型混合禁咒，效果幻化出一把巨型暗炎魔刀，对前方1000米范围发动3次斩击，对目标造成10000加物理攻击力加魔法攻击力伤害。释放暗炎烈刃斩时，魔刀将自行吸收1000米范围内的暗属性和火属性能量，用来提升能量斩击伤害，最高提升 500%。 斩击效果，被斩击命中的目标将持续受到5000点每秒的暗属性和火属性伤害，持续5秒。攻击范围，每消耗 10% 生命值，增加500米范围。冷却时间1小时，不受冷却缩减影响。蓄力时间10秒，不受释放缩减影响。增益加成，受火属性和暗属性增益效果影响。吸血效果，每刀斩击所造成的伤害将为你回复 100% 生命值。这个技能几乎要和幻星陨灭媲美了。灵白心中惊讶，1万点基础伤害，外加物理和魔法伤害，如果身处暗属性、火属性能量充盈的地方，还能自行提升技能威力，最高提升 500%。 这一刀下去，有几个人能顶得住？双禁咒在手，对付亡灵大军将会让我更加轻松。灵白两手一拍，将技能学习。叮，恭喜你习得技能禁咒暗炎烈刃斩。不过亡灵族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最好弄点光属性攻击手段，这样的话亡灵族的复活能力将会大打折扣。看来还得去找一下神秘商人。灵白思索道，眼下他虽然级别低了点，但装备这一块早已领先其他玩家不知多少倍，唯独技能方面还是略有些欠缺。要知道诺森德大陆地处极端寒冷的北极，极端天气频发，一不小心就会有风暴降临。上一世有一个军团便因不听劝阻擅自行动，结果遇见了暴风雪，
导致了全军覆没。而且那片大陆很诡异，只要你踏进那片大陆，便会受到一个名为涌动的简易 buff， 届时你的自身所有属性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施法速度、蓄力时间、攻击速度、移动速度等更是会受到极大影响。不过好在天灾之怒，北伐的召唤这个任务，只要在诺森德海岸线帮助 NPC 大军建筑防御工事，不让亡灵们渡江即可完成。要是命令玩家进攻冰关堡垒，那林白说什么都不会去送死的。毕竟冰关堡垒中那个名为巫妖王的存在，现在自己还没有办法对付。想到这里，林白低声自语道：先随维伦返回精灵族，去精灵族宝库翻翻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再返回暴风城找神秘商人去买点能用上的技能，然后招募军团，率大军直接前往诺森德。眼下事情繁多，他得一步步来才行。就在这时，维伦走上前来，笑着对林白说道：精灵族宝库里面的好东西还是不少的，既然你这么有兴趣，那我现在就带你去觐见女王吧。闻言，林白露出一丝憨厚的笑容，道：我就是对精灵族宝库有一点好奇而已，既然先知想带我去，那就有劳先知了。维伦摆了摆手，和善的笑道：无需客气，这是你应得的。柔和的生命之力浮现，林白和维伦消失在了原地，绿色光芒一闪而逝。林白和维伦出现在一座由不知名藤蔓搭建的宫殿前。此时，宫殿前方，数十位装备精良的精灵族女猎手正手持月刃守候在宫殿大门处。在看到林白的身影后，原本神情冷酷的女猎手眼中齐刷刷的亮了起来。要不是维伦还在身边，恐怕情形将会一发不可收拾。5万点好感度还真不是闹着玩的。林白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就在这时，一位头戴王冠、身披华贵绿纹长裙的年轻女子从宫殿中走了出来。精灵女王安琪儿，等级描述：上一任精灵女王的女儿。精灵女王身材修长，虽然穿着略显保守，但依然能透过白纱看出她的绝美身姿。还未等林白开口，精灵女王对着林白莹莹施了一礼，轻声道：谢谢你为精灵族所做的一切，我族将会牢记您的恩德。林白坦然接受这一拜，神色淡然地说道：女王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无非是小事一桩罢了。精灵女王轻笑了一下，转头对着维伦恭敬地说道：先知大人，想必你是想带神器大人进入宝库。闻言，维伦笑着说道：没错，还请女王为我们开启宝库大门，好感谢神器为我族做的一切。精灵女王安琪儿点了点头，道：那你们随我来吧。沿着世界之树一路攀登，林白与精灵女王有说有笑地交谈着，有着5万点好感度支持，外加四下无人，精灵女王展现出少女一般的活力。要不是有维伦在一旁猛盯着，恐怕精灵女王早已经跨上了林白的胳膊。女大不中留啊，可精灵族自古没有和人类联姻的先河。不过要是两情相悦的话，这个事情就难办了。维伦心中有些纠结。就在这时，在一处巨大的木门前，精灵女王停了下来。神器哥哥，这里就是我族的藏宝库了。维伦第90章，胳膊肘往外拐的精灵女王。此时，精灵女王亲昵摇晃着林白手臂，如同邻家妹妹一般俏皮可爱。维伦，上一次安琪儿笑得如此开心，还是童年时吧？维伦紧皱的眉头舒缓开来，深深看了林白一眼，笑着摇摇头：我要打开大门了哦。神器哥哥。精灵女王安琪儿冲着林白一笑，随后素手一翻，打出一道充盈的淡绿色能量。伴随着淡绿色能量缓缓融入，巨大的木门打开，刹那间，无尽的生命能量倾泻出来。藏宝库内金光闪烁，晃得人睁不开眼。神器哥哥，你看看这个宝库里有没有你看好的东西。说到这里，精灵女王安琪儿话音一顿，伏在林白耳边低语道：要是这里没有喜欢的，我带你再去另一个宝库看看，那里的藏品更好一些。维伦，女王大人，这可有着精灵族数千年来的全部珍藏，想必足够神器选择了，大可不必打开那个宝库。此时维伦看向林白的背影，心中有些嘀咕道：神器此人气宇轩昂，仪表堂堂，一看就不是贪图小便宜的人，想必应该不会。就在这时，林白迈步走上前去，轻轻拉住了精灵女王，道：不急不急，我先看看这处宝库。林白两眼微眯，不断打量着这座宝库。虽然是在树干中，但宝库内的面积很大，似乎自己另成空间一般。树洞内木质阶梯环形向上，共有9层：武器层、护甲层、药物层、材料层、略，每一层都光芒闪烁，让人感觉如至梦境当中。9层树洞，光是武器就有上万件，除了诸多武器外，还有许多珍贵的锻造材料，光彩夺目，璀璨生辉。不过这里大多是钻石级、史诗级物品，
这些东西他看不上。浏览一圈后，林白并没有发现什么自己想要的物品。按安琪儿所说，还有其他宝库。嗨，林白将目光收回，脸上浮现出淡然的神情，道：琪儿，这里的东西我确实没什么需要的，要是方便的话，可以领我去下个宝库看看吗？这么多年，我看人准的特点依然没有改变。维伦淡笑着点了点头。在这之前，他确实有些担心神器会不会把宝库给搬空了。目前看来自己多虑了。那随我来吧。安琪儿带着林白来到了一处暗门前，这道暗门上有着一个成人脸形状的木头疙瘩。这个暗门内全部是我族上千年来缴获的战利品，在这里或许有你喜欢的东西。安琪儿站定在暗门前，浑身涌动着充盈的生命力量。这一次，她宛如动了真格一般，澎湃的生命能量凝聚成一个个洒落光辉的绿色符文，印在了暗门上，光华闪烁。暗门上的木头疙瘩活了过来，他淡漠地看了一眼安琪儿，冷声道：精灵族已堕落成如此模样了吗？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女都成了女王。话落，木头疙瘩冷哼了一声，打开了那道暗门。安琪儿朝着木头疙瘩施了一礼，随后率先进入了暗门。林白急忙跟上，随着他踏进暗门中，祥和安宁的气息彻底消失，一股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狂暴气息涌了出来。无边的黑暗气息传来，穹顶之上星光点点，这让林白有一种来到了无垠虚空的感觉。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维伦解释道：这里存放了太多的暗影、邪能、死亡属性的物品，久而久之的就成了这副模样。当然，这里其他属性的物品也不是没有，只不过被遮盖了光芒罢了。闻言，林白点了点头，他确实能感知到很淡的秩序之力以及轻微的神圣之力。神器哥哥，你看看这里有没有想要的东西吧，喜欢的话全部拿走也可以。安琪儿一脸认真的说道。维伦，好的，谢谢琪儿。林白笑了笑，牵起安琪儿的小手，林白与他一起走向了战利品。叮，恭喜你获得设计图耀光圣戒1钻石级，恭喜你获得设计图极光之舞手镯1传奇级，恭喜你获得道具邪能炸弹100传奇级。藏宝阁中，林白挑选了2张设计图，外加100颗邪能炸弹，这几样东西都是他之后能用得上的。耀光圣戒设计图钻石级，类型戒指，等级 LV25， 智力加25，体力加25，效果你的所有攻击将额外造成 20% 神圣属性伤害。所需炉岩炭450，晨曦晶核星号2，铁块星号300，金色大晶体星号100，打铁针。选这个装备没别的理由，光明之力神圣，可对亡灵族造成较高的伤害。耀光圣戒所带的效果对抗亡灵大军很有用。然后是一张手镯设计图，极冰之舞手镯设计图传奇级，等级 LV25， 智力加50，体力加50，冰属性抗性加30。描述：一股冷彻心扉的感觉从手镯上传出来。所需炉岩炭500，冰霜核心2，铁块星号350，蓝色大晶体100，打铁针。在传奇品质装备里面，极冰之舞手镯属性只算一般，不过让林白看中的是它的冰属性抗性加30，100倍增幅后3000点冰属性抗性，这能帮他抵抗不少诺森德大陆上的简易 buff。余下的就是一大堆绿油油的炸弹，邪能炸弹传奇级，数量100，效果投掷后对区域5050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5万点伤害，并在地面留下邪能水池，踏进水池的敌人每2秒损失1万点生命值。这玩意伤害很高，用来封路阻止敌人前进十分有效。不过此时林白却稍稍有些失望，偌大个精灵族就这么点存货，最起码得有几件神级东西吧。原本是想着能在精灵族里捞点神级设计图呢，结果就淘到一张传奇级设计图。此时林白失望的神色一闪而逝，不过依旧被精灵女王所捕捉到。下一刻，精灵女王安琪儿拉了拉林白衣角，轻松手指指向一个角落，柔声道：神器哥哥，那边还有许多设计图呢，神级的也有，去那边去那边。维伦第91章神级一阶视频死亡降临。树洞内某处黑暗角落，10数堆颜色各异的设计图胡乱地堆放在一起，要是不仔细观察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死，这么多设计图。林白来到近前，直接呆在了原地。这设计图也太多了吧，粗略算一下，少说有上千张，其中不乏传说级、史诗级图纸。这下发达了。此时林白的表情落在安琪儿眼中，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还以为是林白嫌弃设计图堆得太乱了。安琪儿摇晃着林白的手臂，轻声道：“神器哥哥，这些设计图所要求的材料都太过稀有，族中之人发现没有办法打造后，便将它们堆放在了这个角落。不过没关系，琪儿可以帮你一起找哦。”维伦，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就行。林白眼中满是笑意，他可没嫌弃设计图多。不过嘛，安琪儿说得很对，级别越高的设计图所要求的材料便越是稀有。即便是精灵族这样存在上千年的族群，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将一些设计图锻造。不过自己就不一样了，昊天神锤一出，材料尽皆免除。如果说有一张设计图连自己都无法锻造的话，那这个世界别人基本就不用想了。下一刻，林白直接伸手将一张张设计图从地上拾取起来。时间管理大师短裤，攻速正100%，射速正100%，好像有点熟悉啊。这个增加魔法伤害的饰品设计图也很不错，倒是可以留一留。哎，这张效果也很好，多拿2张安琪儿应该不会说什么吧？嗨嗨，想到这里，林白朝着安琪儿露出憨厚的笑容。没想到，安琪儿报以一个鼓励的微笑，他一脸认真的说道：“神器哥哥，加油！”这话怎么这么怪？林白额头上满是黑线，急忙将目光收回。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手掌似乎触摸在了一副骨架上。什么东西？林白手掌一翻，将目光投了过去。那是一张惨白的设计图，设计图表面上流淌着一阵阵冰冷气息，宛如从冥土中挖出来一般。死亡降临设计图，神级，类型饰品为1，等级 LV10，使用自冥界召唤100个王者大军为你而战，持续时间6小时，冷却时间12小时，释放时间瞬发。描述：每个亡灵拥有你 50% 属性，你可以对其下达指令。所需材料：炉岩炭星号10000，王者骨粉10000，无色大晶体星号1000，冥界之息星号10000，打铁针。神级一阶，林白眼前一亮，这可是好东西啊！死亡降临饰品的效果，乍一看平平无奇，连个4维属性都没有加，算是一个神级白板饰品。可是别忘了，它可是有着昊天神锤，一锤子下去直接100倍增幅，100亡灵秒变10000，而且每个亡灵都拥有自己 50% 属性，简直不要太爽。要是我召唤的10000亡灵能算是军团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就不用和其他人组队了，我自己就是军团。林白目光闪烁不定，手中的动作毫不停歇。很快，那10几堆设计图便被他翻了个遍。不过余下的设计图堆都没什么好东西，收获最大的还要数饰品死亡降临。精灵族事情已经了却，我也该去暴风城找神秘商人讨点好东西了。林白转头看向脸色羞红的精灵女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此时，精灵女王正含情脉脉地看着林白，一颦一笑都在注视着他。咕咚，5万点好感度，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林白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喉咙，感觉有些压力山大。如果精灵女王要给自己生孩子怎么办？自己该不该答应她呢？唉，好难。就在林白有些想入非非的时候，下一刻，林白忽然感觉到一股精纯至极的生命力量笼罩在他身上。紧接着，系统提示响起：叮，你正在受到世界之树泰达希尔的召唤，是否前往翡翠梦境？林白眼中露出一丝疑惑，有些不明所以。世界之树泰达希尔刚刚被自己搭救，按理说现在正处于恢复期才对，为什么会突然召唤自己？想了想，林白觉得应该去看看，没准会有什么好处也说不定。是，前往翡翠梦境。林白点了点头，周身景色瞬息万变。林白来到了一片芳草地中，他抬头望向前方，数之不尽的不知名绿植环绕在一株参天古树四周，肆意的盛开着。下一刻，一根绿色枝丫从古树上伸出，将一粒种子递到了林白面前。给我的？林白轻声问道。请收下我对您的谢意。空灵的声音在林白脑海中响起。林白笑了笑，将种子接在手中，他能感觉到这颗种子蕴含着无尽的生命力量。世界树种，级别半神级，数量1描述：世界之树的种子可用于解锁天赋或重新栽培一棵世界之树。您不会是想让我去种树吧？林白脸色有些怪异，这枚树种能用来开启天赋树，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就在这时，空灵之声再度传来，不过他的话却让林白神色一变。它会帮助你拔除幻境，驱散梦魇。第92章吞噬树种，拔除梦魇。翡翠梦境，
此时，林白脸上有些阴晴不定。破除幻境，驱散梦魇，那岂不是说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受到了远古之神的侵蚀？好家伙，这些远古之神还真是可怕，他居然都没察觉到自己在什么时候中的招。就在这时，空灵的声音再次从林白脑海中响起。昔日里，许多神器大陆上的强大存在都受到了他们的蛊惑。我能感觉到两种梦魇力量交织在一起，让你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他们在你心中种下梦魇，让你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他们的轨迹。话音落下，翡翠梦境恢复一片平静，各种奇珍异兽徘徊在远方，他们警惕地注视着林白，似乎林白的身上有着他们无比厌恶的东西。两种梦魇力量，这些远古之神还真是看得起我。林白目光闪过一道冷芒，在心中思索道：到目前为止，他直面接触的远古之神一共2位，分别是萨拉塔斯和尤格萨隆。萨拉塔斯是在无尽之海里给予自己隐藏职业那个，通过密语给自己传达过3条讯息。第一条是在没有至尊实力前，不要点亮生命之力、自然、天赋。第2条，深渊在等待着果实成熟，类似谜语一般的话语。第3条则是世界之树会庇护着你。光是第3条就能断定萨拉塔斯的话不可信。林白暗道，到达精灵族后，世界之树哪里有庇护自己？要不是自己打败了伊格诺斯，世界之树早都躺板板了。世界之树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想救他？林白摇头笑了笑。至于尤格萨隆，则是老熟人了。丧钟镇地底的大脑以及龙魂神殿镇压那颗左眼，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左眼射出的红色景象说萨菲罗斯是他女儿，红发女子则是剥夺他心脏的罪魁祸首。想到这里，林白眼神有些闪烁。萨拉塔斯通过密语让自己对世界之树心生防备，尤格萨隆通过影像将意识形态施加在自己脑海，让我以为他们才是受害者。这2个古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才成功侵蚀了我吧。此时，林白眸光中闪过一抹凝重，远古之神的侵蚀之力真是强横的让人恐惧，就连他都在不知不觉间着了道。不过自己这也是吃了前世进入游戏较晚的亏，要不然怎么会受到远古之神的蛊惑？下一刻，林白抬起头，对着世界之树轻声道：我该怎么做？吞服后即可驱散梦魇。话落，空灵的声音再度沉寂下去，似乎在等待着林白自己做出抉择。吞服？林白眼角挑了挑，这树种有成年男子拳头那般大，自己哪能吞得下去？世界之树是把自己当作裂口女了，嘴能一下裂到耳根那种。想到这里，林白目光投向远方的世界之树，眼中充满怨念。您是把我当作比赛场上吃热狗那位了吧？似是感知到了林白的怨念。下一刻，世界树种肉眼可见的缩小了数圈，最终化为一颗宛如糖块大小的绿色种子。这还差不多。林白笑了笑。下一刻，他随手将种子扔进了口中。味道不错，有一种草莓味。你就不怕这是另一场阴谋吗？空灵的声音再度响起，似乎对林白的所作所为感到意外。我为什么会怕？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就算这枚种子是饱含暗影之力的腐蚀毒种，他也敢直接吞下去。自己的元素主宰拥有吞噬特性，要是这枚种子被污秽过，那还刚好碎了他的心。不光能增长生命之力，还能同时增长暗影之力，一举两得。人类向来都是这么的无所畏惧。空灵的声音有些感叹。下一刻，随着林白将世界树种吞噬下去，他整个躯体都散发出盎然的绿色光辉。就在这时，2道刺耳的尖叫声从林白体内传了出来。嘶啊！伴随着诡异的尖叫声，2只浑身长着触手的黑色蠕虫从林白体内被逼了出来。他们眼神凶厉，透过狰狞可怕的嘴巴，能看到里面无数锋锐獠牙。尤格萨隆寄生体，生命值1描述：使你沉溺在幻想中。萨拉塔斯寄生体，生命值1描述：使你容易受到蛊惑。2只幼虫掉落在地面上，刚一落地，便要再度爬到林白身上。还来！林白抬起脚，狠狠地踩了下去，噗嗤，如同踩蟑螂一般，将2只远古之神幼虫踩死。就在这时，林白脑海中尤格萨隆为其观看的画面彻底消散了。叮！你驱除了梦魇，世界树种正在扎根中，你的生命之力、自然、天赋将缓慢解锁，随着世界树种逐渐发挥效用。就在这时，一封红色书信从林白背包中飘了出来。这封信也是监视我的东西。
林白心中吃惊，远古之神真是无孔不入。他原本想着以后再将这封信交给萨菲罗斯，现在想想也多亏了自己留个心眼。林白目光闪烁不定。此时天空中黑芒涌动，红色书信自空中幻化成为一张大嘴，他带着无边的怒意说道：受吾召唤而来的蝼蚁，却想摆脱吾的掌控，你很好。我确实很好。面对威胁，林白根本不为所动。仇都结下了，没什么可说的，再见面时唯有一战。神器，吾记住你的名字了，要不了多久，你一定会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无比怨恨的声音消散在空中，红色书信化为一抹灰烬。神器世界被五大古神不断侵蚀，想要让这个世界恢复宁静，远古之神必须被消灭。空灵的声音自脑海中响起。林白摇了摇头，远古之神扎根在神器世界已经太久太久，即便全部被封印，他们的力量也在无时无刻影响着这片世界。想要将他们彻底清除，谈何容易？也许昊天神锤会给我答案。第93章，战力提升，开启北伐。当前位置：精灵王国藏宝库。林白回到了隐匿的藏宝库内。离开翡翠梦境时，世界之树泰达希尔并没有交付什么任务给他，也没有强行绑架他，让他当救世主一般的角色。想想也是，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对抗五大远古之神，更何况远古之神的背后还有着虚空一族。林白暗道，要不是几大古神正处于被封印状态，恐怕自己早就被吞的连渣子都不剩了。不过他也没有气馁，毕竟与远古之神相比，自己现在确实是太稚嫩了点。下一刻，安琪儿的声音将林白从思绪中拉了出来。神器哥哥，怎么了？林白回过神来。就在这时，安琪儿一脸认真的说道：如果你喜欢的话，这些东西你全都可以带走哦。不用不好意思的吗？维伦，精灵族王城传送平台。安琪儿依依不舍地拉着林白，满脸都是不舍。神器哥哥，你答应安琪儿一定要长来看我好不好？放心吧，安琪儿，待我将一些事情处理完后，我会来看你的。林白点了点头，随后有些无奈地说道：不过眼下北伐的战歌已经奏起，我真的该走了。好吧，安琪儿神情略显失落地说道。安抚好安琪儿，林白朝着维伦点了点头，道：维伦先知，如果精灵族有什么变故，随时发送魔法信件给我，我会尽快赶来。世界之树泰达希尔虽然目前暂时无碍，但是虚空一族一定不会停止对他的侵蚀。一旦最后一棵世界之树失守，后果将难以预料。你安心的去吧，今后我会常驻在世界之树内部空间。维伦一脸笑意的说道。这个家伙终于要走了，他再不走，我看不光精灵族宝库会被搬空，就连精灵族的女子们都得被神器勾走。林白，什么叫做你安心的去吧？这话听起来这么不吉利呢？呸呸呸！下一刻，林白明知故问的问道：维伦先知，你那是什么眼神？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哎，这不是看你要走了吗？这是不舍的眼神，回想起与你战斗的日子。还未等维伦说完，林白煞有其事的点了点头，试探着说道：既然如此，要不我多逗留几日？这个……维伦的笑容瞬间僵硬在脸上。嗨，看你那为难的样子，罢了罢了。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狡黠，转身走进了传送阵，光华闪烁。林白朝着安琪儿挥了挥手，旋即消失在了传送平台。神器哥哥真的会回来吗？安琪儿转过头看向维伦。应该会吧，维伦摇了摇头，没忍心破灭安琪儿的幻想。哼，要是他骗我的话，我就去族外找他算账。安琪儿凶巴巴地挥了挥拳头。维伦，当前位置：东部王国米奈希尔港。想去往诺森德，一共有2个办法，一是搭乘暴风城的专属传送阵，另一个就是在米奈希尔港口乘坐船只出发。玩家将在这里登船，穿越无尽之海，抵达北部大陆诺森德。此时，大量玩家和 NPC 军团在这里整装待发，传送平台闪烁不断。林白自传送门中走了出来，直接传送到这里是他早就打定好的主意。暴风城毕竟还有个红衣主教希尔顿，对自己虎视眈眈，他自然不可能去暴风城触眉头。也不知道永夜到没到。林白望着港口内熙熙攘攘的人群，并没有发现幻界公会的影子。在传送回来的路途中，他早已和永夜联络好，共同前往诺森德北伐。不过现在看来，似乎他们还没到达这里，想必是在挑选成员吧。林白笑了笑，暗道：趁此时机，还是先找个无人的地方，将在精灵族得来的战利品升级一番吧。唰，一连几番闪烁下，林白来到了一处偏僻角落，直接发动昊天神锤。首先是一阶神级饰品，死亡降临。
死亡降临，神级。类型：饰品，为1。等级 LV10。使用：自冥界召唤1万个王者大军，为你而战。持续时间6小时，冷却时间12小时，释放时间瞬发。特效：每个亡灵拥有你 50% 属性，你可以对其下达指令。锻造特技：致命缩减，神级。你所有装备附带的特殊效果，冷却时间减少 50%。刷，蓝色光芒一闪，林白身上所有装备附带的特殊效果，冷却时间全部缩短 50%。这个效果不错。林白笑了笑。死亡降临，神级，直接从12个小时冷却变为了6小时，这样的话将大大提升他的战力。第二件物品，耀光圣戒，钻石级。类型：戒指。等级 LV25。智力加2500，体力加2500。效果：你的所有攻击将额外造成 20% 神圣属性伤害，该效果不受昊天神锤加成。锻造特技：坚韧生命，钻石级，你的生命值提高 50%。好家伙，林白眼前一亮，自己现在30W 的生命值再通过这个效果提升一番，直接变身45万。作为一个法师，生命值高一点也是很合理的。林白笑了笑，旋即将目光投向最后一件物品，极冰之舞手镯，传奇级。等级 LV25。智力加5000，体力加5000，冰属性抗性加3000。锻造特技：寒冰结界，传奇级，使你受到的冰霜减役缩短 75%。很强的特技效果，能为林白缩短冰霜减役 buff 75%。这个特技可以说来得恰到好处，正是时候。寒冰结界能让林白在诺森德大陆的战斗时间变得更加持久。林白笑了笑，随手将装备穿戴，刚要打开角色信息查看，就在这个时候，林白忽然察觉到身后的树林有轻微的脚步声传来。神器，我来了。第94章，你管这叫惊喜？神器。就在这时，一个皎洁敏锐的身影从树林中走出，他背负金色长弓，脚步轻盈，宛如黑夜中的幽灵。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永夜轻声道。此时他还是有些疑惑的，不明白神器为什么要在出发之前与他见上一面。难道说对自己挑选队员的眼光不放心？永夜摇头笑了笑。下一趟开往诺森德的船只在半个小时之后，趁此机会我想与你说说到达诺森德之后的事。林白淡淡的说道。之后的事？永夜目光中闪过一抹异色。不可否认，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玩家都对神器有着强烈的好奇，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原因吗？很简单，神器这个人每次做的事都超乎所有人预料。按照一些势力对他的研究，发现神器这个人每次都犹如所谓的先知一般，拥有先知先觉的能力。无论是对任务、BOSS 以及其他攻略，似乎都非常熟悉。甚至一度有谣言说，神器其实是从未来回到了现在，也就是常人所说的重生者。就在这时，林白脸上露出一丝揶揄的笑容。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又不是美女。随后他神色淡然道，诺森德大陆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位面。在诺森德大陆中心区域名为冰关堡垒的王座上，封印着一个半神级 BOSS 巫妖王。受到他力量的影响，整个诺森德大陆都被笼罩在无尽寒冬之下。一旦踏进那片大陆，我们会持续受到一个名为涌动的减役 buff， 届时我们自身所有属性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尤其是施法速度、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受到的影响最大。听到这里，永夜眉头微皱，照你所说的话，那此行的难度将增加不止一点。亡灵军团在以逸待劳，本土作战优势下，玩家势力恐怕很难打进诺森德吧。永夜一下便发现了问题所在。受到半神级 BOSS 的影响，玩家们想要攻打进诺森德大陆，恐怕无异于自杀。不过这种事情别的玩家做不到，你神器还能做不到？永夜暗道。林白点了点头道，其实威胁不光是亡灵军团，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玩家。世界各地的其他玩家？永夜陷入了沉思。说来奇怪，从进入游戏到现在足有2个月有余，迄今为止只见过世界频道上有外国玩家与国内玩家互骂，还真就未曾见过外国玩家的身影。林白点了点头道，没错，整个神器世界其实存在着不同位面空间，我们之所以见不到外国玩家，就是因为所处的空间不同。而诺森德的出现代表着空间壁垒被打破，以后整个世界的玩家都会生活在同一位面。2088年，世界进入联合政府集中统辖时代。虽然如此，
可国与国之间的仇恨，怎么可能随着集中统辖而被忘却？仇恨无处释放，压抑的力量使人疯狂。一旦宣泄口被打开，那迎接敌人的将是彻底灭亡。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提防外国玩家吗？永业试探着问道。林白没有答话，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永业轻声一叹，神器哪里是要提防外国玩家，他是要先下手为强。就在这时，林白笑着拍了拍永业肩膀，道：放轻松些，另外你的长弓好像是我打造的。他总觉得永业背负的长弓有点眼熟，好像是自己曾经大量出售过。没想到永业也抢购了一把。闻言，永业将长弓自背上取下，随后摇头苦笑道：是啊，谁让你这个家伙打造的武器太好了，现在整个神器世界的玩家都以有一把你锻造的武器为荣。你可真是个怪胎。自从林白在拍卖行出售武器装备以来，整个世界都疯狂了。凡是经过他锻造的武器，连最普遍的粗糙级在受到5倍增幅后都能与同级别的黑铁级比肩，更何况还有10倍增幅的武器，这谁能扛得住？此时永业的眼神中充满哀怨，宛如受了气的小女生。林白一阵恶寒，嗨嗨，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可是铁骨铮铮纯爷们，不喜欢男男。永业。就在永业有些无言的时候，对了，你邀请我进一下工会。林白忽然开口说道。你不是说不会加入任何工会吗？永业疑惑道。是啊，我是想借用一下你的工会仓库罢了，背包东西太多，我装不下了。林白笑了笑。工会仓库能存储数量庞大的物品，会长可以任命仓库使用权限。他打算给永业一个惊喜。哦好，永业不疑有他，随手邀请了林白加入工会。就在这时，幻界工会所有玩家都收到了提示信息：玩家神器加入工会，玩家神器成为副会长，玩家神器获得工会仓库使用权。提示音响起，整个幻界工会的成员都懵了。死！神器大佬竟然来到了自家工会，芜湖，这不起飞了吗？就在工会气氛组们准备组织一波隆重的欢迎仪式时，下一刻，整个工会数万名成员全部愣在了原地。叮！副会长神器在工会仓库存入，魔煞穿云弓100倍增幅。副会长神器在工会仓库存入，魔剑阿波菲斯100倍增幅。副会长神器在工会仓库存入，黑色瘟疫皮甲100倍增幅。副会长神器在工会仓库存入，魔笛使者重铠100倍增幅。副会长神器在工会仓库存入，屠戮之刃1000 10倍增幅。副会长神器在工会仓库存入，魔音护魂法杖1000 10倍增幅。一件件装备被存入仓库。此时，不光工会成员们震撼不已，就连一向平静的永业，瞳孔都忍不住收缩起来。2把100倍增幅武器，2件100倍增幅装备，上万套其他职业的10倍增幅武器物品。这永业嘴角抽了抽，神器给他的东西真是太贵重了，要是省着点用，都可以武装2个万人军团了。下一刻，永业深深吸了一口气，有些为难地说道：神器，你想要得到我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妹还是个单身狗，要不你考虑一下。第95章，小日子不错过，你们的梦魇来了。此时，幻界工会聊天频道正在疯狂刷屏。咕咚！卧槽啊，神器大佬这是要干嘛？难道说是想要永业会长以身相许？这么多武器装备是要给我们提升实力吗？这得值多少钱啊？嗨嗨，神器大佬，钱我们是没有的，要不然让我们会长跟你拍交易一下吧。我 TM 心态崩了，级别太低。这次北伐没能加入军团中55555。幻界工会内会员们议论不已，而跟随永业一同前往诺森德的玩家眼中则满是火热。这一波鸡血打的太劲爆了！当前位置东部王国米奈希尔港，林白和永业一道来到了港口附近。随着两人出现，整个军团中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就在这时，花花是只喵眼里忽然浮现出一抹狡黠，他清了清嗓子，高喊道：神器大佬，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下一刻，集结在港口的所有幻界玩家齐刷刷地喊了起来：神器大佬，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神器大佬，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林白、永业，怎么样？神器，这种欢迎仪式是不是挺别开生面的？花花是只喵眼底闪过一抹狡黠，是挺意外的。林白摇头笑了笑，知道是这个小妮子在故意整他。
下一刻，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满是玩味道：“你能让他们再喊得大声点吗？我喜欢听。”花花是只喵，永夜。就在这时，伴随着低沉的声号，一艘骷髅头造型的庞大战船从无尽之海上缓缓驶来。船来了，可以组队了。永夜朝林白点了点头。下一刻，林白直接动用附会权限，瞬间创建了一个万人团队。私密我，打一进组。登船出发。世界屋脊诺森德大陆豪风峡湾，这里是北伐军的重要登陆点。通过船只到达诺森德大陆的玩家全部在这里汇聚。此时，港口处正在激烈的交战着。NPC 军团和玩家军团正在一同朝着亡灵驻军发动攻击，箭矢漫天，魔法能量不断涌动。守卫力量不足的亡灵驻军正在节节败退。此刻，与世无争工会集结地，会长，那群小日子不错国和阿三国的家伙们又靠过来了，怎么办？现在这里鱼龙混杂，各个国家的人都有，一旦先动手变成灰糜后，其他人恐怕会一拥而上。吩咐手下的弟兄们克制一下。与世无争会长全能小强眼中浮现一抹恨意，自己带领军团来的较早，本想先人一步来分一杯羹，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外国玩家。眼下小日子不错国和阿三国对自己有合围的趋势，恐怕一旦击退了亡灵驻军，小日子不错国和阿三国就会联合起来对自己这边发动攻击。要是神器大佬在这里，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动手杀人。可惜自己没神器大佬那份实力。全能小强暗自叹息道。就在这时，一道满是嘲弄的声音忽然响起：“哟西，夏国就来了一个军团，是等着我们稳固防线后再来凑热闹吗？真是一群懦弱的家伙。”三上优田走上前来，出言嘲讽道：“他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让夏国玩家主动出手。一旦被技能锁定，他会瞬间退出队伍，让对方整个军团进入战斗状态。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日子不错国将和阿三国一起出手，把这个夏国军团歼灭。哼，核废料水的和恒河水的组合在一起，你们还真是臭味相投啊，小鬼子！”全能小强不屑地说道，同时暗自吩咐手下做好战斗准备。就算是全军覆没，也不会让小日子不错国好过。八嘎，死到临头还嘴硬！我们大日三上优田刚要叫嚣，就在这时，轰！惊雷升起，一道闪耀着刺目光芒的狂暴能量突然从空中袭来，宛如雷劫降临，雷霆万钧。狂暴的雷霆之力瞬间将三上优田轰飞了出去，62430。三上优田的血条直接被清空。卧槽！这伤害！全能小强目光投向天空中。此时，昏暗的天空中，一名浑身涌动着魔法能量的男子正骑着一头。卧槽！5个头颅的坐骑。全能小强表情有些呆滞。没办法，实在是因为天空中飞行的那个生物让人太过惊讶了。5个人形头颅不断嘶吼着，再配合着诡异的恶魔语义，怎么看都是一只怪物。回过神来，全能小强抬头看向天空的男子，神器幻剑，原来是神器大佬来了。全能小强深深吸了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兴奋。在出发之前，他曾远远看见神器的身影，那时还曾幻想着能和神器大佬一起并肩战斗。不过神器大佬什么时候加入了幻界公会？就在全能小强有些疑惑的时候，小日子不错国军团大声呼唤道：“八嘎呀路，夏国人不讲武德，竟然率先出手进攻我们！帝国的勇士们，随我一起进攻单！”砰！62340，火焰炸裂，小日子国为首之人瞬间被秒杀，叫嚣声戛然而止。叮！玩家神器击杀了你的队友苍井满。第96章，我让你发言了吗？此时，亡灵驻军被成功击退，十数支军团打扫完战场后，纷纷将目光投向林白。亚瑟，你看到了吗？刚刚我是不是看错了？一枚火球60000加伤害。我亲爱的鲍勃，你没看错，确实是60000加伤害。夏国的神器不愧是装备排行榜第一，真是恐怖如斯。死，他就是神器。马德 FK 竟然比我还帅。鬼子军团老大瞬死，让在座的各支军团都心生警惕。能做到军团老大的位置，实力自然不会太差。手底下没点东西的话，哪能服众？可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手，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完就凉了。大家都知道你神器强，但你也强得太离谱了吧，阿卫？关键这还仅仅是随手一击，神器要是用出全力，得多么恐怖！一旦被神器给盯上，想到这里，不少其他国家的军团纷纷向着远处移动起来。
看热闹可以，但要是被不明 AOE 给刮到，那可就太倒霉了。此时，小鬼子军团也摆出了防御架势，一道道增益 buff 此起彼伏的亮起，所有人都在严阵以待。而原本作为盟友的阿三哥则脚底抹油，瞬间溜了。如此举动让小鬼子玩家心中暗骂不已，就知道这帮整天吃咖喱的家伙不靠谱。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干掉这支夏国军团吗？怎么还跑了？真特妈的没一点武士精神，完犊子玩意！骂归骂，不过眼前的煞星还是得解决。下一刻，小鬼子军团一个名为加藤英豪的队长走了出来，他硬着头皮说道：“神器，我们是无意与夏国玩家为敌的，刚刚的一切都是三上优田这个蠢货。”林白和善的笑了笑，道：“我相信你说的话。”话音落下，加藤英豪听林白如此说道，心中轻吁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在场的所有玩家都感觉到冰霜之力在疯狂涌动。下一刻，加藤英豪瞳孔突然放大，无数道夹杂着锋锐冰霜的飓风倒映在他眼中，正是林白的技能寒冰咆哮。呜！一道道寒冰咆哮呼啸着从高空落下，眼看就要无差别的覆盖小鬼子军团。就在即将接触之时，鬼子军团忽然传出一声低吼：“禁咒，土阵壁！”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土褐色的屏障骤然升起，将所有小鬼子包裹了进去。下一刻，寒冰咆哮砸落，土褐色屏障荡起一道道波纹。62430，土阵壁剩余耐久937570。62430，土阵壁剩余耐久875140。62430，土阵壁剩余耐久812710。土褐色屏障一阵剧烈摇晃，耐久度急速下降。哦，土系禁咒，呵呵，看我把你们的龟壳砸开！林白表情平淡，对土系禁咒的出现根本不以为意。100万血量的防御罩而已，分分钟砸爆！神器，你难道真要如此咄咄逼人吗？就不怕联合政府所有国家一起讨伐你们夏国吗？鬼子队长加藤英豪威胁道。林白笑了笑，将目光投向远处看热闹的外国军团，道：“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反而有点兴奋了。”你加藤英豪怒意横生，低吼道：“神器，我承认你装备很好，你敢脱掉装备跟我1对1的决斗吗？”林白摇头失笑，对加藤英豪的挑衅充耳不闻，手中的寒冰咆哮接连不断抛出。62430，土阵壁剩余耐久750280，耐久不断下降。小鬼子军团一阵骚乱，土阵壁虽然能抵挡敌人进攻，但是自己却也无法攻击外面敌人。真龟壳技能，护盾内，加藤英豪脸色阴晴不定，嘲讽道：“神器，你跟懦夫连脱装备1对1公平对决都不敢，我可以自负双手战你，你敢接吗？”听到这里，呵呵，林白冷冷一笑，目光中闪过一道冷芒，随后他一字一顿的低语道：“150年前，你们可曾想过1对1公平决斗？当你们用坦克、重炮轰开夏国大门的时候，可曾想过1对1公平决斗？现在想与我公平决斗，不觉得可笑吗？”加藤英豪闻言一愣，狡辩道：“当年明明是你们先出的手，暗害了我们的一名帝国军人。”话音落下，林白眼中杀意更盛，山川异域，不同代天，你们这些不知悔改的畜生，早就该受到制裁了。燃烧！伴随着增益加成，在场的玩家都感觉到澎湃狂暴的火焰能量疯狂朝着空中汇聚，恐怖的火焰能量荡向四方。此时，林白周身包裹在烈焰中，宛如火神降临。此情此景，让在场所有外国玩家都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任谁都能看出来，神器怒了。半空中，林白周身火焰涌动，眼中更是浮现出炽烈的火焰。死不悔改！等我回到现实，我会去你们的国家走一遭的。死吧！话音落下，只见林白手掌一翻，6枚黑色燃尽自空中如同流星般坠下，径直砸向土褐色屏障。249360，暴击加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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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啦，土系屏障破碎，化为星光消散。其余的2枚燃尽，在林白的有意控制下，径直砸向加藤英豪。我大日国不会放过蛋！轰！249360，暴击加伤。加藤英豪被轰飞了出去，死的不能再死。叮！你击杀了玩家加藤英豪，罪恶值加10。击杀加藤英豪。林白手中的冰霜之力瞬间凝结，
他要将这群爱搞事的小鬼子尽数灭杀。就在这时，一股诡异的力量袭来，缠绕在了林白身上。叮！打断提示：你受到阿三国玩家帕卡什的天赋技能影响，你的寒冰咆哮已被打断，秩序之力魔法禁用5分钟。受到打断效果，林白手中的寒冰魔法瞬间溃散。与此同时，所有秩序之力的魔法技能全部处于禁用状态。亡灵军团在远处虎视眈眈，我们同为人类，自相残杀不太好。一道满是咖喱味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林白转过头，只见一名头上缠着绷带的男子正在缓缓朝着自己走来。帕卡什，婆罗门，看清来者！林白眼中瞬间变得无比漆黑，数十支充斥着腐蚀之力的暗影剑铺天盖地的激射而出。我让你发言了吗？第97章，亡灵先锋军现身，暗影剑矢袭来。帕卡什神情巨变，你竟然能使用虚空族的魔法！帕卡什懵了，他原本想当个和事佬，趁机提升一下自己在军团中的威望。咖喱咖喱的，没想到神器这个变态竟然连虚空族的魔法都可以用，这也太干了吧！此时，帕卡什呆立在了原地，面对林白强大的伤害力，就算他做出防御也是于事无补，还不如省点力气，直接死了算了。咻咻咻咻，62340。62340， 62340啊！帕卡什发出一声惨叫，血条直接被清空，尸体倒地，胸前的护甲被暗影剑腐蚀出一个大洞。暗影魔法，恐怖如斯，下次记得不要多管闲事。林白目光中一片淡然。接下来，林白开启了杀戮模式，寒冰咆哮不断祭出，成片成片的小鬼子玩家如同韭菜一般被他收割。叮！你击杀了玩家波多野川，罪恶值加10。你击杀了玩家松岛晴空，罪恶值加10。八嘎呀路神器，你一定会受到制裁的。屠杀我们二流工会算什么本事？我们会即刻返回现实世界，让联合政府，让夏国高层给我们一个说法。天照工会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天照工会，林白心中冷笑不已。他跟天照工会有仇，而且很深。前世天照工会真的很强，曾一度霸占东亚地区工会榜首。他们会长风尘无双更是拥有可怕的神级天赋鬼神契约，其效果是可以召唤神器世界的鬼神为自己而战。鬼神一出，无人能应其风。至于为何结仇，那是因为上一世与他争夺神位机缘的正是风尘无双，自己技高一筹，成功在神灵战场中夺得了神力结晶。原本这一切都会随着神力结晶融合而结束，可是风尘无双却不死心，曾多次派人前骚扰他融合，甚至还在现实世界中派出杀手来寻找自己的踪迹。因为一旦有人成神，那天照工会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将会骤然下降。更何况成就神灵之位的还是一名夏国人，这是风尘无双所接受不了的。后来自己成功融合神力结晶，取得了神位，可风尘无双却转而投入了虚空阵营，成了不折不扣的叛徒。想到这里，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寒芒，道：告诉风尘无双，给我洗干净脖子等死。一发发寒冰咆哮砸落，狂风搅动四方。很快，1万人的鬼子军团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林白屠戮一空，他的名字也彻底变成了黑色。全歼鬼子玩家后，林白看向了四周。此时周边的外国军团全都静声不语，望着林白的眼神充满敬畏。至于阿三军团，他们躲在一旁，根本连声音都不敢发出。要知道，帕卡什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在阿三国中位列等级排行榜第29位，实力非常强大，经常越级击杀野外 BOSS。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连一丝招架之力都没有，就被神器给干掉了。此时在场的所有外国玩家都有点慌，要是神器不分青红皂白，将这里的所有人都屠戮一空，在座的各位可谁都拦不住他。就在这时，林白冷酷的表情忽然露出一丝笑容，在对着永夜点了点头后，他竟然驾驭那5颗头颅的诡异坐骑，直接冲天起，转眼间便不见了踪影。外国玩家见林白离开，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咕咚，神器也太强了吧！用夏国的话怎么说来的？杀人如草芥。我看他的等级也不过才 LV25， 怎么会这么强？帕卡什至少有50级了吧？一身钻石装备，竟然说被秒就被秒了，谁说不是呢？ LV25 的法师在被禁技能后，竟然用出了暗影魔法，真是可怕。马德 FK， 谁有神器的资料？卖给我一份，我这里倒是有一些学习资料，你要不要？很劲爆的那种。此时林白驾驭带镣铐的乌祖尔
翱翔在昏暗的天空中。玩家们初次到达诺森德大陆，地图都是需要自行探索的，要不然在世界地图上，整个诺森德大陆都被浓浓的黑雾所覆盖，根本没有办法查看地形地貌。此时，林白驾驭飞行坐骑，正是在为军团探查地图。随着他急速掠过，大量的未知地貌共享在全军团的视野中。就在这时，轰轰，远方的山脉里响起沉闷的轰隆声，似是什么生物的脚步声。林白抬头望去，只见四头尖抗巨型狼牙骨棒，如同丘陵般的巨型生物，正在朝着豪风峡湾缓缓走来。所过之处，附近山脉尽皆覆盖上一层苍白冰霜，而在四个巨人身后，则是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的亡灵大军。亡灵先锋军来了！第98章亡灵督军，瑞文戴尔现身。现实世界，小日子不错过。此时，一名梳着地中海、鼻子下方留有一小撮胡子的中年男子从游戏中退了出来。此人正是被林白击杀的加藤鹰豪。加藤鹰豪狠狠地拍了一下大理石桌子，低吼道：“库怒雅路，我不会放过你的，神器！我要让你受到整个联邦政府的声讨。”诺森德是没有复活点的，玩家被击杀后只能会出生的复活。想要再赶往诺森德，要么花费高额金币搭乘传送阵，要么就是花费1天时间乘坐免费船只。无论怎样，代价都很大。此时，加藤鹰豪连手上的剧痛都顾不上了，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联邦政府论坛。自从满月降临异世界出现，已过去2个月时间，联邦政府从最初强势干预变成了无奈妥协。没办法，他们根本阻止不了人类对异世界的热情，抱着打不过就加入的想法。联邦政府派出了不少特种战队成员进入了神器世界，还特意开通了官方论坛，让玩家们集中讨论，分享神器世界中的各种攻略。下国神器不顾联邦政府条约，公然袭击友邦玩家，请大家主持公道。加藤鹰豪噼里啪啦一段敲击键盘，一篇声讨林白的小作文就此而生。加藤鹰豪看着自己的作品，淫荡地笑了笑，随后他直接一个点击发送，将小作文发了出去。就算我干不掉你，我也要恶心死你。文章发出，很快加藤鹰豪就收到了来自论坛的提示：叮，你有999加条回复未读。叮，你有9999加条回复未读。提示不断传来，加藤鹰豪得意地笑了笑，道：让我看看神器是怎么挨骂的。没办法，林白在神器世界太出名了，凡是跟他有关系的帖子点击量都没有下过100万的，更何况这种抨击林白的帖子，那自然会让人很好奇的想看看。不过当加藤鹰豪打开帖子，在看到第一条信息后，他整个人都不好了。神器大佬 YYDS 干得漂亮，弟兄们跟我一起上线砍小鬼子去。点赞199872。卧槽，小鬼子竟然出现了，上线，来活了兄弟们。点赞118232。啧，这群普信男真下头，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杨大力女王被踩122312。楼上，我看你不止50万哈。点赞132212。这 TM 都什么跟什么？加藤鹰豪啪咔一声将键盘折断。帖子中就只有一个 ID 叫杨大力女王的中年妇女说了一句还算人话的话，其余的人不是捧神器的，就是骂自己的，简直不要太离谱。我 TM 才是受害者好吧？越想越气，加藤鹰豪暗道：不行，指望这群家伙是不可能了，得想办法让天照公会出手。恐怕整个大日国也就只有风尘无双能对抗神器了。当前位置诺森德大陆灰熊丘陵。此时林白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他目光眺望远方，正在注视着亡灵大军一举一动。呜，低沉缓和的号角声从远方响起，上百个亡灵方阵自4头冰霜巨人身后出现，骑兵、步兵、法师、牧师应有尽有。天空上还有黑压压的骸骨狮鹫在不断伴飞。即便不是第一次见到亡灵族行军，可林白依然有些惊叹，不愧是亡灵族，仅仅是先锋军就有如此规模。4头冰霜巨人，上百万亡灵，如此庞大的规模，大军之中绝对有一位地位极高的统帅，要不然也不能让亡灵们如此有序的前进。想到这里，林白将目光投向亡灵大军，如果能找到亡灵统帅并将其击杀，失去统帅的亡灵军团将会好对付不少。良久之后，该死，到底藏在了哪里？林白暗骂一声，他观察得很仔细了，可依然没有发现亡灵统帅的身影。此时亡灵大军已穿越灰熊丘陵，
再往前进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港口登陆点豪风峡湾。不知道 NPC 们建造的防御工事怎么样了？如果玩家在豪风峡湾正面与亡灵军团对抗，在亡灵铁骑的冲锋下，将会瞬间溃散。不知道北风台原那边的战况如何了？想到这里，林白扫了一眼世界频道。此时，世界频道疯狂在刷新着 TMD 美丽国 LOB 军团瞎尖跑，深入了索拉查盆地，结果引来了亡灵大军。这帮狗二的太坑人了！4头冰霜巨人在北风台原传送点大开杀戒，所有玩家军团正在奋力抵抗。卧槽啊！亡灵骑士冲锋，弓箭手魔法师在后面一顿 bio， 玩家军团根本抵挡不了。我干！北风台原上百万玩家竟然被亡灵大军打得溃不成军，真是太丢人了！豪风峡湾战况如何呀？怎么没有消息传来？你们那边没有打架吗？嗨嗨，豪风峡湾目前一切良好。刚刚神器大佬歼灭了一支小鬼子军团，消息刷新不断，传送至北风台原的玩家们那叫一个后悔。林白摇了摇头，将世界频道关闭，暗道与上一世简直一模一样。LOB 军团提前引动了亡灵大军，结果还未等玩家准备充足，亡灵族的铁骑就来了。大规模军团作战就是这样，一旦有人引动了敌人的军团，很容易搅乱所有人的部署。就算是有秩序阵营的 NPC 一同协防，也抵挡不住亡灵洪流的恐怖冲击。这也是为什么上一世亡灵大军会祸乱整个神器大陆。此时，亡灵大军愈发靠近豪风峡湾。林白扫了眼地形，道：前方地形狭隘，不利于大军行进，要不要动用陨星幻灭？就在这时，咻！一根缠绕着死灵之力的白骨长矛忽然从亡灵大军中飞出，伴随着长矛袭来，10个亡灵弓箭手方阵齐齐射出一道箭矢。下一刻，铺天盖地的箭雨朝着林白急速袭来。见状，林白果断收起乌祖尔，自身呈下降方式坠落。唰！白骨长矛擦着林白头皮掠向空中，如同流星一般消失在了远方。与此同时，密密麻麻的箭矢朝林白落下。咻咻咻！零！林白的防御力太高了，地面上的亡灵射手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召唤乌祖尔！砰！乌祖尔现身，将林白自空中稳稳接住。一番操作丝滑无比，林白刚刚稳住身形，就在这时，地面上忽然传来一阵鼓掌声，真是精彩的操作。林白目光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在那里，一道驾驭紫色战马的身影正从军阵中缓缓走了出来。亡灵督军瑞文戴尔男爵。第99章，赶回我英俊的容颜。伴随话音落下，一位驾驭紫火骷髅战马的亡灵男子被数位古灵法师拥簇着现出身影。亡灵督军瑞文戴尔男爵，阶位传奇级领主，天启4骑士之一，种族亡灵族，等级 LV70， 生命值12500000450百分号，符文能量550550百分号，物理攻击力35万450百分号，魔法攻击力15万450百分号，光属性抗性加10000，暗属性抗性加10000，冰属性抗性加10000。略统御光环，麾下所有亡灵4维属性增加 100%， 攻击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正 100%。 王羽光环，受到王羽光环影响，低于瑞文戴尔头衔的目标可多次复活。精通剑术 Max， 攻术 Max， 骑术 Max， 近战格斗 Max。 灵气鲜血灵气，冰霜灵气，邪恶灵气。技能死亡之握，运用死灵能量将30米外的目标拉至自己身前，冷却时间30秒，消耗能量50点。亡灵烙印，进入战斗后对100米范围内的一切敌对目标每隔5秒释放一次烙印技能，每层烙印对目标造成1000点真实伤害，可多次叠加，无上限。邪恶之影，远程对当前目标释放，造成5000加魔法攻击力点死灵伤害，并在接下来的8秒内每秒造成10000点死灵伤害。冷却时间15秒。浴血奋战，近战，瑞文戴尔的所有物理攻击都会使目标流血，在5秒内造成 50% 物理攻击伤害。剑刃风暴，近战，化作一股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旋转风暴，打击30米内的一切目标，在5秒内造成 200% 武器攻击力伤害，并免疫所有控制效果。冷却时间5分钟。天神下凡，近战，身形变大，伤害提高 50%， 生命值提高 20%， 持续30秒。冷却时间5分钟。描述：强大的天启4骑士之一，是半神巫妖王最忠诚的手下。4大死亡骑士之一，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
死亡骑士通常都是由优秀的战士或者圣骑士所复活而来，他们精通一切近战手段，并可以用亡灵魔法为武器附魔。同时，他们由魔法所制造，因此拥有极高的魔法抗性。可以说，死亡骑士是非常难对付的存在。近战远程兼备，再加上他骑乘着战马，移动速度不可小觑。林白向上拉伸了一番，不敢距离瑞文戴尔男爵过近。一旦被死亡之握拉进大军中，后果根本不用想。就在这时，瑞文戴尔驾驭紫色古马来到最前方，他抬头看向空中，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可笑的秩序阵营就派出一名弱小的法师来阻拦我的步伐吗？看在你勇气可嘉的份上，不如来追随吾主如何？瑞文戴尔对着林白发出了橄榄枝。叮！亡灵督军，瑞文戴尔邀请你加入亡灵族，是否同意？否！林白连1秒都没有犹豫，跟一个只有半神实力的巫妖王混，有前途吗？而且一旦成为亡灵族玩家，将会永远臣服在半神巫妖王的麾下，永无出头之日。他林白一介神灵，怎么会臣服于一个半神？哪怕是至尊神灵在此，他宁愿战死，也不会臣服。下一刻，林白眼中火光一闪，数十棵火球树如同火焰流星一般从空中落下，他的冷却时间和施法速度都极快，像火球术和暗影剑这类技能早已到达了秒射的水平。拒绝我的好意，去冥界中独自悔恨吧。瑞文戴尔眼中闪过一道冷芒，下一刻，他将紫色符文佩剑抽出，对着天空袭来的火球直接砍去。刷刷刷，紫芒划过，一颗颗火球被斩为2段。这种弱小的攻击就不要拿来丢人现眼了。瑞文戴尔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就在这时，咻咻咻，一道道漆黑如墨的暗影剑忽然从天空中落下，剑雨划破天空，感受着上面浓烈的暗影之力。瑞文戴尔眼神一凝，道：秩序阵营的法师竟然能使用虚空一族的法术。这一次，瑞文戴尔没敢挥动紫色符文剑。作为一名强大的死亡骑士，他深知暗影魔法的可怕。瑞文戴尔一拉缰绳，紫色战马快速奔袭起来。叮叮叮叮，暗影剑扎在地面上，缠绕的暗影之力瞬间将地面腐蚀出一个个坑洞。与此同时，一道道金色能量罩释放在了瑞文戴尔身上。圣言术顿时使目标获得一个吸收10万点魔法伤害的能量护盾，被10道金色弹壳包裹。瑞文戴尔停在了原地。10道圣言术能帮他吸收100万点魔法伤害，暗影剑雨罢了，还能射穿他不成？就在这时，暗影剑击中了瑞文戴尔的身躯。62340，真实伤害。62340，真实伤害。62340，真实伤害。黑色能量剑不断袭来，短短5秒钟就对瑞文戴尔造成了50多万的伤害。武士楼的护甲和护盾。话音刚落，就在这时，一道暗影剑擦过了瑞文戴尔脸颊。62340，脸部被暗影剑擦伤，英俊的脸庞被腐蚀一个大洞。这一刻，瑞文戴尔怒了：你竟敢射我的脸！第100章，有飞行坐骑了不起，引以为傲的帅脸被伤。瑞文戴尔怒意滔天。就在这时，大片的金色光辉洒落，将瑞文戴尔淹没。加1000000，治疗术。加1000000，治疗术。加1000000，治疗术。驱散腐蚀，治愈光辉闪烁。瑞文戴尔失去的血量被抬了回来，同时受到驱散效果影响，他那消瘦的脸也恢复了原样。下一刻，瑞文戴尔驾驭战马奔袭而出，右手闪烁道紫芒，想要用死亡之握拉我。林白笑了笑，命令乌祖尔往高空拉升了一些距离。一番上升，与瑞文戴尔相距31米的距离后，林白停了下来。我就保持这个距离，看你难受不难受。林白眼底闪过一抹狡诈。尘埃飞扬，瑞文戴尔急速冲至林白脚下，不过他内心里怒火值却蹭蹭蹭的提升着。这个该死的家伙！瑞文戴尔心中怒骂道。死亡之握最大距离有30米，但这个叫神器的家伙就与他保持31米的暧昧距离，能看到，但就是够不到。就 TM 让人恶心，有飞行坐骑了不起，欺负我手短，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瑞文戴尔恨恨地低吼道。他旋即下令道：牧师们，时刻注意乃我。光华闪烁，一道道护盾增益 buff 套在了瑞文戴尔身上。此时他金光璀璨，宛如个黄金圣骑士一般。林白扫了一眼亡灵牧师方阵，暗道：万军从中想干掉瑞文戴尔，明显不可能达成，只能先干掉牧师军团。
不过王宇光环还真是麻烦。眼下，所有亡灵大军都受到瑞文戴尔王宇光环的影响，即便被击杀，这些亡灵军也会瞬间复活，唯有2次击杀后才会彻底死亡。不得不说，王宇光环对绝大部分玩家来说确实很棘手。不过林白此时却正在思索着该用哪个禁咒，使用陨星幻灭吧。陨星幻灭的2次爆炸伤害专克王宇效果。想到这里，林白眼中闪过数道元素光辉，伴随着魔法能量凝聚，一道6芒星阵自林白脚下出现，魔能翻涌。原本昏暗的天空被染上5颜6色的绚丽色彩。魔力风暴出现，瑞文戴尔瞳孔猛然放大。作为一名死亡骑士，他对魔法能量的造诣很高。魔力风暴的出现意味着这个魔法技能威力将会极为恐怖。6芒星阵外加天空异象，这是禁咒发动的前兆。瑞文戴尔咬牙低吼道：在大规模军团战中，一旦遭遇能释放禁咒的魔法师，那对整个军团来说都是致命的。他真是未曾想到，一个25级的小法师拥有无视护甲的伤害就已经够离谱的了，没想到居然还能发动禁咒。秩序阵营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变态？嗡！伴随着魔能凝聚，空间发出一道道如水般的波纹，6芒星阵产生的光柱直冲天际，天空被撕裂了，一个宛如黑洞般的口子出现在天空之上。下一刻，在瑞文戴尔震撼的眼神中，一颗颗属性各异的巨大陨石穿越黑洞砸落下来。呜呜！伴随着瘆人的呼啸声，空气中摩擦起道道火光，蕴含属性能量的各色陨石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呼啸着砸向亡灵大军。轰轰轰！地动山摇，伴随着轰鸣声与哀嚎声，数之不尽的伤害飘起。86808 86808 86808 86808，陨石不断降落，整个大地满是疮痍，断裂的骸骨碎片堆积成山，上百万的亡灵军团十不存一。我看你能坚持多久？我们亡灵族最不畏惧的就是死亡。瑞文戴尔灰头土脸地从骸骨堆中走出，此时伴随着他身上一阵阵鬼灵之火涌动，原本成为骸骨碎片的骨灰又渐渐凝聚在了一起，一个又一个亡灵士兵从骨灰中站了起来。王宇光环触发了，短短1秒钟，整个亡灵军团再度出现，大军重现。林白却根本不以为意，道：你问我有多持久？非要做个比喻的话，那就是1次1夜，1次1夜。瑞文戴尔露出疑惑的神色。就在这时，天空中那原本要消失的黑洞再度凝实起来，在瑞文戴尔难以置信的眼神中，第2波陨石降临。豪风峡湾 NPC 和玩家正在一起修建防御工事，一门门魔能火炮在战船上推了下来。花花是只喵擦拭了一下额头，嘀咕道：这些 NPC 也太会了，发布任务让我们在这里当苦力，还是神器聪明，直接跑了。不过他那句话真的好霸气，谁敢带队走出豪风峡湾，我神器就灭了谁。想起林白临走前那淡漠的眼神和对其他国家不加掩饰的威胁，花花是只猫小脸红红的。别花痴，快点干活。永夜伸手敲了一下花花是只喵。啊，好痛。花花是只喵揉了揉额头，嘀咕道：为什么非要修这个东西？我们不是来大杀四方的吗？闻言，永夜停下脚步，解释道：防御工事是一定要建的，没看世界频道都吵翻天了吗？北风台原传送点已经被亡灵大军攻破了，要不是亡灵族没办法使用秩序阵营的传送阵，亡灵大军早就涌入东部王国了。花花是只猫撇了撇嘴，小声嘀咕道：我看呀，你是中了神器的毒了，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哎呀，疼疼疼疼，不要再打我的头，会笨的了。就在这时，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忽然喧嚣起来。卧槽，你们快看，远处的天出现个大洞。死，那边怎么了？有什么绝世妖魔要出世了吗？陨石，是陨石，是5颜6色的陨石。我怎么记得神器大佬刚刚就是往那边飞去了？难道是神器大佬做的？神器大佬，别闹了，我承认神器大佬是很强，可是给天开个洞还是做不到的吧。望着接连砸落的陨石，花花是只喵脸色越发红润，兴奋道：这真是神器做的吗？永夜目光闪烁着，有些不确定道：应该是吧。林白的禁咒技能从未在玩家面前显露过，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林白做的。就在这时，整个军团频道彻底被击杀提示刷新了。团队频道：神器击杀了10万名亡灵牧师，军团战功加1000000。团队频道：
神器击杀了20万亡灵射手，军团战功加20000000。团队频道，神器击杀了10万亡灵骑士，军团战功加10000000。团队频道，神器击杀了10万亡灵法师，军团战功加10000000。第101章，别那么认真，跟你玩玩也。轰轰轰，爆炸声此起彼伏。86808 86808 86808 86808。在经过第2轮陨石打击后，整个亡灵大军彻底灰飞烟灭。叮！你击杀了100万亡灵族，获得战功1000万点。北伐战功榜现已刷新，您和您的军团目前排在第1位。提示音落下，林白停止了灌注魔力。此时，整个山谷都被白色骨灰所填满，不过唯独没见到瑞文戴尔的身影，想必是被骨灰活埋了。禁咒的覆盖范围虽然很广，但对单个目标的伤害还是太过分散了。等此件事了，我得尽快练级，准备去往神灵禁地。昊天神锤也该解锁万倍增幅了。林白双目如电，扫视着骨灰堆3。他知道瑞文戴尔根本没死。瑞文戴尔，我知道你没死，还不现身吗？林白神色淡然地说道。话音落下，就在这时，远处的骨灰中一道人影站了起来，正是瑞文戴尔。不过此时他的战甲已经崩裂，紫色骷髅战马也在禁咒下丧命，整个人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意气风发。我真是没想到100万大军竟然会折在你这么一个人的手里。瑞文戴尔恨恨地说道。作为天启4骑士之一，他是不会容忍自己经历如此失败的，唯有用林白的血才能洗刷这个污点。你敢与我决斗吗？瑞文戴尔对着天空高喊道。叮！决斗提示：瑞文戴尔申请与你决斗。胜利奖励：你将获得瑞文戴尔所有珍藏。失败惩罚：你将被复活成死亡骑士，为巫妖王效劳。提示传来，林白感到一丝好笑。胜利与失败的条件根本不成正比，好吧？鬼知道你的珍藏里面有什么？这种条件谁会答应？直接拒绝。哼，懦弱的法师，我还以为你会像个战士一样，宁可光荣的战士也不会苟且偷生。瑞文戴尔嘲讽道。听到瑞文戴尔嘲讽自己，林白笑了，随后毫不留情地说道：我一个法师为什么要像战士？另外，你真以为我是怕了你？还未等瑞文戴尔反应过来，下一刻，林白竟然主动收起坐骑，从空中落了下来。他站在厚厚的骨灰上，冲着瑞文戴尔勾了勾手指，道：来吧。好胆，要不是敌对，我还真想与你喝一杯。瑞文戴尔抽出符文长剑，与此同时，瑞文戴尔手上迸发出一股幽幽的冷光。符文武器冰霜符文，命中敌人后使目标的移动速度降低 75%， 持续2秒。冰霜符文，你确定你能攻击得到我？看到瑞文戴尔如此谨慎，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眼眸中火焰与暗影交替闪过，火球术与暗影剑瞬间袭出。来得好！瑞文戴尔将符文长剑横列在前，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道道刀光剑影，风雷涌动，澎湃的风元素朝着瑞文戴尔汇聚而来。剑刃风暴！随着瑞文戴尔一声低吼，整个峡谷内骤然刮起一道雷光闪烁，高达数十米的巨型龙卷风，狂风席卷，无数骸骨被卷成飞灰，就连林白射出的火球和暗影剑都被尽数挡了下来。下一刻，龙卷风动了，带着漫天的剑罡雷霆朝着林白刮了过来。闪现！刷刷刷刷，黄光闪烁，林白出现在100米开外的位置。他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看瑞文戴尔在那里玩大风车，滴溜溜的转。5秒后，狂风消散，瑞文戴尔一脸阴沉的从龙卷风状态中退了出来。他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从未见过如此棘手的法式。就在这时，林白唰的一下闪现至瑞文戴尔30米范围内，只见他手中雷霆闪烁，似是在凝聚什么大招。好机会，这可是你自找的！瑞文戴尔眼中爆发一抹色彩。下一刻，死亡之握瞬间发动，紫色手掌虚影一下子便抓住了林白。瑞文戴尔抬手一拉，林白径直被拉了过来。浴血奋战，所有物理攻击都会使目标流血，在5秒内造成 50% 物理攻击伤害。这一剑，我看你怎么躲！瑞文戴尔露出狰狞的笑容，符文长剑带起一阵风声，狠狠地朝着林白斩去。唰，黄光闪烁，林白消失在了瑞文戴尔眼前。轰！长剑劈空，大地裂开一道沟壑。跟你玩玩罢了，你还挺认真。林白嘴角洋溢着一丝笑容。刚刚那一波
他是故意露出的破绽。PK 吗？就是一个骗技能的过程。对于高手来说，一旦对方的控制技能放完，那就到了自己表演的时刻了。你，瑞文戴尔气急败坏，他堂堂天启四骑士之一，竟然被一个小法师玩弄在股掌之中。就在这时，瑞文戴尔忽察觉到空间中的火焰元素忽然雀跃起来。不好，他又在凝聚大招。第102章击杀瑞文戴尔。日曜神殿钥匙，燃烧，能量法阵，两大增益技能瞬间开启。林白心念一动，6枚黑色燃尽被他甩了出去。下一刻，黑色燃尽拖曳着黑色尾焰，直接袭向瑞文戴尔。见此情景，瑞文戴尔眉头一皱，这黑色火焰所凝聚成的火球给他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更何况，眼前这个法师开启的2个技能明显对法术有着极强的增益效果，被2道增益法术加持，这黑色火球的威力恐怕不一般。瑞文戴尔将符文长剑横在胸前，做出了防御姿态。砰砰砰砰砰砰，299232，真伤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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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燃尽炸裂，瑞文戴尔血量骤减1/10，在各种增益效果加成下，燃尽风暴的伤害十分可观。可恶！瑞文戴尔脸色有些阴霾，这个法师还真是变态的离谱。禁咒，真实伤害外加无需吟唱，无论哪一条都非常惊人。没想到他射出的黑色火球单次伤害竟然比禁咒还要爆炸，该怎么办？瑞文戴尔深深吸了一口气，还未等他想出对策，就在这时，一连串火球夹杂着黑色暗影剑 bio 的砸了过来。6234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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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的家伙，这是你逼我的！瑞文戴尔怒吼道。下一刻，瑞文戴尔身上迸发出一股浓烈的死灵魂力。就当林白以为瑞文戴尔要凝聚什么大招的时候，瑞文戴尔竟然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远方跑去。现在才想跑，不觉得太晚了吗？林白目光中满是冷漠。要是让瑞文戴尔跑掉，那下一次再来的可就不是一个死亡骑士，外加100万亡灵大军那么简单了。闪现！闪现！林白没有犹豫，立即发动技能追了上去。黄光闪烁，林白离瑞文戴尔越来越近。瑞文戴尔，我们不是说好要像一个战士般来一次真男人之间的决斗吗？你怎么退却了？林白不慌不忙地在后面吊着，手中技能不断砸向前方。6234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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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都该死！瑞文戴尔被揍得没有丝毫脾气。他在逃跑途中曾释放过2次死亡之握，可每次都是在最后要得手的时候被这个家伙发动闪现躲避。法师这种开挂职业真是太赖了。此时，瑞文戴尔感觉又憋屈又无力，在灵白火球、暗影剑、燃尽风暴的交替招呼下，瑞文戴尔的血量稳步下降中，生命值 89%、85%、78%。住手！你真要赶尽杀绝，杀了我，无主巫妖王是不会放过你的。瑞文戴尔抛出几句狠话。闻言，林白不以为意的笑了笑，道：还是先让你主从冰冠王座上站起来再说吧。你！瑞文戴尔瞪大了眼睛，苍白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他的主人目前确实还处于封印之中，按照巫妖王大人自己所说，现在还不是他出世的时候。一旦提前出世，就算他是半神之躯，也会被人从这个世界抹杀。不过这件事是机密，这个法师是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是谁？瑞文戴尔厉声喝道。话真多，不如还是乖乖的去死吧。林白随手一挥，又是一大片火球挥落。瑞文戴尔必须死在这里。作为天启4骑士之一，当4骑士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光环技能将会互相影响，增幅到一个可怕的高度。到了那时，想要击杀瑞文戴尔，可就不是现在这么简单了。燃尽风暴，299232，真伤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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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追逐后，瑞文戴尔的血量降低至0点。
就算无主被封印，我的其他兄弟也会为我报仇。说完遗言，瑞文戴尔持剑单膝跪倒在地，眼中的灵魂之火缓缓熄灭。叮！你击杀了亡灵督军瑞文戴尔男爵，传奇级领主，获得经验11000000450百分号，跨45级击杀，额外增加450经验。恭喜你升到30级，下一级所需经验23129800000。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神器获得传奇级领主亡灵督军瑞文戴尔男爵首杀，获得奖励金币10万，获得奖励军功100万，获得首杀额外奖励随机技能箱传奇1。世界频道大喇叭10，世界任务天灾之怒，北伐的召唤当前完成度25%，终于30级了，我能做的事情更多了。等北伐结束，100倍经验加成到手，我的等级将会一飞冲天。短暂思考后，林白走上前去，将战利品尽数拾起。叮！恭喜你获得设计图瑞文戴尔的符文剑1，传奇级。恭喜你获得设计图灵魂猎者1，传奇级。恭喜你获得秘境钥匙日曜神殿1，传奇级。恭喜你获得消耗品璀璨的死灵精华1，传奇级。恭喜你获得消耗品暗淡的死灵精华100万，钻石级。传奇级领主，外加100万亡灵怪，给林白掉落了海量死灵精华。秘境钥匙，林白眼前一亮。秘境钥匙是开启传说秘境的必备消耗品，一经开启，日曜神殿将会在现实世界降临。届时，一旦进入日曜神殿，你会在神殿内看到来自异世界的各族玩家。但和龙魂圣殿秘境不同的是，它可以让你自行选择，主要掉落什么物品。选装备就掉装备，选设计图就掉设计图。不过有一点比较恶心的就是，一旦你确定选择后，你所击杀的怪物就只会掉落这一种东西。想要获得其他物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猎杀跟你一同进入日曜神殿的玩家。想到这里，林白目光闪过一抹异色。神殿将士，异族玩家齐聚，这下有意思了。第103章大巫妖。科尔苏加德现身，当前位置诺森德大陆北风台原，这里是诺森德大陆另一处登陆点。此时，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到来，混乱的场面得到了一些控制。眼下，上百支玩家军团正在和4只冰霜巨人战斗着。大地震战，冰冻气泡不断从天而降。诸军注意躲避冰冻气泡，一旦被包裹进去，必死无疑。风尘无双柔声提醒道。作为大日国出名的女性玩家，风尘无双的实力极其强悍。在到达北风台原后，她召唤鬼神，一举歼灭了10几万亡灵军团，一下子便赢得了在场所有军团的尊重。嘣嘣，冰炮炸裂，冰霜巨人技能结束，风尘无双身上鬼影重重，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大家伙，随我一起了结这4个家伙。随着时间推移，北风台原登陆点战况逐渐稳定下来，整个战场满是亡灵军的骸骨。就在所有玩家都松了一口气时，一个驾驭古龙的身影从天空出现了，空洞的双眼里灵魂之火不断燃烧。大巫妖科尔苏加德，传奇级领主，天启4骑士之一，等级 LV70。描述：昔日的人类大法师，但跪倒在了巫妖王的脚下。下一刻，科尔苏加德抽出一根骷髅法杖，怪笑道：桀桀，秩序阵营的小家伙们也不是一无是处吗？不如尝尝这个好了。骸骨风暴，死灵之力疯狂涌动，地上的骸骨堆肉眼可见的膨胀起来。还未等玩家们反应过来，下一刻，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了整个北风台原。轰轰轰，3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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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的伤害数字飘起，大量玩家死在炸裂的骸骨中。天空中，科尔苏加德望着爆炸崩起的白色焰火，一脸陶醉的低语道：桀桀，爆炸才是艺术。血肉横飞的场面还真是让人赏心悦目。10分钟后，骸骨风暴结束，整个大地满是疮痍，上百万玩家只有不到1/5活了下来。一时间，绝望的气息回荡在整个登陆点。骑乘古龙的传奇领主风尘无双能够对付吗？那个女人应该可以做到吧，毕竟刚刚她表现得很强。上吧，无双美女，这个大家伙恐怕只有你能对付了。没错，召唤你的鬼神，干了他。被期盼的目光望着，风尘无双摇了摇头，他轻咬红唇道：70级传奇领主与我们实力相差太大，想要击杀不太现实。我建议立刻脱战撤离，避免将主力都折损在。话音还未落下，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忽然响起。叮！恭喜玩家神器成功击杀70级传奇级领主亡灵督军瑞文戴尔男爵。世界任务天灾之怒，北伐军的召唤，当前进度 25%。听到提示音，包含风尘无双在内，所有玩家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70级传奇级领主被杀了，神器果然是个变态。就在这时，科尔苏加德的第2轮攻击降临了。啊！惨叫声接连不断，风尘无双瞬间惊醒。快撤！赶紧离开这里！豪风峡湾，瑞文戴尔尸体旁，林白正在查看掉落的物品。日曜神殿钥匙，传奇级，级别20到50级，数量1效果使用后，日曜神殿将在所有世界现身，玩家通过考验后即可进入日曜神殿。描述：昔日至尊神灵所遗留，每个玩家只有1次复活机会。这个阶段的异族玩家手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了吧？林白笑了笑，将目光投向下一件物品。瑞文戴尔的符文剑设计图，传奇级，类型武器，等级 LV70， 物理攻击加7200，魔法攻击加6680。略效果：你将获得技能符文武器，所需锻造材料略璀璨的死灵精华，传奇级，类型消耗品，纯度99，数量1效果使用后可充能你的死亡之力、死灵、天赋树，和暗影精华一样，能让天赋树获得充能。除了瑞文戴尔掉落的以外，林白的背包中还有100颗暗淡的死灵精华，不知道100万死灵精华能不能让我的天赋树一下解锁到10层。想了想，林白将目光收了回来，等查看完所有战利品再说。灵魂猎者设计图，传奇级，类型项链，等级 LV70， 品质传奇级，智力加700，体力加700，力量加700，敏捷加700，冰属性伤害提升 70%， 火属性伤害提升 70%， 风属性伤害提升 70%， 土属性伤害提升 70%。 所需炉岩碳7000，火属性晶体70，冰属性晶体70，土属性晶体星号70，风属性晶体70，打铁针。描述：收集灵魂吧，我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第104章死亡之力天赋树，第7层禁咒解锁。灵魂猎者林白笑了笑，项链属性不错，能提升4大秩序之力属性的伤害，在经过昊天神锤100倍增幅后，属性将瞬间爆炸。下一刻，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中的100万精华，期待道：不知道这100万死灵精华能解锁几层死亡之力、死灵、天赋。开始吧！林白心念一动，直接将死灵精华尽数使用。冰冷的死灵魂力冲天起，仿若要将人的灵魂彻底冻结。此时，伴随着死灵魂力凝聚，那只属于死亡之力、死灵的枯萎天赋树径直焕发了新生。在这一刻，100万暗淡精华引起了质变，死灵魂力闪耀，暗淡的天赋树在死灵魂力的层层冲刷下，一层层被点亮起来。与此同时，悦耳的提示音不断在林白耳边响起。叮！恭喜你解锁第1层天赋骸骨尖刺，所需天赋点5点。略！恭喜你解锁第2次天赋死亡之镰，所需天赋点10点。略！恭喜你解锁第3层天赋骸骨重生，所需天赋点15点。略！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骸骨风暴，所需天赋点100点。悦耳的提示音接连不断，一层又一层天赋被点亮被激活。终于，在林白期盼的眼神中，死灵魂力向第7层天赋屏障发起了冲锋。海浪喧嚣，冰冷的气息涌动八方。在一番冲击过后，充沛的死灵魂力迅速被消耗。是时候了。林白自背包中取出璀璨的死灵精华，径直使用。璀璨精华破碎，澎湃的死灵魂力凝结出一根滴血的白骨长矛。在林白的操控下，白骨长矛向着屏障壁垒狠狠地刺了过去。轰！巨响传来，白骨长矛层层碎裂。与此同时，厚实的天赋屏障也在这一击之下出现了一丝缝隙。剩余的死灵魂力趁机发动总攻。下一刻，哗啦一声，天赋屏障应声而碎。紧接着，提示音自林白耳边响起。叮！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禁咒骸骨风暴，所需天赋点50点。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禁咒统御亡灵，所需天赋点100点。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禁咒复仇武装，所需天赋点100点。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
禁咒咒怨魂力，所需天赋点100点。恭喜你解锁第7层天赋混合禁咒魂灵破碎，所需天赋点100点。伴随着提示音落下，第7层天赋被尽数点亮，100万精华才将天赋点亮第7层。这元素主宰宛如一个无底洞。林白眼角跳了跳，目前他的6条天赋状态如下：混乱之力、邪能未点亮；光明之力、神圣第1层，当前能量0%；生命之力、自然第1层，当前能量25%；虚空之力、暗影第3层，当前能量17%；死亡之力、死灵第7层，当前能量15%；秩序之力、奥数第7层，当前能量85%。看到6条天赋状态，林白脸色有些不自然。没有海量精华的支撑，元素主宰这个无底洞根本填不满。不过好在他意外获得了秘境钥匙日曜神殿传奇级，只要在进入神殿的时候选择掉落精华，那他击杀的怪物和玩家将不会再掉落战利品，会自动转换为掉落精华。想要将6条天赋尽数解锁，我得在日曜神殿中大开杀戒了。林白眼中闪过绿油油的光芒。割韭菜虽然有些不地道，但韭菜不就是用来割的吗？更何况割的还是异界玩家，根本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吧？希望异界玩家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吧。嗨嗨，毕竟我也不容易。林白小声嘀咕了2句，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死亡之力天赋栏。此时天赋栏第7层5大死灵禁咒依次排列。禁咒骸骨风暴，使目光所至的骸骨堆发生剧烈爆炸，对骸骨堆100米区域内的一切目标持续造成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流血状态。所需天赋点100点。禁咒统御亡灵，效果1，召唤10000米区域内的一切亡魂为你而战，越是强大的亡灵所消耗的魔能越多。效果2，强行控制亡灵生物，使其为你效力，所需天赋点100点。禁咒复仇武装，用旋转的白骨屏障将你包围，使你受到的一切伤害降低 99%， 所需天赋点100点。禁咒咒怨魂力，用死亡魂力诅咒对方的灵魂，使目标受到重创并陷入持续失控状态，所需天赋点100点。混合禁咒魂灵破碎，持续吸取对方的灵魂，并为你恢复相遇于造成伤害 1000% 的血量。如目标在魂灵破碎效果下死亡，你将获得一块灵魂石复活道具，所需天赋点100点。5大禁咒各有特色，输出、防御、控制几乎全部被覆盖。骸骨风暴主输出，不过所受的限制也很大，需要在大量骸骨堆才会发挥出可怕的效果。统御亡灵主控制，能召唤亡灵作战，还能在面对亡灵生物时强行让其臣服一段时间。复仇武装主防御，能降低一切伤害效果，算是非常不错的防御禁咒。咒怨魂力主输出，对目标灵魂直接造成伤害，是无视防御及护盾的真实伤害技能。魂灵破碎输出和生存都有兼顾，击杀后获得的灵魂石还能让自己免受一次死亡。林白沉吟了片刻，点亮统御亡灵第105章双效禁咒统御亡灵。伴随林白将天赋点亮，提示音再度响起，叮，恭喜你习得天赋技能禁咒统御亡灵。听到提示，林白径直将目光投向技能栏。统御亡灵类型强控禁咒，效果1，感应并召唤10000米内的一切亡魂为你而战，持续时间每秒损失100点法力值，每多召唤一只亡魂魔力损耗加100，越是强大的亡灵魔力损耗越大。效果1，强行命令一只亡灵生物臣服自己，听从自己的命令，持续时间受等级影响，级别越高所控时间越低。限制效果1和效果2无法同时生效，冷却时间4小时，效果1蓄力时间30秒，效果2瞬发。看完详细信息，林白眼前一亮，低语道：这算是约等于2个禁咒吧。效果1，召唤亡灵；效果2，强行控制亡灵。要是使用得当的话，效果非常可观。强控亡灵，不知道像瑞文戴尔那样的领主 BOSS 能控制几秒，要是能控住10秒以上，那可就美妙了。林白嘴角微微上扬，脑海中闪过无数想法。此时战场已经打扫完毕，整个山谷里除了厚厚的亡灵骨灰，已经再无他物。林白环视四周后，直接召唤乌祖尔腾空而去，该回港口去看看进度了。当前位置诺森德登陆点豪风峡湾，海浪冲刷着沙滩，相比北风台原登陆点的惨状，豪风峡湾这边显得无比祥和。
此时，防御工事已经初具规模，在 NPC 地精工程师的帮助下，一座看起来十分坚固的圆形防御工事正在快速成型。一尊尊魔能火炮，黑乎乎的炮口直指远方，防御法阵也亮起了莹莹微光。此时，花花是只喵看着军团击杀记录，小声嘀咕：神器这个家伙，在变态之路上真是越走越远了。百万亡灵大军，70级传奇领主，尽数被神器一人斩杀。用变态来形容神器，似乎都有些不够了。不过神器都这么强了，直接带领玩家横扫诺森德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他们在此修建防御工事呢？真是搞不懂。带着一脸疑问，花花是只喵好奇道：哥，你说神器到底在打着什么鬼主意？永夜沉吟了片刻，道：神器必定是有着他的考虑，既然选择了相信他，就贯彻到底吧。话落，永夜目光看向的无尽冰川，低声道：或许瑞文戴尔只不过是开胃菜罢了，更强的怪物应该还会出现。就在这时，忽然有眼尖的玩家高呼道：神器，是神器回来了！永夜闻言，抬头看向远方。此时，一道黑影由远及近的快速飞来，眨眼之间便来到了永夜身前。收起坐骑，林白朝着永夜点点头，笑道：你们这修建进度够快的了，和你一比，还是慢了一些。永夜笑了笑，随后他话音一转，沉声道：北风台原登陆点已经陷落，那些失利的玩家恐怕会一股脑的涌入豪风峡湾登陆点。据说是一个骑乘古龙名为科尔苏加德的恐怖 BOSS 攻破了100万玩家防守的北风台原。闻言，林白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上一世进攻北风台原的怪物就是大巫妖科尔苏加德，那可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家伙。骸骨风暴一出，不说秒天秒地也差不多了。北风台原失守也是在情理之中。想到这里，林白心中升起一丝紧迫感，他抬头看向永夜，道：北风台原失守，亡灵大军会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豪风峡湾挺进。我们现在有2件事是必须做的：一，尽快帮助 NPC 修建防御；二，召集拥有沉默天赋或者技能的玩家，组成一支打断队伍。闻言，永夜沉声问道：我们还有多少准备时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概不足8小时。林白沉声说道：我知道了。永夜点了点头，随后继续说道：那群外国玩家怎么办？林白看向远方，那群手忙脚乱的外国玩家，淡淡的说道：干活都干不好，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继续让他们当苦力吧。当前位置，东部王国米奈希尔港，骷髅战船再度起航。此时，一处船舱内，小日子不错国天照公会正在商议到达豪风峡湾后的事宜。风尘无双清冷的目光望向远方，头也不回的低语道：开始吧。嗨！一声响亮的应答后，一名地中海男子站了起来，正是之前被林白所杀的加藤英豪。此时不知为何，他与天照公会汇合在了一起。加藤英豪朝着天照公会的高层鞠了一躬，随后沉声道：通过我亲身体会，神器此人已经到了无视防御的地步，任凭你防御再高，在他面前也没有丝毫作用。而且神器此人施法速度极快，几乎到了秒发的地步。据说我被击杀后，神器曾远离豪风峡湾，召唤域外陨石，将整个进攻豪风峡湾的100万亡灵大军覆灭。加藤英豪深深吸了一口气，望着船舱处让人迸然心跳的绝世背影，心中有些恍惚。风尘无双，你真的能杀掉神器吗？就在这时，天照公会一名法师高丸毫不留情地嘲讽道：召唤陨石，加藤君死没什么丢人的，但要是过分的吹捧敌人，那可是十分丢人的行为。召唤陨石，我还召唤妖刀村正呢，都是法师，谁不知道谁？这个我也是听说，至于是否真实，有待考察，有待考察。加藤英豪脸上满是尴尬，这可是他美丽国的好友说的，岂能有假？我相信你说的话。风尘无双眸光流转，灿若星河。下一刻，他自顾自地低语道：神器君，我终于要见到你了。第106章，神器君，请与我决斗。诺森德上空，一头庞大的身影翱翔于高空之上，胸膛处灵魂之火熊熊燃烧着，古龙拍打着巨大古翼呼啸而来，很快便来到了瑞文戴尔死亡的地方。还真是惨不忍睹呢。科尔苏加德望着单膝跪地死去多时的瑞文戴尔，空旷的眼眶中绿火一闪。瑞文戴尔再不济也是天启4骑士之一，没想到竟然死在了这里。整个战场上都充斥着狂暴的魔法能量，难道秩序阵营派出了那个老家伙？也就只有那个老东西
才能用出这么多属性的魔法。科尔苏加德眼中绿火不断闪烁，要是那个老东西出手，自己还真未必是对手。想到这里，科尔苏加德摇了摇头，低声道：“算了，还是让瑞文戴尔亲自告诉我吧。”骸骨之爪伸向瑞文戴尔头顶，浓烈的死灵之力瞬间将瑞文戴尔笼罩。摄魂，死灵之力爆发，疯狂涌入瑞文戴尔的躯体。片刻之后，一道虚幻的灵魂从瑞文戴尔身体内飘出。此时，瑞文戴尔略带迷茫地看了眼四周，在看到科尔苏加德后，脸上浮现一抹复杂的神色，沉声道：“你来了，看来你成功击退了北风台原的入侵者。结，瑞文戴尔，叙旧的话之后再说。”科尔苏加德望着瑞文戴尔的灵魂，淡淡的说道：“告诉我，是谁把你击杀的？是麦迪文出手了吗？”麦迪文是秩序阵营实力最强大的法师之一，其地位比光明教皇还要高上不少。有传言称，麦迪文已经摸到了神灵门槛，说不定某一天就会成就神灵之位。并不是麦迪文。瑞文戴尔漂浮在半空，摇了摇头，叹道：“而是一个异界来的冒险者。”异界来的蝼蚁竟然能杀了你，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科尔苏加德眼中绿火猛地一亮。北风台原一战，他只是随手一挥便解决了100万异界冒险者，如今他的同伴竟然告诉自己，他是被一个异界冒险者击杀的。你确定不是在玩我？瑞文戴尔见其不信，沉声道：“我的实力是不如你，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那个家伙不光可以瞬发魔法，还能无视防御护甲。哦，对了，他叫神器。你要是不信，可以去豪风峡湾亲身体验一番他的强大。”话落，瑞文戴尔好整以暇地漂浮在空中。他知道科尔苏加德这个堕落的人类法师一定会去找神器的。无视护甲，瞬发魔法，瑞文戴尔，你成功让我兴奋起来了。科尔苏加德随手一招，下一刻，死灵之力将瑞文戴尔的灵魂吞没。瑞文戴尔心中浮现一抹不好的预感，道：“科尔苏加德，你要做什么？”科尔苏加德眼中绿芒更盛，病态的低吼道：“我要你与我融为一体，邀你一起见证那个叫神器的家伙如何死在我科尔苏加德的手里。”话落，科尔苏加德将瑞文戴尔的灵魂一口吞下。不，伴随着瑞文戴尔不甘的怒吼，原本就昏暗的天空骤然降下一道死灵风暴，黑色闪电滑落，哀嚎声不断在风暴中响起。死灵风暴尽数被科尔苏加德所吸收。这一刻，他的躯体瞬间膨胀起来。姐，我终于得到你了，我的实力更强了。伴随着科尔苏加德的咆哮声，黑色闪电如瀑布般下落，整个天空一片漆黑。豪风峡湾，此时防御工事已经彻底修建完毕，一道道防护法阵亮起璀璨的金芒。远方天空的异变吸引到无数人的注意力。林白目光闪烁不定，低声呢喃道：“科尔苏加德要来了，永夜，让我们的人退进防御工事中。”好，永夜点了点头。人群涌动，幻界军团全部退进了防御结界内。就在这时，漆黑的无尽之海上，一艘骷髅战船缓缓而来。当彻底停靠在岸边上时，上百万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玩家从骷髅战船上涌了下来，其中就包括了小日子不错国的天照公会、美丽国的世界霸主公会以及西方的欧联公会等等。100万玩家到来，整个豪风峡湾瞬间热闹起来。此时，天照公会在会长风尘无双的带领下，径直朝着林白走来。这一幕直接让周围的玩家纷纷露出看热闹的神色。我听说神器一来到豪风峡湾，就毫不留情的灭了上万名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小鬼子选手。嗨，是啊，一句废话都没多说，上来就啪啪啪几下，一个军团的人就没了。真有那么夸张？小鬼子的实力也不怎么样吗？被灭的公会在世界上排名第98，你说他实力不怎么样？你很有吗，兄弟？快别巴巴了，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在议论声中，风尘无双来到了林白面前，一袭血红色的厚重铠甲将完美身材衬托，他右手扶在剑柄之上，整个人看起来英姿飒爽。风尘无双展颜一笑，刚要说些什么，就在这时，跟在风尘无双身后的加藤鹰豪忽然跳出来嚷嚷道：“神器，我们无双会长！”还未等他说完，下一刻，加藤鹰豪忽然感觉到他的头颅竟然腾空而起了，瞳孔猛然放大，嘴里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任由自己的头颅自由坠下。在一番天旋地转过后，唰，红芒闪过，加藤鹰豪的头颅被一分为二，啪嗒，两半头颅掉落在地。
风尘无双长剑归鞘，带着深深的歉意，对林白说道：“是我管教不周了。”话落，风尘无双抬头看向林白，郑重地邀请道：“神器君，我终于见到你了，请与我决斗，好吗？”第107章，统御亡灵。强控。还未等林白说话，边上的吃瓜群众全都兴奋了。风尘会长是真刀真枪双人那种决斗吗？嘿，我有个朋友，他也想参与这样的决斗。我摊牌了，我就是他朋友。风尘会长，与我决斗吧！唰，红光乍现，出言不逊的玩家尽皆被拦腰斩为两段。不理会四周的哀嚎，风尘无双转头望向林白，眼中闪过一抹期待。我现在没时间理你。林白淡淡的说道。风尘无双这个女人是个好战狂，而且对胜负欲极强，自己会出手教训她，但现在不是时候。风尘无双露出不解的神色。此时，林白目光投向远方，远处的天空中，黑压压的乌云朝着豪风峡湾压落过来，让人有一种风雨欲来，十分压抑的感觉。很快，乌云遮挡烈阳，整个豪风峡湾黑压压一片，黑色闪电不断在乌云中闪烁，看起来无比骇人。此时，任谁都能感觉到这片乌云有些不对劲。科尔苏加德来了，林白喃喃低语道。他能感觉到一股极为强烈的死亡之力正隐匿在云层中，似乎准备随时对玩家们降下致命一击。吼！恐怖的龙吟声穿透云层。下一刻，一头长达数十米的巨大古龙从云层中现出身形，它通体狰狞骨骼，一团蓝色灵魂焰火在胸前熊熊燃烧。古龙悬浮在高空之中，俯视着下方的一切生灵。恐怖的古龙现身，瞬间让在北风台原战败的玩家们紧张万分。古龙不可怕，可怕的是古龙身后的那个家伙。卧槽！古龙追到这边来了，那岂不是说科尔苏加德那个变态也来了这里？我尼玛的，快退进防护结界中！谁说豪风峡湾安全来的？这不是坑老子吗？没想到我赵破天竟然在一日之间要死两次。在北风台原战败的玩家对古龙心生忌惮，一些斗志不高的纷纷躲避进了防护结界中。当然，不怕死的玩家还是更多一些。火球、闪电充斥着魔法能量的箭矢纷纷射向天空。0、10、90，零星的伤害数字飘起，能对古龙造成伤害的玩家寥寥无几。就算有上千的伤害数字飘起，那也只是杯水车薪。就在这时，古龙动了，一口炽烈的灵魂烈焰喷下，成片的玩家化为白光消失。古龙的属性受到召唤者影响，玩家扛不住伤害很正常。灵魂烈焰不断喷吐，一时间玩家损失惨重。就在这时，风尘无双红唇轻启，诚恳地说道：“神器君，这只古龙十分强大，我建议大家暂避锋芒，不要走出防护结界。你见过有几个真男人会畏惧困难？”林白淡淡地说道。随后，林白转头看向永夜，低声道：“一切按照计划行事吧，让打断组、虚弱组随时听我号令。等会亡灵大军出现的时候，就交给你们了。记着，尽量远程轰杀，如果亡灵大军贴近，击杀后一定要迅速离开骸骨堆。”好。永夜点了点头。林白刚要走出结界，下一刻，来自幻界军团的增益 buff 降临了。林白耳边传来一道道提示音：叮！增益提示：你的伤害增加 20%。增益提示：你的防御增加 20%。增益提示：你的技能冷却缩减 20%。层层光辉洒落，林白朝着永夜点了点头，径直走出了防护结界。下一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林白缓缓蹲下身，将右手按在了地上。嗡！空间内波纹闪烁，六芒星阵瞬间升起。吼！伴随着熟悉的低吼声，一头与天空中一模一样的巨型古龙从六芒星阵中走出。林白抬起头，看了一眼在天空中不断肆虐的古龙，缓缓开口：“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林白的声音回荡在这片空间，他驾驭古龙一飞冲天。天空中，雷霆之力疯狂涌动，一道刺目的电芒径直命中了古龙。科尔苏加德召唤物，雷霆万钧，74808，伤害数字飘起，一瞬间便吸引到所有人的注意力。此时，受到雷霆万钧的影响，古龙头上出现一个持续5秒的眩晕状态。下一刻，云层散开，一位浑身萦绕死亡之力的巨大身影从云层中现出身影。他身披深蓝色法袍，头生恶魔尖角，手中握着一根骷髅权杖。
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澎湃的死亡之力。你就是神器？大巫妖科尔苏加德。阶位：传奇级领主，天启4骑士之一。状态：精力旺盛。种族：亡灵族。等级：LV80。生命值：1500万，500百分号。法力值：3000万，500百分号。物理攻击力5万，500百分号。魔法攻击力30万，500百分号。光属性抗性加15000，暗属性抗性加15000，冰属性抗性加15000。略燃烧法力光环，随机对5名玩家使用法力爆裂，使其法力值快速消耗，并对周围30米内的所有玩家造成损失法力值的爆炸伤害。技能：灵魂锁链牵扯，控制5名玩家，并将其吞噬进自己身体中。摄魂吞噬目标灵魂，使自身获得目标 20% 属性加成，最多可叠加5层。持续时间24小时，冷却时间8小时。召唤亡灵，召唤亡灵生物为自己而战，拥有 20% 自身属性。持续时间：骸骨风暴让地面上的一切骸骨堆炸裂，对目标造成魔法攻击的真实伤害。禁咒：死神降临，献祭生命值，召唤冥界死神海拉的虚影降临世界，消耗 20% 生命值。持续时间10分钟。余下还有闪现、死亡之矛、死亡星星、灵魂收割等等技能，是一个非常难缠的法师型 BOSS。结，让我看看杀了瑞文戴尔的家伙到底有多么难缠。科尔苏加德挥动骷髅法杖，一根白骨长矛瞬间成型。还未等他射出来，下一刻，一种让科尔苏加德的灵魂都感到战栗的恐怖力量骤然爆发开来。统御亡灵，强控。第108章八光科尔苏加德。埃提耶什守护者的传说之杖，禁咒爆发，极致的死亡之力瞬间将科尔苏加德笼罩。不，伴随着不甘的低吼，科尔苏加德眼中绿火涣散，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林白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叮，统御亡灵强控现已生效，当前剩余时间10秒。10秒，足够了。林白心思如电，望着古龙脊背上的科尔苏加德，他嘴角微微上扬。最开始释放禁咒的时候，他也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毕竟科尔苏加德高达80级，能控制住几秒还真不好说。没想到还真能操控10秒以上，不扒光他还等何时？下一刻，在数百万玩家目瞪口呆的见证下，林白毫不客气地说道：科尔苏加德，把你身上的一切物品都放入空间戒指，然后交给我。伴随着林白一声令下，科尔苏加德眼中的绿芒重组溃散。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后，科尔苏加德朝着林白微微鞠了一躬，随后他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脱衣服，一件件装备急速脱下。科尔苏加德露出了光溜溜的骨架，随后他一把撸下了手上的戒指，将其抛给了林白。林白随手一招，将战利品尽数收入囊中。叮，恭喜你获得任务物品埃提耶什的法杖碎片传奇级，恭喜你获得装备双火之戒传奇级，恭喜你获得武器地陨传奇级，恭喜你获得武器搜魂者传奇级，恭喜你获得武器饥饿之寒传奇级，恭喜你获得略埃提耶什的法杖碎片。林白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这可是好东西。就在这时，提示音忽然响起：叮，恭喜你获得隐藏任务埃提耶什的法杖碎片，是否接受？是。林白直接点头同意。任务埃提耶什的法杖碎片，类型传说级隐藏任务，等级70。描述：埃提耶什守护者的传说之杖本来是最后一个秩序阵营守护者麦迪文使用的强大法杖，在一次大战中他不慎损坏了。后来科尔苏加德在野外探索时意外找到了这把已经破损的法杖。任务目标：前往青铜龙族找到修复办法。任务成功奖励：1埃提耶什守护者的传说之杖神级的线索；2金币7万；3经验10万；4青铜龙族好感度加5000。科尔苏加德，你还真是给了我不小的惊喜，收获不菲。林白觉得科尔苏加德顺眼不少。10秒后，科尔苏加德脱控，他眼中的绿火疯狂燃烧起来。你竟然会5等亡灵一族的高等魔法！这一刻，科尔苏加德莫名感到一丝恐慌，自己堂堂亡灵大巫妖，竟然被一个低等人类使用亡灵系禁咒给控制了10秒。要是这个人类的级别压过自己，那岂不是
自己很有可能直接永世臣服。这个人不能留。林白抬头看向科尔苏加德，玩味地说道：“你不觉得冷吗？”科尔苏加德神色一怔。就在这时，一阵寒风吹过，科尔苏加德只觉得自己躯干一凉。看清楚状况后，科尔苏加德瞬间暴怒：“你竟然扒光了我，把我的空间戒指还给我！”此时，科尔苏加德除了一副骨架外，浑身上下被扒了个精光，连底裤都被林白要走了。喂，你搞清楚好不好？这是你自己要给我的。林白笑着说道：“给我死！”科尔苏加德暴怒出手，抬手就是一大片死亡之矛，咻咻咻，死亡之矛齐刷刷的朝着林白袭来。天空中，林白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你现在装备全无，又能打出多少伤害来？刚刚他可是毫不留情的把科尔苏加德扒了个精光，没有法杖，装备的加成，你能破我防？”林白连闪都懒得闪。就在这时，死亡之矛降临了。bio bio 0 0 0 0，一连串伤害数字飘起，林白血条分文未动。科尔苏加德眼中绿火一闪，有些疑惑。要知道，他的魔法攻击就算没有法杖加成，也是很高的。在北风台原，他屠杀其他法师冒险家，那简直如同土狗一般。瑞文戴尔说的没错，这个神器果然强的有点可怕。就在这时，林白出手了，火球夹杂着暗影剑，铺天盖地的袭来。林白可不会跟这个家伙客气，起手就是一大片低级技能，这射得太快了，恐怕麦迪文在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他这么猛。面对呼啸而来的技能，科尔苏加德大惊，急忙让古龙挡在了自己前面。89769，暴击！ 89769，暴击！ 89769，暴击！ 89769，暴击！好！古龙吃痛，发出痛苦的哀嚎。原本蓄势待发的灵魂烈焰，在吃痛之下喷错了方向，又让一大群玩家灰飞烟灭。科尔苏加德脸色阴霾道：“难怪瑞文戴尔会死在你手里，是我小瞧你了。出来吧，我的孩子们，给我压碎他们！”话音落下，死灵之力快速朝着科尔苏加德汇聚，他要召唤亡灵大军。就在这时，林白眼底露出一抹狡黠，低声道：“变形术！”奥数光辉闪烁，砰！白烟闪过，气势滔天的科尔苏加德变成了一只大绵羊。咩咩咩！变形术就是这么的恶心，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此时，科尔苏加德也确实是给林白给恶心到了。作为一名大巫妖，他此刻却有些想要去啃草的冲动。林白没理会变成绵羊的科尔苏加德，手中技能不断，尽数轰击在古龙的躯干上。89769，暴击！ 89769，暴击！ 89769，暴击！ 89769，暴击！哦！古龙血量急速下降，由于科尔苏加德被变形，没有接受新命令的他只能被动挨打。十几秒后，科尔苏加德终于解除了变形状态。混蛋，这是你逼我的！科尔苏加德低吼道。还未等他有所动作，奥数光辉再次将其笼罩。变形术第109章，我要拿出真本事了！哦！科尔苏加德的古龙悲鸣一声，此时他的血条已经被清空，带着变成绵羊的科尔苏加德急速向着地面坠落。轰！古龙落地，尘埃四起。此时科尔苏加德还未从绵羊状态中恢复过来，在落地的一瞬间，他朝着一旁的野草欢快地跑了过去。灭！在欢快地啃了2口草后，科尔苏加德解除了变形状态。呸！你竟然敢如此羞辱我！我会将你的灵魂抽取，让你永世受到我的折磨。科尔苏加德恶狠狠地说道。作为一名统御100万亡灵的大巫妖，他何时受到过如此屈辱？这个仇必须要报！科尔苏加德伸出骨爪，刚要发动技能，下一刻，变形术！砰！灭！此时，防御结界中的玩家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观战的风尘无双以及诸多女玩家眼中更是异彩连连。我明知道不对，但为什么还有点想笑？笑啊，干嘛不笑？马德，科尔苏加德这个变态，在北风台原用死亡之矛捅了我的屁股，现在遭报应了吧？科尔苏加德真那么厉害，把你们北风台原那边都给灭尽了？我看也不怎么样嘛。他老恐怖了，随手一挥就杀了我们数十万玩家，那他怎么现在这么弱？此时，北风台原战败的各国玩家有些无语，心中却无比羡慕。神器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但是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没想到，还真是闻名不如见面。神器本人更变态，将他们杀得没有还手之力的科尔苏加德，在神器手中竟然如同一个玩物一般，被不断戏耍着。砰！白烟闪过，这一次变形仅持续5秒，科尔苏加德就恢复了本来的面貌。变形术虽然是强控技能，但是作用在同一目标身上3次后，所持续的时间将会大幅度缩短。在释放第4次的时候，将会直接出现免疫。此时，科尔苏加德平静了下来，他伸出骨爪，狠狠地按在了地上。下一刻，大地震颤起来，轰！滚滚死灵之气冲天上，原本漆黑的天空染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咔嚓咔嚓，一个又一个亡灵破土而出，大地剧烈地摇晃起来。短短的一瞬间，便形成一片亡灵海洋。咕咚，这么多亡灵，比在北风台原时多了不知道几倍。一旦亡灵被击杀，科尔苏加德又可以释放那个可怕的技能了。不知道防御结界能不能顶得住。结界内的玩家艰难地吞咽着喉咙，数百万亡灵身披黑色重铠，手持锋锐利刃，如同洪水一般涌来。这种场面让人非常震撼，百万亡灵一同冲锋，仿若要撕裂这片苍穹。神器，向我献出你的灵魂吧！科尔苏加德脸上露出病态的笑容。亡灵大军相伴，这是他的底气，亦是他的杀手锏。大军袭来，林白不以为意地笑了笑，冷声道：“不要以为就你可以召唤亡灵，要不是他用了统御亡灵强控，他完全可以用统御亡灵禁咒召唤一支媲美科尔苏加德的亡灵大军。不过，他还有召唤亡灵的办法。死亡降临，死亡降临，神级，召唤1万个拥有自身50%属性的亡灵，为自己而战。”六芒星阵浮现，1万个高大的亡灵生物从星图中走出，竟然还能召唤骸骨精英。科尔苏加德脸色一变，林白召唤的骸骨精英是比寻常亡灵士兵高出数阶的冥界怪物，他们自带技能比一般的亡灵生物要灵活数倍，真是诡异。这个法师超出了我对法师职业的理解。科尔苏加德恨恨地低语道。刷刷刷，黄光闪烁不断，林白消失在了科尔苏加德的视线中。就在这时，科尔苏加德忽然感觉到他的身后有无数炽烈的火焰元素朝自己袭来。闪现！科尔苏加德不慌不忙地发动技能，没想到他刚一落地，下一刻，一道黑影如枯骨之躯一样出现在了自己旁边。与此同时，一连6道黑色焰火朝着科尔苏加德袭来，赫然是林白的技能燃尽风暴。砰砰砰！359078，真伤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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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燃尽灼烧，血量瞬间蒸发一大截。呀！科尔苏加德发出一声痛呼，眼中绿芒闪烁不定。这个家伙竟然骗取了自己的闪现。此时，科尔苏加德察觉到一丝丝危险的气息。眼下，古龙阵亡，自己被扒了个精光，神器又难缠的要命，此地不宜久留。不过就这么退却，我无法跟巫妖王大人交代。科尔苏加德目光闪烁不定。就在这时，林白的燃尽风暴再度来袭。砰砰砰！359078，真伤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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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拼了！不拿出点真本事，看来我是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了。科尔苏加德眼里浮现一抹病态的疯狂。下一刻，一道血色诡异图案骤然出现在他脚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一道高额的伤害数字飘起，300万！禁咒召唤冥界死神，第110章冥神海拉，鲜血涌动，如同泉水一般从科尔苏加德骨干上流淌出来，血液洒落环形图案上，仿若被赋予了生命一般，又蠕动着回到了科尔苏加德体内。鲜血灌注，科尔苏加德躯体一片血红，他死死地盯着林白，病态地低吼道：“见证冥界之主的降临吧！”话音落下，滔天的海浪声响彻在所有人的耳边。下一刻，场景变换，无数玩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陌生的海岸上，月色皎洁，涛声不断，
海浪夹杂着腥臭的海风涌入鼻孔，诡异凄惨的哀嚎声不断从四周响起。放眼望去，一道道灵魂体缓缓没入大海，转眼便消失不见。如此诡异的情景让无数玩家感到自己仿若来到了传说中的冥界。卧槽，这是哪里？我们不是在豪风峡湾吗？有玩家惊恐地望向四周，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东西？顺着目光望向前方，此时大海边上一道庞大的黑影吸引到所有人的注意力。他露着玉背，有着诱人的背影，乍一看去似乎是一个绝色佳人正在沐浴。不过他太大了，随手一挥就引得怒海狂涛，怎么看都觉得有点诡异。就在这时，海面上的绝色佳人缓缓地转过了头。这一刻，所有玩家都看清了她的面容。她的脸一半如神一般温和美丽，而另一半却是和恶鬼一般腐烂狰狞。只见她随手一捞，成片成片的灵魂体被她握在手中，囫囵地塞进了嘴巴里。咯嘣咯嘣，灵魂残渣掉落。海拉一边咀嚼，一边将目光投向了海岸。冥界之神海拉，投影类型冥神，描述死亡女神，冥界的女王，同时司掌衰老与疾病。冥神，玩家们瞪大了眼睛。冥神身处冥域深渊，掌控死亡，怎么会被一个亡灵领主所召唤？这完全说不通啊！就在这时，科尔苏加德的身影出现在海拉肩膀上，他死死地瞪着林白，怨气冲天。冥神大人，请降下神罚，消灭这些异界人，尤其是那个叫神器的家伙，我希望你能将他碎尸万段，永世坠入冥域深渊。哦，神器是想让诸神哭泣吗？哈哈哈哈！海拉缓缓低语道。下一刻，他转头看向一旁，眼眸深处露出鄙夷的神色。科尔苏加德，看在你供出黑暗提灯的份上，我才让你得到召唤我的能力，没想到你竟然会为这种小事召唤我降临。一群来自异界空间的人类，竟然要劳烦自己出手，不觉得亵渎了他吗？这个……科尔苏加德讪讪一笑，刚要解释什么，就在这时，海拉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狰狞道：“看在你带来数百万仙嫩灵魂的份上，我出手也未尝不可。”腐蚀宝珠，超自然力量凝聚，成片成片的绿色宝珠朝着玩家挥洒而来。绿色宝珠带着极为强烈的腐蚀气息，铺天盖地袭来，一瞬间便命中了大量躲闪不及的玩家。滋滋滋，腐蚀声接连不断的响起，数不清的玩家被命中，他们朝着自己身体看去，眼中露出难以形容的惊恐。啊！一声声凄厉的惨叫传来，成片成片的玩家化作白光消失。永夜，让所有队伍不要走出防御结界，打断组和虚弱组，注意听我命令。林白通过军团频道快速说道。眼下，海拉气势正盛，即便只是一道投影，也不是其他玩家可以应付的了的。想要终止禁咒，让海拉投影消失，唯有击杀科尔苏加德。火球术，暗影剑。只见一片火球和无数暗影剑刷刷刷的从林白手中飞出，直接朝着科尔苏加德袭去。呵呵，海拉轻笑一声，刺耳的音波回荡在正片空间。只见他随手一挥，一道无形的力量被打出，林白击射而出的火球和暗影剑尽皆化为元素属性，消散在了空中。看到这一幕，观战的玩家们都懵在了原地。神器大佬的魔法被挡住了。卧槽，这就是神明的力量吗？仅仅一笑就让魔法能量溃散，可怕！我想回家。就在这时，玩家们发现林白竟然开始疯狂闪烁起来，每一次闪烁落下，就有数十道魔法技能挥出。就在玩家们有些不明所以的时候，一连串的伤害忽然从海拉头顶飘了起来。89769，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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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拉看了一眼被火球灼伤的手掌，眼中闪过震惊神色。作为一名至高无上的冥神，竟然被一个人类蝼蚁给伤到了。渺小的人类，你成功激怒了我！海拉分身手掌一挥，一条遮天蔽日的庞大触手骤然映入林白眼帘。唰！林白闪离原地。触手是海拉手掌所化，这种蕴含神力的物理攻击他接不下。元素属性和神力完全是天差地别，一旦被打上神力烙印，那基本就不用玩了，直接躺平等死就好。不过也幸好，这只是海拉的投影，要是真身在此，元素属性根本无法对海拉造成一丁点伤害，唯有神力才能将其击伤。轰！触手落地，整个海岸线瞬间分裂成两半，一股股炽热的熔岩从地底喷发而出，
你不过是用禁忌手段召唤来的投影罢了，在这里装什么真神？林白面露不屑。咕咚，结界内喉咙吞咽的声音不断传来，一众玩家欲哭无泪。神器大佬，你面对的可是明神虚影，咱能别激怒他吗？我们这帮难兄难弟可没你那种实力。不过此时，风尘无双眼中的异彩却再度泛滥，这让一旁的花花是只喵看得眉头直皱，小拳头握得紧紧的。你说我只是分身，不是真神？海拉双眼闭合起来，如神如魔的面孔慢慢划起一抹残酷笑容。黑暗能量翻涌，一道摇曳着黑火的提灯虚影自海拉身后浮现。黑暗提灯浮现，肉眼可见的星辰、皎月在这一刻全部消失不见，整个天地一片昏暗。卧槽，什么情况？我 TM 瞎了，那个灯笼是什么玩意？怎么连月光都能被其遮挡？别慌，大家别慌啊！流氓！视线一片黑暗，不明所以的玩家们无比慌乱。此时，黑暗提灯浮现，一团团黑漆漆的火焰自提灯中涌现八方。见此情景，科尔苏加德心头一跳，怒骂道：“该死的神器，乖乖的去死不行，非要激怒一个神明！”第111章，我的名字不是谁都可以叫的，在黑暗中迎接你的死亡吧！海拉的尖笑声回荡在整片空间。下一刻，林白忽然察觉到四面八方均有一道劲风袭来，闪现，唰！未等落地，林白手中一道璀璨的雷霆瞬间凝聚。嗡！刺目的雷霆刚要脱手，下一刻，黑色提灯一震，林白手上的雷霆之力瞬间消散。神器还真是让人棘手。林白闪离原地，心中不断思量着对策。黑暗提灯是一个特殊神器，拥有吞噬光芒、破坏元素结构、发射黑炎的特殊效果。想要让其失效，唯有在黑暗中找到它，并用物理攻击击碎它的能量屏障。否则一旦提灯中的黑炎爆发，这片区域除了海拉，将不会有任何生物存活，包括召唤者科尔苏加德。想到这里，林白一边闪烁一边快速说道：“永夜，让拥有视觉天赋的兄弟找到黑暗提灯。想要驱逐黑暗，得打碎他的屏障。等到屏障碎裂之时，就是科尔苏加德死亡的时候。”好，永夜点了点头，对工会成员下达了指令。很快，伴随着天赋技能发动，幻界里的一名游侠急切地说道：“黑暗提灯在坐标 93.45， 放箭！”得到确切位置，永夜直接下达攻击指令，一道道普攻箭矢齐刷刷地射向目标位置。bio bio bio，54000。33748， 32164， 33434， 31548，一连串伤害数字自黑暗中飘起，这让周围的玩家瞬间瞪大了眼睛。神器如此变态也就算了，怎么幻界工会现在的伤害也这么爆炸？连普通会员都能造成30000加伤害了。不过在想到林白和永夜的关系后，他们又释然了。林白和永夜关系那么好，随手送几件装备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想到这里，不少玩家露出后悔的神色。MD， 早知道我们也早点抱大腿好了。再来！永夜低喝道。一支支箭矢射出，黑暗提灯表面的屏障出现一道道裂痕。伴随着永夜射出最后一根箭矢，一声巨响突然传来，轰！爆裂声响起，黑暗缓缓退散。就在这时，林白瞬间打出6道黑色燃尽，黑色燃尽随着黑夜而去。此时，海拉也因神器被打破而陷入了5秒沉默状态。黑炎来袭，海拉眼中露出不屑的神色。这种黑色燃尽，在他看来就比寻常火球要强一点点，无非就是让自己受到一点伤害罢了。想到这里，海拉手臂幻化出数根触手，径直迎向了6枚燃尽，他要将其捏爆。眼看燃尽即将被触手遮挡，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下一刻，黑色燃尽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灵活穿过触手间的缝隙，直接朝着海拉肩膀上的科尔苏加德袭击去。该死的家伙！科尔苏加德暗骂道。这6枚燃尽的威力他是见识过的，不过眼下他根本无法行动，只能任由黑色燃尽射向自己。好在这黑色燃尽没有增幅，要不然我提。就在这时，林白瞬间开启了增益技能，燃烧能量法阵。我干！科尔苏加德惊呼道。砰砰砰砰砰砰！359078，真伤暴击！359078，真伤暴击！359078，真伤暴击
359078，真伤暴击！359078，真伤暴击！359078，真伤暴击！6枚燃尽，精准无比的炸裂在科尔苏加德脸上。此时，科尔苏加德的血量仅剩1/4左右。这是你逼我的！神器！本来我不想用这一招的，这是你逼我的！所有人都给我陪葬吧！科尔苏加德眼底闪过一抹疯狂，他伸出白色骨爪，狠狠地刺进了自己胸膛。噗呲，血液喷发，一股股精纯至极的白色血液自科尔苏加德胸骨内流淌出来，精血流失，他瞬间变得萎靡不振起来。献祭无知妖血，召唤冥神真身降临。白色血液洒落在海拉身上，海拉的身躯逐渐凝实，恐怖至极的神威荡向四方。黑夜弥天，惨绝人寰的哀嚎声不断响起。冥神彻底降临了。他冰冷的眼眸环顾四方，似乎有些不清楚为何自己会降临在这里。神威荡漾，恐怖的神识瞬间覆盖整个神器世界。这一刻，整个神器世界的生灵都感觉到了彻骨的寒意。远古之神，这里是神器星球。海拉惊呼道。就在这时，林白发现海拉的眼中竟然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似乎这个空间有着什么大恐怖存在一般。下一刻，一抹红芒自虚空中出现，海拉的神灵结界如同鸡蛋壳一般层层碎裂，柔和的红芒洒落，一道亦真亦幻的红色身影穿越无尽虚空而来。海拉，你越界了！悦耳动听的声音回荡四方，一道红色身影坐在了海拉头顶上，红色丝巾遮盖了她的容颜，绝美的眼睛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在看到林白的身影时，她的眼中亮起一道异样的神采。就在这时，海拉的声音不适宜的响起：“你听我解释，我是被迫受召而来。”红衣女子拍了拍海拉的头颅，缓缓开口道：“神器世界，神灵进入。另外，我的名字不是谁都可以叫的。第112章击杀冥神。”直升99级。不！海拉绝望的低吼道。作为冥界女王，无数人尊崇的冥神，她的本能告诉她必须立刻逃离这里，不然就算她是无数人惧怕的冥神，也会死在这里。海拉浑身神力涌动，无尽的灵魂自她躯体内涌出，疯狂地向着红衣袭去。呵！红衣女子轻声一笑，手掌轻轻拍落。下一刻，在无数玩家震撼的眼神中，海拉自头顶开始缓缓地坍塌起来。不！海拉惊骇地咆哮着，如神似魔的面孔惊恐万分。感受到死亡降临，她恒古不惊的心颤抖了。不要杀我！杀了我，整个冥界都会崩塌的。海拉疯狂求饶，想要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但是这一幕被无数玩家看在眼里，内心的震撼简直无法比拟。冥神真身现世，本以为这一波要集体凉凉，没想到来了一个更猛的红衣女子，仅仅随手一拍就把恐怖无比的冥界之主海拉给拍成了脑瘫。这个红衣女子得有多么恐怖？难道说她是传说中的至尊？死！无数玩家在这一刻倒吸了一口冷气。就在这时，玩家们忽然发现一抹黄光正在快速地朝着海拉接近。咕咚！神器大佬，他想做什么？有玩家近乎咆哮地低语着：“神器大佬，我们都知道你很勇，但也别犯傻呀，那可是真神，已经超脱了玩家理解的范畴。更何况，那个看不清面容的红衣女子是比真神还要恐怖的存在。虽说敌人的敌人很有可能是朋友，但你这么上，分分钟就给自己玩没了呀！唉，一介大佬就此陨落了。”无数玩家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林白。此时，海拉疯狂扭动着身躯，她的头颅已经彻底瓦解成飞灰，连求饶声都无法发出来。堂堂一介神灵，即将在100万玩家的注视下彻底陨落。就在这时，燃尽风暴伴随着一声低吼，6枚黑色燃尽自林白手中脱手而出。359078，真伤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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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海拉受到红衣女子的法则压制，围绕在海拉身边的神灵法则失去了它应有的效果，否则就算林白有真实伤害，也无法击伤冥神海拉。黑色燃尽射中海拉的躯干，一道提示音自林白耳边响起：“叮，你进入了战斗状态。”听到提示，
林白轻吁了一口气，随后有些心虚的看了一眼那漂浮在空中的红衣女子。嗨，想必这位美女应该不会介意吧？这么大个冥神被你杀了，可就白死了，还不如让我摸一下，给我调点装备。林白在心中嘀咕道。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要知道海拉可是神级8阶，高达108级的生灵，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作为冥神镇守一方冥界。身上的好东西，那不说多如繁星，也差不多了吧。而且最重要的是，神灵级怪物会掉落一种名为神灵精粹的稀有物品，这种精粹能帮助玩家加速自身与神器世界力量融合。这样的话，即便自己回到现实世界，也不会受到常规热武器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走这一步险棋的关键原因。接下来就看红衣女子的反应了，是就此生死重新开局，还是蹭一波神灵击杀，就看红衣女子的心情了。半空中，红衣女子目光充斥着笑意，一眨不眨地看向林白，略带俏皮的声音在林白脑海中响起。如果我说我介意怎么办？柔和的声音响起，让人如沐春风。林白脸色一僵，这红衣美女果然可怕，竟然连自己心中所想都知道。要知道自己上衣。想到这里，林白思绪戛然而止，眸光有些闪烁不定。好险，好险，我真有那么可怕吗？如沐春风的声音回荡在脑海中，红衣女子轻轻笑道。嗨嗨，林白轻咳了一声，小声嘀咕道，你都能徒手杀神了，想必海拉身上的玩意你也看不上，还不如让我蹭一蹭呢。红衣女子轻声一笑，随后她眼中闪过一抹狡黠，玩味道，蹭一蹭，你想蹭哪里呢？我有点好奇。闻言，林白嘴角抽了抽，都说女人流氓起来就没有男人什么事了，好像还真是这样。不过个红衣美女明显是超越神灵的存在，要是回答错了，分分钟凉凉。到了那时，可真是上天无门，下地也没门。就在林白思量该如何回答的时候，就在这时，无数道肉眼根本无法看见的细胞飞快地朝着深海涌去。如果能看到的话，会发现在那无数细胞中隐匿着缩小到极致的海拉。想跑？红衣女子冷哼一声，轻飘飘地挥出一道红芒，恐怖的法则力量骤然爆发，红芒洒落，落在了每一个细胞上。恐怖的气息升腾起来，原本柔和的红芒瞬间散发出恐怖的杀伐之意，无数被红芒沾染的细胞尽皆枯萎凋零。刺耳诡异的尖笑声响彻整个虚空，不过也仅仅持续了刹那，便沉寂了下去。整个空间恢复一片死寂，海拉那庞大无比的躯体彻底化为飞灰，统御一界的冥神海拉就这么的死了，死得很憋屈。下一刻，场景变换，黑夜退散，茫茫大海与无尽的幽灵消散，玩家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豪风峡湾。就在这时，一道映照诸天万界的提示忽然响彻在每一个生灵耳畔。叮！玩家神器在神器世界诺森德大陆豪风峡湾成功击杀 LV108级神阶8星冥神，特此公告诸天万界。与此同时，一连数十道金光自林白身上爆发开来。叮！你击杀了冥神海拉，神级8阶，获得经验值78.780分号，跨78级击杀，额外增加780经验。恭喜你升到97级，恭喜你升到98级，恭喜你升至99级，下一级所需经验33000万。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神器获得神级8阶冥神海拉首杀，获得奖励神灵币78万，获得首杀额外奖励随机技能箱神级1。诸天万界大喇叭石第113章神灵精粹，触发任务消灭远古之神。此时林白哪里顾得上这些，只见他一个闪烁便扎进了战利品堆里。茫茫的战利品中，一枚闪烁着紫色光辉的菱形晶体吸引到林白的注意力。神灵精粹，林白眼前一亮，唰，一个闪现直接将其拾起。叮！恭喜你获得绝世珍稀神灵精粹。神灵精粹使用后，你的本体将获得游戏内 25% 的属性强化。描述：神灵所掉落的精粹可服用4枚。东西到手，林白心中一喜，只要将其融合，我就可以放心安心的回到现实世界了。从神器世界降临以来，他无时无刻的都在抓紧提升自身实力，为的就是有一天回到现实世界后不会受到热武器的威胁。现在有了这枚神灵精粹，现实世界的常规热武器将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而神器世界中自己的所有技能也将会得到升华。此时，海拉掉落的战利品如同繁星一般散发着各色光芒。不过最瞩目的还是那些散发着神性光辉的物品，其中就包括那盏黑暗提灯。咕咚，神性光辉，那岂不是说那数十件装备都是神器？这都可以？卧槽啊！早知道我也打伤害，说不定也能分一杯羹。嫉妒使我丧心病狂，我承认，我 TM 眼红了。豪风峡湾，到处都是倒吸冷气的声音，无论是下国玩家还是外国玩家，在这一刻都红了眼睛，全都无比骇然地盯着地上的战利品。那可都是神级装备，任谁得到了都是镇国之宝。别说数十件了，哪怕仅仅一件都能让神器世界的各种势力抢破脑袋。疯了，真是疯了！嫉妒使人发狂，无数玩家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战利品，恨不得将它们尽数收入囊中。甚至一些眼红的玩家已经忍不住迈出了脚步。呵，清冷的笑声响起，让所有玩家身躯一震，就仿佛一盆冷水泼下，让人狠狠地打了一个激灵。咕咚，玩家们艰难地抬起头，看向在天空中漂浮的那抹红影，无不艰难地吞咽了下喉咙。这是在警告所有人，不要对这些战利品有非分之想。此时，很多人看向神器的眼神都变了。难怪神器会一到达这个世界便异军突起，原来在他背后有这么一尊大靠山。永夜双眼闪过一道金光，心中思绪万千。他早已敏锐地发现，神器似乎并不认识这个红衣女子。就当在场的众人胡乱猜测的之时，林白毫不客气地将所有战利品尽皆拾取。叮！恭喜你获得饰品黑暗提灯1 5阶神器，恭喜你获得武器灵魂之歌1 4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魔焰风暴法1 4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魔焰风暴腰带1 4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魔焰风暴护腿1 4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魔焰风暴头冠1 4阶神器，恭喜你获得饰品诡异雕像设计图1 3阶神器。海拉身上一整套神阶装备尽数被林白收入囊中，除此之外还有10数件2、3阶的各类神器，外加一张珍贵的神阶设计图。这一波收获惊人。此时林白心中暗爽不已，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自己赌对了。不过他心中还有个疑惑，那就是为什么红衣女子会帮自己阻拦其他玩家？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啊。带着疑惑的神色，林白抬头看向空中那抹红色亮影。没错，事情确实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红衣女子眼中神光流转，浅笑嫣嫣，轻声道：让你拿了这么多好处，自然不是白拿的。神器世界远古之神祸乱众生，不如你去将他们除掉可好？话落，红色神光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向林白。叮！恭喜你成功接受神级隐藏任务，消灭远古之神。任务：消灭远古之神。类型：神级隐藏任务。等级：100。描述：远古之神是虚空大军的延续，乃虚空势力在现实世界的具象化。为了阻止他们侵蚀神器世界，任务目标：请你击杀千眼之魔克苏恩、千喉之魔尤格萨隆、七眼黑羊亚萨吉、谦虚之神恩佐斯、黑暗帝国之刃萨拉塔斯。任务成功奖励：1、神器世界本源，击杀5大远古之神。林白眉头挑了挑，这5大寄生虫真要形容的话，那就是小强中的神灵。想要杀死拥有寄生能力和无尽寿命的他们，简直难如登天。这也是为什么前世那么多神灵出手，都未能将他们彻底消灭的原因。林白看完任务提示，嘴角一抽，他硬着头皮说道：能不能换个任务？就我现在这实力，就算是疯狂嗑药也杀不死他们吧。红衣女子察觉到林白所想，轻笑道：昊天神锤之主就这么的没有自信？那你以后如何抵挡来自诸天万界的强敌？又如何保护你所在星域的亿万生灵？第114章日曜神殿要10境界。漫天红芒，雾气昭昭，如细雨般洋洋洒洒落下。红衣女子身上一袭红裙随风飘动，红色眸子一眨不眨地看向林白，眼中闪烁着莫名的色彩。此时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你说的没错，上一世神器世界现世1年，次元裂缝大开，数不清的残暴猛兽通过次元裂缝降临，热武器失效，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全球近1半人口沦为怪物血食，尸骸遍地，鲜血染红大海，残缺不堪的人类尸体堆积成山，腐臭万里。
大地亦化作一片焦土，放眼望去全是疮痍。每每想到这些画面，林白都觉得心头很是沉重。他虽然从未想过做救世主，但那毕竟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当灾变来临之时，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可以超然世外，即便你成就了神灵之位也不行。更何况永恒神藏的入口就在蓝星，那里隐藏着成为至尊的秘密。想到这里，林白心中一叹，随后他抬头看向红衣，沉声道：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才能彻底消灭远古之神？看来你是想好了。红衣女子美眸一闪，随后巧笑嫣然道：远古之神嘛，想除掉也很简单，只要将他们5个本体一起放出，一起灭杀了便是。闻言，林白眼角猛地跳动2下，心中忍不住嘀咕道：这说的是人话，真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上一世，远古之神尤格萨隆脱困，无数等级100成就神灵之位的玩家，借助了至尊神灵遗留下的远古神器，才艰难的再次将其封印。这要是一次性释放5头远古之神，那还了得！神器世界不得打得天塌地陷，被黑暗彻底笼罩。不过就在这时，林白忽然看到红衣女子眼中的狡黠，似乎在等待着自己请教。林白抬手灭杀冥神的狠角色，怎么还调戏起来自己了？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不过疑惑归疑惑，姿态还是要做的。下一刻，林白诚恳地请教道：嗨嗨，请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红衣女子轻笑着摇摇头，极为轻柔地说道：极致的元素之力便可以对他们造成伤害，记住，是极致的元素之力。如果动用神力的话，他们不光不会受到伤害，反而会得到滋养。闻言，林白瞪大了眼睛，原来如此。林白脑海中忽然闪过一道灵光，难怪了，远古之神虽然号称古神，拥有近乎不灭的躯体，但他们终究还是由元素之力构成，也难怪上一世只有那些未成就神灵的顶尖玩家能对远古之神造成伤害，而那些成就神灵之位的100级玩家却拿远古之神束手无策，还得仰仗至尊神器才艰难地将它封印。原来是这样。想到这里，林白暗自沉吟道：虚空大军还真是创造了5头不得了的家伙。极致的元素之力吗？看来点亮第10层天赋树迫在眉睫了。想到此处，林白眉头皱了皱，有些心疼。之前他击杀的瑞文戴尔掉落了一件名为日曜神殿的秘境钥匙，使用后可在现实世界召唤日曜神殿降临。20到50级的玩家可通过神殿大门进入日曜神殿内部，从而进去里面探索秘境，获取海量机缘。不过没想到是，科尔苏加德阴差阳错的召唤了冥神海拉，然后红衣女子降临，他勉为其难的混了一波神灵手杀，结果自身等级一下从30级窜到了99级，获取海量精华的机会自己就这么的错过了。可恶，还想收割异界玩家的韭菜呢。就在林白有些肉痛的时候，下一刻清灵淡雅的声音自高空中传来：既然你这么有兴趣，那我帮你一把好了。伴随着一声轻笑，一道红芒自天空中洒落，叮！受到莫名伟力的强化，你的日曜神殿钥匙得到了晋升。听到提示，林白神色一怔，随后便是无穷的惊喜。他急忙将目光投向背包中，日曜神殿钥匙神级，级别1到99级，数量1，效果使用后，日曜神殿将在诸天万界现世，玩家通过考验后即可进入日曜神殿。描述：昔日至尊神灵所遗留，每个玩家只有1次复活机会。1到99级。林白抬头看向那抹红影，眼中闪过一抹异色。这小级别真叫你给卡得死死的，有一套，真是有一套。如果说秘境上限是100级，那么诸天万界中那些100级的玩家也将会降临在此处争取机缘。99级和100级虽然只有1级之差，但那却是无数人都难以越过的鸿沟。100级以上，玩家将会受到神使指引，前往神界接取成为神灵的试炼任务。一旦成功，肉身与灵魂将彻底突破人体枷锁，成就神灵之位。如果有异界100级玩家降临，那就不是他割韭菜了，到了那时他也会变成韭菜被人割。谢谢。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红衣女子的善意让他有些吃不消。其实他也是挺迷惑的，自己身上除了昊天神锤以外，也就外表帅气，身体天赋异禀不同于常人罢了。以红衣女子这样实力的选手，想要出手镇压自己，那不是分分钟的事。为何会如此照料？难道说真的看中了自己的天赋异禀？嗨嗨，不对，想必还是因为昊天神锤吧。想到这里，
林白刚想问问，为何铁匠林纳斯、村长以及虚空生物和其他 NPC 都认识昊天神锤的时候，红衣女子却挥了挥手，浅笑着开口道：“有些事情还是留待你自己去探索吧。记住，好好利用昊天神锤。”轻柔的话语回荡在耳边。下一刻，红衣女子随手一挥，林白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一道悦耳的提示音在所有身处诺森德的玩家耳边响起：“叮！天灾之怒，北伐军的召唤，世界任务现已完成，正在进行国家战功结算。叮！国家战功榜，贡献值第一，夏国 99.999%， 贡献值第二，美丽国 0.0001%， 贡献值第三，小日子不错国 0.0001%。 国家战功结算完毕，恭喜夏国玩家获得100倍经验增幅药剂1。叮！个人战功榜，贡献值第一，神器 99.888%， 贡献值第二，永业 0.022%， 贡献值第三，七月刑场 C 0.001%。叮！恭喜玩家神器获得国王嘉奖，请即刻前往暴风王国。第115章神级被动元素精通。世界公告一连刷新3遍，让一众还在坐船刚出发前往诺森德的外国玩家懵在了原地。马德 FK， 我们还没登场呢就结束了，这也太快了吧！还想趁着世界任务触发去见识见识神器是否如传言那般勇猛呢？这他娘的也不用去了，神器这家伙是真的猛。相比目瞪口呆的外国玩家，夏国玩家却兴奋地潮红了脸。干！白嫖了24小时的100倍经验啊！神器大佬，牛逼！当前位置：暴风王国王城。刷！林白回到了暴风王国。叮！恭喜你完成天灾之怒北伐军的召唤系列任务，创建军团，获得奖励金币50万，获得奖励经验500万，获得奖励神级装备自选相依，获得奖励神级设计图自选相依。听到提示，林白眼前一亮。这个任务本来应该在豪风峡湾防线，等维伦来了之后才可以交付，结果维伦还没等来到豪风峡湾呢，他这边就给亡灵军团干败了。不过还好任务完成了，要不然平白损失了2件神级装备。呼，看来以后得轻柔点才行，不能用力过猛，要不然受伤的十有八九就是自己了。林白摇头笑了笑，下一刻他的目光迫不及待地投向背包，击杀海蜡，他的收获可谓惊世骇俗。首先是首杀奖励，技能箱神级，数量1，使用可随机获得本职业技能书1本。林白将技能箱放在手中，心中忍不住有些激荡，不知道会开出什么好东西，带着期待的神色直接打开。八大神光闪烁，一本充斥着神性光辉的技能书出现在林白手中。元素精通神级被动，神级技能书，效果：精通元素力量的你可任意转换元素形态。介绍十分简单粗暴，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多打。不过此时林白眼中却爆发出惊喜的光芒，竟然是这个技能。与其叫它元素精通，不如叫它元素拟性。虽然是个被动技能，但在学习后，只要心中所想，便可自由改变元素状态。要知道，改变元素形态，这可是神级以上才能拥有的效果。不得不说，他这一波运气直接拉满了。运气不错，林白笑了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2手一拍。叮！恭喜你习得技能元素精通神级被动。提示响起，林白眼中爆起一股异芒，他能感觉到天地之间的各种元素对自己愈发的亲和起来。心念一动，一柄燃烧着的火焰长剑骤然在林白右手中出现，嘴角微微向上滑起，一团邪能之力瞬间包裹在他的左手上。不过效果却比火焰长剑要弱了不少，能量越是稀薄，所凝聚的元素便越弱，反之则越强。对此他也没什么好意外的，毕竟这里是暴风王国，能点凝聚出邪能之力就很不错了。此时林白肆意地转换着元素能量，刀枪棍剑弓依次出现在他手上。在把玩了一会后，林白嘴角露出一丝笑容。火墙！话音落下，一股熊熊烈焰凝聚的厚实墙壁出现在林白眼前，炽烈的高温一下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来。散！林白心念一动，火焰墙壁瞬间消散。这才叫做一名法师。林白满意的点点头，只是按照固定技能所学独条施法的法师，那算什么法师？真正的法师就应该操控世间元素，
全部为己所用才对，实力再度提升。林白心中喜悦不已。不过很快，他便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日曜神殿。他的等级和战力早就超过了蓝星所有玩家。不过，仅仅超过蓝星玩家还不够。要知道，日曜神殿是至尊所遗留，一旦开启，将会吸引诸天万界的玩家前来。到了那时，又免不了一番争斗。想到这里，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暗自沉吟道：进入了日曜神殿，一切以实力为尊。既然想进日曜神殿获取机缘，我得以无敌的姿态进入才行，要不然怎么把诸天万界的玩家当作韭菜来割？下一刻，林白径直将目光投向背包中的2件神级设计图，一件是冥神海拉所掉落，另一件是做任务所得。诡异雕像设计图，3阶神器，等阶，类型饰品，等级 LV70， 幸运值700，效果召唤一座拥有极强嘲讽力量的诡异雕像，强行吸收1000米范围内一切攻向你的伤害，受到伤害后反弹 70% 的伤害给目标。雕像生命值3000万，冷却时间1小时，持续时间3分钟。所需材料：炉岩炭7万，生命神石700，嘲讽图腾7000。描述：来啊，互相伤害啊！诡异雕像，这……林白脸色一黑。幸运值700，再经过昊天神锤一波100倍强化，幸运值直接减7万，过分了吧？就算自己和读者们一样帅，但幸运值降到这么离谱，还有法玩吗？听说幸运值低到一定程度也会触发某些意外事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林白盯着诡异雕像，目光有些闪烁。这东西属性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唯独就这个幸运值让他有点膈应。算了算了，掉落的东西果然没有自己选的靠谱。轻吁一口气，林白将目光投向刚刚获得的任务奖励——火焰地狱魔杖设计图，神级。第116章，强横的火焰地狱魔杖。此时，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中一个造型迥异的设计图上，一节枯木上漂浮着数枚火球，造型稍稍有些古怪。这是刚刚的任务奖励神级设计图箱子所开出来的火焰地狱魔杖设计图，神器，类型武器，等级 LV99， 物理攻击加16000，魔法攻击加18000，技能威力正 10%， 效果你的所有近战攻击都转化为火属性。特效，移动时在自己脚下生成火焰地带，持续10秒，对站在火焰上的目标每3秒造成1次伤害。攻击时在前方40米范围内随机位置降临10颗陨石，造成魔法攻击力点火焰伤害。内置冷却30分钟。所需炉岩炭20万，火属性陨石10万块，烈焰精华星号10万块，世界之树树干1。99级一星魔杖，除了物理魔法攻击力有点拉胯，其他属性直接拉满。技能威力增加，移动时留下火焰路径，攻击时每隔30分钟对前方降临10颗陨石。除了强真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查看完毕，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异芒，道：强化后我的攻击直接破100万，神灵不出，我几乎能只手遮天了。眼下只要锻造出这个魔杖，他的攻击力瞬间碾压众生。不过眼下我的其他属性还是有所欠缺，还是得想办法弄到神级设计图才行。有了，既然天灾之怒北伐军的召唤任务已经完成，我完全可以向国王索取一些物品。想到这里，林白目光投向远处一座雄伟的宫殿，那里正是国王所在的地方。但愿国王那里有点好东西吧。林白笑了笑，转身朝着宫殿走去。路上，林白打开背包，又一次查看了其余几件神阶物品。黑暗提灯，类型饰品，阶位5阶神器，等级 LV90， 幸运值9000，效果1，黑暗降临，召唤提灯至所在位置，持续期间万米内的一切目标将被笼罩在黑暗中，直到持续时间结束，持续时间30分钟，无法对高于自身 LV10 的目标生效。效果2，黑暗屏障提灯出现后自动生成一道1000万血量反元素护盾，用好了，这玩意绝对能让无数人感到恶心。想到这里，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狡黠，暗道：待到日曜神殿最后奖励结算，同时召唤诡异雕像和黑暗提灯，待黑暗笼罩神殿，自己在后面趁机摸鱼，嘿嘿，有点美妙。不过再看到幸运值9000，林白又有些嘀咕道：这幸运值是准备让我付10万？冥神海拉这个倒霉蛋，8成就是因为幸运付太多，结果才让自己发生了不祥。我可得小心点。林白暗自腹诽2句后，目光投向海拉掉落的武器以及一整套神级套装。灵魂之歌，
类型武器，阶位4阶神器，等级 LV70，物理攻击加660000，魔法攻击加700000，死灵之力伤害提升1000%。神器特效：召唤冥界无尽灵魂，向目标发动袭击，每道灵魂造成10万点真实伤害，持续时间每1万点魔力，持续时间加1秒，冷却时间24小时。描述：海拉自神灵禁地所获取的权杖，对灵魂拥有无法想象的控制效果。强是强了点，不过比火焰地狱魔杖差了不少。林白笑着摇摇头。通过昊天神锤锻造而出的1阶神器，即便是4阶神器都要黯然失色，而且这还仅仅是100倍，要是1万倍的话，恐怕传说中的至尊神器都要靠边站。将这2件锻造出来，再加上死亡降临饰品，只要再锻造2件神器，我的昊天神锤就可以解锁1倍增幅了。林白心中充满期待。随后他将目光投向海拉掉落的4件套装。魔焰风暴法衣，类型护甲，阶位4阶神器，等级 LV70，物理防御力加350000，魔法防御力加35000。套装属性：2件灵魂结界，你所受到的元素伤害减少50%。3件魔焰风暴，使用后将自身包裹在烈焰之中，立即对10米范围内的一切目标造成20万点火焰锋烈伤害，每秒损失100点法力值。4件吞噬灵魂，你可以吞噬周围的灵魂，为自己提高生命值上限，每道灵魂提高10%最大生命值，最高吸收10道灵魂。魔焰风暴护腿，4阶神器，等级 LV70，智力加70000，体力加70000。套装效果：略魔焰风暴腰带，4阶神器，等级 LV70，生命值加35000，法力值加35000。套装效果：略魔焰风暴头冠，4阶神器，等级 LV70，施法速度-700%，蓄力时间-700%，技能消耗法力-700%。套装效果：略在4阶神器中，这种套装属性只能算作一般。不过林白却表示理解。冥神海拉终年居住在暗无天日的冥域深渊，能凑齐一套完整套装，那都是不错的了。现在全部送给了他，真的是非常够义气了。林白笑了笑，随后将昊天神锤握在了手中，道：将火焰地狱和诡异雕像打造出来吧，然后再去面见国王，顺便再收拾一下希尔顿那个老家伙。希尔顿这个老小子，当初在自己弱小时还想打着正义的旗号欺负自己，要不是精灵族的罗拉出手，他可能真就栽到这老小子手中了。想到这里，林白挥动昊天神锤砸落，下一刻，一柄造型迥异的法杖和充斥着诡异色彩的图腾雕像轰然出现在暴风王国上方。第117章，神灵之下，我为第一。叮！火焰地狱魔杖1阶神器锻造成功，你的火焰地狱魔杖1阶神器获得额外效果，技能复制，神级1阶。叮！诡异雕像饰品3阶神器锻造成功，你的诡异雕像饰品3阶神器获得额外效果，预言，神级3阶。虚影消散，一句恒古苍老的话语忽然响彻在林白耳边：神性笼罩，昊天神锤即将现世，当前剩余2次。苍老的话语消散，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距离1万倍增幅只差2张神级图纸，这一刻终于快来临了。此时林白目光有些闪烁不定，道：如果国王的嘉奖里有神级设计图，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那只能从日耀神殿中获取了。低声呢喃过后，林白将目光投向刚刚锻造的2件物品。刚刚的锻造提示让他有些在意。火焰地狱魔杖，神器，类型武器，等级 LV99，物理攻击加1600000，魔法攻击加1800000，技能威力正1000%。效果略，特效略，锻造特效，技能复制。当你释放法术时，你有一定几率复制当前技能，并对目标造成同等伤害。技能复制，林白眼前一亮。如果说之前的火焰地狱魔杖只算作一般的话，在拥有了技能复制后，这把魔杖价值瞬间提升了10倍不止。拿燃尽风暴来说，一次性发射6枚火球，在经过复制后将会一次性发射12枚，等于变相对敌人多造成了6次伤害。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笑意，道：到底是昊天神锤出品，比神器原有特效
不知强了多少倍。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件物品——诡异雕像饰品3阶神器，等阶：类型饰品，等级 LV70，幸运值7万，效果略锻造特效。预言：装备后，每隔一段时间，你将会获得一则关于自身的预言。预言吗？林白两眼眯成一条缝隙。预言是只有神灵才会初步接触的能力，不过即便是神灵都不敢妄加预言一件事情，因为它涉及到了至高法则中的时间规则。一旦受到时间规则的影响，即便是神灵都极有可能一脚踏入时间漩涡，从而万劫不复。此时，林白目光有些闪烁，低语道：“似乎也没必要那么紧张，毕竟这是诡异雕像自带的预言，就算涉及到了时间规则，也不会作用到我身上。”想到这里，林白随手将背包中的装备进阶装备了上去。自身属性：焕然一新。ID： 神器，等级 LV99，经验值980万3亿3千万，职业元素主宰，生命值125万，法力值125万，物理攻击160万，魔法攻击187万，物理防御35万，魔法防御35万，幸运值7万9千，其他略属性全面提升。此时，林白看着自己稍稍有些爆炸的面板，嘴角忍不住微微向上扬起。除却那些带有秒杀性质的诅咒技能，他现在完全可以称为诸天万界神灵之下第一玩家。神灵之下第一玩家，林白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这还远远不够，一旦完成神灵试炼，成就神灵，自身的所有能力将会全方位提升，说是脱胎换骨也丝毫不为过。他现在虽然已经到达99级，但所运用的依旧还是元素之力，只有成为神灵，才能正式踏进虚无之界。到了那时，伟大的冒险才刚刚开始。想到这里，林白眼中燃烧起一团火焰。就在这时，一道紫色光芒忽然自他身上迸发而出，并在半空中凝结成一段神秘符文。叮！预言复仇，你将会在暴风王国击杀一个十分强大的敌人，他会掉落一个超越传奇级的物品。紫色符文消散，林白眼睛里闪过一道危险的光芒，暗道：暴风王国中唯有希尔顿这个老东西与自己有仇，想必搞事情的应该是救他吧。想到这里，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冷芒，道：等我从国王城堡出来，也是时候送你们父子去团聚了。当前位置：光明教会圣光大厅。此时，所有圣光教会的高层全部都坐在一个圆桌旁，就连一向傲慢无礼的希尔顿也一改往日的嚣张跋扈，神情肃穆地坐在那里。因为所有人都收到了消息，教皇大人要回来了。就在这时，漫天的金辉洒落，一道金光闪烁的人影光影自天空中缓缓落下，圣光荡漾，散落四方。一时间，无数光芒教会高层都觉得自己得到了升华。金光人影落在教皇圣椅上，缓缓地开口说道：好久不见，不知道我离开的这段时日，秩序阵营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教皇希尔顿有些欲言又止。金色瞳孔扫过，教皇本尼迪塔斯淡淡道：什么时候你希尔顿变得如此唯唯诺诺了？说吧，为你们扫平阻碍后，我便会前往神界，铸就神灵之位。此话一出，大厅内的所有高层纷纷露出兴奋的神色，他们的造神计划成功了。就在这时，希尔顿眼中闪过一抹恨意，低语道：秩序阵营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位叫做神器的冒险者似乎与远古神器。听到林白的名字，教皇本尼迪达斯的眼神顿时沉了下来，金色焰火不断闪烁，一股遮盖不住的杀意荡向四方，这让光明教会的一众高层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似乎教皇与神器之间有着什么深仇大恨，恐怖的杀意宛如实质。希尔顿愣神了片刻，一道挥之不去的念头在脑海中闪过，莫非教皇大人的儿子也让神器给杀了？第118章炸裂，火焰之拳。当前位置：暴风王国国王区。城堡内，一队队杀伐气四溢、穿着亮银铠甲的卫兵正在不停巡逻着。当林白踏入城堡大门时，能清晰地感觉到无数道警惕的目光朝着自己扫来。不过此时，一名身穿淡蓝色法袍的法师径直朝着林白迎过来，略带恭敬地说道：神器大人，国王陛下和光明教会希尔顿等10位大人已经酒后，您多时了。希尔顿等10位大人，林白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淡淡道：带路吧，请随我来。两人一路前行，待到一处转角时，法师布洛克忽然压低声音道：国王陛下说，
光明教会要对您不利，请您尽快离开暴风王城。这是国王大人让我转给您的嘉奖，谢谢你为东部王国所做的一切。”话落，法师布洛克从袖口中快速递过来一物，金光乍现。林白收到了提示，叮，你获得了极光之舞设计图一星神级。极光之舞设计图一星神级，类型手镯，等级 LV30，力量加350，体力加870，魔法防御力加460，光属性抗性加1200。效果：释放技能时，有 2% 的几率释放闪电攻击敌人，并使目标进入感电状态。攻击感电状态下的敌人，可附带1000点闪电伤害。锻造所需：可多次锻造25个无色大晶体，9个卡昆的铁匠铺使用券，160个下级元素结晶，300个特级硬化剂，9个蓝色大晶体，32个光晶石。一星神器。林白眼中闪过一丝意外，这恐怕是年幼的国王所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了吧。自从老国王去世，光明教会便逐渐渗透进了这个国家。年幼的国王势单力薄，很快便成为了傀儡。就在这时，布洛克摇了摇头，叹道：“光明教会是大，您还是尽快离去吧。”不过他眼中却闪烁着莫名的光芒。按照光明教会所说，神器应该才 LV30级才对，怎么连50级的自己都看不透神器了？难道说神器的等级超出了自己很多？就在这时，林白不以为意地笑了笑，他拍了拍布洛克的肩膀，轻声道：“没关系，走吧。”与此同时，王宫内，10位周身笼罩着莹莹圣光的身影安静地站立在王宫大殿中，他们的眸子闪烁金芒，一看就是将圣光之力运用得十分娴熟之人。希尔顿，你们这样对待一个击退亡灵大军的英雄，有些不妥吧？国王轻视手中的金色长剑，言语之中很是不满。国王陛下，神器勾结远古之神，意图对秩序阵营图谋不轨，击退亡灵大军并不能抵消他的罪过。希尔顿满脸淡笑地说道。更何况这个事情的真假还有待考察，我很难相信一个30级的法师能击退亡灵大军。要知道，瑞文戴尔和科尔苏加德可不是无名之辈。没错，远古之神关乎整个秩序阵营存亡，任何人胆敢勾结，我们都应该将其除之后快。一名背后有着金色光环的牧师冷声开口。王宫内10位圣光教会高层目光闪烁着异色，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国王放在眼里。哼！国王冷哼一声，不再言语。该死的光明教会！不过还好他提前找心腹去知会神器，让其尽快离开暴风王国了。国王陛下，你不会是派人知会神器，让他逃？希尔顿话还没说完，宫殿外忽然传来一道不屑的声音：“希尔顿，你这一把年纪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淡然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嘲讽味道。宫殿里，所有人都转头看去，看向周身环绕5色元素，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的男子。烈阳为其铺路，5色元素在身边交相呼应。待到希尔顿看清来者时，脸色骤然一变。神器 LV99， 这……希尔顿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此时，他真想破口大骂情报部门，消息传递的真是太不及时了。不过，光明教会高层齐聚，想必拿下神器应该问题不大。更何况自己的背后还有那个男人。希尔顿静下心来，冷笑道：“神器，你勾结远古之神，罪该当诛。诸位，随我一起出手，拿下这个罪恶滔天之人。”话音落下，10个光明教会高层顷刻之间打出10道炽烈的圣光能量，光辉粒子凝聚成剑，瞬间突破音速，带着锐不可当的气势从正面袭来。圣光剑映入眼帘，林白站在原地，淡漠地看向10名教会高层。下一秒，在对方难以置信的眼神中，林白硬生生地抗下了所有圣光剑。0伤数字飘起，10位光明教会的高层和国王瞳孔瞬间睁大。这是什么防御力？10大高层可都是90级以上的存在，就算是教皇也不敢说能用肉身硬抗他们一击。一时间，所有人都警惕地看着林白。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身上的装备是神器。希尔顿的话还没说完，林白的攻击到达了。只见他一拳轰出，一团由火元素凝聚的火焰拳头瞬间命中了希尔顿。负160万！轰轰轰轰！希尔顿倒飞了出去，在厚重的城堡墙壁上撞击出一个人形轮廓。轰！尘埃四起，林白瞬间发动位移技能，自墙壁出闪出，冷冽的目光径直投向希尔顿，一团火焰元素瞬间凝聚在拳头上。怎么会这样？希尔顿用手臂艰难地撑起地面，目光中满是惊恐。他真是想不明白，
不就是去了一趟诺森德吗？怎么神器的力量竟然会变得如此强大？下一刻，灵白的火拳对着希尔顿毫不留情地砸落。和你儿子团聚吧！火拳，轰！炽热的火焰拳头带着难以想象的高温袭落，厚实的城堡墙壁隐隐有着融化的迹象。这一刻，希尔顿恐惧了，他惊恐地喊道：“教皇大人，救我！”嗡！空间波纹荡漾。下一刻，金色圣光闪烁，一道厚实的圣光屏障瞬间将希尔顿包裹起来。轰！火焰元素炸裂，圣光屏障也哗啦一声应声而裂。与此同时，一道金色人影降临在王宫上方，金色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灵白，遮盖不住的杀意席卷四方。我们又见面了。神器第119章宣战。光明教会，光明教皇。灵白目光中充斥着玩味道：“怎么，不用陪你的老相好尤格萨隆了？”光明教皇居高临下，眸子中金色火焰熊熊燃烧，似乎想要将灵白焚烧殆尽。在冷笑着看了一眼灵白后，他催动圣光来到了半空中。下一刻，光明教皇对着灵白怒喝道：“神器，你伤我光明教会之人，又与远古之神勾结，你是想与光明教会为敌，想与整个秩序阵营为敌吗？”圣光浩荡，在光明教皇有意加持下，整个暴风王国的玩家和 NPC 都听到了这句话。事关神器，无数玩家停下脚步，露出好奇的神色。神器大佬不是刚刚才成为功臣，解决了亡灵军团吗？怎么回过头来，似乎成了整个秩序阵营的敌人？秩序阵营这是翻脸不认人了，真不要脸！就在这时，天空中另一道声音瞬间让所有玩家和 NPC 愣在了原地。教皇心智缺失，已成为远古之神尤格萨隆的爪牙。我神器现在向光明阵营宣战！灵白的声音回荡在整片天空，他驾驭古龙直接冲天而起，与光明教皇远远地对峙着。一时间，所有玩家和 NPC 都呆滞在了原地。原本热闹无比的暴风城瞬间安静了下来，无数玩家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卧槽！神器大佬牛逼！一人向整个光明教会宣战。咕咚！这神器大佬刚刚蹭了个名声，回手就要灭光明教会吗？神器大佬不会是秀逗了吧？光明教会在暴风城根深蒂固，实力超群，一旦打起来，秩序阵营的其他势力也会出手吧？就凭神器大佬一个人，这不是作死吗？卧槽，还 TM 看热闹，快溜啊！一旦他们两个干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时间，无数玩家和 NPC 骚乱起来。无论是光明教皇还是神器，这两人一旦打起来，那对整个暴风城都是毁灭性的。到了那时，随便一个不明 AOE 都能要了他们的小命。人流朝着城外狂涌而去，一些初临暴风城的玩家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向外跑去。当他们得知灵白向光明教会宣战后，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这实在是太疯狂了，以一己之力对抗秩序阵营中数一数二的强大势力，真是让人血脉喷张。下一刻，10尊金色身影冲天起，站立在教皇两侧，如同11个太阳般在天空中散发着炽烈的金芒。神器，你该死！希尔顿目光中满是杀意，要不是教皇出手，他这一刻都凉透了。一个99级法师就想对抗我光明教会，我该称赞你勇气可嘉，还是自不量力？背后带有神环的牧师冷声道。林白笑了笑，低语道：“一群伪善者，既然你们不先出手，那我就不客气了。”话音落下，除了光明教皇以外，其余10人眼中全部露出一丝凝重。希尔顿刚刚差点被干掉，可还历历在目。莫要惊慌，只精通秩序之力的法师罢了，他不是我的对手。光明教皇沉声说道。呵呵，林白轻声一笑。下一刻，在光明教皇阴沉的眼神中，5颗颜色各异的能量法球忽然出现在林白身后，分别代表着秩序、死灵、生命、暗影、邪能，唯独没有光明之力。就在这时，林白心念一动，一把碧绿色的能量长弓和一支漆黑无比的能量箭矢出现在他手中。下一刻，林白瞬间发动攻击，充斥着暗影力量的箭矢激射而出，笔直的射向希尔顿。圣光屏障！教皇本尼迪塔斯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眼前这个法师已经超乎了他的预料，他真是从未见过能同时运用5大尖端力量的人。轰！暗影箭矢狠狠撞击在金色屏障上，还未等希尔顿松一口气，下一刻，漫天的黑色箭矢降临了。轰轰轰轰！接连不断的撞击让圣光屏障变得岌岌可危，伴随着如镜面破碎的声音响起，一连数道黑色箭矢
笔直的插在希尔顿胸口。负16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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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希尔顿望着胸口的箭矢，脸上满是难以置信。明明教皇就在他身边，明明他即将成为下一任教皇。我不甘心！伴随着不甘的低吼，希尔顿的身躯瞬间炸裂开来，残缺的尸体自空中落下，天空下起漫天血雨。此时，整个天空一片寂静，无数玩家和 NPC 都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喉咙。要知道，光明教会盘踞在暴风王国已有多年，他们在这里那是绝对的权威，但凡敢挑战他们的人，没有一个能落得好下场。神器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光明教会下任教皇，狠狠打了现任教皇本尼迪达斯的脸。这下，光明教会与神器将会不死不休。你竟然杀了希尔顿，你罪恶滔天，圣光一定会制裁你。希尔顿被杀，其余9位高层全部震怒，他们愤怒地咆哮着，身上的圣光能量愈发璀璨。与此同时，一道充满炽烈杀意的任务忽然映入所有玩家眼中。叮！光明教会教皇本尼迪塔斯发布复仇任务，凡是参与围剿神器者，将获得光明教会奖励金币1万；史诗级装备1件，击杀神器者将获得光明教会奖励神级武器4阶1传说级装备9件，并奖励隐藏职业圣光制裁者。此任务接取后即时生效。第120章，与我为敌，那你就乖乖去死吧。复仇任务。在看到任务提示的那一刻，无数不知情的玩家都愣住了。光明教会对神器大佬发布了阵营必杀令，这么刺激的吗？一时间，无数玩家连忙打开任务详情查看起来。在看到任务内容后，无数玩家都笑了。噗哈，光明教会不会是脑子有泡吧？想拉玩家去给他们陪葬吗？可不咋的，这任务谁接谁脑残。嘿嘿，没准有头铁的呢。世界频道上一片嘲笑议论声。玩家们真是不知道光明教会哪里来的自信，竟然膨胀到想去追杀神器大佬，这不是在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吗？就在这时，有人在世界频道上忽然惊呼道：卧槽啊！神器大佬幻化长弓，一下射穿了希尔顿。光明教会大主教希尔顿凉了，死！不愧是神器大佬希尔顿，那个90多级的 NPC。 消息传出，世界一片哗然，不少好事的玩家开始寻找传送阵，准备前往暴风城观战。希尔顿陨落，无数被希尔顿所迫害的 NPC 心中暗自叫好，不过他们不敢表露出来，怕日后被光明教会清算。神圣之火，神光冲击，神罚之锤，神光惩戒。除了教皇外，其余9位光明教会高层全部含怒出手。原本祥和纯洁的圣光能量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力量。信仰之跃，一名光明教会女圣骑士手持金色圣剑，在空中急速朝着灵白袭来。金色圣剑上圣光流转，在这名圣骑士有意加持下，金色圣剑猛地迸发出璀璨至极的金光。神光回旋斩，伴随着一声娇喝，无数道飞速旋转的剑光朝着灵白挥洒过来。金色剑光闪烁，连空气都被切割开来。见到这一幕，有 NPC 惊呼道：神光回旋斩，死！他是光明骑士伊瑞尔，不说他去镇守黑暗边界了吗？怎么忽然回到了暴风城？据说他的实力早已和光明教皇不相上下，看来神器这一次真是做大发喽。圣骑士伊瑞尔的实力与其美貌不相上下，他的出现让 NPC 们激动不已。不过玩家们的神色却有些怪异，不就是一个长相出众的女性圣骑士？瞅把你们给激动的，就这种货色，分分钟就得被神器大佬给按倒。林白看向扑面而来的金色剑光，眼中元素之力刹那间凝聚。下一刻，一柄风属性凝聚成的无影剑自林白手中幻化而出，他的目光中闪过一道寒芒。斩！伴随着林白低吼，他手中的风属性无影剑刹那间斩出无数次。林白眼前无数风属性能量剑刃交织成一张大网，径直迎向金色剑光。轰轰！天空中能量爆炸声不断响起，接连不断的锋刃将所有金色剑光崩碎。林白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无数看不见的风属性能量刃瞬间脱手而出。怎么会这样？光明骑士伊瑞尔倒吸一口冷气，难以置信地惊呼道：你竟然能斩碎我的神光回旋斩！这不可能！光明骑士伊瑞尔紫色瞳孔猛然收缩起来。神光回旋斩是由神圣力量所凝聚，拥有超音速回旋特效的属性技能，怎么会被他斩碎？伊瑞尔，小心！急促的怒吼声从身后传来。
不过为时已晚了，灵白的风属性剑刃已近在眼前，虽肉眼不可见，但伊瑞尔依稀能感觉到无数劲风朝着自己斩来。如果扛不住，恐怕自己会落得和希尔顿一个下场。伊瑞尔咬了咬牙，快速咬破自己的手指，鲜血洒落。伊瑞尔怒吼道：“神圣意志，大天使降临！”空间波纹荡漾，一股浩瀚的神圣之力横跨天地，猛地从穹顶上方降临。伊瑞尔身后澎湃的神圣之力化作一个手持16亿大天使，16亿大天使羽翼一震，圣辉光芒洒落，灵白随手展出的风属性能量剑尽皆破碎。16亿大天使随手一挥，一道由圣光凝聚的金色十字架对着灵白镇压而来。灵白不闪不避，眼睛化成一片漆黑，一股股如同涓流般的黑色液体自他身上流淌而出。随后，黑色液体如同海啸一般冲天起，迎向金色十字架。滋滋滋，圣光与暗影交互，发出刺耳声音。不过，令无数人惊叹的是，那漆黑如墨的暗影之力不光抗下了16亿天使的一击，还隐隐占据了上风。这一幕让无数人瞪大了眼睛，就连光明教皇也不例外。他满脸阴沉地看着灵白，一股股精纯的圣光之力不断朝着手心汇聚。如此浓郁的暗影之力，你果然是邪恶之人。圣骑士伊瑞尔瞳孔中闪过一丝厌恶，他能明显感觉到灵白身上的暗影之力十分强大，甚至比他所接触的黑暗生物都要强。轰！炸裂声传来，圣光十字架与暗影之力消散，恐怖的元素之力荡向四方。一时间，暴风城内房屋坍塌一片，就连厚实的国王宫殿都出现了数道裂痕。灵白扫了一眼地面的惨状，暗道：继续在城里战斗，恐怕整个暴风城都会毁掉。更何况光明教皇那个老小子一看就是在凝聚大招。在冷冷扫视了光明教会诸人一眼后，灵白驾驭着古龙朝着远处的一座山脉飞去。他能感觉到在那里有炽烈狂暴的火元素在涌动，在那里战斗的话，他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升。哪里跑！伊瑞尔身后的16亿大天使羽翼一震，刹那间化作一道金芒冲了上去。不知死活！灵白眼中闪过一道冷芒。就算你貌美如花，是个女人又如何？与我敌对，那你的下场就只有一个字：死！下一刻，数道由火元素凝聚的巨大拳头猛然轰出，砰！急速冲来的伊瑞尔躲闪不及，被火拳打在了胸口，整个胸部的金色铠甲顷刻之间融化，露出一大片雪白，就连他背后的16亿大天使都受到了震荡。负160万，负160万！鲜血从口中喷吐，瞬间便被火元素蒸发。要不是最后关头16亿大天使用羽翼挡下了灵白的拳头，伊瑞尔直接就被灵白轰杀了。轰！伊瑞尔掉落在地面，砸出一个人形大坑。16亿大天使在失去圣光能量的加持后，彻底消散不见。去！伴随死亡能量涌动，灵白随手甩出数只白骨长矛，长矛袭落，惨叫声传来。啊！第121章半神级，光明教皇！惨叫声从地底传来。与此同时，系统提示自灵白耳边响起：叮！你击杀了光明圣骑士伊瑞尔，光明阵营好感度仇恨 max。从灵白火拳命中伊瑞尔到白骨长矛袭落，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直到这时，天空中的光明教会高层才反应过来，他们的脸上失去往日从容，变得有些阴沉不定起来。希尔顿和伊瑞尔先后战死，这让剩余的8名高层心中有些打退堂鼓，因为谁也无法预料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教皇，出手吧！只有动用我教神器，才能降服此等罪恶滔天之人。看到伊瑞尔胸口刺入的白骨长矛，所有光明教会高层都有些胆寒。一群废物！光明教皇本尼迪塔斯阴沉着脸，并没有贸然出手。通过刚才的战斗，他早已察觉到灵白很不对劲。4亿幻化能量武器，周身环绕5种尖端力量，这简直如同神灵一般。不，即便是神灵，都未必有他操控的力量多。不过自己也不是没有底牌。神器，你肆意挑战秩序阵营，投靠远古之神，你真以为我无法将你拿下吗？光明教皇的声音充斥着审判意味，他直视着灵白，目光中满是森然杀意。又当又立，你可真够虚伪的。灵白冷笑道。光明教皇能够脱困，这说明他已经彻底被远古之神控制了心智，化为了远古之神尤格萨隆的爪牙。事到如今还摆出一副虚伪光辉的模样，真让人觉得恶心。神器，接受审判吧！光明教皇眸光中金芒四溢。下一刻，一柄金色权杖
在他手中出现，正是光明教会的镇教神器——圣灵之怒七星神器。嗡！圣光洒落，光明教皇周身亮起炽烈的金色光辉。此时，他宛如一个太阳般照耀了整片天地。与此同时，一道生有36翼的神圣大天使自光明教皇身后浮现。神圣大天使现世，浩浩荡荡的威压笼罩八方，无尽圣光洒落，如烈阳般照耀大地。大地裂出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成片成片的山脉融化成河。城墙上，无数围观的玩家感受着远方传来的炽热，都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喉咙。还好神器大佬远离了暴风城，要不然我可能已经无了。我怎么记得希尔顿只能用神器召唤18翼天使，教皇一出手就是36翼，还真是强。废话，要不然怎么当教皇？完了完了，36翼大天使都出了，神器大佬是不是要凉了？此时，无数玩家露出后悔的神色。早知道刚当接任务好了，再不济也能混一件史诗级装备和1万金币。审判！光明教皇神情中满是庄严，只见他抬手一挥，下一刻，36翼大天使动了，一根金光璀璨、耀目至极的长矛从他手中投掷过来。唰！金色长矛刚刚脱手，瞬间消失在空中。下一秒，林白眼前的空间忽然剧烈的波动起来，黑洞浮现，金色长矛破碎虚空，带着无尽锋芒而来。林白目光中一片淡然，低语道：“诡异雕像。”伴随着林白发动饰品技能，一尊栩栩如生、散发着紫褐色光环的奇异雕像忽然出现在林白前方。轰！金色长矛刺入，恐怖的伤害数字飘起，负200万。就在这时，紫褐色的光华冲天起，突破一切阻挡，照射在了光明教皇身上，负140万。伤害数字飘起，光明教皇的属性呈现在林白眼前。光明教皇本尼迪塔斯，阶位半神级牧师，未进阶，种族人族，等级 LV100，生命值9859万9999万，法力值89.8万100万，物理攻击力57万，魔法攻击力90万，神圣属性抗性加1000000，暗影属性抗性加1000000。略七星神器圣灵之怒，运用圣光之力召唤神界天使虚影降临，持续时间3分钟。圣光亲和光环，使用圣光法术时获得100%额外增益效果。当前启用。暗影亲和光环，使用暗影法术时获得100%额外增益效果。当前未启用。技能：圣光剑，向目标发射一枚圣光箭矢。神圣之心，投掷一颗神圣之心，治愈路径上的所有目标。净化邪恶，用圣光净化目标，清除目标身上所有负面效果。复活术真言术，盾神圣之手能量灌注治疗导言神圣守护。作为一名牧师职业，光明教皇并不擅长战斗，他更擅长在后方治疗队友。除非他不顾一切动用远古之神赠予他的力量，化身成为恐怖暗影牧师。不过林白知道，眼下的光明教皇应该是挺难受的，因为一旦转化为暗影牧师，那圣光教会的七星神器他将再也无法催动。到那时候，没了神器的光明教皇几乎跟个废物没什么两样。就在这时，数道金色圣光闪烁，绿色数字从教皇头顶飘起，加1000000，加2000000，治疗暴击，治疗光辉闪烁，教皇血量被瞬间抬满。还未等他们再次发难，林白出手了，一盏黑暗提灯击向高空。下一刻，万籁俱寂，整片天地失去色彩，黑暗笼罩大地。第122章黑暗笼罩，尽数击杀。叮！黑暗提灯生效，万米内的一切目标视线丧失，剩余时间9分59秒。提示响起。此时，光明阵营的8位高层脸上满是惊慌，他们所有人已尽数被黑暗笼罩，在黑暗提灯特殊效果压制下，连圣光都无法庇护他们。唯独光明教皇在36翼天使的庇护下，视线没有彻底丧失，但也只拥有不到1米的视野。护盾层层缠绕，他将自己裹成了一个粽子，生怕突然受到林白袭击。在黑暗中迎接死亡吧，林白淡淡的低语道。此时，方圆万米都笼罩在黑暗下，唯独他的视野没有任何影响。接下来就是猎杀时刻，这一次他要将光明教会连根拔起。燃烧！能量法阵，两大增益开启，林白手中瞬间跳跃出6枚黑色燃尽，一颗颗黑色燃尽在手中跳动，炽热的温度让光明教会高层愈发慌乱。谁也不知道
那炽热的元素能量会不会倾泻在自己身上？下一刻，六枚燃尽拖曳着黑色尾焰脱手而出，径直朝着背负神环的牧师袭去。就在这时，林白耳边传来悦耳的提示音：叮！火焰地狱技能复制生效，你的燃尽风暴已被复制。与此同时，六枚黑色燃尽再度在林白手中出现。你们可真够倒霉的！林白笑着摇摇头，随手一挥，这复制出来的六枚燃尽朝着另外一名牧师射出。砰砰！负748万，暴击加伤！负748万，暴击加伤！啊啊！神环破碎，两名牧师接连发出2声惨叫。惊慌失措的他们被林白直接秒杀。叮！你击杀了光明牧师蒙多。叮！你击杀了光明牧师伊洛。击杀提示传来，林白根本没有在意，手中交替出现各色元素能量，闪电、狂风、火焰交相呼应，如同奔流一般涌向四散奔逃的6名高层。砰砰砰！啊啊呀！惨叫声接连响起，余下的6名教会高层被林白接连诛杀。此刻，林白的杀伐果断让无数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哪怕相隔甚远，都抑制不住心中的那份恐惧。一连击毙10名光明教会高层，神器大佬，这是将秩序阵营的天都给捅破了。难道说神器大佬不光要向光明教会宣战，还要向整个秩序阵营宣战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这雄伟的暴风王国都将会荡然无存。此时，教皇本尼迪塔斯内心也有些发冷，原本以为是群虎逐狼，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种局面。10大高层全部战死，唯有自己依靠神器才活到现在。不过神器的持续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该怎么办？想到这里，教皇本尼迪塔斯怒吼道：神器，你杀戮我秩序阵营精英，整个秩序阵营都不会有你容身之处。不过由于视线丧失，他不知道林白的方位，背对林白怒吼的他有些滑稽。林白笑了笑，玩味的低语道：我在这边呢。不过林白并没有靠近光明教皇，36翼天使的攻击很高，自己现在这副面板抗不下他的伤害。话音刚落，下一刻，金色长矛瞬间破碎虚空，直接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刺去。长矛刺落，一道金芒自顶端激射而出，落在了远方的山脉中。轰！山脉消失，无数怪物在金光下丧生。不过在这一击后，36翼天使的身影明显变得虚幻了不少，眼看就要消失了。雷霆万钧！林白眼中闪过一抹狡黠，挥手释放出一道闪电，闪电袭来。死！教皇本尼迪塔斯不闪不避，怒吼着刺出长矛。就算他心中清楚，林白或许早已离开了原地，但那也不得不刺。万一命中了呢？轰！负187万，伤害数字飘起，而本尼迪塔斯也刺了个空。林白早在发动雷霆万钧的时候就离开了原地。与此同时，一道金光自本尼迪塔斯身上亮起，将雷霆万钧所造成的昏迷效果驱散。就在这时，无数只由暗影之力所构成的能量剑从四面八方激射而来。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视线丧失，暗影剑又完美涌入黑暗，使得本尼迪塔斯的血量瞬间下降了10%。该死！教皇本尼迪塔斯暗骂不已，急忙挥出圣光对自己进行治疗。神圣之手，加120万，加220万，暴击治疗，加120万，血量恢复。不过本尼迪塔斯心中并不平静，他对神器的成长速度感到恐惧。上一次见面时，这个法师才几级，如今竟然成长到能威胁到他这位半神的地步，真是匪夷所思。本尼迪塔斯眼中涌现一抹疯狂，我可是即将成为神灵，获得永恒寿命的存在，我不能死在这里。想到这里，本尼迪塔斯疯狂催动神器，命令36翼天使带着他朝一个方向急速飞去。该死的家伙，等我成就神灵之位，定要灭杀你！一边逃窜，本尼迪塔斯还不忘放2句狠话。你跑不掉的。林白笑着摇摇头，真要是直接朝着一个方向逃跑就能让黑暗提灯失去效果的话，那这盏黑暗提灯怎么可能会被称为神器？林白目光中满是淡然，远远掉在光明教皇身后，丝毫没有要出手的意思。他在等待，在等36翼天使消散，等待光明教皇释放暗影。到了那时，就是光明教皇本尼迪塔斯的死期。轰轰轰！36翼天使手中长矛横扫，成片成片的山脉化为虚无。本尼迪塔斯的脸色越发的阴沉起来，凭借着36翼天使的急速，他完全可以瞬间突破黑暗才对。
怎么都过去几十秒了，他竟然还在黑暗之中？斩！给我斩！本尼迪塔斯怒吼道。想象中的斩击没有落下。就在这时，一道充满玩味的笑声从背后响起。林白淡笑道：“不跑了。”本尼迪塔斯脸色难看的回过头。此时，36亿天使不复存在，他的视线陷入一片黑暗。不过他能感觉到，在那黑暗之中，数之不尽的暗影能量正朝自己激射而来。第123章，出最亮的场，挨最毒的打。治疗导炎。光明教皇脸色一变，在给自己释放了一道持续恢复技能后，急忙闪离了原地。不过林白的暗影剑矢就如同复古之驹一般，接连不断的轰击在光明教皇身上。bio， 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转瞬间，林白便打出了让人惊惧的秒伤。不过他手中丝毫没有停歇，此时的他宛如一个永动机般，一道道暗影剑矢疯狂地朝着光明教皇射去。咻咻咻的剑矢声不绝于耳，视觉丧失的光明教皇宛如一个活靶子。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看到光明教皇被林白按在地上疯狂摩擦，这让无数玩家嘴角眼角狂跳。不是这光明教皇这么渣的吗？真就被动挨打呗？这可能就是出最亮的场，挨最毒的打吧。嗨嗨，也许光明教皇就喜欢这个调调，只不过不为人知罢了。此时，光明教皇脸色无比阴沉，一边不规则的移动走位躲避技能，一边不断给自己恢复血量。他心中早已将林白恨透了。作为光明教会教皇，他曾几何时受到过如此屈辱？神器，等待黑暗消退，就是我化身暗影牧师将你击杀之时。bio， 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治疗导炎，加100万。治疗导炎，加200万。治疗暴击，加200万。治疗暴击。此时，黑暗剑矢不断洒落，绿色治愈光芒不断升起，场面一度陷入僵局。不过，相比林白的轻松惬意，光明教皇的脸色却很是难看，因为他的法力值快见底了。就在这时，黑暗消散，整片天地恢复一片晴明。视线恢复，光明教皇眼神中带着熊熊烈焰，恶狠狠地看向林白。不过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红色、绿色、黑色的魔法技能，扑面而来的技能雨将光明教皇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他急忙躲向一旁。bio， 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暗影转换，怒吼出声，光明教皇本尼迪塔斯的瞳孔瞬间由金转黑。在无数玩家和秩序阵营 NPC 震惊的注视下，原本被圣洁光辉笼罩的光明教皇绽放出极致的暗影之力。这一刻终于来了，我要你死！光明教皇稍一抬手，一柄由纯粹暗影之力所凝聚的黑色巨爪狠狠地朝着林白扣落。暗影之爪，林白不躲不闪，目光充斥着玩味，淡笑道：“是啊，这一刻终于来了。”黑色爪子凌空拍落，狠狠地撞击在他身上，想要将其拍成肉泥。轰！巨型爪印深入大地，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在地上出现。就在这时，一道伤害数字飘起，0。这怎么可能？光明教皇瞳孔一阵收缩，倒吸了一口冷气。自己释放的技能竟然没有对神器造成一丁点伤害，这 TM 的是在开玩笑吗？不对，神器的装备有古怪，亡灵刺绣，灵魂在其上涌动，这难道是冥神海拉的神器套装？光明教皇瞳孔放大，指着林白的手有些颤抖，颤声道：“冥神海拉的神器套装怎么会穿在你身上？难道你击杀了冥神？”就在这时，一道让光明教皇站立的想法在脑中油然而生：“你一直在等待着我转换形态。”林白笑了笑，没有理会光明教皇，而是瞬间发动了闪现。在一番闪烁过后，林白来到了光明教皇眼前，称赞道：“不愧是教皇大人，反应还挺快的。我很好奇，无法动用神器的你，能在我的攻击下坚持多久呢？”话音落下，数道全形火焰猛然轰出，砰砰！光明教皇躲闪不及，被瞬间轰飞了出去。负160万，负160万！轰！光明教皇撞击在远处的山脉上，整个山脉都崩碎了。本尼迪塔斯挣扎着从坑洞中爬起来。就在这时，林白的攻击再度袭落，这一次是无数支暗影箭矢。bio， 负187万，负187万，
负187万。此时的光明教皇只能被动挨打，神器圣灵之怒更是无法动用，因为圣灵之怒是蕴含无尽圣光的神器，与暗影之力相斥，将身躯转化为暗影的光明教皇彻底失去了圣灵之怒的控制权。燃尽风暴，燃烧！林白毫不留情地出手，6道黑色燃尽连成一条黑线，全部轰击在光明教皇身上。负748万，负748万，负748万，负748万！爆炸伤害飘起。正当最后2枚燃尽，即将了结光明教皇时，一道燃烧烈焰的红色熔炉忽然从天而降，将光明教皇笼罩了进去。轰！火焰四射，炽烈的高温将地面融化。林白眼中闪过一道异芒，低语道：“矮人族神器，炎魔熔炉。”第124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天空红彤彤一片，地面融化出数条岩浆洪流，几十米高的炎魔熔炉熊熊燃烧，它如同一座火山，散发出无比炽热的高温，让人离得很远就感受到难以形容的灼痛感。林白2枚黑焰燃尽，落在熔炉上，瞬间被吞没殆尽。炎魔熔炉，好东西啊！林白望向熊熊燃烧的火炉，眼中露出一丝火热。炎魔熔炉与圣灵之怒一样，都是7星级神器，不过炎魔熔炉却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可以让佩戴者免疫一切火焰伤害。想到这里，林白目光闪烁不定起来，暗道：日曜神殿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降下日灼光斑，不及时躲避至安全区域内的话，会瞬间受到无视防御的灼烧伤害。如果我带着炎魔熔炉回到现实世界，进入日曜神殿又多一份保障。此时林白望着炎魔熔炉的目光愈发火热起来。如果矮人族敢多管闲事，那他可就不客气了。送货上门，岂有不收的道理？林白将目光投向远方，远处的峡谷中尘土飞扬，大地传来阵阵轰鸣，似乎有大军正在奔袭。与此同时，炎魔熔炉消散，光明教皇的身影出现，他看向林白，眼神中满是仇恨。下一刻，一个骑乘着巨型野猪、身着厚重铠甲、戴着精致头冠的大胡子矮人从远处的峡谷中冲了出来。他飞奔至光明教皇身旁，在查看了光明教皇的状况后，略带威胁地说道：“神器，你还不住手？难道你真要与整个秩序阵营为敌？”矮人王安威马尔的声音回荡在这片区域，在他身后是无数骑乘獠牙野猪的矮人大军，似乎只要林白敢说一个不字，大军就会倾巢而出，将林白碾成碎片。与整个秩序阵营为敌？林白摇头笑了笑，脸上满是玩味。下一刻，他的目光骤然变冷，语气淡漠地说道：“就算为敌又能如何？你以为我会在乎？”伴随着话音落下，林白身边的魔法能量疯狂涌动起来，无尽的冰霜之力瞬间汇聚，乌云盖顶，冰霜降临，整个暴风城区域都下起了鹅毛大雪。此情此景，这让无数玩家眼神中露出一丝向往，举手抬足，挥动天地之力，这不是正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力量吗？相比玩家们的兴奋，无数 NPC 却感觉到了恐惧。谁也没想到，原本的诸魔之战竟然演变成对抗整个秩序阵营。刚刚的战斗明显表明林白有覆灭整个暴风王国的实力。就在这时，矮人王安威马尔怒喝道：“秩序阵营需要光明教皇成神，只有他成为神灵，我们的子民才会受到庇护，才不会受到异界生物的侵扰。”异界生物的侵扰，林白低语着，眼中闪过一道道画面。那一日，蓝星的天空上，次元裂缝大开，无数黑暗生物涌入蓝星，大地破碎，高楼崩塌，坦克战车成为废铁，战斗机在天空中被撕裂爆炸，导弹起飞，大地满目疮痍，被黑暗生物啃食的残缺尸体铺满城市街道。而这一惨剧的始作俑者就是光明教皇本尼迪塔斯。每每想起这些画面，林白都觉得呼吸有些沉重，那可都是如他一般活生生的人类。下一刻，林白双眼泛红的抬起头，一字一顿说道：“本尼迪塔斯必须死，谁阻我，我杀谁。”话音落下，安维马尔眼中闪过一道冷芒，只见他稍一抬手，呜呜，震天的号角声忽然响彻整片天空。下一刻，无数工程弩车带着令人心颤的呼啸声，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朝林白落下。就在这个时候，矮人王安威马尔一马当先的朝着林白扑来，在他身后是随他一同冲锋的矮人洪流。林白缓缓地闭上双眼，低语道：“我敬佩你们的英勇，不过我的耐心已经没了。”呢喃之间，火属性能量和暗影之力不断朝着林白汇聚。几秒后，一柄长达40米、
燃烧着黑炎的紫色妖刀出现在他手中。与此同时，林白猛然睁开双眼，手中的紫色妖刀毫不留情斩出，禁咒暗炎烈刃斩，恐怖的妖刀横贯天地，带着斩尽一切的力量，朝着矮人大军斩去。这时，矮人王安威马尔瞪大了双眼，这种力量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紫色刀芒瞬息即至，让人根本无法做出反应。这一刻，安威马尔和矮人大军眼中只剩下3道璀璨至极的紫色刀芒，刷刷刷，3道紫色刀光在矮人大军中疾驰而过，去势不减地斩向远处山脉。下一刻，在玩家和 NPC 惊悚的目光中，光明教皇以及身后的矮人大军如同割麦子一般齐刷刷倒下，鲜血喷涌，数不清的矮人被斩成2段，整个战场如同人间地狱。紧接着，让人倒吸冷气的伤害数字齐刷刷飘起：-2082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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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万。受到火焰元素500%增幅，暗炎烈刃斩瞬间爆发出让人惊悚的伤害。这一幕让无数玩家和 NPC 心头狂跳不已，就连在一旁观战自始至终都默不作声的少年国王眼中都露出惊怖的神色。一刀之威，恐怖如斯。这一刻，所有人都望向成为光杆司令的矮人王安威马尔。此时，战场中只剩下矮人王安威马尔还存活着。受到炎魔熔炉的保护，他只受到了来自暗影能量的伤害，但他带来的数十万大军却被林白给灭尽了。嗡，能量波动散去，紫色妖刀在林白手中缓缓消散。无数站在远处观战的玩家和 NPC 瞳孔都收缩到了极致，恐惧，无比的恐惧。数十万大军在他们眼前灭亡，远处的山脉更是被拦腰横斩，坍塌不断。轰轰轰，山脉倒塌的声响不断传来。安威马尔艰难地转过头，在看到满地的矮人族尸体后，无边的怒火遮盖了心中的恐惧。他恶狠狠地看向林白，满是悲怆的怒吼道：“神器，你屠我数十万矮人勇士，我与你不同待天！”炽热的火焰能量爆发，炎魔熔炉化成一柄巨型火焰战锤，出现在安威马尔手中，让火焰净化一切。安威马尔的声音中充斥着无边怒火，他挥动火焰战锤，带着炽热狂暴的烈焰朝林白狠狠地砸落。林白目光一冷，刚要动手，就在这时，浓郁到极致的生命之力爆发，一棵参天大树骤然自林白面前降临。轰！火焰巨锤撞击在参天大树上，整片空间剧烈的扭曲起来，地面崩塌，无数裂纹疯狂朝四周扩散，一条条深不见底的沟壑，岩浆翻涌，俨然一幅末日景象。就在这时，一道挥洒着金光的身影忽然从天而降，在扫了一眼遍地死尸、杀意冲天的安威马尔的后，他苦笑着看对林白说道：“能不能给我个面子？”第125章，面子可以给，但东西得留下。维伦竟然来了！林白目光中闪过一抹诧异。维伦不是应该在守护世界之树吗？此时，维伦漂浮在半空中，满脸苦笑地看着林白，不过心中却十分惊叹，神器的成长速度真是太快了，快到让他难以置信，快到让整个秩序阵营都要为其低头。就在这时，安威马尔绕过参天古树，眼中满是疯狂的怒吼道：“维伦，神器屠我数十万子民，这个面子就算是神来我都不会给，他必须死！”安威马尔怒气冲天，理智几乎全部丧失。他以为维伦那句话是对他说的。见此，林白笑了笑，揶揄道：“维伦，这可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而是他想要弄死我。维伦，要不是你一瞬间灭了人家数十万人，安威马尔怎么可能会不死不休？”杀！安威马尔拎着战锤就要上，维伦苦笑着摇摇头，打出一道光辉，拦下了愤怒的安威马尔。维伦，休要阻我！今天神器必须死！安威马尔怒不可遏。如果我将你的族人尽数复活呢？维伦淡淡的说道。复活？安威马尔眼中的猩红褪却不少，激动道：“你说的是真的？”是。维伦点了点头。如果你能将我的族人和光明教皇复活，我可以给你这个面子。安威马尔看向林白，恶狠狠地说道。他真是恨极了眼前这个家伙。维伦。此时，饶是以维伦的性格，都忍不住有些皱眉。矮人族以脾气暴烈著称，但安威马尔明显是被气昏了头，难道看不清眼前的状况吗？维伦叹了口气，刚要开口，就在这时，林白忽然冷笑道：“安威马尔，你可真是做梦！”下一刻，
林白眼神骤然变冷，一股股惊人的死灵之力瞬间汇聚在他的手上。唰唰唰，一番闪烁后，林白来到光明教皇尸体前，那布满死灵之力的手掌毫不留情地拍落。砰！林白手掌按向光明教皇尸身，死灵之力瞬间疯狂涌入。禁咒统御亡灵！轰！死灵之力爆发，冥界之门大开，无尽的哀嚎声自耳边传来。下一刻，在维伦和安威马尔震撼的眼神中，一道与光明教皇长相一模一样的灵魂体自冥界大门中走出，在迷茫地看了一眼四周后，他径直躺进了自己的尸身中。1秒后，原本死去多时的光明教皇缓缓地站了起来，不过他的眼神没有一丝光彩，而是散发着晶莹剔透的蓝色光芒。光明教皇来到林白面前，缓缓地单膝跪下，恭敬道：“主人，吾本尼迪塔斯，聆听您的召唤。”这一刻，维伦脸色骤变，喃喃低语道：“召唤亡灵。”林白这么做算是直接断了光明教皇的复活之路。你安威马尔也震撼得说不出话来。维伦苦笑着看向林白，叹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秩序阵营这一次算是损失惨重了，光明教会已经被连根拔起，要是矮人王安威马尔也死在这里，那秩序阵营将会瞬间分崩离析。闻言，林白冷声说道：“维伦，面子我可以给你，但安威马尔必须把炎魔熔炉给我留下，要不然我不介意自己身边再多一个亡灵版安威马尔。”此刻，林白终于是不耐烦了，但凡安威马尔敢说个不字，那他会瞬间雷霆出手，将炎魔熔炉缴获。5种尖端力量不断凝聚，一道五彩的能量漩涡在林白身后出现，整个天空昏暗无比，但谁都能感受到那能量漩涡后蕴藏的可怕能量，一旦倾巢而出，对谁都是一场灾难。见此情景，维伦脸色一变再变，还未等他开口，安威马尔猛地抬起战锤，指向林白。作为一名国王，他将数十万矮人族埋葬在这里，已是罪孽深重。苟且偷生，那将会是他一辈子的屈辱。唯有战死在这里，陪他们一起上路。安威马尔战意高涨，目光坚定地低吼道：“作为一名战士，我有着自己的尊严，我安威马尔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来战吧！”神器。闻言，林白目光中闪过一道异芒，这让他想起了上一世面对异族入侵死战不退的人类勇士。他心中虽然有些敬佩，但该拿到手的东西一定要拿。呼！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越过参天古树，看向远处铺满大地的矮人尸体，嘴角慢慢向上勾起。有了！下一刻，林白神色淡漠地低语道：“安威马尔，不知道你会不会对自己的子民出手？”你说什么？安威马尔浑身猛地颤抖一下，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林白玩味一笑，冷声道：“不如我将死去的矮人族统统转化成为亡灵，让他们与你一战吧。”话落，林白身后的能量漩涡，死亡之力奔腾而出，如同一股洪流，朝着远处的尸体涌去。第126章炎魔熔炉，拿来吧你！死灵魂力遮天蔽日，裹挟着无比阴冷的气息，朝着矮人族大军扑去。住手！安威马尔大吼道。下一刻，他松开了手中的火焰巨锤，咣当，火焰巨锤变为一个熔炉的模样，掉落在地上。在这一刻，什么狗屁秩序阵营，什么誓死捍卫战士尊严，全部被安威马尔抛诸脑后。一旦矮人族大军被林白复活成亡灵，那数十万矮人族将会彻底失去复活的机会。再想到他还要与成为亡灵的族人战斗时，安威马尔妥协了。他失魂落魄地说道：“神器，你赢了。”唰！林白发动技能，快速将炎魔熔炉拾起。叮！恭喜你获得炎魔熔炉7星神器，东西到手。林白眼里闪过一抹笑意。刚刚死灵之力爆发那一幕，也不过是他在吓唬安威马尔。禁咒的冷却时间可是很长的。不过维伦也挺上道，没有揭穿自己，要不然还真没办法糊弄安威马尔。想到这里，林白朝着维伦笑了笑。维伦先知，帮矮人族复活吧，应该还来得及。好，维伦点了点头，手掌一翻，一团团充斥着浩瀚生命之力的绿色光团从维伦手中飘向四方。生命绽放！伴随着维伦一声低吼，无数光团涌进了矮人族大军尸体。下一刻，在安威马尔复杂无比的眼神中，一个个矮人族从地上挣扎着站起身。他们望着眼前熟悉的情景，有些许迷茫。不过在看到林白的身影后，每一个矮人族的脸上都露出敬畏的神色。紫色刀芒闪过，身边的战友连哀嚎声都没发出来，就全部死去，真是太恐怖了。
林白笑了笑，也不在意，反正本尼迪塔斯也死了，炎魔熔炉也到手了，接下来就是收获战利品的时刻。10大光明教会高层，外加一个教皇，想必战利品会很丰厚吧。在冲维伦点了点头后，林白径直发动了闪现技能，望着林白远去的身影，维伦叹了口气，他拍了拍矮人王安威马尔的肩膀，低语道：“不要有什么压力，有他在秩序阵营只会更安全。”安威马尔有些不甘地说道：“炎魔熔炉可是我矮人族传承上千年的传承品。”闻言，维伦笑了笑，身体逐渐消散在半空中，不过他的声音却回荡在安威马尔耳边：“那你去将他抢回来吧。所料不差的话，下次再见面，恐怕我会见到一个亡灵安威马尔，还真是蛮期待的。”安威马尔。此时，一道黄光不断闪烁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林白正在将战利品一件件拾取。叮！恭喜你获得武器圣灵之怒7阶神器，恭喜你获得武器真理守护者1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光明使者战铠1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光明使者手甲1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光明使者战盔1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光明使者腿甲1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光明使者披风1阶神器。战利品收入背包，不过林白却有点微微皱眉。除却光明教皇身上有一套完整的神器外，其余10大高层掉落的东西，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完全可以用穷到家形容。本尼迪塔斯，你这也太穷了吧！林白盯着光明教皇，目光中有些不善。他还以为能在光明教皇身上得到神级设计图呢，这样的话，他就能在进入日曜神殿之前将昊天神锤解锁至万倍增幅了。结果这本尼迪塔斯也是个穷鬼。亡灵本尼迪塔斯脸上露出一丝尴尬，带着歉意说道：“光明教会并没有想象那般富柔，我们现在留存的装备也是经过多次传承才保留下来的。”林白叹了口气，知道本尼迪塔斯没有说谎，作为他的召唤物，现在的本尼迪塔斯绝对忠诚。不过林白也没有气馁，等自己回到现实世界，将日曜神殿召唤出来，到那时会有大量诸天万界 LV99级的玩家前来，到时候把他们全都洗劫掉就是了。基数越大，自己获得神级设计图的几率也就越高，而且就算打劫不到也没事，日曜神殿内的神级 BOSS 和地图宝箱都会有极高几率掉落设计图，完全不慌。昊天神锤解锁万倍增幅的契机就在日曜神殿中。林白目光闪过一抹期待，低声呢喃过后，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他要查看下炎魔熔炉的属性。炎魔熔炉类型武器饰品，阶位7阶神器，等级 LV90， 战锤形态物理攻击加890000，魔法攻击加300000，力量加1000000，体力加1000000。饰品形态免疫一切火属性伤害，锻造武器装备时成功率正 100%。 特效形态转换自由转换炎魔熔炉形态，冷却时间5秒。描述矮人族传承上千人的镇族神器，对锻造装备有难以想象的好处，锻造成功率正 100%。 难怪上一世那么多玩家跑去矮人族锻造，即便花费再多代价也在所不惜。不过这东西跟自己的昊天神锤一比较，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林白笑了笑，昊天神锤把锻造所需材料都无中生有了，单从这一点就无敌。查看完毕，林白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了背包中的宠物蛋，宠物蛋不断的晃动着，似乎有什么东西正等待着破壳出来。见到这一幕，林白笑着低语道：“差点把你这个小家伙给忘了。”刚要开启，就在这时，预言再度触发了，紫色光环笼罩。林白收到了提示，受到霉运影响，你的宠物已濒临死亡。第127章神级9星，不死神皇。看到预言提醒，林白眼角挑了挑，看来79000幸运值还真不是闹着玩的，自己的宠物蛋竟然受到了影响。林白摇摇头，随后将宠物蛋取在手中细细观察起来。宠物蛋神级1星，当前状态濒死状态，可强化。描述开启后随机获得一个宠物，濒死状态，还显示可用昊天神锤强化，倒是有点意思。林白目光有些闪烁，这枚宠物蛋可是神级的，就这么平白的死掉，实在是太过可惜。也许昊天神锤能让他有什么转机吧。想到这里，林白不再犹豫，直接在背包中催动昊天神锤，径直朝着宠物蛋砸落。轰！
昊天神锤撞击在宠物蛋上，迸发出一圈圈金色光芒，原本有些丑陋的宠物蛋变得金光四溢起来。与此同时，一道提示音自林白耳边响起：叮，你的宠物蛋获得强化。啪咔，伴随着一声脆响，宠物蛋应声而裂，一道如同骄阳般的火团自宠物蛋中冲天起，火光映照了这片区域，炽热的高温如浪潮一般袭来，成片成片的森林燃起熊熊大火。天空中，一道长达数千米的巨大凤凰虚影映照在天空之上。林白抬头望向空中，心中有些惊讶，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什么生物。不死神皇。话音未落，下一刻，天空中的凤凰虚影缓缓消散。就在这时，那如同骄阳般的小火团朝着林白疾驰而来。唰！不死神皇速度极快，眨眼间便落在了林白肩膀上。烈！不死神皇轻靠在林白的脸颊上，亲昵地蹭了蹭。直到这时，林白才细细打量起这个小家伙一眼。不足30厘米的身长，看来有些袖珍，但他的躯干却散发着难以想象的炽热高温。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吧。林白笑了笑，旋即呼唤出不死神皇的属性面板。不死神皇，等阶神级9星，主人神器，等级 LV1，经验值0100，吞噬火焰精华提升等级，生命值10000体力资质满，每级加10000血量，法力值10000法力资质满，每级加10000法力，防御100防御资质满，每级加100防御，攻击力100，攻击资质满，每级加100攻击，速度100速度资质满，每级加100移速。种族技能野蛮生长，每3级解锁一个天赋技能。当前解锁天赋涅槃重生，战死时不死神皇将涅槃重生，每12小时生效一次。装备栏空。看完属性，林白倒吸了一口冷气，惊叹道：这也太强了，资质属性全部拉满，自带复活天赋，关键是每3级就获得一个天赋，这也太强了吧，不愧是神级9星。林白目光中闪过一丝火热，昊天神锤真是给了我太多意外，愈发的想要将你解锁完备了。原本这枚宠物蛋是神级1星，还半死不活的，在经过昊天神锤强化后，竟然一跃成为了神级9星，这可真是给了林白一份惊喜。不过这个小家伙竟然是靠吞噬火焰精华来提升等级，这样一来，那些火焰精华就得全部给他留下了。林白摇头笑了笑，没想到他的宠物竟然还得和他抢东西吃。不过也没什么，一旦将不死神皇培育起来，战力定然是不可小觑，这可是神级9星。就在这时，林白忽然注意到不死神皇的状态栏下方竟然有3个空着的装备栏，还能穿戴装备。林白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上一世他曾获得过一只传奇级宠物，但却没有这个属性，能穿装备也好，省得在战斗时他再不小心挂掉。不过可惜小家伙级别太低，要不然把光明教皇的神器套装给他穿上。无奈的摇摇头，林白随手呼唤出锻造技能，再将3件100倍增幅的1级装备给不死神皇装备后，林白自背包中取出神灵精粹，直接吞了下去。紫色神光闪烁，林白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受到了强化。叮！服用神灵精粹，当前属性已同步 25%。 做完这一切，林白暗道该回现实世界召唤日曜神殿降临了。青鸟市，浓烟自街道上飘起，城市中满是炮火的硝烟味。此时一辆辆坦克战车在街道上呼啸而过，天空中还能听到战机的轰鸣之音。街道上，一名身穿联合军服的中年男子正一言不发地望着脚下，血水流淌在街道上，整条大街都是残肢断臂，粗略估计至少死了上千人。轰！中年男子挥动拳头，狠狠地砸落在地上，火焰元素蔓延四方，地面均裂出一道道裂痕。他用这一拳诉说着心中的愤怒。叮铃铃！就在这时，电话响起的铃声将他从悲痛中惊醒。电话接通，另一头急促地说道：孙队，市南区安心公寓又发现能量波动，已有怪物降临，李队正带队从市北区火速赶往，请您也尽快带队前往支援。我知道了。孙凡挂断电话，目光中闪过一道冷芒，在深深看了一眼满地的尸体后，他头也不回地踏上了战车。另一边，唰，空间一番剧烈的波动后，林白和不死神皇的身影出现在公寓中。他看着早已挂满蛛网的卧室，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苦笑。
抬头看了一眼时钟，上面显示着2088年4月1日，不知不觉竟然过去3个月了。林白有些感慨。就在这时，咔咔咔，一阵枷锁崩断的声音自林白体内响起。下一刻，一股熟悉的魔法能量涌动在他的躯体内。25%属性同步现实了。此时，他能清楚地感知到身体周围所游荡的各种元素能量。随手一挥，一枚炽热的火球跳动在林白手上。25%实力同步，虽然看起来少一些，但也够用了。热武器在自己面前没有任何威慑力了。就在这时，震耳的轰鸣声忽然自窗外传来，似乎有着数量众多的坦克正在楼下经过。就在林白有些好奇的向下面看去时，他发现无数黑洞洞的炮筒齐刷刷的对准了自己的窗户。啊！第128章龙级坦克方阵，炮筒齐刷刷指向公寓。一名士兵快步跑到孙凡面前，报告，孙队，已确定这是一处无人居住的独身公寓，能量波动正从公寓顶部传来。据总部传来的消息称，能量波动100正负50，灾难等级狼。自从异形生物降临以来，联邦政府将怪物由低到高划分为狼、虎、鬼、龙、神5大级别。狼级比普通人稍强，用枪械就可以击杀；虎级身躯和力量都得到大幅度强化，人类在其面前如同脆纸一张，但可靠重炮击杀；鬼级可以轻松毁掉一座城市。这个阶段的怪物热武器近乎失效，唯有进入神器世界等级较高的玩家才可以将其消灭。龙级目前未曾出现过，但据数据推算，可以轻松毁灭一国，说是行走的人形核弹也丝毫不为过。至于神级，目前虽有遐想，但没有任何人敢怀疑神的破坏力。神话故事差不多每个人都看过，凡是达到那个阶位的，随手捏爆星辰，抬手创建文明，都不会感到丝毫费力。此时，孙凡深深吸了一口气，将烟头对在墙上熄灭，眼中有怒火在涌动。狼级，之前降临的虎级下落不明，为了一个狼级，竟然将我直接从灾区调离。狼级无非就是一群杂兵而已，随便来一个在神器世界等级达到20级的玩家，都能将他们灭杀。放着虎级怪物不管，竟然过来对付一个狼级，真是可笑至极。联邦政府的老家伙们可真是越来越糊涂了。孙凡忍不住握了握拳头，无边的愤怒涌上心头，不过心中却愈发的想要提升实力。世界大变，异能巨现，这个世界的秩序早就受到了冲击，只不过还没有人彻底将秩序打破罢了。准备开火吧。孙凡沉声道。是。命令刚一下达，就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再度响起。紧急电话。孙凡不由得皱了皱眉，将手伸进怀中，取出了一个类似于手机的通话装置。不过在看到上面的号码时，他眉头皱得更深了。联邦中枢。联邦中枢直连，看来是遇见了紧急情况。孙凡随手接通，刚开口说道：喂，我是孙。未等孙凡说完，电话那头焦急地吼道：孙凡，快带队离开市南区，你那个区域能量波动急速攀升，数值已突破了1万大关。1万。孙凡瞪大了双眼，目光扫向那栋看似不堪一击的独身公寓，眼中露出惊骇的神色。竟然是龙级，这可是只存在于理论中的级别，据说他们的危害程度比核弹还要恐怖，怎么会突然降临在此地？孙凡望着眼前的独身公寓，一股深深的无力感遍布全身。就在这时，电话中再度响起一道惊呼：孙凡，快跑！能量波动达到了19999。孙凡呆立在原地，手中的通话装置掉落在地上都恍然未觉。如果真的是龙级，就算跑得再远又能怎样？他在神器世界中是一名50级玩家，在闲暇逛拍卖行时意外获得了几件神器打造的装备。当游戏巨献后，他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火焰等元素力量。依靠强大的力量，在扫灭树枝作乱的虎级后，他成功得到了军区嘉奖，一举成为了联邦政府的中层。但他心里清楚得很，面对这种龙级的存在，恐怕一个照面，他就会瞬间成为飞灰。就在这时，一声惊呼将他惊醒回来。孙队，7楼的窗户那里有个人。什么人？孙凡急忙抢过望远镜，对准了7楼的窗户。当他看到一名俊逸青年正皱着眉头看向自己时，他的瞳孔猛地收缩起来。神器！孙凡懵在了原地，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就像是狂热的粉丝见到了自己偶像一般。神器！卧槽！神器大佬在独身公寓中，神器的能量波动
竟然达到龙级阈值了！人群中士兵们纷纷露出激动的神色，同时也暗自松了一口气。还好是神器大佬，这要是龙级怪物，那他们恐怕会尽数被灭杀在这里。就在这时，一道冷风吹来，孙凡忽然一个机灵，随后怒声说道：“把炮口转开，快把炮口转开！你们这帮蠢货！上面那位可是传说中的神器大佬，实力强横到让人恐怖，一旦要是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那可就热闹了。”炮口转离，孙凡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略带恭敬地说道：“敢问上面可是神器先生？”哦，竟然认出了我。林白笑了笑，不过也没什么意外的，神器世界可都是真身进入，自己从未遮挡过面貌，有人能认出他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一些擅长作画的人想要画出他的样貌非常容易。想到这里，林白心念一动，澎湃的法力能量瞬间涌动起来，火焰元素汇聚。在孙凡和一众士兵震撼的眼神中，一条火焰长廊从公寓7楼延伸到坦克方阵前。看着踏着熊熊烈焰缓缓走下来的林白，孙凡眼中亮起炽烈的光芒。这就是神器，这就是在一众玩家心中宛如神灵的人。烈焰弥天，林白一步步走向孙凡，玩味地说道：“你们这是来抓我的吗？不，这纯属误会。”此时，一向杀伐果断、成熟稳重的孙凡紧张了，急忙向林白解释道：“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数分钟后，原来如此。林白点了点头，游戏巨献确实比上一世要提前了一些。至于怪物降临，这也不是什么意外，毕竟玩家通过尤格萨隆的通行令进入神器世界，蓝星的坐标早已被暴露出去。要不是他击杀了本尼迪塔斯，那就不是只降临虎级怪物那么简单了。到了那时，龙级都会大量降临，整个蓝星都会陷入苦战。就在这时，孙凡搓了搓手，满脸恳求地说道：“神器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去见见联邦政府高层？怪物不断降临，蓝星需要您的力量。”没兴趣。林白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孙凡。第129章，哈尼，快来看上帝！神器先生，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世界大变，怪物不断降临，一旦有恐怖的存在出现在蓝星，那对所有普通人都是一场灾难。孙凡还想着试图劝说林白，虽然不爽那些高层的所作所为，但是普通人是无辜的，他们真的需要人来保护。林白摆了摆手，淡淡的说道：“为联邦政府效力，我没那个兴趣。不过怪物降临的事我会解决。怪物们是通过尤格萨隆的力量降临，待到日曜神殿的事情结束后，他将会亲自释放尤格萨隆，将其消灭。到了那时，蓝星再也不会因为怪物的事而感到担忧。”说起日曜神殿，林白忽然意识到他还没有把这件事公布于众呢，这可是提升蓝星实力的大好时机。与其守护普通人，还不如让他们获得自保的实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亘古不变。想到这里，林白淡淡的说道：“孙队，没事你就撤吧，我还有事要做。不知道您要做什么？”孙凡有些忐忑的问道。林白笑了笑，头也不回的远去。不要那么担心，毕竟我也是夏国人，我无非就是想要在现实世界召唤日曜神殿罢了。届时，整个夏国人都会参与进这场狂欢。孙凡望着林白的背影，瞪大了眼睛，低声呢喃道：“在现实世界召唤日曜神殿，神器，你这是要将天都捅破啊！”喃喃自语过后，孙凡急忙拨出了一串号码：“喂，给我接联邦中枢，立刻，马上！”此时，公寓内，林白打开尘封已久的电脑，开始编辑帖子。帖子名：日曜神殿将在青鸟市海边广场现世。内容：我即将在青鸟市召唤日曜神殿降临，共邀所有夏国玩家一同进入。掉落：神级精华、装备、材料、道具、技能。注意事项：1到30级玩家可前往108分店获取机缘，30-50玩家可前往72神殿获取机缘，50-90可前往36神殿，90以上可去至尊神殿。收一切属性高品质精华，价格面议。此时，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暗道：写得这么通俗易懂，要是还有愣头青横冲直闯，那可真是怨不得我。正当要发出，林白沉思了片刻后，又打出了一段话：诸天万界，异域诸族玩家会同时降临，希望蓝星诸军能齐心协力。编辑完毕，林白直接将帖子发了出去。神器世界论坛，无数正在浏览论坛的玩家沸腾了，因为帖子后面的署名正是神器2字。这是神器大佬本尊，卧槽，真是神器大佬！在现实世界，
召唤日曜神殿 WDNMD。神器大佬竟然邀请我等咸鱼一同探索至尊神殿。青鸟师为什么不来魔都市啊？青鸟师好远的不了。楼上你是傻 X 吗？有本事你别来。消息提示音疯狂传来。林白笑着将电脑关闭。日曜神殿降世，其释放的璀璨光辉，蓝星的每一个角落都会看到。他发布这条消息也不过是希望夏国有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一方面是提升夏国所有玩家实力，另一方面他也有点私心，那就是让玩家尽可能的将掉落选择成精华。走了，去召唤神殿。联邦政府中枢。此时会议室内的气氛有些沉重，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得到了神器归来的消息，这不得不让他们慎重对待。守卫上，一名身穿联合军服的老者沉声说道：诸位都说说你们的看法吧，我建议将神器抓捕或者就地击毙。一名身材矮小留着八字胡的男人冷声道：呵呵，小日子不错过，喝沸水喝多了，就地击毙神器，这就是你的猪脑想的办法。圆桌上，一名国字脸中年人毫不留情地嘲讽着：神器的出现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极为不稳定，不要认为他是你们夏国人就会帮助夏国，他在神器世界杀的人据我所知已超过100万。八字胡男人愤怒地拍了拍桌子。不过据我得到的消息，好像被杀的全部都是你们国家的吧？国字脸男子的脸上满上揶揄。八字胡男子轰的一下站起身，怒声道：你怎么想打架？国字脸男子撸起袖子，眼中闪过一道亮芒。就在这时，守卫上的老者不由得敲了敲桌子：不要吵了，是让你们来出主意，不是让你们来吵架。另外，最新消息，神器已经达到了龙级顶峰，距离神级只有一步之遥。你们认为我们现有的科技能杀掉它吗？不试试又怎么能知道？什么神级龙级，不也是数据推测的东西吗？八字胡男子嘀咕着坐在了椅子上。就在这时，大门忽然打开，一名警卫拿着一叠文件，满脸凝重的快步跑了过来，这让在场的所有高管都露出疑惑的神情。没有敲门便闯进来送来文件，这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会又是神器吧？守卫上，军装老者看完文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苦笑道：你们自己看吧。文件依次流转，凡是看过文件的人脸色都变得阴沉不定起来，唯独夏国的中年男子眼里露出一丝笑意。市南沿岸，阳光洒落大地，不少游客正在此处悠闲的散步。就在这时，有眼尖的游客忽然发现有一黑一红两道身影正在从市区内急促朝着海岸飞来。Oh my god， 哈尼，快来看上帝！第130章神殿降临，诸神赐福。市南沿岸，海浪一朵接一朵冲刷着沙滩。由于怪物降临，这里的游客少了很多。此时，林白径直飞出海岸，在前行了一段距离后停了下来。就在这里吧。林白没有犹豫，在怀中取出一道金光四溢的秘境钥匙后，径直抛了出去。嗡嗡嗡，璀璨金光照耀八方，天空中如同升起了第二个太阳，瞬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轰！晴空惊雷，轰鸣不断。如此异象引得不少不知真相的人仓皇地朝着市区跑去。毕竟谁也闹不清，这会不会又是怪物降临前的异象？嗡！阵阵嗡鸣声不断响起，伴随着一阵阵空间波动。就在这时，一道恒古苍老的低语声回荡在了整个蓝星。日曜神殿临。下一刻，随着恒古苍老的低语声消散，一座辉煌宏大、散发着神圣气息的神殿，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凭空出现在大海中央。嗡！神殿降临，满是符印的大门自行敞开。下一秒，充斥着神圣气息的金色辉光自大门中迸发而出，仅是一瞬间便覆盖了蓝星的每一个角落。神光洗礼，在这一刻，无数普通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肉体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此时，林白自空中落下，来到了金光闪耀的神殿大门前。一股股庄严肃穆的神圣能量自大门内不断向外散发着。林白没有犹豫，径直迈步踏入，伴随着光华闪烁，他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前。与此同时，一道提示自林白眼前浮现出来：日曜神殿，等级1-99，类型至尊秘境，掉落神级装备、物品、道路、技能书、精华、设计图，请选择你的主要掉落。精华。没有犹豫，林白直接做出了选择。这一次召唤神殿，为的就是获取海量精华，将自己的6大尖端力量全部升至满级。至于设计图，但愿诸天万界的玩家们给点力吧，要不然我可会很不高兴的。
林白笑着低语道：“主要掉落选择成功，是否即刻进入日曜神殿？”是。林白点了点头。伴随着林白确认，下一刻，他直接进入了日曜神殿。当前位置：日曜神殿神光广场。林白进入副本，来到了一处名为神光广场的未知区域。沉寂数万年的日曜神殿，终于迎来了他的召唤者。古老沧桑的话语浮现在林白耳边。下一刻，一道金色能量体自虚空中显出身形，他上下扫视着林白，目光中透露出些许欣赏。还未等林白开口，就在这时，金色能量体随手打出了一道神光。叮！你受到未知存在祝福，恭喜你获得诸神赐福。诸神赐福，在日曜神殿内，每隔一段时间，你都会触发诸神祝福，持续时间无限。哦，受到祝福，林白眼中闪过一抹异色。诸神赐福可是极为优秀的 buff， 触发时完全可以用天降大运来形容。非要形容的话，那就是不管你买哪注彩票，都会中特等奖。诸神赐福就是这么强大与神奇，看来只有召唤日曜神殿的人才会获得这个 buff。林白思索道，上一世他也曾来过日曜神殿，那时别说诸神赐福了，就连眼前这个金光能量体都是高浮于空中，完全一副高冷的模样，哪有现在这般热情？林白摇头笑了笑。就在这时，金光能量体朝着林白和善的笑了笑，道：“好了，异界的幸运儿，我要打开大门，将诸天万界的参与者迎接过来了。”好。金光能量体朝林白点了点头，便消散在了天空中。就在这时，金色光华闪烁，刷刷刷刷，无数来自诸天万界的玩家降临了。除却人类玩家以外，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形态各异的异族。在经过最初的好奇后，人类玩家们自发地朝着自己族群靠拢起来。此时，无数人类玩家意识到，从这一刻开始，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开始了。人类玩家被挤至一个角落，面对那些如神似魔的异界生物，他们终于放下成见，空前的团结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形态狰狞的异族来到了人类玩家面前。姐姐，我闻到了无数血食的味道，如此多的血食，这一次我终于能吃得饱了吧？神光广场，一群生有双翼和长尾，头上生有尖角的异形生物，对着人类玩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猩红的眼睛充斥着疯狂，恶心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滴落。正是夜眼一族，被一群不可名状的怪物盯着。人类玩家自然不甘示弱，同样出声嘲讽道：“姐姐，我闻到了无数 SB 的味道，如此多的 SB， 这一次我真是开了眼了。”闻言，夜眼一族露出诡异的笑容：“姐姐，人类是吧？既然你们如此自信，不如与我梦魇一族走同一神殿吧。让我看看，一个懦弱蝼蚁般的族群是谁给你们的底气，让你们敢来挑衅强大的夜眼一族。”夜眼族群中数之不尽的高大夜眼对着人类玩家们舔了舔舌头。通过刚才的观察，他们发现距离自己最近的种族中，就这些人类玩家最弱，平均等级大概在70左右，连一个 LV99级的存在都没有。这种弱小如同蝼蚁般的种族，竟然也敢来到这里争抢机缘，不如成为他们填充富裕的血食吧。神光广场内，诸如此等情景不在少数，一些强大的种族都有着清场的打算。毕竟蛋糕就那么大，谁又愿意分别人一点呢？此时，人类玩家们也看清了眼前的形势。神光广场所有种族按照实力程度均自发地划分了区域。如果按照10层金字塔划分实力的话，那么人类玩家目前无疑处在最低端，没有大号，平均等级较低，真就是活脱脱垫底的存在。不少玩家小声嘀咕道：“神器大佬开启的日曜神殿，怎么到现在没有见到他的人呢？”哎，我刚才听别的族群议论，目前到达神光广场的还仅仅是一小部分，那些真正实力强横的族群还未到达此处呢。卧槽，真的假的？我说最中间的位置没有异族占领呢，原来是给那些强横的异族留的位置。就在这时，一道熟络的不能再熟络的声音忽然在环形中心传来：“既然夜眼异族盛情相邀，那我们就走一条通道好了。”第131章，我神器邀你们一同探索至尊神殿。声音不是很大，但仅是一瞬间便吸引到无数目光。这一刻，神光广场出人意料的安静下来，无数如神似魔般的高大身影将目光投向了从中心区域那个缓缓走来的俊逸青年。人族神器 LV99级，等级信息显示。这一刻，无数异族玩家眼中露出异样的光芒。神器，这就是那个击杀了冥神海拉的人。
桀，据我说知，神器的首杀是蹭来的。蹭来的首杀？那他竟然敢如此叫嚣！夜眼族虽弱，但在诸天万界中，整体排名可是在49呢。人族连500名都进不来吧？夜眼族喜图弱小，最喜欢虐杀低等文明生物，人族被他们盯上，8成会被尽灭于此吧。揶揄声不断传来，神光广场上满是嘈杂。不过此时，恶魔族当中却有一名恶魔缩了缩脖子，躲在了其他恶魔族身后。嘿嘿嘿，人族和夜魔族约战，这样也好，等他们选择了神殿，我再另选其他神殿。这样一来，我就不会和神器那个煞星碰上了。恶魔族玩家9亿恶魔少女梦躲藏在后方，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对于夜魔族挑衅神器，他忍不住摇了摇头，暗道：敢跑到神器面前大呼小叫，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我可得离神器远点。谁知道这个家伙现在成长到什么地步了？呵呵。面对质疑，林白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他径直来到夜魔玩家面前，缓缓开口道：说吧，选哪个神殿？林白的眼神很平静，不喜不悲，但谁都能感觉到他身上外泄的炽烈杀意，似乎与夜魔族早有仇怨一般。话音落下，无数夜眼族玩家眼神中露出了嗜血的光芒。就在这时，夜眼族玩家忽然向两侧避让开来，道路铺开，一个比其他夜眼族高大的家伙走中间走了出来。他拎着一只猩红色的3叉戟，浑身都笼罩在一道道黑色光环中，一步跃出，径直飞跃到林白身前。夜眼族沙鲁 LV99 级。沙鲁用猩红色的3叉戟斜指着林白，冷漠道：至尊神殿等你。好啊。林白笑着点点头，还未等其他一族做出反应，下一刻，林白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诸天万界的杂碎们，我神器邀你们一同探索至尊神殿。是兄弟就 TM 来砍我。话音落下，人类玩家齐刷刷瞪大了双眼，根本理解不了林白的用意。神器大佬光是夜魔族就有10名以上99级玩家，这要是算上其他一族，你得活活让人给堆死。完了，这下BBQ了。果不其然，林白话音落下，无边无际的神光广场猛然迸发出无数道恐怖的杀意，杀意交错，全部袭向林白。林白这句话无疑是对所有异族发出了挑衅。这一刻，无数异族玩家对他判了死刑。不过林白却不以为意，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绿油油的这么可爱，还敢对自己释放杀意？看等到副本结算的时候，你们还能不能笑出来？毫不客气地说，诸天万界这些玩家都是他的韭菜。他故意激怒所有族群，不过是为了给其他人类玩家争取点机会罢了。至于能不能把握住，那就看自己的机遇了。来吧，韭菜们！林白眼底深处闪过一抹狡黠，不过这一幕落在恶魔族玩家9亿恶魔少女梦的眼中，却让他浑身打了个哆嗦。卧槽，又是这个眼神！这神器指定没憋什么好屁，我可得离至尊神殿远点，搞不好那里就是个万人坑，谁进谁死。就在这时，天空中的金色能量体忽然冷声道：日耀神殿将于10秒后开启。10、9、10秒时间转瞬即逝。在这一刻，诸天万界的各族玩家眼中都浮现出数个选项：至尊神殿，建议 LV80 以上前往；36神殿，建议 LV3070级前往；108分殿，建议 LV30级前往。对话框弹出，但是却没有任何人率先选择。诸天万界的所有玩家都将目光投向了林白，其中一位不言而喻，选择至尊神殿。林白笑了笑，直接选择。紫色神光升腾，林白唰的一声消失在了神光广场。见状，无数异族玩家争抢着进入了至尊神殿。至尊神殿机缘最高，而且还能顺带击杀了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一举两得。紫光频繁降临，有近乎95%以上的异族玩家选择了至尊神殿。望着瞬间空旷的神光广场，人类玩家都有些着急，这可怎么办？我们的实力太弱了，连进入至尊神殿的资格都没有。马德，竟然让神器大佬独自承担这一切，八嘎压路，神器自寻死路，谁也救不了他。我 TM 记住你了，小鬼子，来，你告诉小爷，你进哪个神殿？人类玩家有些沮丧，不过心中却有些期待，毕竟神器大佬可不是无的放矢之人，他敢这样做，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想要尽早帮助神器大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成长。想到这里，人类玩家不再犹豫，纷纷选择稍低的神殿，径直传送进去。当前位置，日耀神殿至尊圣殿1层。刷，林白进入副本，
广袤的圣殿一眼望不到边际，看起来辉煌宏大。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随之传来：叮，您已进入至尊圣殿，回城券随机传送券已失效，只能通过死亡或圣殿传送阵离开日曜神殿。就在这时，一道道如神似魔、形态各异的异族玩家降临了。他们盯着林白，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微笑。神器，你想怎么死？第132章，第一层守护者不甘的灵魂。至尊圣殿一层，被数十万 LV90 以上的异族盯着，林白脸上却露出了纠结的神色。杀还是不杀，这是个问题。原本他是想强势出手，镇压一切，把这群异族痛揍一顿，然后让所有异族给自己当免费苦力。但是一旦用力过猛，可能会导致适得其反。毕竟他一出手，那对于这些异族玩家可是毁灭性的。万一给他们杀怕了，到时候齐刷刷自杀，他可就什么好处都捞不到了。不如自己假装不敌，让这帮异族玩家自行探索。我只需要在最后收割一波大的就可以了。更何况日曜神殿的至尊神藏可比他们诱人的多。想到这里，林白有些异动。趁着诸天万界最强大的那个5个族群还没有到场，他最好先一步将至尊神藏弄到手。一旦被另外5大族群得到，即便强如自己，对付起来也会稍稍有点麻烦。先去取神藏，然后再好好教育这帮异族。林白打定了主意。就在这时，嗡！林白忽然察觉到自己周围的空间有微弱的波动传来。与此同时，无数道诡异的紫色射线分别从异族群中快速袭来，诅咒之力涌动，让人心神都有些恍惚。唰！林白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下一刻，树柄红色三叉戟刺落，尽数命中林白的残影。夜眼一族和深渊著名。林白眼中闪过危险的光芒。这2个种族来头都不小，在诸神万界中分别排在第49位和第45位，是十分邪恶且喜欢吞噬婴孩的种族。上一世本尼迪塔斯在蓝星撕裂次元裂缝，就有这2个种族的异界玩家降临。他们在蓝星所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等我取了至尊神藏，再找你们一起算账。林白冷冷扫视夜眼和深渊著名2族一眼，唰的一下消失在了原地。林白的身影消失无踪，让数十万异界诸族直接愣在了原地。桀桀，这就是弱小的种族，逃跑的速度倒是快得不行。这个家伙把我们引诱至此，竟然临阵脱逃了。哈哈，不好，快追上神器！神殿中一定有宝贝。议论声不断，但是圣殿一层的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微妙起来。一个又一个族群脱离开来，彼此之间都相互露出警惕的神色。同仇敌忾的目标走了，一旦有人动手战斗起来，那恐怕这里将会瞬间打成一团。到了那时，谁都讨不到什么好处。眼看气氛越发凝重，谁也不敢妄动。就在这时，金光四溢，恐怖的波动传来，一群身材巨大、浑身都充斥着恒古力量的泰坦族降临了。一群蝼蚁，不觉得自己挡路了吗？轰！金光冲击爆发，径直将挡路的异族全部蹦飞。扑通扑通，落地声接连不断的传来。不过那些异族在看到来者时，纷纷低下了头颅，不敢多语，因为将他们击飞的正是诸天万界第一大族泰坦巨人。泰坦巨人忒亚 LV99 级为首的黄金泰坦玩家忒亚睥睨八方，不屑道：一群低劣种族也敢来与泰坦争辉，这里我泰坦一族包场了。圣殿一层内部场景十分昏暗，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此时林白的身影闪烁不断，轻车熟路般的在要人命的迷宫中快速穿梭着。在一番闪烁之后，一个散发着耀眼金光的圆形纹路在前方出现。终于到了，林白目光闪烁着，随手一道寒冰咆哮径直朝着传送阵丢了过去。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负187万。呜！呜咽着的呼啸声传来，传送阵两侧一大堆隐匿的怪物被击杀。下一刻，数十只白色怪物尸体中突然涌出一大群黑影，它们在空中交织不断，很快便形成一个狰狞的灵魂体。不甘的灵魂，阶位半神级，种族未知，等级 LV100，生命值9999万9999万，法力值9999万9999万，物理攻击力49万9999，魔法攻击力49万9999，所有属性抗性加99999。略光环灵魂分裂在阵亡时，
不甘的灵魂会分裂成4块灵幻碎片，并试图重新结合。如果在3秒后仍然有灵魂碎片存活，那么它就会重生。重生时的拥有 50% 最大生命值。冷却时间无限。不稳定爆炸。不甘的灵魂进行爆炸，对附近30米内的敌人造成魔法攻击力、真实伤害。冷却时间30秒。灵魂爆裂，无视目标护甲，攻击对方灵魂，造成魔法攻击力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60秒。描述：成神路上的失败者被镇压在此，看守至尊神殿。想进入下一层，这个守护者是必须击杀的，要不然传送阵根本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尽快解决吧，不然那群跟屁虫该上来了。林白刚要出手，就在这时，一道金色光辉忽然自他身上迸发而出。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随之响起：叮，你受到了诸神祝福，掉率提升 500%， 伤害提升 500%， 持续30秒。哦豁，这么给力的吗？林白眼前一亮，瞬间开启增益技能，能量法阵燃烧。增益技能开启，林白随手就是6枚黑色燃尽，黑色火焰划过，尽数命中在不甘的灵魂身上。砰砰砰砰砰，22340001，暴击加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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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发燃尽轰击，不甘的灵魂血条瞬间蒸发，轰的一声，分裂成4枚灵魂碎片。灵魂碎片互相拉扯、吸引，朝着一个方向快速汇聚着。下一刻，林白的寒冰咆哮到位了。22340001，暴击加伤，22340001，暴击加伤，22340001，暴击加伤，22340001，暴击加伤。寒冰咆哮将4枚灵魂碎片撕裂。下一刻，不甘的灵魂崩裂开来，一道道璀璨的光华掉在地面。叮，你击杀了守护者不甘的灵魂，获得经验值1000万。与此同时，在不甘的灵魂死亡的那一刻，一道庄严肃穆的低语声响彻了整座日曜神殿。人类玩家神器已击败至尊圣殿1层守护者不甘的灵魂，圣殿2层传送阵现已开启，圣殿1层即将于3分钟后毁灭，请尽快前往坐标 98.69。 第133章，我选红色，那是我的本命颜色。圣殿1层，泰坦族作为诸天万界最为强大的一支种族，他们镇压诸天，雄霸第一种族已有无数年。他们的数量虽少，但没有任何人敢质疑他们的实力。就算是将第2、第10族捆在一起，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此时，在圣殿1层的迷宫某处，黄金泰坦忒亚正带着4名青铜泰坦不断迈步前行着。迷宫内的怪物被他们随手捏死，其他异界玩家对他们如避蛇蝎。虽然收获很大，但为首的黄金泰坦忒亚脸色却很不好看，因为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原点。这该死的迷宫，早知道就抓一只鼠人族给我们带路了。黄金泰坦特亚愤怒的一拳轰出，砸向一旁的墙壁。轰！波纹四起，墙壁纹丝不动。这里有至尊力量保护，根本无法通过蛮力进行破坏。想要前往第2层，唯有通过传送阵。就在这时，一道庄严肃穆的声音忽然从4面8方传来：人类玩家神器击败至尊圣殿1层守护者不甘的灵魂，圣殿2层传送阵现已开启，圣殿1层即将于3分钟后毁灭，请尽快前往坐标 98.69， 前往圣殿2层。人类玩家神器，庄严肃穆的声音响彻在日曜神殿，这让黄金泰坦忒亚的神色愈发的难看起来，竟然让蝼蚁般的族群取得了第1层首杀。去坐标 98.69， 第2层守护者，我们一定要拿下。话音落下，黄金泰坦特亚率先朝着坐标位置跑去。与此同时，无数异族玩家脸色齐刷刷一变，全部快速脱离战斗，朝着坐标位置奔跑着，谁也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不过此刻，这些异族玩家愈发的恨透了林白。此时，第2层传送阵前，随着提示响起，林白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股让人感觉到燥热的元素能量正在疯狂朝着1层穹顶汇聚。3分钟后，圣殿1层将变成一片火海，没有特殊道具的玩家将会被焚成飞灰。这种独特的机制，估计会让这群异族玩家疲于奔命吧。林白笑了笑，随手一招，将地面上的物品尽数拾取。叮！恭喜你获得璀璨的秩序之力精华40，恭喜你获得
璀璨的暗影之力精华140，恭喜你获得璀璨的死灵之力精华220。在诸神赐福500%掉率的加成下，仅仅一个不甘的灵魂便让灵白收获了500多枚璀璨的各属性精华。想要将6条天赋树一波点满，这些还远远不够。但愿那些异族玩家能跟进我的步伐。灵白目光闪烁不定。不过虽然如此想到，但灵白也并没有担心，因为等到神殿第一层毁灭后，第一层残留下的怪物将会尽数在第二层刷新，到时候怪物只会越聚越多，问题不大。走了，去2层。灵白径直踏进了传送阵，光华闪烁，场景变换。灵白刚一落地，数十柄奇异造型的裂齿巨斧劈头盖脸的砸落下来，轰轰，铃铃叮。受到黑色切割者的影响，你的防御力降低 5%， 持续30秒。受到黑色切割者的影响，你的防御力降低 25%， 持续30秒。叮，你损失了87500点物理防御力，当前剩余物理防御力262500。神殿第2层的小怪已经有了特殊能力，劈头盖脸的攻击让灵白瞬间损失了 25% 的防御力。不过即便如此，依旧没能破开他的防御。手传送点，这群怪物要是不清的话，一会不知道会有多少倒霉孩子死在这。灵白笑了笑，随意的看了一眼地图。此时地图上方出现红黄蓝绿4个标记点，提示请消灭标记点处的怪物。灵白心中清楚，这是需要将4色标记尽数点亮，到了那个时候通往下一层的传送阵才会出现。要是没记错的话，红色标记处的怪物最强，不过他的身边会刷新1枚神级宝箱。先去开宝箱。打定主意，灵白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灵白刚从原地消失，就在这时，第2层的传送阵疯狂地闪烁起来。下一刻，4名高大的黄金泰坦率先降临在第2层，在他们身后是数十名青铜泰坦，裂齿巨斧劈落，轰击在黄金泰坦身上，发出一阵金铁交击的轰鸣声。不过这几名黄金泰坦根本不屑出手。在了解了第2层情况后，黄金泰坦瑞亚沉声道：“特弥斯、泰西斯、推亚，我们4人分别前往一处标记点，将标记点处点亮。这一次，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遇见那个神器，在没有摸清对方实力之前，我建议尽量不要与之发生冲突。现在开始选择标记点吧。”下一刻，黄金泰坦特亚沉声说道：“我选红色，那是我的本命颜色。”第134章四方阵灵，技能书魔力燃烧。终于到了。此时灵白来到了目标位置，红色区域处一尊庞大的雕刻站在那里，手中握着一只血红色长戟，看起来就很骇人。四方阵灵红，阶位半神级，种族未知，等级 LV100， 生命值1亿2000万1亿2000万，怒气0100，物理攻击力699999，魔法攻击力199999，所有属性抗性加200000。略光环，4尊阵灵距离接近时，所有属性提升 100%。天赋风斩电刺四方阵灵红，对扇形范围进行斩击，造成物理攻击点真实伤害，造成魔法攻击点2段伤害，并使目标眩晕。冷却时间30秒，所需怒气50。无畏冲锋，朝一个方向发起冲锋，造成物理伤害得真实伤害，释放期间使自身攻速提升 100%， 并减少 75%控制时长。冷却时间10秒，所需怒气30。死亡荣耀，被击杀后红会回光返照一段时间，并且生命值会快速衰减，在此期间他的攻击速度、生命偷取、移动速度将获得 500% 加成，并对目标造成最大生命值的额外伤害。持续期间无敌。触发条件死亡，持续时间180秒。描述自愿放弃成神契机，甘愿成为四方阵灵守护神殿。四方阵灵红是个物理类的 BOSS， 受到的伤害越频繁，他的怒气就越充足，技能释放的频率也就越高。一杆长戟大开大合，曾让不少挑战他的玩家命丧当场。还是尽快解决吧，万一有蠢货将另外的四方阵灵引来，可就不太好玩了。灵白一步踏出，直接踏入四方阵灵的警戒范围中。是谁唤醒了吾？四方阵灵红瞬间苏醒，在看到灵白的那一刻，长戟刹那横扫而来，闪现。灵白躲开长戟攻击范围，抬手就是一道雷霆万钧，轰！雷芒乍现，瞬间命中四方阵灵红的躯体。354000，暴击！伤害数字飘起，
同一时间，雷电造成的麻痹效果生效。叮！四方阵灵红陷入5秒麻痹状态。下一刻，林白抬手挥出数道雷芒，1670000，1670000，1670000，1670000，数十道过100万的伤害数字升起，仅一瞬间，林白便爆发出恐怖的伤害。四方阵灵红生命值瞬间蒸发了20%，不过此时他的怒气值也已达到满值100。无畏冲锋，四方阵灵红身上顿时涌现出令人战栗的杀意。下一刻，他仿佛穿越了空间屏障，如同瞬息一般刺向了林白。变阳术，林白不慌不忙，直接发动变阳术，随之抛出的还有一枚火球。砰！白烟乍现，一头绵羊重重地跌落在地，生命值恢复效果刚要触发，就在这时，林白的火球术接踵而至，负374万，暴击！火球术造成的伤害直接将变形术破掉，四方阵灵红的无畏冲锋就这样被硬生生的给打断了。下一刻，一连串火球从林白手中射出，负374万，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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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量损失一大截。四方阵灵红手中长戟一震，一道道红色光芒凝聚在长戟顶端。林白两眼微凝，知道这是要发动技能的前兆。下一刻，四方阵灵红手中的长戟骤然变大，化成一条血色长龙，朝着林白横斩而来。风斩电刺，唰！林白的身影消散在原地。下一刻，一道闪烁着电芒的血色长龙将他的残影吞噬。轰！血色长龙横斩而过，狠狠地撞击在墙壁上，在上面留下一道上百米的恐怖沟壑。唰！林白出现在四方阵灵红身后，果断出手，增益技能瞬间开启，燃烧能量法阵，火元素能量凝聚，6枚黑色火球脱手而出。叮！火焰地狱技能复制生效，你的燃尽风暴已被复制。与此同时，被复制出来的6枚燃尽也急速轰向四方阵灵。774000，暴击加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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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000，暴击加伤。林白瞬间打出12道黑色燃尽，爆发出恐怖的9288万秒伤，这让四方阵灵红瞬间崩碎在了原地。轰！四方阵灵躯体崩塌，而这时林白却身形一闪，离开了这片范围，朝着远处不断闪烁起来。下一刻，冲天的血芒升腾而起，死亡荣耀被触发了。四方阵灵自血芒中站起了身形，他眼中闪过2道红芒，轻抚手中的血色长戟，低语道：无之利刃，迅疾如风。轰！有着仇恨值的拉扯，四方阵灵目光投向林白离去的方向。下一刻，一道红色残影闪过，坚硬的地面层层皲裂，四方阵灵消失在了原地。林白不断朝前方闪烁，一路上还遇见了不少异族玩家。见到林白的身影，异族玩家纷纷露出警惕的神色。神器能干掉一层守护者，就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能不与之交恶，那最好不过。下一刻，唰，金色闪光掠过，林白的身影消失不见。正当异族玩家有些疑惑的时候，下一刻，一道如神似魔的红色身影疾驰而来，所过之处，无数异族玩家被尽皆斩为2段，惨叫声不断从身后传来。一道道生命值涌入四方阵灵身体，生命值得到少量补充。不过四方阵灵也撑不了多久了，虽然处于无敌状态，但是自身的生命值却衰竭得很快。180秒后，他将自动死亡。闪现，闪现！此时，林白神色轻松地带着四方阵灵兜圈圈，任凭四方阵灵用尽浑身解数，都无法摸到他。该往回闪了，要是宝箱让其他人捡漏，那我可就亏大了。林白看准时机，一个反向闪烁，与四方阵灵擦肩而过。他要回到红色标记位置，那里还有一枚神级宝箱在等着他开启。180秒，转瞬即逝。四方阵灵挥动手中的长戟，低语道：无畏冲金。话音还未落下，四方阵灵轰的一声爆裂在了原地。叮！你击杀了四方阵灵红，获得经验值1500万。哗啦，璀璨的各属性精华暴落一地。
林白笑了笑，随手一招，将地面上的物品尽数拾取。叮！恭喜你获得璀璨的秩序之力精华，璀璨的暗影之力精华，璀璨的死灵之力精华。恭喜你获得技能书魔力燃烧。哦，还有意外收获。第135章，震撼德特亚。林白打开背包，将目光投向刚刚的技能书。魔力燃烧，类型技能书，效果消耗法力值，使自身的攻击力获得提升，每消耗5点法力值，提升1点物理攻击、魔法攻击。冷却时间无，很超模的技能，法力值越多，这个技能所发挥的威力也就越大。在法力值没有转化成神力之前，这本技能书完全可以用无价来形容。两手一拍，将技能学习。恭喜你习得技能魔力燃烧，该去开宝箱了。林白发动闪现技能，径直朝着红色标记点闪去。圣殿2层，黄金泰坦忒亚带着数十名青铜泰坦一路横冲直撞的赶来。不过越是靠近标记点，忒亚的脸色越是阴沉。一路上到处都是圣殿怪物的尸体，这说明红色标记点极有可能被人捷足先登了。我先走一步，我要看看到底是谁敢抢我的东西。忒亚周身能量涌动，唰的一下消失在了原地。当他的身影再度出现时，已经来到了数十米外的地方。10几秒后，忒亚来到了红色标记点，望着空荡荡的雕塑平台，他的眼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不过就在这时，他眼里浮现一抹喜色，在雕塑平台后面躺着一枚散发着神光的宝箱。神级宝箱！忒亚脸色一喜，神级宝箱会逼出一件神级物品，通常比杀 BOSS 的收益还大。白捡个宝箱也真是妙极，让我看看能出什么东西。忒亚伸出手掌摸向宝箱，下一刻，捡漏捡到我头上来了。一道冷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黄金泰坦转头看去，一道金色闪光正从远处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他身前不远处。神器！忒亚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继续开口说道：“我开了又能如何？”黄金泰坦忒亚根本没有把林白放在眼里。作为诸天万界中首屈一指的种族，他们有蔑视任何族群的实力。下一刻，忒亚挑衅一般伸手打开了宝箱，金色神光盛开，直冲天际，一瞬间便吸引到无数异族的目光。他们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快步朝着红色标记点涌来。忒亚抬手一挥，将宝箱中的物品尽数拾取，目光中充斥着挑衅意味。自己找死，还真是怨不得别人。林白目光一冷，抬手就是一片技能轰出。对付异族玩家没什么好客气的，即便他是宇宙第一种族泰坦一族，又能如何？本来打算着在最后传送点再打劫这帮家伙，可没想到竟然先被别人抢到头上来了。敢抢他的东西，那就要做好随时去死的准备。诸天万界中，你是头一个敢向泰坦族出手的人类。忒亚不屑地说道。话虽如此说道，但忒亚并没有丝毫大意。神器虽是一个人类，但能成长至如此地步，那一定有他的道理。让我试试你的攻击强度。金色光华闪烁，忒亚抬手投出一枚带有裂痕的古朴盾牌，这是他们一族用来侦测对手战力的盾牌，有着测算对方攻击强度、吸收伤害的功能。轰轰轰！37400000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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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火光炸裂，忒亚投掷的盾牌剧烈的颤抖起来。透过火光，能看到盾牌上的裂痕正在迅速扩散。警告：傲骨战盾耐久度剩余 78%。警告！警告！傲骨战盾耐久度剩余 8%。傲骨战盾剧烈的颤抖起来，眼看就要彻底损毁。情急之下，忒亚急忙将傲骨战盾召回。此时，忒亚死死地盯着林白，目光中闪烁着震惊。该死，这个人族法师怎么会强大到如此地步？作为宇宙第一族，他们的成长属性是非常惊人的。在不主加生命的情况下，他的血量值都已经达到了恐怖的5000万点。可没想到，神器随便抬手一击都能造成恐怖的374万伤害。要不是他聪明，先扔出傲骨战盾侦测神器的攻击强度，这一刻他恐怕都凉了。早有耳闻，人类最擅长扮猪吃虎，忒亚心中暗骂着。随后他看向林白，语气平淡的说道：神器，你的攻击是很强，难道你真的要与伟大的泰坦一族开战吗？我们一族废话真多。林白根本没有与忒亚废话的心思，抬手一挥，成片成片的暗影剑、火球术、寒冰剑交织在一起，朝着忒亚射出。你！
黄金泰坦特亚暴怒，他好歹是 LV99 的泰坦一族，竟然被一介蝼蚁般的人类如此小觑。宇宙射线！忒亚金色的瞳孔中猛地爆发出2道黑紫色的射线，轰轰轰轰！宇宙射线横扫而过，将林白的所有技能尽数拦截。元素消散，忒亚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一股比之前更为狂暴的元素能量朝自己扑了过来。放眼望去，七彩缤纷的元素技能朝着自己覆盖而来。这一刻，忒亚金色的瞳孔中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怎么会这样？第136章，我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星辰冲击！黄金泰坦特亚怒吼一声，神殿上空虚幻符文闪烁，漫天星辰忽然从天而降。在忒亚前方形成一边璀璨的星辰光幕，将灵白的技能尽数遮挡下来。宇宙道标！黄金泰坦特亚双手一拍，一道道璀璨至极的菱形印记铺满了前方的整片空间，一瞬间便将自己和灵白隔离开来。下一刻，唰，星芒闪烁，忒亚消失在了原地。在他看来，宇宙道标应该可以阻拦灵白一段时间。拿了我的东西还想跑？金光闪烁，灵白是满地道标为无物，瞬间追了出去。圣殿2层，黄金泰坦忒亚朝着另一标记点快速闪烁，想要与另外的泰坦族汇合。就在这时，一道道系统提示在他耳边响起：你释放的宇宙道标已被触发，你释放的宇宙道标已被触发，你释放的宇宙道标已被触发。道标被疯狂触发，忒亚稍稍松了一口气。宇宙道标可以相互叠加增加伤害，并在3秒后发生星辰爆炸，是一个伤害极为可观的无属性技能。一口气趟过我50多枚道标，500%的伤害叠加下，我看你怎么死！忒亚目光中有着一丝期待。就在这时，轰轰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自远处传来，宇宙道标炸裂了。不过忒亚在看到提示后，脸色却突然一变。你的宇宙道标对寒冰屏障造成0点伤害，你的宇宙道标对寒冰屏障造成0点伤害，你的宇宙道标战斗意识这么高，竟然用寒冰屏障免疫了所有爆炸。忒亚脸色难看的望向身后，结果发现一道金色闪光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他冲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成片成片的魔法元素。该死！忒亚急忙发动技能闪离，唰！忒亚刚一落地，就在这时，一支夜魔族队伍出现在忒亚前方不远处。黄金泰坦忒亚，怎么他神色如此慌张？这圣殿2层竟然有让黄金泰坦恐惧的怪物。看到黄金泰坦，夜魔一族好奇地朝着远方望去，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怪物能让黄金泰坦如此狼狈。都给我滚开！忒亚无比暴怒，煞星就在身后，这群不开眼的夜魔还拦住了自己的去路，真是找死！轰轰，金色手掌横推一切，将夜魔族尽数拍飞。不过夜魔族却敢怒不敢言，谁让忒亚是高贵的黄金泰坦？那可是传说中活有10尊真神的种族，就算是出手杀了他们，他们也生不出反抗的念头。就在这时，夜魔族看到了远处那道急速闪烁的金色光点，神器，竟然是神器在追杀黄金泰坦。夜魔族众人如同见鬼了一般，这个刚刚在第1层不战而退的人类，现在竟然在追杀泰坦，这 TM 是疯了吗？夜魔林白眼神冰冷，手掌一翻，寒冰之力瞬间凝聚，眨眼之间10数道寒冰咆哮呼啸而出。轰！负387万，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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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叫声回荡在这片空间，听得忒亚心神一颤。此时，越来越多的异族玩家发现了互相追逐的2道身影。那个嚣张跋扈的黄金泰坦忒亚，竟然在被人类神器追杀，这就很让他们难以接受。唰，林白的身影消失不见。直到这时，无数异族玩家才回过神来。一名头顶生有双脚的独眼怪物难以置信地说道：“你们看到了吗？黄金泰坦忒亚正在被人追杀。”废话，我们的势力不比你个独眼龙强。没想到黄金泰坦忒亚竟然会被神器追着跑，那神器的实力得有多么强大？咕咚，你们说神器不会真的将忒亚杀了吧？泰坦可是诸天万界第1族，族内强者如云，据说存世的泰坦神灵不下10尊，神器敢追杀忒亚，这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要是忒亚被击杀，想到这里，无数异族玩家齐刷刷的打了个冷战，赶紧离开了这里。神仙打架，他们这帮小鬼还是躲远点好。
我竟然被人逼到如此地步！忒亚身躯四周，一颗颗星辰旋转，带动着他仓皇逃窜。林白浑身元素涌动，不慌不忙地在后面甩出成片魔法。群星降临！忒亚释放魔法，召唤群星降临。不过这道技能的损耗似乎极大，忒亚的身躯肉眼可见地缩小了一圈，就连移动速度都降低了不少。群星坠落，呼啸而来。林白嘴角微挑，手掌一挥，一道厚实的冰墙升腾而起。轰轰轰！群星不断砸落，林白的冰墙虽震动不断，但却没有出现一丝裂痕。这一刻，忒亚的脸色彻底变了。我损耗生命的秘技，竟然都无法将这道冰层击破。这个神器简直变态到不讲道理，伤害离谱，技能无冷却，战斗意识惊人，简直就是所有玩家的噩梦。难怪他能是神。想到这里，忒亚深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神器，你我本来没什么仇怨，不如我把宝箱内的东西如数奉还给你，你看如何？”随手一挥，忒亚从背包中取出了数件金光四溢的物品，轻轻放置在了地上。随后目光警惕地望着林白。林白望了一眼地上的物品，冷笑道：“忒亚，你真是自寻死路。既然你不肯将东西交出来，那就只能我自己来拿了。”刚刚的神级宝箱，他明显看到里面沉浮着一张神级设计图，这也是为何他要追杀忒亚的主要原因。而忒亚竟然不知死活的扔出来一件神级异星成品，既然自己作死，那就怨不得他了。燃烧，燃尽风暴！林白不再与之废话，当即开启增益技能，6枚火球瞬间袭向忒亚。774000，暴击加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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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7章，命运碎片，气灵觉醒，黑岩炸裂，黄金泰坦忒亚的血量瞬间损失4600多万。我骄！忒亚眼中浮现出恐惧，他能感觉到林白对自己的杀意。虽然在这里死亡并不会真正的死亡，但是却会影响到他在泰坦族中的地位。哗啦，神级设计图被忒亚放置在地上。林白唰的一下闪至近前，将设计图捞在手中。叮！恭喜你获得血纹骨指2星神器，东西到手。林白目光投向忒亚，冷笑道：“我现在对你的背包也很感兴趣，不如一起交出来好了。”你！忒亚瞪大了双眼，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作为一名强者，竟然这么贪心，还有没有点强者的风范？不过此时已经由不得他多想。林白随手一挥，一支支暗影箭矢划破了天空，朝着忒亚击射而去。密密麻麻的黑暗箭矢让忒亚脸色巨变，刚要发动位移技能，不过他的身体却没有了之前那般灵活。刚才为了干掉神器，他动用了损失生命力的群星坠落，现在他正处于虚弱时期。神器，我是泰坦族神灵候选人，你杀了我，泰坦诸神不会放过你。绝望的神色在眼中浮现，不过想象中的停手并没有到来。bio be bio， 暗影剑噼里啪啦的爆射在了忒亚身上。负374万，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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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射而来的暗影剑将忒亚狠狠地钉在了墙上，精致身躯开裂，一道道伤害数字飘起。没到2秒钟，林白就收到了忒亚死亡的提示音。叮！你恶意击杀了泰坦族玩家忒亚。忒亚的尸体重重摔落在地上，战利品爆了一地。林白走上前去，将战利品尽数拾起。叮！恭喜你获得设计图命运碎片3星神器，恭喜你获得技能书神刺，恭喜你获得装备暴力祭祀项链1阶神器，恭喜你获得装备守护手镯1阶神器，恭喜你获得璀璨的神圣精华340枚。忒亚的藏品很丰厚，足足掉落了数百件各类物品，这让林白稍稍有些惊喜。算上刚刚的血纹骨指设计图，这一波下来，他足足收获2张设计图，外加1本技能书。下一刻，林白将目光投向了背包，首先是2张神级设计图，血纹骨指2星神器，类型戒指，等级 LV99， 智力加8000，体力加8000，效果击杀目标后有 1% 的几率触发掠夺效果，掠夺触发后目标背包的物品掉落 75%。所需炉岩炭22万，血妖之骨20，
躁动的心脏99，陨神之铁900，这个效果有点强啊。林白眼底闪过一道异芒，1%几率触发掠夺效果，触发后目标背包的物品掉落75%。要是依靠昊天神锤打造的话，那就是100%会触发掠夺，妥妥的杀人越货超神器。有了这个戒指，后面打劫一族的时候将省却不少麻烦。林白笑了笑，旋即将目光投向下一件设计图：命运碎片，3星神器，类型武器，等级 LV99，物理攻击力加999999，魔法攻击力加999999。效果1，你的所有法术释放速度提升300%。效果2，你释放的法术有1%的几率造成3倍伤害。所需炉岩炭3万，黑曜石9000，命运碎片星号10000，金色大晶体9000。释放法术造成3倍伤害。林白瞳孔收缩了一下，暗道：我这是在变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命运碎片本就自带999999点魔法攻击力，一旦经过昊天神锤万倍强化，那他的魔法攻击将瞬间达到恐怖的10亿。要是再触发3倍攻击，随手一挥就是30亿的魔法伤害。想到这里，林白的身体有点颤抖。30亿魔法伤害，就算成神时要按照10:1的比例转换，那他的神力也会高达3亿。这完全就是中位神的标准了。像海拉那种初位神，只需随手一挥就能灭杀。呼，林白深深吸了一口气，果断取出昊天神锤，对着血纹骨指砸落。将血纹骨指锻造出来后，刚好昊天神锤会晋级为万倍增幅。到了那时，再用万倍增幅的昊天神锤锻造命运碎片。轰！金色神芒映照诸天，天空中金色流光游走。在一次次剧烈的撞击声中，一根沾染鲜血的骨指在天空中缓缓成型。轰！随着最后一次猛烈撞击，林白收到了系统提示：叮，你成功锻造了血纹指骨，你的血纹指骨获得额外特效灵犀一指。未等林白查看，就在这时，整个圣殿忽然黑了下来，就如同被黑洞吞噬了一般，黑道不见一丝光明，黑道让人慌乱不已。正当玩家们都有些惊慌失措的时候，一柄金光闪烁的锤形虚影自黑暗中升腾而起，如骄阳一般定格在神殿之上，纯洁祥和的光辉洒落，让原本漆黑的神殿都变得金碧辉煌起来。这是什么宝贝？如此异象，连至尊神殿都遮盖不住它的光芒。好宝贝啊！异族玩家都是第一次见到昊天神锤，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任谁都能察觉到天空中的这道金色虚影注定不是凡物。10数秒后，神殿上方的巨型虚影消失不见，整个神殿又恢复如常。与此同时，林白耳边响起一道恒古苍老的声音：第3重封印，开！气灵觉醒。第138章昊天神锤进阶，万倍增幅解锁。提示响起，林白迫不及待地看向详细信息。此时，昊天神锤的外观焕然一新，一道道魂环环绕在上方，不断旋转，入手的分量都变重了不少。昊天神锤级别永恒不灭，无法掉落。效果1，可自行选择增幅倍数，5倍、10倍、100倍、10000倍。效果2，锻造武器装备将100%成功锻造至尊级以下物品，无消耗。效果3，武器装备锻造成功后将额外获得一项特技效果。效果4，锻造的武器装备可自行幻化更名。效果5，器灵存活不知多久岁月的古老器灵，可为你提供一定的帮助。下一阶段10000倍增幅。晋升条件：使用昊天神锤锻造一次至尊级物品。10000倍增幅。林白倒吸一口冷气，他原本以为10000倍增幅就已经是昊天神锤的终点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下一阶段。短暂的激动过后，林白沉吟道：至尊级设计图即便是上一世我都闻所未闻过，获取难度恐怕不是一般的难。诸天万界中，凡是能跟至尊2个字挂上边的，那注定都不是凡物，一旦现世会瞬间引得诸天神灵齐聚。要不是日曜神殿规则摆在这里，恐怕那些神灵都会耐不住寂寞，直接降临蓝星。就在这时，击杀堕落星魂或前往永恒界域，皆有一定几率获得至尊级图纸。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在林白脑海中响起：器灵。林白轻声呼唤，随后试探着问道：难道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获得至尊级设计图了吗？诸天万界唯有这2种地方可以得到。苍老的声音回响在林白脑海。闻言，林白的眉头微微皱起。诸天万界中，每一颗恒星都会有极低的几率
诞生新魂。他们的力量与生俱来，但在觉醒之前，他们会一直处于沉睡中。如果能够成功长至成年，并觉醒出自我意识，那新魂的力量将会远远强于所谓的至尊神灵。据林白所知，虚空大军便是由一颗恒星所孵化的新魂，但是却受到了未知力量的腐化。从此，他变得致力于腐化所有新生新魂。而堕落新魂，就是因为还在幼年时受到了虚空大军的腐化，最终才变成支离破碎的堕落新魂。至于永恒界域，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地方他上一世虽然听过，但是却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想到这里，林白摇摇头。无论是堕落新魂和永恒界域，都不是他目前能够染指的。等用昊天神锤强化一波装备，再将自身晋升到神灵之躯，还差不多。这些事情留待日后再说，眼下还是先将6大天赋树点满，把神器世界的远古之神全部消灭才是正事。林白思索着，随后将目光投向刚刚锻造的装备。血纹骨指2星神器，类型戒指，等级 LV99， 智力加800000，体力加800000，效果击杀目标后有 100% 的几率触发掠夺效果，掠夺触发后目标背包的物品掉落 75%。 锻造效果灵犀一指触发后，血量低于 10% 的目标将直接被秒杀。舒服。林白笑了笑，掠夺触发率达到 100%， 对他接下来的计划很有帮助。接下来就是万倍增幅了。林白目光中充斥着期待，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气灵，为我锻造命运碎片。林白淡淡的说道。谨遵您的意志。苍老的声音消散。轰！下一刻，整个日曜神殿传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声，璀璨至极的神光冲破穹顶，直贯云霄。这一刻，整个蓝星的人类都见到了这难以忘怀的一幕。而所有在圣殿2层的异族玩家则没那么好运了，他们被横扫而来的金光直接掀飞了很远。轰！剧烈的撞击声不断响起，这让圣殿内部的所有异族玩家全部心神震颤，似乎灵魂都要被击碎一般。见到这一幕，林白眼角挑了挑，这阵仗比之前100倍增幅的时候不知道大了多少倍。气灵以后锻造物品的时候能不能低调点？林白苦笑道。昊天神锤这么强悍，他相信一定可以有控制异象的办法。可以。苍老的声音再度传来。下一刻，唰，天空中的金芒消散，震耳的声音也不再响起，似乎刚刚的那一切只是错觉。就在这时，叮！你成功锻造了命运碎片。你的命运碎片获得额外特效虚空穿越。命运碎片3星神器，类型武器，等级 LV99， 物理攻击力 9.9999亿，魔法攻击力 9.9999亿。效果1，你的所有法术释放速度提升3000000百分号。效果2，你释放的法术有 10万的几率造成3倍伤害。锻造特技虚空穿越，主动隐匿于虚空中，免疫一切控制，并使受到的伤害减少 99%， 持续10秒，冷却时间1分钟。装备这把武器后，我完全可以秒杀那些没有领悟法则之力的伪神了。林白眼中闪过一抹异色，眼下他的攻击力已然逆天，30亿的魔法攻击，他随手一击便能将日曜神殿那位护殿神灵秒杀。先去第7层将护殿神灵杀死，然后坐等异族玩家送上门。林白打定了主意。此时，除了红色标记点以外，其余3处标记点也逐一被点亮。4道光辉凝聚，一道充斥着莫名伟力的传送阵出现在地图最中央。红色标记处，3名黄金泰坦看着忒亚的尸体，脸色很不好看。看来忒亚的死和神器脱离不了干系。黄金泰坦瑞亚的声音有些冰冷。另外2位黄金泰坦特弥斯和泰西斯点了点头，同意他的看法。诸天万界中敢向泰坦一族出手的人不多，但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击杀，还真是前所未见。看周围的战斗痕迹，忒亚和神器之间似乎爆发了势均力敌的战斗。我们要维护泰坦一族至高无上的荣耀，顺便为我们的兄弟忒亚报仇。泰坦一族不容挑衅。瑞亚目光中涌现着杀意。就在这时，整座日曜神殿突然剧烈的震动起来。在3大泰坦震撼的眼神中，一连串的击杀提示映入所有异族玩家眼帘。第139章神级守护者，一击秒杀。提示：人类玩家神器已击败日曜神殿第3层守护者主姆萨斯林。人类玩家神器已击败日曜神殿第4层守护者绝望的聚合体。略。人类玩家神器已击败日曜神殿第7层守护者堕落化身。
人类玩家神器已击败日曜神殿第8层守护者基赫纳斯。叮，即将开始群体传送，请击败第9层守护者阿甘佐。提示传来，诸天玩家的玩家们都懵在了原地。这是什么情况？我们打一个小怪都得用个5、7、8分钟的时间，而那些实力强横的神殿守护者就这么的被神器横扫了，真是活见鬼！此时，不光其他种族的异界玩家脸色巨变，就连傲视诸族的3大黄金泰坦心中也难以平静。要知道，他们3位泰坦可是几乎动用了全部实力，才将其余3处标记点的守护者拿下。这才短短几10秒钟，神器就瞬间击杀了3-8层的所有守护者，这等实力不知道超出他们多少倍，真是让人感到恐怖。现在想来，忒亚和神器之间哪是势均力敌，分明是神器无情碾压了忒亚。瑞亚稳住身形，沉声道：“这个神器真是给了我一个意外，眼下看来一切得从长计议了。”特弥斯和泰西斯相视一眼，点了点头。神器所展现出来的姿态，那完全就是无敌之姿，在这座神殿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单独与之对抗。就在这时，整座日曜神殿忽然剧烈的摇晃起来，碎石掉落，一道道裂纹在坚固的墙体上出现。还未等异族玩家们做出反应，下一刻，一道覆盖整座日曜神殿的传送阵骤然出现在玩家们脚下。刷刷刷，光华闪烁，所有身处日曜神殿的玩家尽皆传送至了神殿9层。恢宏空旷的大殿中，数10万玩家齐刷刷降临。不过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轻举妄动，因为在大殿正中央，一道浑身漆黑如同魔神般的身影正静坐在那里，2把荧光绿色的怪异长剑斜插在地面上，手中还握着一颗骷髅头骨，被他肆意把玩，似乎根本没将降临的玩家放在眼中。圣殿守护者阿甘佐，阶位神级，种族人族，等级 LV101， 生命值10乘以10的2000次方万10亿2000万，怒气0100，物理攻击力1000万，魔法攻击力1000万，所有属性抗性加1000000，攻击速度1000%，移动速度1000%。略技能幻影剑舞，在原地向敌人发出迅猛的连续斩击，且最后一击可以发出凌厉的剑气，给予敌人多重伤害。冷却时间无限，极轨剑术暴风式向空中抛出720把利刃，同时形成一个笼罩1000米的剑阵，并在30秒内给予敌人一连串多段快速斩击。冷却时间30秒，杀气感知。阿甘佐闭上双眼，在空灵的状态下感知敌人的杀气，增加自身的回避率。杀意波动喷射强烈杀意的波动，使周围敌人受到持续的无视防御伤害，并增加自身的物理暴击率。描述：剑圣在此长眠，10亿血量，上千万攻击，挨上一剑的话，即便是灵白都得饮恨。闯无主圣殿，肆意击杀圣殿守护者，神器让我看看你有没有本事将无主留下的宝藏取走。阿甘佐随手一捏，手中的骷髅头骨瞬间化为飞灰。就在这时，阿甘佐的右手轻轻一抬，幻影剑舞。刹那间，阿甘佐的身影在原地快速虚晃了几次，数不清的寒芒带着斩尽一切的锋锐滑向了四周。寒光闪过，异族玩家们脸色大变，1000万攻击力。毫不客气地说，在场的各位没有任何一个异族能够顶得住这数十道剑芒，就算是泰坦一族不拿出压箱底的手段，都得饮恨当场。绝望的气息浮现，异族玩家颓然地站在原地，他们已然放弃了抵抗。我宝贵的韭菜们，可不能让你这样屠戮。林白的声音缓缓在人群中传来，只见他眼中光芒一闪，刹那间，一道薄如蝉翼的金色屏障将所有异族护佑在了身后。叮叮叮叮叮，剑气纵横，一波接一波的斩在金色屏障上。负1500万，负1500万，负1500万，负1500万。数十道红色数字飘起。当异族玩家看到金色屏障的血条时，全部愣在了原地。金色屏障，剩余血量28亿，有点意思。不过你能扛得住这一剑吗？阿甘左眼神中闪过一丝战意。林白笑了笑，手掌轻抬。下一刻，在无数异族玩家震撼的眼神中，遮天蔽日的元素技能浮现在林白身后，恐怖的压迫感扑面而来。无数异族艰难地吞咽着喉咙，他们能感觉到那些元素蕴含的能量有多么的狂暴、恐怖。还是你能先活下来再说吧。林白轻轻打了个响指。阿甘佐虽是神级，但是没有觉醒神灵法则，元素技能
对其可以生效。下一刻，如同海啸一般的元素能量狂涌而来，偌大的神殿大厅都昏暗了下来。敌人虽众，一击皆斩。阿甘佐低语一声，旋即闭上了双眼，杀意感知，肉眼可见的黑色圆环瞬间覆盖整个大殿空间。这一刻，所有玩家都眼前一暗。待到恢复视线时，玩家们全部进入到一个未知空间。一时间，林白所发出的技能宛如陷入了泥潭一般，变得异常缓慢，就连技能所行走的轨迹都变得肉眼可见起来。无懈可击吗？阿甘佐轻声一叹，睁开了双眼。他已经知晓了自己的命运。轰轰轰！30亿！炸裂的伤害数字飘出。阿甘左手中的利刃折断，目光柔和地看了一眼林白后，重重地摔倒在地。第140章，怎么赔偿？我这又小又脆弱的心灵。叮！你击杀了圣殿守护者阿甘佐，获得经验值3亿，恭喜你升到100级。下一级所需经验4亿4000万。世界公告：恭喜玩家神器获得日曜神殿圣殿守护者阿甘左手杀，获得奖励神灵币98万，获得手杀额外奖励随机技能箱神级1，诸天万界大喇叭石。叮！你已到达 LV100，是否即刻召唤接引神使前往神域？系统提示接连响起。林白成功升至100级。此外，他收到了一个名为神灵引路的主动技能，这个技能可以召唤神使降临，使自己成功去往神界正道成神。不过他目前没有这个想法，毕竟远古之神还未消灭，等将远古之神全部搞定再去也不迟。想到这里，林白满脸和善地看向异界玩家们，该割韭菜了。此时，由于圣殿护卫者阿甘佐死亡，一道金光四溢的传送阵和一枚闪烁神光的宝箱出现在大殿中的王座旁。林白停靠在传送阵旁，笑眯眯地说道：“诸位韭菜，哦不，诸位异界玩家们，我们是不是该谈谈刚刚对我出手的事了？说吧，怎么赔偿我幼小又脆弱的心灵？”此话一出，所有异界玩家都懵在了原地。幼小又脆弱，这 TMD 说的是人话？想打劫我们就直接说，何必拐弯抹角的？此时，所有异界玩家都已经看清了眼前的形势。林白随手一挥，那如海啸般的技能雨和那恐怖的爆炸伤害，都让他们忍不住有些颤抖。也许泰坦一族或者有办法，毕竟他们一族可是诸天万界中首屈一指的强横族群。想到这里，无数异界玩家将期盼的目光看向矗立在大殿中的3位黄金泰坦：瑞亚、特弥斯、泰西斯。感受着玩家们火热的目光，泰坦族的3位黄金泰坦脸色都黑黑的。马德，缺不缺德呀？你们都看我们做什么？我们也打不过神器啊！这一刻，整个大厅都沉默下来。喂，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呢？林白眼中掠过一道寒芒。马德，大不了就是一死呗。没想到一向强势的泰坦族也成了怂包。我夜眼一族。轰！一名夜眼族玩家话还未落，就在原地炸开了，绿色血液喷溅一地。叮！掠夺效果生效。哗啦！提示音传来，夜眼族的尸体发生了2次爆炸。下个瞬间，琳琅满目的各色物品从夜眼族的背包中掉落出来。这是黄金泰坦瑞亚，瞳孔一阵收缩。哪里是尸体第2次爆炸，分明是尸体上的背包炸了。神器竟然有如此强横的掠夺手段，这也太变态了。似是为了验证瑞亚心中所想，林白唰的一下消失在了原地。轰轰轰！技能不断炸裂，一只只夜眼族死亡。凡是黄光闪过的地方，到处都陈列着颜色各异的战利品。看来神器在这日曜神殿中得到了了不得的掠夺道具。瑞亚也愈发确定了心中所想：跑，快跑，快搭乘传送阵离开这里！我不信他能将我们屠戮一空。神器，你这样做不怕被万族共讨吗？此时异族玩家们慌乱不已，朝着传送阵跑去，生怕被林白给盯上。想走？林白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抬手就是无数个冰霜咆哮，整个传送阵附近瞬间化为禁区。看来今天不大出血，是无法离开这里了。黄金泰坦瑞亚摇头叹了口气，原本以为是一场愉快的冒险之旅，谁成想竟然发展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住手吧神器，我泰坦一族愿意补偿你的心灵创伤。瑞亚眼中满是无奈地说道，与其被神器杀爆，还不如主动交出点战利品，这样的话至少一些强力道具可以选择性的留下。哦，总算是开窍了。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
他没对泰坦一族出手，就是为了让泰坦们起到一个带头大哥作用。带头大哥都怂了，小弟们还能不从？有泰坦领头，接下来的事情变得异常简单起来。一颗颗元素精华，一件件林白认为有用的设计图，纷纷涌入了他的背包中。叮！恭喜你获得设计图青灵之歌3星神器，恭喜你获得设计图流光星陨刀1星神器，恭喜你获得道具璀璨的神圣精华57209枚，恭喜你获得道具璀璨的暗影精华67209枚，恭喜你获得道具璀璨的死灵精华46789枚。此时林白的眼睛越发的明亮起来。6种属性精华共计收获30多万枚，神级设计图上百张，至于其他杂七杂八的材料更是多不胜数。不过林白也没有太过分，除了精华和设计图，别的东西他也看不上眼。当然刚烈的异族玩家也不是没有，可惜刚有反抗的苗头就被林白给无情扼杀了。对付这群异族他可不会丝毫惯病，尤其是上一世大肆入侵蓝星造成血腥杀戮的异族更是没放过一个。时间缓缓流逝，一个接一个异族搭乘传送阵离去，不过每一个异族的脸色都很不好看，白玩一趟不说，还搭进去不少东西，真 TMD 亏大了。传送阵前，黄金泰坦瑞亚看了林白一眼，缓缓开口说道：你就不怕我们有朝一日降临人类世界，对你展开报复吗？闻言，林白笑了笑，淡淡的说道：你觉得会有那么一天吗？第141章至尊级宝箱万域星界。此时日曜神殿终极圣殿内，这里除了林白以外早已空无一人。大厅中，一枚散发着神性光辉的鎏金宝箱正静静地放置在大殿中央。圣殿守护者宝箱，类型宝箱，级别至尊级，描述开启后可在10件至尊物品中任选1件作为奖励。简单粗暴的描述诉说着这枚宝箱的不凡。林白嘴角微微向上滑起，径直来到宝箱前方，没有多余废话，直接开启。哗啦，伴随着炽烈的金芒闪过，10件散发着各色光辉的物品逐一呈现在林白眼前。林白选中一柄泛着猩红色光芒的长枪兵器，恐怖的数值属性映入他眼帘之中。噬黄掠穹枪，级别至尊级，物理魔法攻击100亿，效果击杀目标后掠夺其 50% 面板属性，0100层，职业要求战士，死。看到这里，林白倒吸了一口冷气，惊叹道：不愧是至尊神器，真是强横的让人心惊，也难怪那些至尊们随手一击便灭杀了无数神灵。上一世永恒神藏现世，至尊神灵仅仅随手一挥，便让整个宇宙苍穹都崩裂坍塌，无数生灵在其威能下尽数陨落。让我看看其他9件装备有多么的强悍。林白收敛心绪，将目光投向其他几件物品。风魔饮血剑，尼泊龙根权杖，梦境者的低语，心灵控制洗戒。10件至尊级物品依次排列，每一件都足以让人心惊。不过此时林白的目光却投向了当中的一枚戒指，万域星戒，类型戒指，级别至尊，等级无级别限制，智力加10亿，力量加10亿，体力加10亿，敏捷加10亿。效果星图发动后开启诸天万界坐标，可传送至任意区域，无冷却，所需传送时间10秒。职业要求通用。好东西啊！林白眼前一亮，相比其他几件强横的武器来说，这枚戒指的价值要重要的多。有了它，他就可以任意的穿梭寰宇，不需要再去耗时寻找传送法阵了，这会让他接下来的行动省却不少麻烦。更何况目前他搞出的动静很大，月圆之夜降落的金色卡片恐怕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效果，还是得提前应对才行。就你了！林白随手一挥，径直将戒指抓入手中，如同银河制成的星戒落入背包。一连2道提示音自林白耳边响起。叮！恭喜你获得万域星戒至尊级。叮！日曜神殿即将消散，是否即可传送回本土世界？由于守护者阿甘佐被击败，日曜神殿开始变得虚幻起来，似乎随时都要消失一般。是。林白话音刚落，下一刻一道金光璀璨的光门出现，林白踏步而入，直接离开了日曜神殿。现实世界，青鸟市，市南海岸线。日曜神殿的出现让无数人心中感到不安。
无数机械化步兵、最先进的各类战机以及坦克装甲车在这里严阵以待着。此时，队伍中，孙凡正有些拘谨地站在一位中山装老者身后，老者目光望向辉煌雄伟的日耀神殿，眼中泛着异样的光彩，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就在这时，大海如同被煮沸了一般，一阵翻腾。下一刻，横跨天地的金光从天而降，落在了日耀神殿顶端。与此同时，林白以及诸多人族玩家的身影出现在海平面上。唰，林白的身影自大海中出现。不过，当看到周围海岸线上那严阵以待的自行火炮以及诸多坦克、机械化步兵时，他不由得摇头笑了笑。日耀神殿在降临的那一刹那，这种情况就早已注定。毕竟在这个时代，除了他以外，谁也摸不准日耀神殿中会不会有强横的怪物涌出来。神器，可否与我一叙？老者略带激动的声音通过传声筒自岸上传来。还未等林白答话，就在这时，整个青鸟市的天空变得金光璀璨起来，一道道充斥着神性的圣洁光辉自天空中朝四方洒落而去。与此同时，一道和蔼苍老、让人忍不住心生敬意的低语声自所有夏国人耳边响起。夏国玩家，神器成功通关日耀神殿，评价完美。所有夏国人类进入神器世界后，幸运值、物品掉率提升10000%，持续时间7天。苍老的声音戛然而止，让人有一种听错了的感觉。不过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为震撼。通关日耀神殿，还有这种好事？这样也好，夏国玩家的整体实力将会一飞冲天了。林白笑了笑，正当他把目光投向海岸线上时，5道诡异至极的紫黑色光芒自虚空穿梭而来，缠绕在了林白身上。与此同时，一连5道提示音响彻在林白耳边：你受到远古之神亚萨吉的诅咒，你受到远古之神尤格萨隆的诅咒，你受到远古之神恩佐斯的诅咒，你受到远古之神萨拉塔斯的诅咒，你受到远古之神克苏恩的诅咒。效果，你所在的区域将会持续受到远古之神的袭击，持续时间无限，距离下次袭击降临3分钟。未等我找上你们，你们倒是先找上我了。林白冷声道：远古之神，他是必须要铲除的，更何况他早就接取了消灭远古之神的任务。看来我得尽快返回神器世界了，要不然蓝星恐怕将会迎来毁天灭地的浩劫。想了想，林白决定回到神器神界中，毕竟现实世界可经不起5大远古之神的折腾。想到这里，林白心念一动，径直呼出那张精致卡片。不过此时，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精致卡片在林白的注视下丧失了它原本的光泽，瞬间变得暗淡无光。果然不出我所料，哼，这是不希望我回到神器世界吗？林白随手一捏，精致卡片化成飞灰，随风消散。下一刻，林白轻轻触碰食指上的星界，淡笑道：可惜你们没有办法阻拦我。星图，璀璨星辰浮现，构成一张光彩夺目的星辰图案，在其上方，无数坐标点依次排列呈现在林白眼前。仅是一瞬间，林白便找到了那属于神器世界的坐标。林白选中坐标，下一刻，林白的身体瞬间化成一道星光，消失在了原地。场景转换，黑暗虚空浮现，一颗泛着紫色光泽的超大星球映入林白眼帘。伴随着紫色星球接近，林白猛然瞪大了双眼。那颗代表着神器世界的紫色星球，在其上方，5尊长满触手、庞大狰狞的恐怖怪物正吸附在神器星球上，一团团精纯的能量正不断被触手吸吮而出。第142章6大天赋圆满，远古之神爪牙来袭。唰，无垠虚空中，星光裹挟着林白急速前行。林白望着几乎将神器星球完全覆盖的5尊巨大黑影，暗自沉吟道：看来这就是5尊远古之神的本体了。话音未落，就在这时，林白突然敏锐地察觉到一股股无比精纯、汹涌澎湃的暗影能量正在疯狂地涌动着。远方，那颗绽放着紫色光芒的巨大星球上，似乎有着什么可怕的怪物正在缓缓苏醒。就在这时，5尊遮天黑影晃动，浩瀚的暗影之力翻涌。下一刻，一连5道震荡虚空的嘶吼声同时响起。嗷呜！5尊庞大的黑影似是感应到林白的气息，竟然在同一时间内快速苏醒过来。轰！星空震颤，狰狞的触手翻涌而出，数不清的星球炸裂，可怕的力量撼动星空。一条条遮天蔽日的粗大触手携带着无可匹敌的威能，从4面8方朝着林白夹击而来。还未等林白有所动作，就在这时，哗啦啦，伴随着一道道沉重的铁链声传来，
数之不尽的红色魔法锁链，后发先至，瞬间将所有触手缠绕封锁。轰！滔天巨响响彻星空，来势凶狠的触手被红色锁链封印，瞬间停下了凶猛的攻势。嗷！受到锁链封锁，五尊远古之神齐齐发出一声怒吼，恐怖的音波能量回荡在这片星空，一时间又有无数的星辰崩碎。哗啦啦！红色锁链无比灵活，如同灵蛇一般缠绕在五尊远古之神躯干上，让他们无法动弹分毫。哗啦哗啦啦！伴随着铁链拖曳声不断响起，远古之神的触手被红色锁链尽数拖回。吼！不甘的怒吼声响起，不过很快便沉寂了下去，似乎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此时，整个星空再度恢复死一般的寂静。不过此时，林白也发现了当中的蹊跷，红色锁链将五尊远古之神死死封在了神器世界之外。看来又是那个女人的杰作，不知道她到底想要做什么。此时，林白心中很是疑惑。按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个红衣女人明显有击杀远古之神的实力，为何要如此纵容远古之神，纵容他们肆意汲取神器世界星魂的能量？这不是胡闹吗？林白微微皱眉，喃喃自语道：真相早晚有水落石出的那天。带着心头疑惑，林白降临在了神器世界，当前位置暴风王国王城中央。林白浑身笼罩在星光中，降临在了此处。此时距离远古之神爪牙的袭击时间还剩下不到2分钟，先将璀璨的精华吞噬，把自身的6大天赋尽数升到满级，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去灭杀远古之神了。林白打定了主意，打开背包，将一组组璀璨精华握在手中。璀璨的精华神光流转，一股股精纯的能量在内部不断翻腾。咔嚓！下一刻，林白径直将整组精华捏碎。叮！你使用了璀璨的能量精华1，你使用了璀璨的能量精华2。提示音响起，林白清晰地感知到精纯的元素能量尽数朝着他的掌心涌来。与此同时，那沉寂已久的6条天赋树能量条快速地疯长起来。叮！虚空之力暗影 67%、68%、69%，死亡之力死灵 89%、92%， 秩序之力奥数。随着林白不断注入璀璨精华，一道不同于之前的提示响彻在林白耳边。叮！恭喜你解锁死亡之力死灵第8层天赋亡灵意志，所需天赋点1000点。恭喜你解锁虚空之力暗影第8层天赋黑暗空间，所需天赋点1000点。恭喜你解锁秩序之力奥数第8层天赋魔焰宝珠，所需天赋点1000点。恭喜你解锁神圣之力光明第8层天赋。此时6大天赋树第8层天赋树尽数激活，而此刻林白手上的动作却变得更快了。一组组璀璨精华被捏爆，林白的6大天赋条急速上涨着。提示音接连响起。叮！恭喜你解锁死亡之力死灵第9层天赋。恭喜你解锁虚空之力暗影第9层天赋。恭喜你解锁秩序之力奥数第9层天赋。30秒后，一连将背包中的所有精华捏爆，林白的6条天赋树终于晋升至顶点。叮！恭喜你解锁死亡之力死灵第10层天赋。恭喜你解锁虚空之力暗影第10层天赋。恭喜你解锁秩序之力奥数第10层天赋。恭喜你解锁光明之力神圣第10层天赋。林白嘴角微微上扬，看向6大天赋树中的光明之力神圣。光晕湮灭，等级满级。效果1：炽烈的圣光湮灭一切罪恶，释放后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魔法攻击正10000%的神圣伤害，持续时间每秒10%最大法力值。效果2：神圣标记攻击目标时，会对目标释放一道神圣标记，使你造成的伤害提高100%，并使其长期暴露在你的视线中，持续时间无限。技能伤害很高，已经是元素类技能的天花板，而且神圣标记的效果也十分强大，有增伤和追踪的作用。让我看看其余的5道天赋技能又有多么的强悍。林白刚要将目光投向其他天赋，就在这时，整个暴风王国的上空忽然变得乌云密布，轰轰轰，黑色闪电不断袭落，一团团黑色炎火自空中袭落。一时间，无数玩家带着好奇的目光向着天空看去。就在这时，一边突起，原本就翻腾不断的乌云忽然向苍穹之上倒卷而去，随着一道道摄人心神的黑色闪电划过，
满是乌云的天空忽然开裂出一道泛着蓝色光芒的可怖巨型裂缝。吼！震耳的嘶吼声不断从裂缝中传来，一头头声有可怕触手的狰狞怪物从裂缝中现出身形。与此同时，一则提示音自林白耳边响起：远古之神爪牙来袭，你已经进入战斗状态。第143章，目标尤格萨隆。林白抬头看向天空，此时天空中的缝隙越来越大，一只又一只长有触手、挥动羽翼的黑色怪物从裂缝中走出。千猴之魔尤格萨隆的仆从，阶位半神级，等级 LV99， 生命值10亿，攻击力10亿。光环1对混乱、暗影、秩序、生命、死灵5大元素属性攻击免疫。光环2使自身范围1000米内的一切目标持续损失心智，腐蚀心智。当心智降低为0时，你将变为尤格萨隆的新仆从。5大元素伤害免疫，持续腐蚀心智。仅仅是仆从就如此之强。哦！此时天空中的怪物越聚越多，暴风城内的不少玩家开始露出绝望的神色。免疫5大元素攻击10亿血量和攻击力，这还怎么玩？直接 TM 躺平就得了。尤格萨隆，你果然是第一个坐不住的。不过这样也好，正好拿你们试试新技能。林白望向天空的诸多怪物仆从，抬手遥遥指向天空。远古之神这种至尊造物，就连他们的仆从都拥有着极高的元素抗性，可想而知，作为主人的远古之神将会是多么强大。不过5大元素免疫又如何？它可是解锁6种元素的存在。魔力涌动，神光流转，一团宛如太阳般耀眼的圣光法球出现在林白手掌之间。光晕湮灭，去！林白稍一弹指，裹挟着湮灭一切力量的圣光法球自林白手中脱手而出，唰的一声消失在了空间之中。当再度出现时，圣光法球已然降临在了裂缝正前方。嗡！伴随着神圣之力爆发，整片空间都荡起了道道波纹。下一刻，刺眼夺目的光芒闪过，整个天地瞬间变成纯白色的无声世界。6060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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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片的红色数字在天空浮现，湮灭一切的光明之力瞬间将所有远古之神仆从扫荡一空。叮！你击退了远古之神的攻击，距离下一次袭击剩余3分钟。提示响起，林白眼里闪过一道寒芒，冷声道：尤格萨隆，你将会是第一个死掉的远古之神。自从神器世界降临以来，搞事最多的就是尤格萨隆这个家伙，更何况之前尤格萨隆还利用幻境图像迷惑了自己，是时候该了断一下了。林白暗自沉吟道。短暂呢喃后，林白将目光投向背包，查看起之前的战利品。刚刚在日曜神殿的时候，他可是缴获了不少设计图，既然要与远古之神清算，一定要准备充分才行。很快，林白找到了适合自己使用的设计图，没有犹豫，直接命令器灵锻造。叮！你成功锻造了青灵之歌，你的青灵之歌获得额外特效反射图层。叮！你成功锻造了堕落天使的执念，你的堕落天使的执念获得额外特效金化双剑。青灵之歌3星神器，类型护甲，等级 LV99， 物理防御力30亿，魔法防御力30亿，智力加10亿，体力加10亿。效果1，进入战斗后，你将获得一个持续时间无限、拥有 50% 魔法攻击力的能量护盾。锻造特技反射图层受到元素属性攻击后，有 99% 的几率将攻击反射给施法者，每3分钟触发一次。堕落天使的执念4星神器，类型首饰，等级 LV99， 智力加5亿，敏捷加5亿，力量加5亿，体力加5亿，所有元素抗性加10亿。锻造特效金化双剑，当你发动攻击时，身边会浮现出2柄巨型长剑攻击敌人。锻造完毕，林白呼出了自己的角色面板。 ID 神器，等级 LV100， 经验值 Max， 职业元素主宰，生命值300亿，法力值420亿，物理攻击25亿，魔法攻击35亿，物理防御30亿，魔法防御30亿，所有元素抗性加10亿。略查看完毕，林白的目光又转而投向刚刚解锁的5大天赋技能。死戒，御杀召唤死灵之戒，笼罩天地，对区域内造成魔法攻击正10000%的死灵伤害，
持续时间每秒10%最大法力值。暗魔魔剑召唤暗影魔剑，持续期间对目标造成魔法攻击正10000%的暗影伤害，消耗50%最大法力值。翡翠复生，粗略地看了一眼技能，林白将目光收回，心中暗道：以我目前的属性和技能，足够去消灭远古之神了。想到这里，林白摸了摸手上的星戒，低语道：目标桑中镇。传送，星芒闪烁，林白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当前位置桑中镇。此时尤格萨隆大脑所在密室，愤怒的咆哮声正不断从密室中传来，一红一黑两道身影正漂浮在半空中。你与无主的契约之期已到，为何还将吾等分尸囚禁在此？尤格萨隆愤怒地低吼着：我只答应虚空大军不杀死你们这5条小虫子，你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红色身影语气冷清地说道。尤格萨隆闻言一怔，身影剧烈地起伏起来。他确实没死，但又跟死了没什么两样。这个世界的星魂终究会被我虚空族捕获，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尤格萨隆怒视着眼前的红色亮影。就在这时，天空中的红色身影忽然沉默了数秒，下一刻他轻轻一笑，只见其素手一翻，一颗跳动的黑色心脏被他随手扔在了地上。我的心脏！尤格萨隆瞳孔猛地收缩起来，这可是他的力量源泉，有了它，自己就能换回支离破碎的身体，重新回到巅峰时期的力量。短暂的激动过后，尤格萨隆的目光中忽然闪过一丝危险的冷芒，心中惊疑不定道：这个女人竟然如此轻易地将心脏还给了自己，她到底想做什么？第144章尤格萨隆现身。神器大帝，4尊潜伏在无名之地的恒古存在相继睁开黑色的瞳孔，他们能清楚地感知到与自己同宗同源的族人力量正在快速苏醒。黑暗中，一尊生有7对黑瞳，浑身暗影流转的生物低语道：想不到尤格萨隆竟然先吾等一步，挣脱了那个女人的束缚，他是怎么做到的？亚煞及7对黑瞳中充斥着疑惑的神色。尤格萨隆是他们5尊远古之神中实力中等的存在，自己这个当大哥的还被封印着，身为小弟的尤格萨隆竟然率先挣脱束缚，这就挺突然的。就在亚煞吉有些怀疑人生的时候，在他身后，一个头颅是硕大眼球的怪物开口了，并不是尤格萨隆主动挣脱的。闻言，亚煞吉7对黑瞳猛地迸发出一道黑芒，又是那个女人。克苏恩没有答话，树丛中突然亮起一道紫芒，似是在推演什么。良久后，尤格萨隆的命运线似乎被什么东西所斩断，我无法推算他的命运，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克苏恩低声呢喃道，可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这时，一道兴奋的怒吼响彻了整个神器世界。无尤格萨隆终于脱困了！突如其来的怒吼瞬间掠过大地，响彻了整个神器世界。天空中，黑色光芒四散而去，原本晴朗的天空变得如同黑夜一般。虚空中，一道如神似魔的庞大身影若隐若现，他那狰狞的大嘴似乎可以一口便吞噬整片星空，恐怖的音波响彻八方。此时，林白自然也听到了尤格萨隆的怒吼。尤格萨隆脱困了。林白心中一荡，看着漆黑一片的大地以及那道狰狞可怖的黑暗巨口，目光中闪过一道冷冽。尤格萨隆早不脱困晚不脱困，偏偏自己找他算账的时候脱困了，就挺意外的。原本上他只要疯狂攻击尤格萨隆的大脑就可以了，现在恐怕又要生出些许波折出来。不过林白也没在怕，尤格萨隆到底不属于神灵范畴，顶多就是有点畸形，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想要拿捏他还是十拿九稳的。让我看看上一世如雷贯耳的远古之神到底有多么强横。林白目光眺望远方，急速地朝着天空掠去。尤格萨隆出世，震动了整个神器世界，悲痛、哀伤、不可抗拒的黑暗伟力弥漫八方。无数玩家和 NPC 抬头望向那头遮天蔽日的庞大黑影，艰难地吞咽着喉咙。这是什么鬼东西啊？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要脱体而出了。啊，我的眼！白光闪烁，无数玩家莫名其妙的死亡。这一幕让无数玩家不敢再直视天空中的尤格萨隆。就在这时，一道璀璨的光华闪过，有玩家惊讶地喊道：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天空中，一道星光急速掠过，带璀璨的星光划过天空，笔直地冲向黑暗源头。尤格萨隆！林白随手一挥，一道光彩夺目的圣光长剑携带着耀目金芒狠狠地斩了过去。负40亿！金光裂空，恐怖的伤口出现在尤格萨隆胸膛。与此同时，
尤格萨隆的属性信息也出现在了林白眼前。远古之神尤格萨隆，虚空造物，等级 LV120，生命值1499601500000亿，魔力值2500亿，物理攻击力30亿，魔法攻击力30亿，防御65亿。略光环，光环1，元素转换每隔一段时间对混乱、暗影、秩序、生命、死灵5大元素属性攻击免疫。光环2，使自身范围10万米内的一切目标每2秒损失 1% 心智值。腐蚀心智，当心智降低为0时，你将变为尤格萨隆的新仆从。技能：精神控制，精神控制目标暂时受尤格萨隆控制，同时降低你的理智数值 4%， 5万码射程。精神冲击，造成魔法伤害2的暗影伤害，同时降低你的理智数值 9%。冷却时间3秒。扭曲心灵，造成501点真实伤害，并使玩家陷入恐惧，同时降低理智数值 3%， 持续4秒。冷却时间30秒。疯狂凝视，凝视尤格萨隆的巨口将扰乱你的意志，每秒损失1000万点生命值。尤格萨隆拥有无与伦比的侵蚀手段，如果不能在100秒内解决掉它，那么将会彻底变身成他的爪牙。是你？感觉到熟悉的气息，尤格萨隆目光中满是杀意。未等林白答话，一条裹挟着暗影之力的触手如同山岳一般压了过来。你是没吃饱饭吗？林白目光中满淡然。轰！巨响传来，刹那间，林白被山岳般的触手扫中，负100万。0，法术伤害被抵消，物理伤害也只打掉林白一丝丝血量，物防和魔防都高达几十亿，血量恢复速度更是快的一批。尤格萨隆这一击宛如给林白刮痧。怎么可能？尤格萨隆的瞳孔深处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在不久之前，眼前的这个家伙可还是蝼蚁一般的存在。此时，尤格萨隆有些懵逼，明明应该是自己王者归来，重新统治大地才对，这剧情不对劲。直到脑海中闪过一抹红色亮影时，尤格萨隆悟了。随后，他仰天咆哮道：“红叶至尊，你竟敢把吾当成了这个蝼蚁的踏脚石！”轰！恐怖的气息弥漫，一瞬间，天空中的乌云散尽，大地层层皲裂开来，一道道如墨般的暗影能量席卷八方。与此同时，尤格萨隆身上的躯体颜色一变，身上骤然出现一道 buff， 元素转换，当前对神圣、暗影、生命、混乱、死灵元素免疫。第145章，瞬杀远古之神，意识觉醒。伴随着尤格萨隆抗性改变，林白目光中闪过一道精纯到极致的元素光辉，根本没有丝毫犹豫，正是他6大天赋中的秩序之力绝技。秩序灭魂，2道湛蓝色的射线自林白眼眸中射出，射线上5颜6色的能量法珠环绕，让人无法抵挡的秩序之力猛然爆发。爆！爆！爆！数之不尽的能量法珠铺天盖地的袭向尤格萨隆。轰轰轰轰！虚空震颤，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天际，尤格萨隆被彻底淹没在了当中。10500亿，21000亿，42000亿，84000亿。秩序灭魂所拥有的特殊效果是叠加爆炸伤害，一共会叠加5层。即便尤格萨隆拥有15万亿的血量，也没有办法在这一击下存活。叮！你击杀了远古之神尤格萨隆，获得15000亿经验值。当前经验值已满，自动存储经验池。任务：消灭远古之神，当前完成进度1/5。系统提示接连响起。林白来到了尤格萨隆巨大的尸身旁，望着琳琅满目的战利品，林白嘴角微扬。不过下一刻，林白的目光忽然被数十道散发着星辰光芒的物品所吸引，随手一招，那数十道如同星光闪烁的纯净能量，径直落在了林白手中。星魂碎片，能量流转，光华四溢，没有任何多余的介绍，和远古之神抽取的星魂能量很像，就是不知道作用是什么。就在林白有些疑惑这些星光的用途时，下一刻，这些星光竟然径直融合进了他的躯体中。刹那间，林白忽然感觉到有一股莫名的封印力量从他的脑海中散去，脑海中变得无比清明。与此同时，林白缓缓闭合双眼，他的脑海中一幅又一幅破碎的画面在快速重组。良久后，嗡，伴随着虚空波纹震动。就在这时，林白猛然睁开双眼，星光漫天，一道浩荡的神音传遍了整颗神器星球。吾乃神器星魂，林白。
无名之地，永劫冻土。四尊恒古的存在，猩红的目光中满是震怒。尤格萨隆竟然没有一丝还手之力，就被秒杀了，这怎么可能？亚煞吉的咆哮声回荡在成片空间中。一旁，浑身长满眼球，头颅是一颗眼球的克苏恩正要开口，就在这时，漫天红芒洒落，一道若隐若现、被红色光芒包裹的身影在虚空中缓缓凝实，红芒点点，至尊之力涌现。盘踞在此的四尊远古之神豁然生出感应。亚煞吉咬牙切齿地说道：“红叶至尊，杀意无限，根本不加掩饰。”对此，红叶根本没有理会，只见他素手一挥，4颗跳动的黑色心脏被他如同垃圾一般丢在了地上。这是亚煞吉等4尊远古之神心头狂跳，这可是他们的力量源泉，这个女魔头竟然如此轻易地还给了他们。在互相对视了一眼后，他们一下子便联想到尤格萨隆为何会被击杀，去与神器一战，不然死。红叶的声音回荡在这片空间，身影缓缓消散在了半空。怎么办？亚煞吉望着地上的心脏，眸光流转，说不心动那是假的。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克苏恩忽然伸出一条触手，将自己的心脏卷走。他静静地望着心脏，低语道：“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不过我好奇的是，为何红叶至尊不亲自出手斩杀吾等？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亚煞吉7对眼瞳中黑光闪烁，4大远古之神各自拾取心脏，在对视了一眼后，齐刷刷地将心脏安回原位。此时，天际之上，林白双眼紧闭，漂浮在天空中，其身上星光流转，整片星空都隐隐在坍缩着。下一刻，林白猛地睁开双眼，他已经将星魂碎片中的能量尽数汲取。相比之前，林白的实力又呈几何式增长。林白随意地挥动了下拳头，山岳崩塌，一个黑黝黝的空间裂缝骤然出现。下一刻，林白手中绿色银光流转，原本破碎的山脉和虚空又瞬间恢复如初，随手破碎虚空，创造生命。这就是至尊所拥有的力量。那4条小虫子该把我的魂力还回来了。短暂呢喃过后，林白撕裂空间，瞬间出现在无垠虚空当中。紫色大星流转，原本盘踞在上面的5道身影，现在只剩下4道。此时，林白能清晰地感知到，这4头远古之神的力量正在快速地复苏着。浮游撼树，不自量力。林白目光中满是淡然，只见他随手一抓，4条遮天巨手浮现，狠狠地抓在了4头远古之神躯干上。给我起！伴随着林白一声低吼，4头恐怖狰狞的远古之神竟然被挨硬生生从星球上拔起，原本深入神器星球的触手也在这一刻被剥离开来。这是亚煞吉望向林白，他那7对黑瞳中满是惊恐，他们的力量已经恢复如初，竟然连一丝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如同被拔萝卜一般，硬生生的给人拔了出来。难道这个人成了至尊？你们在我的躯体上窃取了太多精华，是时候该还给我了。林白伸出一根手指，4道璀璨的星光自指尖射出，嗖！星辰之力瞬间穿透空间屏障，滴落在了4头远古之神头颅上方。9999999亿，9999999亿，9999999亿，伤害直接拉满。远古之神没有丝毫招架之力，虚空大军会为我们复仇。亚煞吉等4大古神发出一声怒吼，4道10数万亿的血条瞬间被清空。叮！你击杀了远古之神亚煞吉，获得15000亿经验值。你击杀了远古之神恩佐斯，获得15000亿经验值。你击杀了远古之神克苏恩，获得15000亿经验值。你击杀了远古之神萨拉塔斯，获得15000亿经验值。4尊古神炸裂，海量星魂碎片被掉落出来。林白随手一招，将星魂碎片尽数收取。还未等他有所动作，下一刻，红芒四起，一抹窈窕的红色亮影出现在了林白面前。这一刻，我等了太久太久了。第146章创世神灵阿萨托斯。永恒黑暗虚空，林白和红叶漂浮在空中，无形的力量相互碰撞，虚空如同镜面一般层层破裂，又慢慢重组。你终于摆脱了远古之神的梦魇，挣脱了他们的束缚。红叶眸子中红光点点，语气柔和地说道。亿万万的灵魂之中，只有林白这一朵盛开。为了这一刻，他真的是等了太久太久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选择我？林白神色淡然地看着红叶，并非是我选择你，而是你手中的昊天神锤做出的选择。红叶身上的丝巾漂浮，淡淡红芒溢向四方。嗡！红芒点点，弥漫整个寰宇。
下一刻，时间长河浮现，林白放眼望去，发现无数微弱的亮光在时间长河中随波逐流着，唯有一团亮光竟然想逆流而上，要摆脱自己的命运。就在这时，一柄神锤浮现，朝光团落下，很快便消失不见，与之融为了一体。还未等林白做出反应，忽然时间长河汹涌澎湃，变得不再平静祥和，无尽的黑暗能量自时间长河源头涌下，整个亮银色的时间长河瞬间被污染大半，变得漆黑无比。唯有2道光团在黑暗之中散发着炽烈光芒，与之抗衡。这是……林白目光闪过一道异芒，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竟然连时间长河都能腐化，很惊讶是吗？红叶轻声说道。虚空大军，没想到他竟然连时间长河都能腐化，这确实让我很惊讶。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林白眉头紧皱，神情有些凝重。虚空大军为9星至尊，本就已经达到了不死不灭的地步，为何要破灭星辰，腐化星魂，疯狂汲取这片宇宙的本源之力？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创世神灵阿萨托斯苏醒。红叶话音还未落下，原本平静的寰宇骤然闪过无数黑色闪电，似乎阿萨托斯的名讳是一种禁忌，只要提起便会触发惊人的景象。创世神灵阿萨托斯，林白瞳孔猛地收缩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至尊神灵竟然还不是终点，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着创世神灵。此时林白脑海中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那岂不是说自己所处的空间极有可能是被人创造而出？呵呵，红叶轻轻一笑，似是看透了林白心中所想，平静道：很惊讶是吧？不过也确实如你所想的那般，我们由创世神灵所造，这片寰宇也不过是他身体中的一小部分罢了。至于他为何会被虚空腐化，我就不得而知了。红叶轻声低语着，似乎在说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林白心中却早已掀起了轩然大波，自己所在的寰宇居然只是一小部分，这可着实让他有些惊讶。你已知晓事情真相，是否愿意协助我彻底消灭虚空大军？红叶漂浮在半空中，静静地望着林白，等待着他的抉择。与此同时，系统提示突然响起，叮！寰宇级公告，玩家神器触发终极任务，消灭虚空大军。竟然还有任务？林白神色有些意外，将目光投了过去。任务：消灭虚空大军，类型：至尊级任务，等级 LV100。描述：虚空大军对这片宇宙的腐化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如果不加以阻止，创世神灵阿萨托斯将永远无法苏醒。任务目标：消灭虚空大军。任务成功奖励：1星魂之花1。任务介绍的很简单，虽然不知道星魂之花是什么东西，但想必也不是凡物。不过林白却没有着急接下任务，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红叶。消灭虚空大军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吗？林白面色平淡地说道。闻言，红叶眉头皱了皱，似是思量着是什么。良久后，红叶用红色的眸子看向林白，脸上的神情有着些许复杂。我开始也如你这般所想，不过在得知了某些真相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某些真相？林白来了一丝兴致。好家伙，原来还有故事！你做好准备了吗？迎接这个世界的真相。林白目光中一片平静，在深深吸了一口气后点了点头。准备好了。红叶深深看了一眼林白，缓缓地抬起手臂，只见他手掌一挥，环绕在身上的红色丝巾径直射向天空。刹那间，整个黑暗虚空都变为了一抹深红。就在林白有些不解之时，红彤彤的虚空中出现一个黝黑无比的黑洞。一时间，恒古、苍老、不可抗拒的伟力忽然从黑洞中涌而出。下一刻，一尊紧闭双目、无比伟岸的身影映入林白的眼帘，神圣、伟岸、光芒万丈，还有着极为强烈的亲切感，似乎是自己的血亲一般。这是……林白瞳孔一阵收缩，在汲取星辰碎片后，他的力量与红叶一般无二，可以说是这片天地最强大的存在之一。可在这尊伟岸的身影前，他感觉自己宛如蝼蚁一般，根本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力量，灵魂与血脉宛如受到了压制。不过下一秒，林白便被环绕在这尊身影上的3道光芒以及胸前一处狰狞可怖的伤口所吸引。锤形、丝巾，还有一个如同饰品状的物件。还未等林白从震撼中回过神，下一刻，不可抗拒的伟力袭来，林白与红叶齐刷刷被震飞出去，双双跌落在远处的星球上。澎湃的力量荡向八方，黑洞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似乎随时都会脱离掌控。风！红叶见状不妙，
抬手打出数道玄奥的印诀，飞舞在天空上的红色丝巾瞬间飞出，丝巾环绕原本不断扩张的黑洞，缓缓缩小着。见状，红叶轻轻松了一口气，可还未等他开口，下一刻，林白与红叶的齐刷刷抬头望向宇宙北方的一片虚无，在那里，无尽的黑暗能量正在汇聚，一尊如神似魔的黑暗身影缓缓睁开了双眼。第147章四大至尊神灵。2道深蓝色的射线自瞳孔发出，一瞬间便贯穿无数星球，星球如烟花般炸裂，一道低沉的声音响彻虚空。难怪我没有找到他的躯体。下一刻，一尊浑身笼罩在黑暗漩涡中的身影后发先至，瞬息来到林白和红叶前方。原来你手中的红灵才是打开通道的关键。虚空大军深蓝色的眼眸透出无尽的渴望。不过下一刻，他眸光一转，带着满是的寒光扫向林白，冷声道：你也真是超乎了我的预料，竟然能成长至如此地步。虚空震颤，黑暗之光乍现，虚空大军直接出手了，饱含怒火与湮灭的浩瀚神力，如同大海一般朝林白倾倒而来。呵，林白不以为意地笑了笑，随手一挥，神圣力量汇聚，化作一道耀目至极的金色光束，径直迎了上去。嗡嗡嗡，恐怖的能量对冲，一光一暗，两股能量交织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如同太阳般大小的能量光球。光球不断膨胀着，在两股力量的疯狂灌注下，逐渐到达了临界点。轰！响彻寰宇的爆炸响起，如同开天辟地，无数星球在这一击下化为尘埃。剧烈的爆炸能量更是在虚空中绽放出一朵七彩焰火。在这一刻，无数星球上的生物都见到了天空中绽放的光芒。不过天空中传来的力量以及消失的星辰，却让所有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在这样的力量下存活下来。虚空大军，我们的账也是时候清算一下了。红叶漂浮在半空，目光中说不出的冷清。在林白出现之前，这片宇宙一共有3位至尊，要不是自己掌控着创世神灵的永恒神器之一，恐怕早就在2位至尊的围攻下丧命了。以多欺少，虚空大军不以为意地笑了笑。下一刻，他语气淡然地说道：这么多年未对你出手，你以为我真的对你没办法吗？萨格拉斯，我想我们该给红叶至尊好好的上一课了。绿芒涌动，一尊浑身墨绿色、手持火焰长剑的身影瞬息出现在虚空大军身旁。他睁开燃烧着火焰的眼眸，道：与我们一同堕入黑暗吧，红叶。话音还未落下，萨格拉斯直接挥动了手中的火焰长剑，极致的邪能之力灌注，与火焰交融在一起，整个剑身透露出一股斩灭万物的气息。萨格拉斯手中巨剑是逆天魔器，不能硬接。红叶急促地说道，他怕林白不知萨格拉斯底细，再吃了大亏。明白。林白自然没有那么傻，这道剑芒威势惊人，恐怕附带的效果也是极为恐怖。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选择硬抗，那妥妥的就是蠢。唰，2道残影闪过，林白和红叶的身影出现在远方。轰轰轰轰，剑影闪过，将整片虚无空间一分为二，无数星辰在这一击下炸裂，无数生命在这一刻化为尘埃。红叶至尊，难道你就只会像从前一样不断的逃跑吗？萨格拉斯绿色的眸子中满是疯狂。下一刻，他的气息瞬间攀登到极点，手臂更是突然增大了数倍不止。未见到萨格拉斯有所动作，突然无数道可怖的剑光浮现在林白与红叶身前，瞬间将2人的所有路径全部封锁。闪！轰轰轰轰，虚空中泛着绿色的火光长剑闪烁不断，这片虚空被打到分崩离析。而红叶则趁着躲避攻击，正在与林白快速说着萨格拉斯的过往。几分钟后，伴随着一道粗大的剑光闪过，萨格拉斯的手臂萎靡了下去，不光攻击速度骤减了不少，就连眼神深处都出现了一抹混乱。林白，我来牵制住虚空大军，萨格拉斯就交给你了。记住我刚刚与你说过的话。红叶娇喝一声，率先驾驭红灵冲了上去。好，林白点头应道。在刚刚躲避攻击时，红叶已经将萨格拉斯的过往尽数告知给他，甚至连弱点处都一并讲解清楚。同为9星至尊神灵，躯体的强度早已达到极致，根本不是常规武器能够伤得了的。但是萨格拉斯却因意识陷入混乱，曾被手中的魔器误伤过，至今都未曾彻底愈合。脚踝处吗？林白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在萨格拉斯的脚踝处有着一道隐隐流着绿色魔血的狰狞伤痕。光晕湮灭，林白不再犹豫，一出手就是顶级杀招。在融合了全部星辰碎片后，此时他施展的光晕湮灭不再是纯粹的金色圣光，
早已转化成更具毁灭的暗金色。哗啦，暗金之花盛开，碎裂之声不断响起。这片虚空根本无法承受光晕湮灭带来的威能。神臂！萨格拉斯的理智虽然混乱，但是战斗本能依旧还在。只见他挥出一道剑芒，狠狠地朝着光晕湮灭的冲击波迎了过去。铿锵！轰！成片成片的虚空崩裂，整片天地化为一片苍茫，似乎被打成了圆点一般。似乎是受到状态的影响，在灵白的全力一击下，萨格拉斯的剑芒竟然直接被光晕湮灭拍成粉碎，连带着他高大的身躯都被狠狠地炸飞了出去。秩序灭魂！灵白攻势不减，两道湛蓝色的射线自瞳孔中射出，刷刷，两道蓝光急速闪过，一道激光命中萨格拉斯的腿部，这让他脚踝处的弱点瞬间暴露在外，而另一道激光射线则精准无误地命中了萨格拉斯。轰！9999亿！另一处战场，这个神器竟然如此强横！虚空大军黑色瞳孔中露出一丝意外的神色。自主觉醒的星魂至尊很强不假，可萨格拉斯作为老牌至尊也不是吃素的。但是像灵白这般才刚刚觉醒就如此强横的，还真是头一次碰到。要知道，红叶至尊当初觉醒也还是仗着有永恒神器才能堪堪与他抗衡。不对，永恒神器，莫非这个家伙也有？想到这里，虚空大军心头一跳，目光中的杀意再也不加遮挡。看来这个神器就是当初击杀虚空行者的那个人。昊天神锤就在他身上。第148章创世神召唤，神皇令之主。打吧，打得越激烈越好。虚空大军抬手打出一片黑暗能量，将红叶击退。手中的杀伐技能不断祭出，将这片虚空都被打得粉碎。虽与红叶互相攻伐，不过虚空大军的瞳孔余光却一直注视着灵白与萨格拉斯，似乎在打着什么鬼主意。神臂！萨格拉斯长剑一挥，抬手就是一道黑红色剑芒。死魂蚀骨！灵白不闪不避，瞬息间打出一道冰冷的至强魂力还击。操控6种尖端力量的他，完全能做到无缝衔接。轰！爆炸不断响起，萨格拉斯与灵白各自向后退却万米，遥遥对峙着。你的力量超乎我的想象。萨格拉斯双眼眯成一条缝，被攻击到弱点处，让他的行动力变得缓慢不少。未等灵白答话，萨格拉斯手中的火焰长剑忽然迸发出更为炽烈的火焰，澎湃的力量不断汇聚，黑暗虚空都隐隐有着融化的趋势。不光如此，灵白清晰地感知到有无数死灵魂力正在朝着火焰长剑疯狂汇聚着。死吧！神魂寂灭斩！萨格拉斯手臂重重一挥，火焰长剑宛如被赋予了生命一般，直直斩向灵白的躯体。神魂寂灭斩是萨格拉斯手中魔器的自带技能，可划破时间长河，斩灭目标神魂，有着锁定目标必中的特殊效果。挨上这一剑，不说命丧当场也差不多了。与此同时，灵白也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系统提示神魂锁定，无法闪避。灵白心头一跳，神魂均被锁定，这一击避无可避。眼见灵白即将被拦腰横斩，就在这时，灵白的背包发生了异动，漫天乌光洒落，昊天神锤竟然自主飞了出来，为灵白挡下了致命一击。轰！神魂寂灭斩的光波撞击在昊天神锤上，竟然连一丝波澜都未能掀起。昊天神锤，萨格拉斯语气有些混乱地说道。相传，创世神灵阿萨托斯共锻造过3件永恒神器：伏天灵、昊天神锤以及神皇令。其中，伏天灵主防，昊天神锤主攻，而神皇令则是一件辅助饰品，到迄今为止依旧下落不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具体效果。叮！特殊事件已触发，是否接受创世神灵阿萨托斯的召唤？系统提示突如其来，整个空间全部陷入了绝对静止状态。无论是灵白、红叶，还是虚空大军以及萨格拉斯，全部被定在了半空，无法动弹。创世神灵的召唤，灵白脑海中涌出一丝意外。不过此时，整个空间都陷入了绝对静止，除了去见创世神，没有别的路可选。这种任人摆布、无法掌控的感觉，还真是让人不爽。灵白心中不满，但还是直接做出了选择，接受。未知空间，纯白色的世界了无声息，无比寂静。唰！苍穹之上，莹莹绿色的光华闪过，一颗种子落入在灵白脚下。在灵白的注视下，种子生根发芽，逐渐成长为一棵无比雄伟的世界之树，破开混沌，撑开天地，演化星辰，为这方天地带来无穷生机。这是创世之初的景象。
林白静静站在原地，目光中有着一丝好奇。原来这方世界竟然是一株种子演化而来。就在这时，场景突变，原本死气沉沉的白色世界逐渐演化生命，蛮荒异兽，草木茂盛，一切看起来生机勃勃，完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着。下一刻，画面崩碎，原本纯白祥和的世界，天空中忽然降落下黑色雨滴，大地腐化，树木枯萎，无数蛮兽发生异变，原本祥和的世界变为一片混乱。就在这时，一尊浑身散发着纯洁光辉，笼罩在无数光环下的伟岸身影出现了。他抬手一挥，无尽神光涌现，一瞬间便将整个世界恢复如初。正当他要离去的时候，一条漆黑无比、满是狰狞鳞甲的手臂忽然击碎苍穹，朝他抓落过来。世界崩碎，神力肆虐，星辰俱灭，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竟然有敢向创世神出手的生物！林白心中吃惊，单就创世神这3个字就足以代表他的无上威势。世间万物皆有其所创，一念花开，一念寂灭，一念永恒。没想到居然有生物竟然敢偷袭创世神！就在这时，画面碎片浮现，整个纯白世界已经恢复如初。不过那尊伟岸的创世神却紧闭双眼，躺在了大地上，他的胸膛处却受到了重创，掺杂着黑色能力的鲜血不断胸膛处滴落。创世神都受伤了。林白注视着画面中的景象，眉头紧紧皱起。他有些不明白，创世神将他强行召唤至此，为的就是看这些。就在这时，在地上躺平的创世神忽然睁开了双眼，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林白，玩味道：“或许你该问问我，躺在地上凉不凉，胸口痛不痛？”林白。画面中，创世神灵阿萨托斯缓缓站起身来，他背手而立，目光中闪烁着璀璨星辰。良久后，阿萨托斯叹了口气，低语道：“那场战斗过后，永恒梦魇被我击杀，但我也受到了重创，陷入沉睡之中。不过漫长的岁月里，我能清晰地感知到，永恒梦魇未被彻底消灭。它在我的胸膛处留下了腐蚀之种，这枚种子日渐壮大，想必要不了多久，永恒梦魇便会彻底侵占我的躯体，届时这方世界将不会存在。为了阻止永恒梦魇卷土重来，我希望你能将我唤醒。”听到这里，林白暗道：想必这就是虚空大军的由来吧。没想到它的来历并非如我前世所知那般由星魂孵化而出。不过永恒梦魇竟然能击伤创世神，如果没有对等的力量，那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屠杀。看来唤醒创世神刻不容缓了。深深吸了一口气，林白沉声问道：我应该怎么做？话音落下，虚空中一枚散发着灼热气息的令牌跨越壁垒而来，落在了林白手中。随后一则低语响彻在林白耳边：找到能驱使神皇令的人。林白目光淡然地看向阿萨托斯，道：那虚空大军和萨格拉斯怎么办？倒是忘了这2个小东西了。阿萨托斯笑了笑，抬手间打出一道金芒，将林白笼罩。叮！你获得创世神祝福，光环效果，你所处空间的内低于创世阶位的敌对目标，生命值将强行降为1点，持续时间无限。提示响起，林白从纯白世界中退了出来。永恒虚空，林白刚一出现，整个虚空又恢复了大战前夕的景象。你望着浑身充斥伟力的林白，虚空大军脸色巨变，原本神智混乱的萨格拉斯也在这一刻恢复了神智。虚空大军颤抖着低吼道：你竟然获得了阿萨托斯的祝福，他苏醒了吗？在创世神的伟力压制下，虚空大军和萨格拉斯的血量全部变为1点。结束吧。林白的目光中满是清冷。秩序灭魂，极致的秩序能量照耀宇宙八荒，淹没了虚空大军和萨格拉斯。叮！你击杀了虚空大军，获得5000亿经验值。你击杀了萨格拉斯，获得5000亿经验值。你已到达 LV200级，瞬息灭杀2大9星至尊。红叶的目光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辉，疑惑道：你是如何做到的？林白摇了摇头，将目光眺望向无穷黑暗，呢喃道：我们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找到能驱使神皇令的那个人，走吧。话落，林白消失在了这片空间。若干年后，一座美丽的旅游小岛，林白与红叶出现在一家主题宾馆。神皇令闪烁的光辉愈发频繁了，看来我们要找的人就在这里。林白笑了笑：走吧，让我们看看神皇令的主人会是何等风采卓绝之人。红叶笑着说道，挽着林白的手臂走进了宾馆，来到406房间门口。神皇令上神皇浮现，栩栩如生。这……林白与红叶相视一眼，
脸色怪异的停下脚步。在进入宾馆前，他们就早已感知到了屋内的异常。没想到啊，这可真是没想到，屋里那位就是神皇令的主人。406房间内，浴池里面被鲜血染得通红，一个浑身赤果、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男人正趴在浴池边上，龇牙咧嘴的咒骂着：“马德，疼死小爷了！那个该死的女人太狠了，嘎我腰子，竟然不打麻药！”